拿上这些东西，赶紧滚！一个小布袋砸在了顾云东面前的地上，露出里面有些干瘪的10来个小土豆。我穿越了，从丧尸横行的末世来到了大晋国，传到同名同姓的一个13岁的小农女身上，有父有母，还有一双弟妹。洪庆17年，永宁府因干旱导致田地颗粒无收，大批大批的流民开始往附近的州府迁移。面前这个带着一脸施舍表情扔给我土豆的人，是原主的后奶奶赵氏，旁边还站着2叔3叔2家10多口人，全部冷漠地看着原主一家4口被赶出逃荒的队伍。奶是后奶奶，爷却是亲爷。云东啊，你也别怪我们，实在是大家都困难，我们的粮食也不多了，你们这房也没个壮劳力，你娘又是个傻的，除了吃穿什么都帮不上，这世道太混乱了，大家连自家都顾不过来，实在没余力照顾你们了。你们就自求多福吧，这袋子土豆也足够你们娘几个撑2天了，后面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能不能活下去也是老天的意思。我们有赚劳力，我爹是为了引开流寇才会不见的，他会回来的。你们他是原主的弟弟顾云舒，今年才5岁。原主的爹叫顾大江，2天前他们遇到一伙流寇，顾大江和2叔顾大和充当诱饵，引开流寇的注意力，给他们争取逃命的机会。后来顾大和回来了，顾大江却不知所踪。行了，就这样吧，你们自己好好保重。哦，倒是还能带上你，要不你还是跟我们走吧。哎，带什么带？我们自己的粮食都不够了，他的那份没有了啊！要跟着就自己找吃的，去吃土。我跟我大姐在一起。随你。说完，带着赵氏等人便直接走了。一直站在一旁的母亲杨氏眼底闪过迷茫，她身上还背着一个背篓，里面放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昏昏沉沉的在睡觉。东东，走。杨氏脑子不太好，但也认得人。她现在还没搞清楚自己母女4人被顾家一家子抛下了，只是奇怪为什么顾家不等等他们。娘，大姐累了，咱们等一会儿再走吧。大姐之前晕过去了，就是因为这样，爷爷奶奶也终于有了借口丢下我们一家子。顾云舒忧心忡忡的，爹不在，大姐又病了，娘懵懂，小妹更是瘦弱的没点力气。她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了，虽然只有5岁，但也要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我在末世生存了1年，几乎是能活1天就是1天的心态。这里虽然同样处于混乱的世道，但至少这里没有丧尸，没有变异的动植物。等度过了灾荒，我的生活会慢慢的变好。这里的未来充满了希望。至于原主的家人，到底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只要他们不给我找麻烦，我并不丢下他们，就当是报答了。才想着，耳边忽然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他微微的抬起头，就见到了去而复返的2叔顾大和。顾大和跑到顾云东的身边，二话不说，蹲下身就去扯他的衣袖。你干什么？反正啊，你马上就要死了，你爹留给你的钱也别浪费，二叔帮你拿去孝敬你爷奶。我操！只见顾大和操起旁边的石头，一把砸向顾云东的脑袋。顾云东只来得及叫了一声，就晕了过去。大姐！顾云舒尖叫一声，扑过去疯狂地拍打顾大和。杨氏也反应过来，放下背篓就上来抓挠他。站住！你再过来，我就掐死你儿子！
杨氏猛地顿住了，犹犹豫豫的不敢上前，突然朝着顾大河跪了下去。他二叔，求求你，把二叔放下，他疼的。娘，你起来，跪。他不是人，他是畜生，他打过姐姐，硬逼死我们的，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他知道大哥偷偷给了这个侄女防身银子，他还不小心看到了顾云东将银子缝在了衣服袖子里，所以他才会去而复返回来拿的。拿到银子，顾大河一把将顾云舒丢开。嘿嘿嘿，你们可别怪我，是你们爷奶决定把你们赶走的，我是小辈，我只能听他们的。哼！说完，大步朝着顾老头他们的方向追去。顾老头是看着二儿子离开的，此刻见他重新回来，微微的皱了皱眉。你干什么去了？那丫头身上还藏着银子呢，我拿过来给爹娘使使。他们就那么点粮食，你还去？怎么就不能去了？我就说老大不老实，有了银子不孝敬我们两老，还偷偷摸摸的给媳妇儿女儿的，这没良心的玩意儿！我们辛辛苦苦把他养这么大，就养出个这么个白眼狼，早就该打死他了。老二拿了银子怎么了？反正给了他们也用不上，别最后落到别人手上，那还不如给了我们。哎，也是他们命不好。娘，这银子我给您收着，我年轻力壮，不容易丢啊。这是的，我也不乐意为了几十文钱的事情惹得儿子不高兴，万一惹恼了儿子丢下我这个老人，我也活不下去。赵氏以为钱不多，也就由着顾大河了。顾云东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是在杨氏的背上。东东，你醒了。大姐，你醒了，你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们去哪儿？我们往回走了，去昨晚我们去的那个村子里住一宿，那地儿离得近一点。这个决定是我下的，其实心里很忐忑，也不知道对不对。毕竟比起前面未知的方向，我只能回到认得的地方。大姐需要休息，我心里也害怕。顾云东这才发现他脖子上有道勒痕。顾大河呢？他抢了大姐的银子就跑了，银术没用，没保护好大姐，也没守住银子，对不起。二叔不哭，是你二叔坏，我们以后都不理他，不理。娘疼你。我不哭，我是咱们这里唯一的男子汉了，我不哭。好在他们落脚的村子很快就到了，这村子静悄悄的，已经差不多没什么人了。顾云东的力气已经慢慢的恢复，只是之前脑袋被砸，还有些晕眩。大姐，你先去休息，我去找点柴火。他没一会儿就抱着2捆细细的柴火进来了。顾云东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布袋里面翻出2个小土豆，十分珍惜地串起来，放在柴火堆上面转动。等到差不多了，便递给了他一个，另外一个他小心地剥掉皮，送到了顾云可的嘴里。你们的呢？大姐，你吃吧，我不饿。我饿。娘，我们的粮食不多了，咱们今天就先不吃了，好不好？一会儿我出去找找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只有10来个小土豆，肯定是要先解这受伤的大姐和奄奄一息的小妹的。那就不吃了。这样我还能吃得进去才有鬼。而且我原本也没打算吃，这土豆都发芽了，吃了要中毒的。顾云东伸手将顾云可手里的土豆也拿了回来。这个先不吃了，我去外面找别的。不行，大姐你身体不好，我可以的，我去找。不用，你留下。大姐，留下。顾云舒怔住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大姐。
顾云东慢慢地走到房子的角落里，左右看了看，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随即他微微地闭上眼，呼吸一顿，下一刻手中陡然便多了一小袋大米。果然，他的空间跟过来了，空间里的那些物资也跟过来了。这个空间是他在末世刚到来时无意间得到的，大概1亩地大小，里面的时间是静止的，放进去的东西是什么样，拿出来还是什么样。当初得到这个空间，顾云东便开始收集物资，毕竟谁也不知道末世什么时候结束，想要活下去，没点东西傍身可不行。如今他空间里有不少东西，大米、白面、矿泉水这些并不缺。有了这些东西，逃荒路上我还有什么好怕？顾云东又从空间里拿出水和酒精，先给脑袋上的伤口简单的消了毒，随后蹲下身，拿出刚才顺手带出来的那个小布袋，悄默默地将大米倒了进去，想了想，又拿出来2包酱菜，用竹筒装上，这才呼出一口气，重新往屋子里走去。娘，大姐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了，以前大姐总是哭，还特别怕疼，现在好像一下子就特别男子汉了。会不会说话？什么叫做特别男子汉？不过我跟以前的顾云东性格确实相差很大，还是得想个合理的借口解释一下。只是还没等到他想出来，顾云舒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肯定是爷奶赶我们走，让大姐受刺激了。爹又不在，所以他觉得自己要保护照顾我们。大姐太不容易了。娘，你说有什么办法让我一下子就长大，然后变成家里的壮劳力，这样大姐就不用装得特别男人了。我现在好没用啊。顾云东提了提手上的东西，脚步重了一些，里面的声音立刻就停了。大姐，你回来了，找到吃的东西了？我去厨房看看有没有水。这地方肯定是没水了的。他不过是装装样子，去厨房找了个罐子，拿出空间里的矿泉水倒进去，这才重新回到房间。大姐，你从哪里找来的？好多，好白啊！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白这么大颗的大米。顾云舒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感觉就跟做梦似的。我在隔壁那家人的其中一个房间的床底下找到的。哦，我知道了，那家人肯定是二婶一样，偷偷的把吃的藏起来，逃荒的时候忘记带走了。之前准备离开村子的时候，二婶从床底下偷偷翻出2大包红薯干，那是她这些年暗自扣下来给自己这房吃的，没想到被奶看到了，在家里大骂她二婶是白眼狼。如今听说这些大白米是从床底下找到的，顾云舒立刻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说着转身关上门，将之前的那堆火重新点燃，给瓦罐里加了水。顾云东打算煮点粥喝。大姐，少点吧，其实我不太饿的，我可以少吃点的。你不是要快点长大吗？不多吃点怎么长大？我想快点长大的，可是我们粮食不多，现在吃多了，后面怎么办呢？他左右为难，顾云东却已经手脚麻利地将粥给煮上了。这个身体太差了，虽然他在末世吃的不是很好，吃个7分饱不成问题，但在这里，就算是逃荒前吃的稀饭，那也就混个水饱。大姐，好好吃，好香啊！杨氏自己迫不及待地喝了2口，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喂顾云可。小姑娘没什么力气，如今喝了粥，眼睛却亮了几分，眼角弯弯的，顿时就有了精神。好吃。顾云东那一瞬间莫名的觉得有些满足。顾云东肚子不再火烧火燎的，力气也有了，终于开始有余力想接下去的路了。如今他们不缺吃的，他空间里吃的东西很足，完全能够让他们撑到相对富裕的府城。只是没有交通工具，路上肯定走得很慢。
其他倒是还好说，最担心的还是怕遇上盗寇以及恶狠了走投无路的流民。尤其他们一家子连个成年男子都没有，在别人眼里就是好欺负的对象。看来他们接下去不能再走大路，至少不能往人多的地方走。当初他们离开家的时候，顾大江和他说过离得较近的几个府城的路线和方向，他多少心里有数。说到顾大江，也不知道如今到底是生是死，身在何方。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大姐，你不睡吗？我白天睡得多，现在睡不着，你们睡吧。哦。顾云舒点点头，便安心地躺下了。顾云东在一旁坐下，他是压根儿就没打算睡的。在末世，只要在外面留宿，晚上都是要留一个人守夜的，否则什么时候遇到危险都不知道。杨氏他们睡着不过半个时辰，他便听到外边传来了细微的动静。顾云东猛地睁开了眼睛，走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就见月色下站着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其中一个压低了声音道：你小声点，别把人家给惊醒了。我哪知道这里有块石头，这不是不小心被绊了一下吗？这两人鬼鬼祟祟的，想做什么？好了，小心着点，别毛手毛脚的。哎呀，知道，赶紧让！一想到那两个白白嫩嫩的小娃娃，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咱们运气挺好，他们中正好有一个人昏迷，咱们只要对付另外一个，那两个小娃娃就是我们的了。你就知道吃！我说你之前踩点的对不对？是不是这地方？怪不得这两人眼睛发红，带着恶意，身上更是有一股恶臭的腐朽味。原来如此，这两人分明已经上瘾了。4个人，2个小娃娃，一个昏迷被背进来的，他们只要对付一个杨氏就够了。听这话里的意思，这是瞄上我们了，那就更不能放过他们。顾云东看着那两人已经走到了前面一户人家的门口，悄无声息地进去了。他动了动手脚，虽然力气慢慢回来了，但身子依旧很虚弱。近身作战，要干掉2个人，就是上去送菜的。可惜我在末世的时候没能搞到枪，否则远程射击，轻而易举就能崩掉他们。等等，我好像有把弩来着，还是有次收集物资的时候无意间看到的，只是箭头不多，我很少用。顾云东微微探过头，就见院子里站着其中一个人，另一个人已不见踪影。很好，一个一个来。咻的一声，弩箭以雷霆之势陡然射向男人咽喉。那男人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只是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喉咙艰难地发出呵呵的声音，最终满脸不甘心地倒在了地上。顾云东呼出一口气，这才拿着弩往里面走。刚走了2步，屋子里面便传来了踉跄的脚步声。顾云东猛然顿住脚，手里的弩也随之对准了房门口。很快，一个男人从屋子里跌跌撞撞地退了出来，一只手捂住自己的手臂，指缝间鲜血淋漓。走到院子时想叫自己的同伴，没想到一扭头就见同伴已经倒在地上，死不瞑目。顾云东诧异，手中的弩箭蓄势待发。不过不等他瞄准，屋里又走出一个男子来，手中提着一把剑。他一眼便看到了站在那里的顾云东，转手又见到倒在地上的男人，心中了然，对他颔首。多谢。顾云东沉默了。所以这屋子本来就有人，而且看样子是个身手非常不错的练家子。男子已经转过头，重新看向那个闯入他们院落试图行凶的贼人。好汉饶命，是我鬼迷心窍，有眼不识泰山，我该死，我混蛋，你放过我，我是真的恶狠了，这世道我也没办法才会。话还没说完，男子手中的剑陡然一扬，已经刺破他的脖子。那人只发出短暂的一声惊叫，
人就倒在了林上，再无声息。两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已经死了，顾云东却不敢有所松懈，和男子面对面站着。就在这时，屋子里又跑出来一道人影。高叔叔，白哥哥醒了，你快进去。高叔叔知道了，你先进去啊，不要让妹妹出来。告诉你白哥哥，我这边还有点事要处理，马上就好。好的。我搞错了，这两个渣渣的目标不是他们一家4口，而是这个院落里同样带着2个小孩的4个人。是了，之前他们2个还说了白白嫩嫩的小娃娃，自家弟妹瘦骨嶙峋，跟白白嫩嫩可搭不上边啊。不用谢，我也是凑巧听到他们说的话，知道这2人不是好东西，丧心病狂竟然要对2个小娃娃下手，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坐视不理的，所以我才跟在他们后面，想着能帮你们一把就帮一把。姑娘有心了，这2人确实该死。那这2人既然已经死了，他们身上的东西咱们一人一半。顾云东是一点都不介意拿死人身上的东西，尤其是这种世道。高峰却很是嫌弃。我不需要，姑娘尽管拿就是了。顾云东也只是意思意思地问问他而已，这姓高的一看就是不缺钱的。他一同意，顾云东就蹲下身在那2人身上翻钱袋子了。高峰扭头回了屋子，顾云东动作只是稍稍的一顿，又若无其事地继续扒人家的衣服。这2人身上的东西还真不少，5两银子1个玉佩，2把匕首，还有3包的蒙汗药等等作案工具。顾云东只拿了银子、玉佩，匕首没要，想了想，把那几包蒙汗药也带上了。搜刮完，他刚打算走，高峰又出来了，手里还提着一个布袋子。今日多谢姑娘相助之恩，这里有些馒头大饼，还请姑娘收下。顾云东一愣，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随即一边接过来一边道：这都不好意思啊，其实就算我不来，以大哥的身手对付他们也是绰绰有余的。如果你收东西的动作不这么利索的话，这话更有说服力。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院门带上。行。顾云东拿了东西，很干脆地转身走了。他也不问人家怎么处理那2具尸体，彼此间也没问姓名。顾云东重新回到自己的小院，手里的馒头饼子已经冷了，明日再热热就能吃，倒是能给几个人加餐。顾云东坐在旁边，耳朵却竖着，没想到才过去半个时辰，门外就传来了动静，就见门口过来一辆马车，隔壁院子的高峰正将一个少年背进了车里。吵着姑娘了。你们这是走了？是。高峰说完，人也钻了进去。缰绳一抖，马车咕噜咕噜的在月色下越走越远。他进了屋，又坐了1刻钟，这才走到炕沿，将睡在中间的姑娘顾云可给抱了出来。小妹，小妹，醒醒！大姐，来，张嘴，把这个给喝了。啊！顾云可连问都没问什么，甚至都没看清楚递到跟前的东西是什么，十分信任听话的张开嘴，咕噜咕噜的喝了下去。甜的。喜欢喝就多喝点。顾云东手里端着的是从空间里拿出来的牛奶，放在火上稍稍的热了热，这才喂给了顾云可喝。好喝。小姑娘本来就没完全清醒，不过片刻又睡熟了。东东，你醒了？要早起。顾云东站起来活动活动手脚，拿过一旁的袋子递给他。这个给你。饼子、馒头。你先吃这个填饱肚子，剩下的放在火上烤一烤，等他们醒了给他们吃。我先睡一会儿，外面要是传来什么声音或者有人过来，一定要记得叫醒我，知道吗？
知道。杨氏认真应下，顾云东这才躺下睡了。真的，我昨夜里喝的，甜滋滋的，可好喝了。哥哥，那你昨晚做梦的时候梦到什么好吃的啦？我啥也没梦到。小妹，那你今天晚上再梦到那个甜滋滋的糖水的时候，能不能分我喝喝？我也想去你的梦里。好，一起喝。要是梦到肉就更好了。嘿嘿。大姐，你醒了？什么时候了？40。我们为什么会有饼子馒头啊？昨天夜里隔壁的人送的，我帮了他们一点忙，答谢我们的。他们也该离开了，一家4口重新出发。他们走得很慢，休息居多，手中有食物，倒也不怕。顾云东手上拿着一把匕首，匕首上故意涂上血迹，谁敢近身，他都会对着那人露出嗜血凶残的笑，吓得不少人高马大的人落荒而逃。倒也有不怕死的，顾云东下手毫不留情，就这么走了几天，还算平安，没被抢劫。清安府总算能歇一歇脚了。大姐，爹会在里面吗？也许吧。爹一定会在里面的，我知道。他和我们约好了的，不会食言的。说起来，他爹顾大江真的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逃荒路上妻离子散的很多，指不定什么时候谁就会落单，到了那时候就统一在庆安府等，他们总会团聚的。只可惜现在通讯交通都不方便，要想一家团聚难。走吧，问问怎么入城。大爷，我想请问一下，这城门什么时候开？怎么样才能入城？入啥城啊？这城门根本就不让人进。城里的那些个善人，前些天还出来施粥，昨个也停了，城门就再也没开过了。想入城，别想了，别想喽。多谢。大姐，大姐，你看那是谁？顾云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就见到几个有些眼熟的人，仔细的想了想，就从记忆当中翻出这几人的身份了。顾小姑一家。顾老头有4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他爹顾大江和顾大姑是原配所生，后面的2叔、3叔、4叔以及顾小姑是续弦赵氏所出。逃荒之前，顾大江去找过他们，让他们一家一起走，只是顾大姑放不下已经出嫁的大女儿，打算和大女儿女婿他们在一起。顾小姑嫁到了镇上，夫家条件不错，在镇上还有个铺子维持生计，家里有辆驴车，有这样的条件，她自然更不愿意和娘家这些只靠腿走路的人一道了。至于顾4叔，今年也才18岁，还没成婚，而且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个头太大，加上赵氏年纪大，差点难产。再说前头已经有2个亲生儿子了，因此并不得赵氏的喜爱，反倒是已经长大的顾爹和顾大姑一直照顾着他，因此顾4叔其实和顾爹他们的关系更好。逃荒路上顾爹失踪，顾4叔就承担了照顾他们一家的责任，也因此赵氏看他更不顺眼。为了避免他坏事，赵氏几人故意支开顾4叔，才趁机将他们一家给赶走的。顾小姑闺名顾秋月，大抵是感受到太过强烈的视线，这会儿也扭过头看到了他们，只一眼他便皱起了眉头，随即眼珠子转了转，看向他们周围。许是没看到顾老头这些人，他又很快扭过头去，假装不认识他们似的。还是想想怎么入城吧。我娘说了，让你们赶紧走，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就你们这副鬼样子，根本就不可能被放进城的。不过，要
要是你们求我呢，我还能考虑考虑带上你一个人。但是你要以我丫鬟的身份跟在我后面，给我端茶送水，从此以后好好的伺候我，这样我每天能给你拌个粗面馒头。他早就想有个丫鬟跟前跟后了，只是他爹娘说现在买不合算，路上还要负责人家吃喝，等到了城里就给他买。来，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有些没听清楚。你想干什么？我没想干什么，别紧张，乖。刚刚的话再说一遍，不要怕，我又不会砍你。胆子跟个老鼠似的，哪里来那么大脸，让我给他当丫鬟？大姐，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傅兰芝她说是小姑让她来传话的，小姑是长辈。你把她当小姑，她要将你当成侄儿吗？哪次见到我们不是非打即骂，冷嘲热讽的？她都不把咱爹当大哥看，那算我们什么长辈？爹不是教过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这句话？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怎么对待他。云舒，你记住，我们不主动招惹别人，但是别人敢上来欺负我们，我们也不能站着不还手，懂了吗？哦，小姑没有长辈的样，傅兰芝对咱爹娘也没晚辈的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等他下次过来，我就呸他。这个呸太粗鲁了，咱们解决事情的方式可以斯文一点。怎么斯文呢？顾云东，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胆子肥了，居然敢欺负我家兰芝了！你爷奶不在，就不把我这个小姑放眼里了是吧？哼，我今天就替你爷奶好好的教教你规矩，免得连最基本的孝顺长辈都不懂，以后啊，丢顾家的脸，传出去被人当笑话。昨天这上面的血还是鲜红鲜红的，今天都变暗变黑了，血腥味也不是很重。不过我想不是眼瞎的人凑得这么近，还是能看得见的吧。你想做什么？我没想做什么，只是觉得这世上怎么这么多自以为是的蠢蛋。昨天我就遇到2个，不但想抢我的东西，还想把我弟妹拉去卖。我当时就把这把匕首拿出来了，对准一个人的脖子就。你疯了！我是你小姑。这世道，亲生儿子都比不过半袋粮食，小姑又算什么东西？这里是城门口，大家可都看着呢。你要是行凶，你也跑不掉。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跟兰芝道歉，好好的赔罪，只要兰芝原谅你，今天的事情就算了。那你要不要试试？或者你问问傅兰芝，敢不敢向我道歉？哼，我不跟你计较，你这么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以后我也不会管你们死活。到时候想进城也别来求我，疯子，你跟你娘一样。兰芝，走。2人来得匆忙，回去的时候也跌跌撞撞的，直至走出去老远，顾秋月才骂骂咧咧起来。小贱人，你给我等着！真以为我收拾不了你了？带着3个累赘，我看你能护到什么时候？别给我找着机会，到时候要你好看！我才不信你能一路平安的过来，都不知道陪过几个男人睡觉的小娼妇。娘，他们为什么没和老爷他们在一起？哼，肯定被赶出来了呗，活该。小姑娘不容易呀，不过这么一来，你在这儿可是连个能帮忙的亲戚都没有了，可要当心呐。大爷觉得我给他们道歉求饶，或者端茶送水，他们就会帮我们了。倒也是啊。顾云东吓走了顾小姑母女2个，总算能清静下来，开始观察在城门外的大批大批流民了。顾云东只是微微的扫视了一圈，见到不远处3三两两的聚在一起的人，眉头就紧紧的拧了起来。不对劲，这很不对劲。大爷，这里怕是不太平了。我知道，
城门关着，也没人出来施粥，人越来越多，大家伙儿都没了东西吃，这被逼得急了，连命都快要没了，哪儿能不乱呢？顾云东抿紧唇，他也有预感，大概就这2天，流民就会想方设法闯进城门，到时候城内就要大乱了。大爷，你不走吗？顾云东原本是打算想办法进城的，看来他最多只能在城门外等2天，要是还没有爹的消息，就得离开了。我倒是想走啊，可来这儿的路上粮食就吃完了，前2天还有粥喝，今天都不知道我那儿子能不能找到野菜，找不到就只能饿着。无所谓了，反正我那老婆子也走了，我一把老骨头本来也活不了几个年头，乱不乱的没啥影响。顾云东这才知道，大爷一家从家乡逃出来，半路上老伴和儿媳妇为了给他们省一口吃的，都饿死了。如今只剩下大爷和他儿子以及16岁的孙子。云叔，我们再等1天，不管有没有等到爹的消息，都必须走。是因为这里要打起来了吗？对，我听大姐的话，我知道我们还小，跑不快，要是打起来了会拖累大姐的。那我们等这里不打了再找爹，好不好？好。丫头。大爷，有事？丫头，你要是能走就赶紧走吧，我那儿子孙子都回来了，刚带回消息来，说是那些人可能明儿一早就要动手了，也不知道具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你带着弟弟妹妹逃都逃不掉。那大爷你呢？我儿子说了，这种事情咱们不掺和，到时候躲远一点，至于以后走一步算一步吧。好了，丫头你赶紧走吧，别耽搁了。顾云东点头，蹲下身叫醒杨氏，直接让杨氏背着顾云舒，自己背上顾云可。他们的东西不多，基本上都放在背篓里面，拿上就能走。几人经过于大爷歇息的地方，顾云东便看到了他那个同样瘦骨嶙峋的儿子和孙子，两人对他还算友好，微微的点点头。这边离万庆府近，你们一路小心。大爷也保重，回去看看主况。顾云东动作很轻，却脚步匆匆的，只是他却并没有向于大爷说的万庆府而去。等到于大爷看不见的时候，扭头就朝着稍远一点的宣和府的方向走了。这边乱了，肯定很多人都会逃往万庆府，甚至这边的混乱可能会波及到那边。他手上有粮，不管去哪里都不会饿死在路上，还是去更安全一点的地方。而就在他们前脚刚走，几个鬼鬼祟祟的男人便悄悄地来到了顾云东先前歇息的地方。人呢？你不是说你那侄子侄女就在这儿的吗？哎，钱爷，我没骗你，人真在这儿。我那小侄女才3岁，小侄儿也才5岁，长得都是好相貌。你带回去好好的调教调教，以后肯定能帮你赚钱。大的那个13已经长开了，咱找找，附近再找找啊，一定在的。钱爷一伙人都是城内秦楼楚馆的打手，知道这段时间城外流民多，卖儿卖女的也多，有些人更是只要几个红薯就能推开亲生儿女的。钱爷手里已经寻摸了不少童男童女，放在馆内好好的培养，将来都是有大作用的。傅明知道这人后，就听了顾秋月的话，想着把侄子侄女都给卖了，让钱爷带着他们一家子入城。我看到顾云东他们往那边去了，快去追！顾云东4个调转方向去宣和府的时候，正巧被顾秋月看个正着。她当即便去找了丈夫傅明和钱爷几人，急匆匆地指了方向。见他们追过去了，她才阴狠地笑了起来。呵呵，早说过让你不要得意，就凭你一个瘦不拉几的臭丫头，
难不成还能逃过钱爷的手心儿？等着吧，老娘让你回来给老娘磕头认错！呸！顾云东其实走得并不是很远，毕竟背着孩子，又是半夜3更，难免走得慢些。回头得看看空间里有什么车可以拿出来用用。不过也因此听到后面传来窸窸窣窣往这边跑来的脚步声。顾云东第一直觉就是绷紧了神经，谨慎地带着杨氏躲到不远处的土坡后面去了。不是说前面有人的影子吗？在哪儿？有个鬼影子！钱爷，您别急，我刚没看错，他们肯定是听到我们的脚步声藏起来了。你想想，他们就4个人，还有2个奶娃子，根本就走不远。秋月也说了，他们刚走没多久，一定在这附近。找能找着啊？哼，最好找到你那几个侄子侄女，不然拿你女儿抵数。钱爷放心，我保证跑不了。顾秋月和傅明现在要把我们姐弟几个卖给这样的人，你们乖乖躲在这里，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许出来，也不准发出声音。杨氏和顾云舒一路上都已经养成了听话的习惯，闻言立刻点头。而另一边的钱爷也对着几个手下挥手，去，在附近找找。钱爷话音刚落，顾云东已经悄悄地绕过杨氏3人藏身的地方，从另外一个方向显露出身形。你就是钱三？钱爷，这就是我大侄女。云东啊，你弟妹呢？小姑父，你别打岔，我先确认一下她的身份，你是不是钱三？确认？啥身份？是又如何？那就好。顾云东点点头，随即跑到傅明的身边，拉着他后退2步。小姑父，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离远点，免得伤着你。不是，云东啊，你在说什么？你拉着我做什么呢？好了，小姑父，你放心，我不会抢你的功劳的。你把钱三他们引到这里来，你功劳最大，分到的粮食最多，我心里有数。你先退后，不然刀剑无眼，伤到你怎么办？引？傅明，你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引我们到这里来？你不知道吧，钱三，你上当了。你害死王叔的女儿，人家来找你报仇来了，他带了人在这边埋伏，只要我小姑父把你们引到这里来，他就给我们1袋粮食，还答应帮我们入城。虽然不知道他口中的王叔是什么人，但我害死的人还真不少。傅明，你找死！给我抓住他们！王叔，快动手！他这么一喊，钱三几人下意识地停下脚步，扭头寻找所谓的王叔。顾云东嘴角微勾，趁着这个机会猛地转身，藏在袖子里的弩箭唰的一下射了出去，正中钱三额头。傅明尖叫一声，震惊地看着躺在地上瞪大眼睛的钱爷，大气都不敢喘。其他人也是一怔，又一支弩箭射了过来，只是这次没射中。然而就这样，也吓得其他3个打手惊慌失措，当即什么都顾不得了，连滚带爬的赶紧跑了。傅明也大叫着跟着跑，再没心思去抓顾云东了。眼看着他们脚步声都没了，这才捡起地上的那支弩箭。位置不好，这支弩箭只能射中地面，起到震慑的作用。他也不用管傅明一家子，钱三死了，他的那3个手下是不会放过他们的。顾云东冷笑一声，这才开始搜刮钱三身上的东西。这人没带什么东西，只从他身上找到一个钱袋子，里面有20两银子。很好，归我了。顾云东满意的收好，再起身时，就听到城门口那边传来了嘈杂的喊打喊杀声。果然打起来了，走吧，一会儿人就多了。去宣和府的路上，果然要比之前那一段路平静许多。就这么走了几天后，顾云东终于在空间里翻出一辆地牌车。这是他在末世时有次经过一个小村庄收集物资看到的。当时这地牌车上堆着好几袋的玉米粒，他就连玉米粒带车一块收进了空间里。
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去那边方便一下。他跑到半人高的草丛里，再出来时，身后已经拉了一辆地牌车了。大姐，这是哪里来的？那边草丛找到的，可能是谁不要了丢在那里的。你们都上来吧，我看看能不能拉得动你们。太好了，有这个车，大姐和娘就不用那么辛苦的背着我和小妹了。有了地牌车，我们的速度确实快了不少。顾云东和杨氏会换着拉，顾云东晚上守夜后，第二天白天也能在车上睡觉，节省了不少时间。因此他们抵达宣和府的城门口时，竟然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大大的出乎了顾云东的意料之外。城内大户人家的下人在施粥，为了不太特立独行，顾云东去要了2碗粥，顺便打听一下这边的情况。你想进城的话可不容易啊，听说知府大人担心太多流民进城会引起混乱，所以这入城啊得有条件。什么条件？哼，说了也没用，看你这样子也肯定满足不了。顾云东不理会他，还是问大娘：你说吧。说是入城不但要有户籍证明，每个人啊还要交5两银子。5两？靠，抢钱啊！户籍证明倒是有，顾大江当初要我们自己都贴身带着的。说了告诉你也没用，还问？看你这样子还不如我呢，身上能有5个铜板就不错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外边找个地方等着好心人施舍点吃的给你吧。这都什么呀，真是！你到底有什么毛病？没人理你还一个劲儿找存在感。我认识你，跟你很熟吗？你……顾云东转身就走，那人气得半死。你嚣张什么？你给我等着，进不了城还不是要在这里过夜？顾云东刚才一直在观察，发现左边的一个年轻士兵态度很好，他便直接走到他面前，将自己手里的户籍证明递了过去。你知道入城的规矩吗？1人5两是吗？你们有4个人，一共20两。我有。顾云东都想感谢钱三了，好心的给他送了20两银子，再加上之前搜过来的5两银子，入城之后应该能坚持几天，等他找到赚钱的方法吧。入城之后记得行事低调点，不要和人发生冲突。如今城内流民不少，要是闹事了，肯定是先抓你们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其实不算是兵，他姓聂，知府大人是他世叔，因为某些原因被临时抽到这边帮忙看守2天城门的。前些日子知府大人收到消息，说庆安府那边发生暴乱，流民闯入城内烧杀掳掠，知府大人这才设置了1人5两的入城条件，不至于将所有的流民挡在外面，导致别人看不到希望，铤而走险。但也同时筛选掉了一批条件太差，入城会造成城内负担的流民。你知道城内哪家客栈便宜又安全吗？他居然还想住客栈，身上还有钱，看不出来啊。只是客栈是不要想了，现在就算最偏远的地儿估计都住满了。那有出租的房子吗？有肯定是有，但是前不久刚发生一起流民伤人事件，大家伙是警惕得很，所以……哦，就是不租给我们这样的流民呗，那可就难办了。还以为入城了总算能歇一歇脚，没想到如今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你要真想找住宿的地方，我这里倒有个地方，我的一个表姑妈家还有一间房空着，她是一个人住。你们呢？刚好没有成年男子，住过去倒也方便，就是租金有点贵，而且你得把你的户籍证明压在我这儿，你看成吗？租金多少？1个月3两。一个房间1个月3两，这城里的人都是抢劫出身的吗？聂聪也知道租金是有点贵，若是在平常也就1两左右，这不是非常时期吗？这也是没办法，其实要不是看在你们没有成年男子的份上，我也是不会牵这个线的。我也得替我姑妈着想，不能让她有什么危险，不是？租金呢是贵了点，但是那地段还是不错的，离我家也近，出门方便。而且你也可以放心，要是定下了，
我直接可以带你去衙门签了这租约，不会坑了你的。去衙门签租约吧。聂聪和人交了班，这才领着顾云东一家4口往衙门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也算是了解了顾云东的来历，一时间倒是很同情他。顾云东也暗搓搓地套出了聂聪的来历，心里放心不少。租约很快写好，上面还盖了章。聂聪又领着他出来，要带他们去他表姑的家。这一路忙里忙外的，事事妥帖，就算涵养再好，也做不到这种地步吧。顾云东就知道聂聪肯定有别的目的了。聂公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可以直说。你看出来了？聂公子要是等事情都办完了再说，就不怕我不同意吗？其实呢，也不算是大事儿。就是他话还没说出口呢，不远处便忽然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就看到2个捕快抓着一个人过来。那人也是大胆，直接一脚踹翻一个。这个人让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了，这个人很像生存在末世时候的自己。等不及他想太多，那个被踹倒的捕快已经爬了起来，噌的一下抽出腰间的佩刀，就要对那人砍下去。住手！聂公子，是你啊？你们这是做什么呀？在衙门口就动刀动枪打打杀杀的，像什么样子？聂公子，不是我想动手啊，实在是这人罪大恶极还拒捕。你看他刚才竟然还踹我。他犯了什么事儿？有人来报案，说这人就是庆安府流民闹事的领头人，我们带回来审问审问。庆安府那边发生暴乱，赵指挥使领兵前去支援镇压，据说有个带头闯进当地衙门杀害知府大人的领头人没抓到，很可能逃窜到附近的城府。可据我了解，那领头人是个34岁的中年男子，而面前这人看起来倒像个20不到的少年。果然，那少年面无表情的否认：“我不是。”你还不是？你看看这通缉令上的画像，这就是你。这年代的人物画也太抽象了，就凭这种通缉令，能抓到犯人才有鬼呢。但是就算这人物太传神，可以和面前的少年相差10万8千里吧？这2个捕快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跟那少年过不去才是。哪里像了？赶紧把人给放了！要都跟你们一样胡乱抓人，岂不是放过了真正的凶手？可我们接到报案。谁来报案你们都相信啊？我看最应该抓的就是报案的人，拿着通缉令也敢睁着眼睛说瞎话，来衙门胡乱报案浪费时间，简直可恶！赶紧把人放了。走，赶紧走！少年抿了抿唇，扭头就走。从头到尾他就没怎么说话，最后更是连个谢都没有。你说让我帮个小忙，是什么？是这样的，我表姑这人呐，很喜欢小孩子，尤其喜欢长得好看的小孩。见顾云东皱起眉头，似乎是误会了，他忙说重点：我是想让你弟弟妹妹啊，没事的时候呢，陪我表姑聊聊天。就这样啊？其实吧，主要是我表姑啊有些絮叨，没半个时辰根本停不下来。他家附近有很多小孩，可你也知道，4、5岁的娃娃哪能耐烦听人说话呀？是不？时间长了，人家见着我表姑都绕着走。那确实是挺絮叨的，只是陪聊而已，应该没啥问题吧？没问题。你放心啊，我表姑人不错的。人不错，房租还那么贵，要是陪聊能减点房租就好了。几人一边聊着，一边拐进了旁边的巷子，没多久就停在了一座房子前面。聂聪先推开门进去了，顾云东带着弟妹站在门口等着。大姐，我要陪人家聊天吗？那我要说什么呀？你可以听他说什么，等你听了回头讲给大姐听。当然你也可以问他问题，啥问题都行。顾云东对宣和府不太了解，正好碰到个喜欢聊天的当地老太太，不是最好的消息来源吗？该注意的不该注意的他都能知道。才想着，耳边忽然传来惊嚷声，
似乎是巷子口那边传来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顾云东也顾不得许多，忙让杨氏带着2个小的先进门，自己将门关上后，才谨慎地朝着巷口走去。那不是先前在衙门口见到的那个少年吗？他这是在绑人？你这个小瘪三儿，你狗杂种，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你赶紧给老子松开，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腿！乡下来的王八羔子也敢在这府城里嚣张，小心回头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小子给我记住，你快松开！哎，这也是潘掌柜活该，他这个人又抠门又记仇。前段时间不是他那铺子要重新修缮吗？雇了这小子帮忙干活，结果这些日子来了不少流民找活干，只要包一顿饭，不要工钱都行。潘掌柜就想赶走这小子去雇流民，你说让人走就走吧，总得把人之前的工钱给结算了吧？咋？潘掌柜想赖账？嘿，何止啊！他还找借口说人活干得不好，要赔钱。偏偏这小子也不是好欺负的，硬是逼着潘掌柜把钱给拿出来了。可他人还没走呢，潘掌柜就去衙门报案，说这小子是之前清安府暴乱的头头，让人捕快给抓起来了。啊，这也太缺德了吧！可不是缺德嘛，这小子也是运气好，捕快带回去没多久就放回来了，他不得找潘掌柜算账啊！这边话刚落，那边少年已经将潘掌柜绑好，人已经被吊在半空中左右摇晃了。秦小子，我错了，你快点放我下来，我头晕。你要钱我给你，10个铜板怎么样？你放我下来我就给你。嘿呦，好大方呀！10个铜板，人家可是去衙门里走了一趟呢。大概是潘掌柜平时的人缘真的很不好，竟然没人上前帮忙把人给放下来，也没人说2句话求情。这辈子的脸都在今天丢尽了，等着瞧，等我下来了，我要是不把这个小瘪三的腿都打断了，我就不姓潘。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就是潘父？捕快大人，捕快大人，救命啊！他要杀我！你是不是潘父？对，我是潘父。就是你到衙门报假案，耽搁我们抓捕真正的犯人。你知不知道你如此行事造成多严重的后果？真是好大的胆子！你当知府衙门是什么地方？当我们是什么人？由着你公报私仇，胡说八道！没，我没。2位捕快大人，我真的没报假案啊！问，衙门里王大那是我表哥，他能够证明，我说的话都是实话。什么表哥表弟的，是不是报假案？跟我们去衙门走一趟吧。什么网的，一个衙门里面打杂的也敢给人当靠山？哼！那捕快冷笑一声，上前直接砍掉绳子。潘父砰的一下摔在了青石板上，痛得脸都扭曲了。可不等他缓缓，2个捕快已经一左一右拽着他手臂走了。哎呀，这潘掌柜要完了！哼，活该！他明知道那少年要是被定了罪，下场落不了好，还那么狠毒去冤枉陷害人。人群渐渐地散开了，顾云东转身正好看到找过来的聂聪。喂，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顾云东将刚才的情形说了一遍，聂聪意外地挑了挑眉。那小子有仇必报啊，就是太鲁莽了。如果那2个捕快不把潘父带走，回头潘父肯定不会放过他。我表姑已经同意了，先租1个月，先交3两银子，西厢房空着，你们先住着。吃饭要自己解决，屋里的东西你们都能用，但是不能弄坏了。顾云东点头，交完3两银子，他手上可就只有2两了。穷啊，得赶紧赚钱了。只是如今城内流民那么多，僧多粥少，怎么赚呢？
你们是不是很迫切的想要抓到那个在清安府带头作乱的犯人？当然，这人呢根本就不是流民，是冒充流民的盗匪，故意煽动百姓闯进城门，趁机杀人敛财，罪大恶极。事后逃走之时呢，据说还祸害了附近的村庄，很大可能往我们宣和府来了。若不尽快抓到此人，只怕更多人受害啊。如果我在你们抓捕犯人当中帮上一点忙，是不是有报酬？帮忙？你能帮什么？报酬有。多少？那要看你能帮上多大的忙了。你们衙门里应该有人见过犯人的样子吧？有，跟着赵指挥使去清安府增援，有一队小兵，正好和那人正面对上。那你找个见过的小兵过来，描述那犯人的样子，我帮你画出来。还以为什么呢？就画个画像啊。我们城门口就贴了不少通缉令，都是找城内最好的画师根据口述画出来的，多的是啊，不需要他画。顾云东一看他那表情就知道他想什么，他挑了下眉。你摸着良心告诉我，你觉得凭你们那通缉令上的画像，就算真人站在你们面前，你们能对得上？当然，我也知道你们抓犯人不是就凭画像而已，但今天那少年被抓的情形你也看到了，肯定不止潘掌柜一个人想要公报私仇去报假案的，事后完全可以以看着此人和画像相似的借口来推脱。这是不是在给你们添乱，混淆视听，浪费精力时间？相信我，我能让你们省一半的功夫。你要试试就试试吧，不过不能去衙门啊，咱们私底下先画出来看看，不行就当没这回事。好。自己打水小心着点啊，可别给我整得满院子都是水。厨房在那边，桶也在那边。哎，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呀！东东，他说好多话。娘，他是柯表姑，我们暂时住在他家，他不会伤害我们。你先打水，给阿叔和可可擦洗身子，等洗干净了，咱们就能睡在软软的床上了，不用再急着赶路了。不赶路了？顾云东对着他点点头，才走到一直在打量他的柯表姑面前。柯表姑，我叫顾云东，这是3两银子，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能要麻烦你了。我娘她情况特殊，一下子给她说太多，她会慌，请您不要介意。看你也像是个讲道理的，不错。你娘啊，只要能干活照顾好你们，不需要我动手就行。你呢？表姑啊，我还有点事儿要顾姑娘帮忙，他家人就劳烦您先照顾着，晚点啊，我给您买张记的芙蓉糕吃。臭小子，赶紧走！肯定是嫌弃我话多了。行了，先说说那盗匪长什么样吧，眼睛、鼻子、嘴巴、脸型，尽量详细一点。就他会画人像，还自以为比我们宣和府里那些画师要厉害，开什么玩笑呢？顾云东见他沉着脸不说话，想也知道他这是不信任自己。难道你已经不记得那个犯人长什么样子了？谁说我不记得了？那盗匪杀了同我并肩作战的好兄弟，我每日每夜都能够梦见他，他脸上的多少颗痣我都记得一清二楚。那说吧。脸有点圆，看起来就是一副憨厚老实人的样子，眉毛比较粗，而且很黑很长，眼睛不大狭长，鼻子肉比较多，嘴巴跟我有点像。顾云东低着头，一边根据他说的，一边用炭笔描绘，一边描还会时不时地问他：像，太像了，简直太像了。真那么像吗？是不是太夸张了？就像是从他脸上踏下来的一样。这位顾姑娘真的只是个乡下来的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吗？所以这个可以吗？当然太可以了。再多画2张。就2张啊，再多没有了。有些怀念复印机了。哎呀，脏死了，赶紧去洗洗。杨氏3人听到，立刻扭头朝他看过来，脸上都露出如释重负的笑。柯表姑冷哼一声，
嘿，这么晚才回来呀？他们一个个的都以为你走了，再不回来了呢。干活也心不在焉的，说话也没精神。我们就是担心大姐。顾云东上前揉了揉他的脑袋。大姐不会走的，你们先说说话，我去洗洗。杨氏颠颠的给他提了热水进来，让他换了衣服，好给他拿出去洗。顾云东舒舒服服的洗了个热水澡，换好衣服，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顾云东神清气爽的走出了房间。杨氏几人都不在院子里，反倒是厨房那边传来了细微的动静。顾云东循声过去，就见柯表姑正在烙饼熬粥，杨氏在烧火。哎呀，这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小姑娘，若再吃点好的，长点肉，那真就不是清秀能形容了。察觉到自己有些失神，柯表姑忙轻咳了一声说道：看你们赶了一天的路，身上也没啥吃的东西，看在那3两银子的份上，今天晚饭呀我包了。不过先说好啊，明天你们得自己烧，我是不管的啊。柯表姑的手艺还不错，几人都吃得很满足。晚点回房时，杨氏3人很快就睡着了。大姐，你买了什么？大姐一会儿给你烧红烧肉吃。啥叫红烧肉？一会儿大姐做了你就知道了。肯定很好吃。顾云东从小会烧菜，自己一个人过的时候也会时不时的犒劳自己。厨艺虽然比不上大饭店的厨师，但也不差。因此柯表姑一进门就闻到浓郁的香味儿，循着味道走进厨房，见到忙忙碌碌的顾云东，再看到旁边饭桌上放着的几道菜，他就有些挪不动脚了。表姑回来了，你先歇会儿，我再煮个汤就能吃饭了。还早，你慢慢烧，我一个人吃，下个面条就行，很快的。表姑说这话就见外了，你昨天费心费力的给我们一家4口做了晚饭吃，我还能让你一个人吃面条不成？待会儿就一起吃吧，我煮饭的时候可是把你给算上的，要是你不吃，那可就浪费了。柯表姑看了他2眼，背着手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嘀嘀咕咕的：哎呀，浪费什么浪费啊？中午吃不完，晚上不还能吃吗？小姑娘家家的话都不会说。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算了，不管了。等到将汤给盛上来放好，让顾云舒去叫柯表姑可以吃饭了。顾云舒忙转身，刚跑了2步，柯表姑已经过来了。把手伸出来，这个给你，我也不白吃你的，这1两银子就当饭钱了。反正你也要做好几个人的饭，顺便把我的一起做了，省得麻烦。1两银子够了吧？够了。改天买菜啊，我跟你去，我知道谁家的便宜又新鲜。没问题。今天花出去的1两银子回来了，总算没那么心疼了。顾云东喜滋滋地将碗摆上，2个小的外加杨氏都有些迫不及待地看着桌上的菜。大姐好厉害，他们从来都没闻到过这么香的味道。哇，滑溜溜的，好好吃啊！喜欢吃就多吃点儿，以后大姐经常给你做啊。嘿，大姐你真好。不止他，杨氏、顾云舒还有柯表姑，一个个对他的手艺都赞不绝口。盘子吃得干干净净的，这样的日子对于他们来说从来都没想过。顾云东也很喜欢这样平静的日子，唯一焦虑的就是银子一点一点的少了。好在3天后，聂聪终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柯表姑家的院门口，而且给他带了2个让人意外的消息。这个真的是那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小丫头？居然这么好看啊！我的银子。声音很熟悉，是本人没错了。聂聪这才摸出钱袋子，从里面摸出1张银票来。这是知府大人奖赏你的，你的画像太管用了，我们拿了就分头去搜捕，没想到不止1个人见过此人，就在昨天夜里，人就被我们抓着了，连他几个手下都给一窝端了。
大人说你立了大功，哎，你可不知道啊，那盗贼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入城了，要是再晚几天抓不到人啊，我们这边也要出事儿。50两银子你收好，给自己买点好的。得找个机会去兑换银子，反正我有空间，不怕银子的重量。没想到聂聪又摸出2个银锭子。这个也给你，这是你当初入城交的入城费，大人说也还给你。你们知府大人真是个好人呐，一生平安。这抢钱的动作也太快太明显了吧？还是有个事儿得先跟你说下。什么事？我刚从衙门回来，见到从京城那边过来的人，我隐约听到京城那边皇上驾崩了。顾云东一愣，皇上那是个离他很远很远的词啊。不过他对这皇上没啥好感，永宁府闹灾荒，饿死的人不知凡几，这么久却一直等不到朝廷派人过来赈灾处理。他听说就这样，皇帝还在宫中饮酒作乐，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驾崩了也好。通告应该很快会贴出来，传遍全城。这段时间可能会有点乱，你们尽量不要出门乱走，不要穿红戴绿饮酒作乐。皇上驾崩，新皇登基，肯定会有所动作，你们呀，等消息就是了。多谢提醒。先皇不作为，新皇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章程，但愿不是个视人命为草芥的。聂聪走后，果然当天下午城门处就贴了告示，皇帝驾崩，天下哀悼，百姓需服丧3个月，期间不得穿红戴绿，婚嫁娱乐。2天后，城门又贴了一告示，新皇登基，是为晋武帝，次年改年号为兴泰元年。不管是先皇驾崩还是新皇登基，这些都距离顾云东太远，他并不太在意。可没想到新皇上任第一把火就烧在了永宁府，朝廷终于派遣了钦差大臣前往永宁府赈灾。我们可以回家了，家里那边有粮食吃了。你想回去吗？大姐不想回家吗？不回去那去哪儿啊？这里是柯表姑的家，不是我的家呀。别人的家总不能住一辈子，而且租金好贵啊。回去那个家有爷奶，有2叔3叔一家，我们可能永远都要伺候他们，一辈子都不能再吃我们前2天吃的东西了。柯表姑斜睨了顾云东一眼，吓唬小孩子，哼，不要脸。顾云东就当没看见，继续蛊惑道：而且你还记不记得为什么我们分不了家？为什么分不了家？因为族长不肯。顾家的现任族长和顾爹顾大江有私仇，因此在任何事情上面都要狠狠地压他们一头。可现在不同了，他们逃荒来到了宣和府，不说顾老头族长已经管不到他们身上，如今他们还能光明正大的落户。顾云舒想到以前自己在老家的日子，爹爹被族长踢了一脚都不能还手，吃不饱穿不暖，还要被人打被人骂。姐姐妹妹被堂姐欺负，这还要被奶奶扇耳光。不回去，不想回去。你确定？确定。那就不回。既然决定了，那就去衙门登记好，顺便看看聂聪在不在，让那小子帮你留意看看哪儿好。他很快去了衙门，顾云东找到聂聪，将自己的意思一说，聂聪二话不说就应下了。你放心，你是在大人那里挂了号的，肯定给你选一个好一点的村子，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安置流民的村子总归不会太富裕。我明白，你帮我看看有没有那种距离镇上县城都不会太远的村子。最重要一点，村子里的人都是杂居的，村长好说话那种。再遇到顾家族长那样的，我就要头疼吐血。要求有些多，尽量寻摸着吧。没想到聂聪还真给他选了个不错的，算是所有流民安置里最好的村落了。只是离开前，
他却还有一件事情要办。顾云东要带着杨氏去看看大夫。以前在顾家时，顾大江就带他去过县城、府城，可惜当时银钱都在赵氏的手上，顾大江私下存的有限，看的大夫自然也少。之前别的大夫看的时候，是不是给他下过针？是下过针。当初在永宁府时，有个大夫帮我娘看过，当时扎了几针，说是可以给我娘驱散淤血，只是扎完之后娘就昏迷了1天。那大夫也说这是正常现象，多去他那边扎几次，淤血慢慢化开就能恢复了。可后来永宁府乱了，我爹娘就没再去。胡闹！庸医！人的脑袋最是复杂，在没有把握能治好的情况下，怎么能胡乱下针？还驱散淤血，简直是庸医！庸医！何大夫的意思是，我娘她……若是之前我还有把握能治好，现在他被那庸医这么扎几针，我只有3成把握。一个闹不好，可能会适得其反，连性命都保不住啊！还不如就保持现在这样，至少人是活着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有个人或许能治。谁？宋太医，他是太医院出来的，我之前也得到过他多番教导，可惜他如今云游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有希望就好。那能不能劳烦何大夫，等宋太医回来了，让人去鱼米巷那边送个消息。说完，拿出了5两银子递过去。5两银子有1两是看诊费，其他算是劳烦何大夫的费用。何大夫看了他一眼，却只收了那1两银子。你放心，我会帮你把话带到的，这些你拿回去吧，我不会要的。不过你也要记住，不要再找那些不靠谱的庸医了，白费银子事小，闹出人命事大。如今这宣和府里面，能治好你娘的，恐怕只有宋太医了。多等等，总归不是坏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多谢何大夫，我记下了。顾云东带着杨氏重新回到柯表姑家，将情况和柯表姑说了。放心，等宋太医那边有消息了，我会找人给你带话的。早知道你烧菜这么好吃，我就早点过来了。吃人家一顿饭，是不是该做点什么报答呀？做啥？能帮的都帮了，这马上要走了，难道让我亲自去送他？这不太好吧？不说男女授受不亲，我也没那个时间啊，最近事情好多的。柯表姑对这侄子的死脑筋有些无奈了。怪不得你爹要把你弄到府衙去历练历练，人家娘儿几个小的小，弱的弱，也没个撑腰的，明天就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了，被人欺负了怎么办？难道还让他千里迢迢的跑到府城来求救吗？聂聪猛地恍然大悟，吞下嘴里的鸡肉就起了身。你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顾云东失笑地看着柯表姑。其实聂少爷帮了我够多的了，不管去了哪儿，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虚伪！刚刚聂聪走之前，你怎么不拦着？我知道你是啥人，你就别在我面前说这些没意义的场面话了。那就谢谢表姑了。哎呀，其实啊，你帮聂聪的也不少。上回他带头抓那盗匪头子，你都不知道他得了多少好处啊。府衙那边不必说，就说聂聪他爹就对他刮目相看，对他倚重了不少呢。聂聪很快就回来了，递给他一封信。你那村子属凤开县，那边我没认识的人，不过咱们府衙的江捕头和那边县衙的李捕头交情不错，回头些许小事需要帮忙的，你就找他。这是江捕头的信。再给你个好东西，你可得收好。聂聪拿出1枚铜钱来，那铜钱有个豁口，用是不能用的。这是好东西。行了，别卖关子了。我找江捕头写信的时候，大人正巧路过，知道了你的情况之后，就叫我过去给了我这枚铜钱。凤开县的县令是咱家大人提上去的，你日后有了麻烦，可以把这枚铜钱给县令，
他会帮着你点的。你们大人真是好人，一生平安。第二天一早，城门刚开，顾云东便带着一家子离开了鱼米巷。哎呦，这小姑娘啊，若不是个女娃，将来的成就还不定多高呢。哎，可惜了呀。可表姑重新回到堂屋，就见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拿起一看，才发现竟是一张菜谱。哎呦，这丫头！此时的顾云东却已经出了城门，正坐着马车前往永福村。马车是租来的，现在手里有银子，顾云东是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大姐，永福村很远吗？人多不多？咱们到那里要住在哪儿啊？是不是还要盖房子？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嘿嘿，大姐肯定也不知道。没事儿，我们到了那儿就都晓得了。聂聪确实给他们寻摸了不错的村子。永福村距离县城差不多将近2个时辰，到镇上1个时辰，去往府城要3天。这还都只是走路的时间，坐马车、牛车肯定更快些。因此，等他们从县城出发，坐着马车抵达永福村时，天色尚早。村长家姓程，住在村中心，看起来挺好说话的样子。顾云东把户籍文书递过去，陈良眯着眼睛看了半晌。立正之前啊，就跟我说了，咱们村有3家人呐，要在这儿落户。这其他2家前几天就过来了。这我寻思着你们呐，也差不多该到了。这做主嘞，居然是这么个13岁的小女娃呀！户主是顾大江？是，户主是我爹，只是在逃荒的时候和我们失散了。哎，行，我明白了。既然落户到咱们村以后就是村里人了。因为你们是朝廷安置的，所以宅基地啊都是不需要购买了，按人头啊你们能分到1亩地。要是觉得小了呀，也可以再买。不过这宅基地的位置啊，也就没得挑了，总共嘞就3处，而且你们来嘞是最晚嘞，其他2户嘞都挑完了。你们待会儿啊可以去看看，要是觉得位置不好，想要重新买嘞，也可以跟我说。要是满意嘞，那就尽快找人盖房子。这马上就要入冬了，这不抓紧土地冻上了，可就不好弄了。还有一个呀，房子盖好之前，你们可以借住在村民的家里，就是要给点租金呀。应该的。这样啊，我弟妹那边嘞有个空屋子，她男人没了，他们家呢就她和她女儿住了。你们要是过去了，也能互相一个照应。1个月嘞就给200文，你看行不行啊？200文没问题，只是我能不能先去看看那边屋子？可以。老二媳妇儿，你带姑娘过去，顺便啊跟你婶说一声。知道了，爹。姑娘，跟我来吧。你咋让人住到二弟妹那边去了？咋了？那不是挺好的吗？二弟妹啊和玉兰2个人住，这顾家一家子嘞又没有个成年男丁，那住过去呀也没有人说闲话，这二弟妹呢还能赚个租子钱嘞。可二弟妹那性子，啥性子呀？算了，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毛病，顾家也就住到房子盖好为止。大伯，我娘说让顾家妹妹他们住我家就行，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们的。行，那就先这么着了。那宅基地啊，你是现在看嘞，还是晚点再看呀？就现在吧。大伯，我也陪顾家妹妹去看宅基地。那就走吧。陈良起身率先走出去了，陈雨兰带着顾云东走在后面，只是刚走出家门没多远，顾云东就顿了一下。果然是他，之前我在马车上没有看错，先前在府城遇到的那个少女，难道也是这个村子的？你快别看他，别看他，他就是一个狼崽子，六亲不认的。狼崽子还六亲不认？我见到他那2次，一次是他直接踹了捕快一脚，
第二次是他有仇报仇，将潘掌柜吊上树。真要这么看的话，确实是个狠的。他再想看时，那少年已经不见了。还好没往这边看。顾家妹妹，我跟你说，以后遇到邵清远一定要小心，他可不管你是不是女娃，惹到他了照样打你。他那种人没良心的，邵家把他养这么大，他不感激也就算了，连唯一对他好的爷爷都不管。他爷爷为了他跟邵家翻脸，带着他独自出来住，结果后来生了一场大病，邵清远连管都没管，丢他爷爷一个人在屋里自生自灭，死了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可他呢，过了2天就开始大鱼大肉。玉兰呀，说啥呢？赶紧的，时间不早了，一会儿耽搁了吃上午饭了。陈良说的宅基地是在村尾，没办法，毕竟是上头分配的，总不会是村子中心的。村长，不要再买1亩，就往那边延伸过去一片，要多少银子？他们目前就4口人，需要这么大？不过人家要买，那自然是没有问题呀。这边位置比较偏，这1亩地的话就5两银子吧。若是村中心，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呀。好，还有一事想麻烦村长。你说。是关于起房子的。我刚来，也不认识这边谁是属手，所以想麻烦村长帮我找靠谱的人。工钱的话是1天40文，就不包吃了。他倒是打听过了，这边一般建房子1天是30文，但要包1顿午饭。他现在住人寡妇家里，并不方便。我帮你找倒是没啥问题，就是怕你不满意啊。这是哪里话？村长找的肯定是最合适的，让我自己来，那才是真的2眼一抹黑，被人坑都不知道。只是我的要求可能会比较多，还请村长帮我跟人家多沟通沟通，免得有什么不愉快的。这是2两银子，是我请村长帮忙的费用。你这是做什么呀？我是永福村的村长，就帮你们找几个人，哪能收你银子呀？话不是这么说的，你虽是村长，但也不能啥都推到你头上，让你帮着干不是？你也知道我弟不在，我一个小姑娘的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出面，人家也不一定听我的。你要帮我找人，还要跟人家沟通，后续要帮我调解，这个不在村长的职责范围内。我总不能理所当然的让你帮着我做这么多事吧？那我成什么人了？要是你不收，那我这房子也别起了。你这丫头，陈良都不知道这小姑娘家的做事一套一套的，堂屋里也没啥人，除了他就是妻子周氏了。犹豫了片刻，他还是收下了银子。行啊，你就放心的把事交给我了。这银子就当是你雇我嘞。那就多谢陈伯了。关于房子建成啥样的，我得回去琢磨琢磨。明日给你图纸成吗？成，我下午就找人家，明早你来见见，就能开工。顾云东又和陈良说了2句，见时间不早了，便留下1包今早从县城买来的糕点，带着杨氏3人出去了租住的地方。这小姑娘可比前头来的那2家懂事多了。王家和何家嘴上说的好听，一口一个村长本事大，能帮忙，结果呢，你给他们找了人，他们还挑3拣4的不满意，好像你从中得了什么好处似的。什么自己穷，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不容易，工钱一压再压，1天20文还嫌多。现在好了，人也不乐意帮他们盖，这都来了5、6天了，人还没找齐呢。我估摸着呀，等顾家房子建好了，他们还没影呢。人明天才建呢，人顾家也不一定满意我找嘞，你可别胡咧咧。不管满不满意的，人也送了糕点，还事先给了银子。那2家呢？连声谢都没有。顾云东将东西都拿到自己的房间去，也拿了1小包的枣糕给陈玉兰。多谢你今天的帮忙，今天有些累了，我就回房休息了。陈玉兰接过枣糕，就去了方氏的屋子。一进门，笑容一收，脸就拉了下来。亏得我忙前忙后的，给咱们的枣糕还不如给大伯他们的多，真是看不起谁啊！
还不是欺负咱们孤儿寡母的吗？好啦，他们以后还得住在咱们这儿好一段日子呢，总有我们的好处的啊。你没看见他那个娘呀，就是个傻子，还说什么胆儿小。回头咱们哄的那个杨氏呀，给咱们寻摸点吃食或者其他好东西来，我看他们肯定有些家底。哎，对了啊，晚上咱就别烧菜了，等他们做了，咱们呀说两句好话，他也不好意思不招呼我们吃。会吗？咋不会了啊？他们初来乍到，身边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家里也没个成年男人的，可不得跟我们这村里人处好关系吗？再说了，你大伯呀是村长，他还得讨好我们呢。陈雨兰听了点点头。顾云东哪里知道自己只是正常的人情往来，送点枣糕，人家却一点不满意。他们中午没烧饭，早上从县城过来时买了不少包子，中午就着包子酱菜吃完了。杨氏和两个小的便铺好床睡午觉去了。顾云东则坐在桌旁，拿着炭笔和纸，开始画起了房子的户型图。大姐，这是我们的家吗？看得懂吗？我也要看。小妹，你轻点儿，我的裤子都要被你扒掉了。我可轻了，不信你看，那么瘦，没有多吃。哥哥最近老说我吃的多，以后要当肥妞妞，我都不想喜欢他了。是，我们这儿你最轻。当然他最轻了，就3岁，能重到哪儿去啊？云东妹妹，什么事？时间不早了，我娘说你们要是烧晚饭的话，让我给你帮个忙。帮忙告诉你柴火放在哪里，水放在哪里。我们晌午吃的晚，现在还不饿，你们先烧吧，我们晚点再吃。我手头还有点事情得先做完。门口的陈雨兰闻言撇了撇嘴，到底还是走了。怎么说啊？说还不饿呢，他们晌午肯定吃了包子，我从他们窗子外走的时候都闻到那味儿了。吃的那么饱，包子肯定不少，也不晓得分咱们2个，太不会做人了。你说他会不会想着占咱们的便宜，所以不肯先烧饭，等我们吃饭的时候让2个小孩过来讨？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几分道理啊，他们可是逃荒过来的。我听说那几个流民这路上都没东西吃，就是有银子也没地方使，都是问别人讨吃的。说不准呀，他们都有这习惯，利用2个小孩来占便宜。那怎么办？等，我倒要看看谁先饿不住，他们中可是有小孩的。到时候他们要是问我们讨2把菜，就让他们买，价格高一点，人家有钱。时间不早了，咱们也没带什么菜。昨天早上早起在柯表姑家包的饺子还有，咱们晚上就吃饺子怎么样？听说要吃饺子，3个人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虽然在柯表姑家已经吃过2回饺子了，可还是想吃。我要吃2碗。顾云东便拿了饺子出去了，杨氏帮着他去烧火。他们终于忍不住了，开始烧晚饭吃了。你去帮点忙，到时候顾家总会不好意思吧？可不得叫我们母女一块儿吃。饺子还是白面饺子，白白胖胖的，馅儿也足，光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云东妹妹，烧晚饭呢，我帮你烧火吧。不用了，我娘在呢，就一小会儿就好了，你忙你的去吧。哇，吃饺子呢？怎么没见着你们啥时候包的饺子啊？闻着可真香。我和娘早些时候就喝了点粥，这会儿闻着你这味儿都饿了。早些时候喝了点粥，那怎么我进来的时候还冷锅冷灶的？那可是一点都没看出来刚刚用过的样子。是啊，吃饺子。我想着时间都这么晚了，再烧菜多麻烦不是？我这就烧好了，厨房给你们用，我们就回房间吃了，免得打扰你们。这会儿还早，你们肚子饿了，正好下点面条什么的，也方便，不耽搁时间。娘，你把火熄了，锅也烧干净了，赶紧回房吃饺子。饺子不多，一会儿弟妹给吃完了。马上就好。
杨氏动作飞快，麻利的刷完锅就跟着进房了。厨房里还有饺子味儿在鼻尖飘来飘去，陈雨兰却站在黑乎乎的灶台前，脸色铁青。方氏进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他狠狠地踢了一下桌角，痛得他叫出声来。干啥呢？这怎么回事啊？娘，明天就让他们走，咱们家不给他们住了。说啥混话呢？钱都收了呀，咋能不给住？真要把人赶走，你大伯那边都不好交代。可他太不识好歹了。陈雨兰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整个人都暴躁得很。算了，他不识好歹呀，不是还有那双年幼的弟妹，还有那个傻子娘吗？那3个啥事儿都不懂啊，肯定好哄。改天趁着那丫头不在，你说2句好话，还怕他们不给咱们好东西吗？行了啊，咱们先烧饭，明天再找个机会，我都饿死了。娘，你不是才刚吃了枣糕吗？那母女2个不是个好相遇的，要离他们远点，知道吗？知道了。我一个男子汉跟他们走太近本来就不好。我听话离远点。哥哥你慢点吃，先帮我吹吹。以后见到他们我就跑，马上跑。东东不担心。第二天一早，顾云东便拿着图纸带着杨氏3人去了村长家。哎呀，云东来了呀！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村的冯大能，哎，你叫冯叔。冯叔好。哎呀，这家里没个成年男人，确实不方便。想来盖的房子不会很大，不过呀，这一天一人40文钱，能拿得出来吗？哎呀，你冯叔啊，是咱们这一代里盖房子的后手啊！哎呀，只要不是农忙的时候啊，他都会在咱们这附近做工帮人砌房子。哎呦，年轻的时候啊，还去阜城里待过2年嘞，这手艺啊，那是没得说呀。陈叔帮忙寻摸的人，自然是最好的，我没有不放心的。哎呀，好，那行。你昨儿不是说回去好好想想这房子盖个什么样吗？想好了吧？那就给你冯叔啊，你好好说说。我已经画好图纸了，冯叔你看看。这是图纸啊，就跟一栋栋房子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似的呀，那简直是一目了然呐。云东啊，这是你画的？你读过书，这认识字儿？哎呀，这画上可写了不少字儿啊。我爹读书识字，他教过我。冯叔，这图纸上面画的只是大概的结构，很多细节还需要冯叔跟我说说，如果有需要的我再添加。好，来，咱们来仔细说说。你这是怎么画的呀？这门画的真好看哟，窗子也好看。这门口2边有花台，还挺有意思。这花也画得像。这半圆，这什么意思啊？正当他扶额的时候，就见一个6、7岁的小孩走进来，悄默默地凑到顾云舒的身边。阿叔，我带你出去玩。这是村长的小孙子牛蛋，大名陈静文，昨天就已经和顾云舒见过面了。以后你家在这里，那上山可太容易了。我跟你说，咱们山上有兔子，有野鸡。上次我大哥就抓到2只野鸡烤了吃，可惜我抓不到。我大姐很厉害，她肯定能抓到。那下次你大姐抓到了，我去你家吃。好。这不是昨天那个小少爷吗？喂，你身上有糖吧？拿出来给我们吃，快点！这人是强盗吗？大姐说了，对待强盗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冷酷无情。顾云舒板着脸，可不等他无情呢，那4、5个小孩忽然盯着他的身后，表情就跟见了鬼似的。崽子，快跑！咱们也快走。为啥呀？他们被吓跑了，不是刚好吗？就不会抢我的东西了。
可是我也被吓了呀。啊，是你呀？你怎么在这儿？也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吗？好巧，我以后也是。我现在假装不认识他，干脆跟刚才那群小孩着实一伙的，立马就跑，还来得及吗？叫什么名字？我叫顾云舒，刚才谢谢你帮我们吓跑了那几个强盗小孩。我没想过要帮你，凑巧而已。虽然你可能没想过，但结果确实是因为你，他们才跑了，没再找我麻烦。我大姐说，这算是间接帮忙。间接帮忙？上次在府城的时候，那2个捕快也是看到了那女孩，才没找我麻烦。和如今的情况，倒是格外相似。邵清远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你认识他？你不知道，上次我看到他这样一脚踢出去，直接踢翻了一个捕快呢。他竟然还敢动手打捕快！你们为啥都叫他狼崽子？而且都很害怕他的样子。一开始是大人们叫他狼崽子的，我也不明白为啥。我问我娘、我奶，他们就只是让我不要瞎打听。我怕他是因为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把狗蛋给扔到水里面去了。啊，狗蛋是谁啊？这是重点吗？这明显不是啊。狗蛋是村头高家的儿子，跟我一样大。有一次他骂狼崽子，叫家里的大狼狗去咬他，说让他这个狼崽子跟狗比一比，看谁更厉害。结果大狗被踹伤，狗蛋也被他扔到了河里去。你说这个人可怕不可怕？以后见到他一定要走远点，他连小孩都不放过呢。可不是狗蛋先做的坏事吗？被教训是正常的。我大姐说了，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心坏了就是坏人，为啥不能打？要是那个狗蛋放狗来咬你，你咋办？我肯定很生气，要报仇啊！这么说，狼崽子没错了？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不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两人已经走到家门口了。他们居然还没讨论好。有这东西啊，我这心里就有数。刚才说的那些要注意的地方你也填上了，你放心，我看过了。明天就是个好日子，马上就能开工起房子，1个月就能盖好。我叫的人呢，手脚都麻利着呢。反正你现在也住在村子里，随时都能去看。有啥问题啊，直接跟我说就行。那就麻烦冯叔了。哎呦，不麻烦，反正是你给的工钱。再说还有这图纸呢，我……怎么了？还有啥问题？刚才说的太高兴，一时没注意，也没考虑过你情况。你这房子好是挺好，但是要修好，也要不少银子啊。我知道，你先修着吧，银子方面不用担心。周氏已经叫几人吃晌午饭了，吃完后他还给了顾云东一大篮子的蔬菜带回去。婶子这是怕我没菜吃呢。这不是怕你们刚来，啥都没准备，也没个菜地的，这些都是自己家种的，多得很，不费事。婶子不说我也知道，这是怕我和方婶子闹不愉快吧？婶子跟你说句实话啊，老二家的呢，这些年一个人抚养女儿也不容易，吃了不少苦，性子难免有些拧，也不是啥大毛病。你陈伯毕竟是男人，和这个弟妹不好走得太近，也不了解他如今是个啥样。当初安排你们一家住过去，一个是确实没其他合适的人家了，二呢也是想照顾他们母女俩，让他们赚几个铜板。我知道，不过我也和婶子把丑话说在前头，别人对我好，我也会投桃报李，但要是算计我，我也不会客气。说完，对着周氏颔首，提着篮子转身走了。原本以为顾云东是个好说话的呢，现在看来也不是能吃亏的主啊。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暂住我家的顾家一家子了啊。哎，他们这儿呢也没个成年男子，住咱们家方便。我们家雨兰啊也没个兄弟姐妹的，难得家里来了几个弟弟妹妹，不知道多开心啊。说身为姐姐的呀，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呢。顾云东冷笑，没说什么。这是镇上的吴婶儿，那个呢是吴婶的小儿子，前儿个呀刚和咱们家雨兰定了亲的。吴婶儿，顾云东叫了一声，就回房间了。怎么这么没礼貌呀？逃荒过来的呀，哎，这一路上遇到不少坏人，对陌生人防备一些难免的。咱们就不说他了啊，留在这儿吃晚饭，我这就让雨兰呀去割块肉。那感情好，我还没尝过雨兰的手艺呢。果然住在别人家里很不方便，得赶紧赚钱。完了让冯叔多找些人，加快速度。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永福村在九虎山山脚，据说九虎山灵敏不断，深山里住着各种猛兽。次日一早，他便直接背了个竹篓，朝着九虎山而去。运气还不错，这野鸡还挺肥的。他的动作一顿，豁然转过身，弩箭对准了身后的树。怎么是你？你怎么也不出个声啊？差点误伤了你。邵清远视线落在他手中的弩箭上，他什么话都没说。顾云东挑了挑眉，昨天我弟回来说你救了他，没让人给欺负了去，多谢。邵清远依旧没说话，他没说话，顾云东也不会自讨没趣，颔了颔首，便继续往前走了。只是走了一段路后，他就感觉到身后传来沙沙沙的声音。你上山也是为了猎物，你往这边走的话，那我换一条路。再往前走不远有个野猪洞。野猪啊，那可是个大家伙，这玩意儿卖了肯定有不少银子。等等，野猪洞，那里应该就不是一头野猪了。我如今这小胳膊小腿的，有点悬啊。所以你是来告诉我那边有多危险啊？多谢了。不是，是我一个人搞不定，想和你合作。你手上那把弩箭挺好使的，应该能帮上忙。抓到野猪，我有渠道能卖掉，得到的银子一人一半。合作没问题，只是你有几分把握？那野猪洞里面有几头野猪？10分把握，3头野猪。既然如此，那行，走吧，前头带路。邵清远点点头，领先往前走。你不怕我？我为什么要怕你？村里的那些流言，你应该都听过了。你是指大家都说你是六亲不认的狼崽子？六亲不认什么的，都是听人家说的。可能我见过你的时间，比听到流言的时间更早，有些印象已经先入为主了。什么印象？恩怨分明，有仇报仇。两人又走了将近2刻钟，终于见到了野猪洞。你藏在那棵树上面，你手上有弩箭，适合远程射击。一会儿我会把野猪引出来，前面2头我来对付，你只要紧盯第3头就行。你对付2头，会不会太危险了？不会，我心里有数，你自己小心点。邵清远是用烟熏把洞里的野猪赶出来的。野猪一出来，他手中的匕首一把扎进他的脖颈里。然而此时，另外一头野猪也朝着他跑过来了。藏在树上的顾云东一直等不到第3头野猪，果断地将弩箭调整了方向。那边的邵清远却忽然扭头就跑，那头野猪也追了过去，一人一猪失去了踪影。顾云东这才从树上滑了下来，有些不太放心地往邵清远刚刚离开的方向追过去。追到一半时，就见邵清远跑回来了，身后已经没有野猪的身影。你受伤了？没有，那头野猪已经死了，我回去把第1头也收拾了。不用了，已经不动了。只是我一直没等到第3头野猪。真的有3头吗？是3头，可能还有1头不在野猪洞里。我们先把这2头弄下山吧，免得血腥味太重，引来其他的野兽。对，赶紧的。邵清远从草丛里拖出一个木筏子，顾云东给他搭了把手，他硬是将野猪给弄上了木筏。等到了山脚，找个没什么人经过的地方，
他让顾云东先在这边守着，自己去拖另外一头。又是一来一回，邵清远在将野猪弄过来的时候，身上都被汗水浸湿了。这么大的野猪，如果送到镇上，最多只能卖掉1头，送到县里价格能高点。你去不去？去镇上倒是还好，去县里就太费时间了。如今还是不放心他们3个在家，这一来一回再加上卖野猪的时间，只怕来回都要到晚上了。而且老实说，这2头野猪都是邵清远打的，卖野猪的钱我拿的有点心虚了。但好歹也帮着拖过木筏，看过野猪了，对吧？没功劳有苦劳啊，辛苦钱怎么能往外推呢？县里我就不去了，你帮着我把这只野鸡也卖了吧。好。这2头野猪它要怎么送到县里去？我的空间啊，毫无用武之地。心好累。顾云东叹着气回到家，才发现方氏母女2个居然不在。方婶的娘家侄子要成亲，他们去吃喜酒了。方婶还说她要在娘家过2天才回来，让咱们帮忙喂一下鸡和猪。方婶儿养了3只鸡1头猪，平日里要抓虫子喂鸡，还要去打猪草回来。这是先斩后奏啊！云叔，你去村长家和周婶说一下。我就说过了。顾云东满意的摸了摸他的脑袋，回头看到方婶和陈雨兰上了锁的房门，以及厨房放碗筷的厨具都贴上封条，忍不住冷笑一声，拿他们当贼防着，居然还想他们帮忙，做梦呢！天色刚黑下来，邵清远就过来了。都卖了2头野猪，一共卖了80两银子。县里家猪的价格是18文1斤，野猪要贵不少，80文。小点那头野猪330斤，我卖给了酒楼。那边掌柜的和我认识，加上那只野鸡，我要了他30两。大的那头被一个富家少爷看中了，出手大方，直接给了50两，一共80两。这里是你分的40两，拿着。不对，拿人家40两是不是不太好？这2头野猪都是你打的，我就是搭了把手。再说叫村里人帮忙拉野猪去县城的工钱也是你付的，我拿个辛苦钱就够了。邵清远是叫了几个村里的壮劳力帮忙拉去的野猪，当然是要给钱的。那眼神明明就很想要银子。当初说好了1人1半就是1人1半，工钱也不过1两银子而已。你给了我1只野鸡，算是扯平了。这银子你拿着，我不想当个言而无信之人。为了不让你成为出尔反尔的小人，这银子我就收下了。所以还要谢谢你是吗？邵清远这样的正人君子要多多益善啊，往后还是可以合作的嘛。这哪里是狼崽子，分明是好人一生平安。如今盖房子的银子算是有了。你现在才从县里回来，晚饭吃了吗？没吃。顾云东似乎完全没听到他说什么，直到他转身进了厨房，他才陡然回过神来。你做什么？你不是要留我吃饭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你要问我吃没吃饭啊？当然，你那么辛苦，吃顿饭应该的。菜有些凉了，我直接给你炒个蛋炒饭吃吧，那个快。行。邵清远坐在凳子上，看着他麻利的打蛋盛饭。这是我第一次吃蛋炒饭。直至他吃完了离开，顾云东才捧着热乎乎的40两银子回了房间。顾云东这一觉睡得心满意足，有了银子，他就有些迫不及待地去宅基地那边看新建的房子。怎么样啊？大家伙这精神头不错吧？确实很不错。见大伙汗流浃背，想了想，转身去敲响隔壁一户人家的大门。婶子好，我是新来永福村的顾云东，隔壁正在起的房子就是我家的，以后就是邻居了。我过来一是想和婶子打个招呼，这段时间盖房子打扰到你们了，二是想找婶子帮个忙。你要我帮啥忙？你说。我想借婶子的厨房煮锅姜茶，现在天气有些凉了，外面的叔伯帮着我家盖房子出了一身汗，回头风一吹很容易受风寒，喝点姜茶也能暖暖胃，不知道婶子方不方便？方便，当然方便了，又不费什么事儿。你先坐会儿啊，我们家就有生姜，我去给你拿。煮好后就跟杨氏一起提着出去了。
这人干了大半天的活儿，都口干舌燥的。我看有人直接舀了生水喝，这样下去很容易生病的。最近了曾家的厨房熬了一锅姜茶，热乎乎的喝下去人也舒服。要是喝不惯姜茶的味道，也有煮沸了的开水。冯叔，你让大家过来喝点吧。这小姑娘是真不错呀！哎呀，这么一来，大家心里啊，那也是热乎，晕堂，这干活呀就有劲儿了。顾云东和冯大能说完，又折回了曾家。顾云东拿了一把铜钱出来，塞到了董事的手里。哎，你这是做什么呀？就几块姜而已，婶子，这钱不只是今天的，我那房子盖好怎么说也要1个多月，我也不可能天天过来，所以想麻烦婶子帮我每天煮1锅，也不用天天都是姜茶，煮沸后的水也行啊。这钱就是当我雇婶子的工钱，况且婶子家的柴火和水也要人挑的。婶子谢谢你，那就麻烦婶子了。顾云东这才离开了曾家的院子，谁知刚出门就见隔壁一户人家的门也打开了。云东，婶子家没啥好东西，这是自家种的菜，院子里不老少，你拿回去吃。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走出来，一抬头就见到隔壁家的邵清远。是清远啊，你今天没出去？哎呀，咋又吃馒头？这天天吃馒头怎么能行啊？晚上来婶子家吃。不了，我忙去了。他说完就走了。云东，你别怕，清远没有村里人说的那么可怕的，他家就住在隔壁，咱们邻居好几年了，比那些人都了解清远的为人，他很好的。婶子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的人。这菜我就不客气了。哎呀，拿着就是了，吃完了再来拿。这顾家小姑娘人是真不错，给她干活不但工钱多，我这心里也舒坦。哎呀，可惜啊，就是不太懂人情世故。是啊，这家里没个成年男人护着，有银子也该藏着掖着。你说他刚到一个陌生的村子里，谁也不认识，就敢花那么多银子这么大阵仗的盖青砖大瓦房，这也太招眼了。哎，我估摸着这村里的二流子很快就会盯上他了。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就有几个贼人摸到了方氏的家里，偷偷摸摸的撬了门进去。终于来了。我打听清楚了，那顾家一家4口就住在左边那间房间里。好，一会儿我和庄子大钱先进去，狗剩你在门外把风。好嘞。大哥，我打听过了，顾家那房子最起码有70-80两，估摸着他已经给了冯大能几两了，剩下多半就在房间里头。顾家那2个小娃不用在意，小孩都睡得沉，一会儿我们就进去，老规矩。我和大钱拿匕首防着那2个大的，万一他们要是醒过来，就可以威胁他们不许出声。大哥，你来找银子。人呢？刚才在的贼怎么不见了？大姐，怎么没人啊？可能他们今晚过来是为了踩点的，只能这么想了。可为了谨慎起见，顾云东还是一整夜没睡，所以他打算早上去宅基地那边走一趟后，回来就赶紧补眠。谁知去到曾家的院子里时，却再度看到了邵清远。婶子叫你来吃饭呢？不是，我在这等你。等我？有事儿？是不是要上山去打野猪去？你是不是发现第3头野猪的踪迹了？这2天我没上山，我等你是告诉你，你家被盯上。昨夜有4个二流子翻进了你们住的院子里，想偷东西。你看见了？就顺手把他们敲晕带走了。其实我呢，这2天是吧，一直等着贼人上门。是这样，我想着吧，我那房子盖起来了，肯定很多人眼红。与其整市里防备着有人使坏，不如杀鸡儆猴，让大家都看着我打我们家主意的人是个什么下场。不要觉得我家没有成年男人就是好欺负的。昨晚上我就坐在堂屋里等着他们来着。知道了。顾云东回去还是睡了一下午，晚上就不是特别困了，因此听到外边院里传来的动静时，他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是不是什么东西啊？犹豫片刻才上前，
将麻袋上的绳子给解了开来，随即就见到一个人头露了出来，看起来像是做贼，这不就是邵清远和我说的人数吗？所以这几个人是邵清远扔在这里的。嗨，醒醒，醒醒！这不是顾家小丫头吗？难道昨夜就是她把我们兄弟4个给放倒了？不会吧？叫什么名字？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大声叫，不然你的手指头可能会保不住的。我叫庄子。3更半夜的跑到我家里来，是来偷东西的吧？没有，我们就是路过。话没说完，他就感觉到手指上传来尖锐的刺痛。是来偷东西的。我看你们能盖那么大的房子，肯定很有钱，家里又没有男人容易得手，师傅也没有靠山找我们麻烦。除了我，还有亮子，大钱狗剩，亮子是咱们大哥。对吗？这不是交代的挺清楚的吗？明天我会对你好一点的。为什么明明才13岁的小女娃，怎么让我觉得那么可怕呢？难道是因为白日里被他打了几顿，有心理阴影，下意识就怕他？明天是什么意思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去看啊，快去看啊！顾家人抓到小偷了！啊，是亮子、庄子、大钱和狗剩那几个二流子。听说偷东西的时候被当场抓到的。你们刚才说啥？那几个二流子被谁抓到了？就是在咱们村要盖青砖大瓦房的那个顾家呀，4个人都被抓到了，现在就在陈二婶家门口呢。啥？顾家连个壮劳力都没有吗？还有本事抓住那几个二流子？别是说反了吧？走，去看看去。我觉得不太可能，那几个混蛋啊，整日里偷鸡摸狗的，手段熟着呢，也没被人当场抓住过呀。是啊，听说上次他们还瞄上了王大家，那家男丁可不少，还被偷了2只鸡呢。那王大找到亮子家算账，愣是因为没证据证明是他们干的，就只能吃闷亏呀。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天亮了，该算账了，醒醒！臭丫头，是你绑了我们，赶紧放开，不然老子把你埋到窑子里去！臭丫头，哪里来的贱丫头？才刚来到我们村，就敢对付我们村的人，当我们家里没人吗？骂人的是亮子的娘金月香，率先冲上来要动手打他的是亮子的爹胡前来。然而他刚到顾云东的跟前，就听到一声冷笑，随即肚子一痛，人就重重地往后跌出了2-3米。一来就冲过来喊打喊杀的，明明是你们儿子当贼偷到我家里来被抓住了，你们当人父母的不感到羞愧抱歉，反倒还找我这个苦主的麻烦。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怪不得儿子去当贼了。谁儿子当贼了？你才是个贼婆娘！也是你自己当贼偷人了，被我儿子发现了，就想赖到我儿子的头上吧？我看你这小年纪，整天打扮的妖妖娆娆的不正经，指不定昨晚上就被我儿子抓了个正着，现在来贼喊捉贼。对，我们就是发现他跟人不清不楚，败坏咱们村风气，才会看不过眼，想要捉奸的。没想到那个男人还会点拳脚，把咱们4个全给打晕了。那个男人前天晚上抓到我们，就把我们关在屋子里，整整打了1天呀！你们看看我们脸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为了屈打成招，让咱们承认自己偷钱。呸！你要不要脸呢？自己什么人，咱们村子里谁不知道啊？偷鸡摸狗的德行，大家伙清楚着呢。往一个小姑娘身上泼脏水，你也不怕报应啊？我怎么泼脏水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看见，不信你问问庄子他们，是不是？你快别说了。你们说，我有没有说错？这臭丫头是不是前晚上就让个野男人把咱们给打晕了，还打了1天？这2人对视了一眼，刚想回答，就被庄子踹了一脚。亮子说的没错，他们前天晚上出去就没回来了，肯定被他们打了1天。我可怜的儿呀，就因为我们俩老着疼着宠着不让干活，在这村子里的名声不好，
现在好不容易做了件好事呀，这都没人相信。臭丫头呀，你这个小贱人，赶紧把我儿子给放了！顾云东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只鞋底子，他走到亮子面前，抬手就往他脸上扇了一巴掌。哎，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再骂我一句，我就打他一个嘴巴子。你敢？你这个死丫头，你自己！顾云东打得一点都不客气。来，继续说。金月香看着儿子嘴角都流出血来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冲着他就扑了过去。顾云东说到做到，对着他就是一脚。再上来试试。他对着胡前来挑眉，顺便扫了一眼后面匆匆赶到的其他人的家人。胡前来直叫唤的老婆子不敢动了。庄子的爹娘其实来得比较早，但两人都算是老实巴交的，这会儿有些愧疚，也没脸上前找顾云东闹。狗剩的爹也来了，此时怒瞪着眼，却不是看向顾云东，反而盯着狗剩。大钱的家人没来，人都到齐了，胡前来就想撺掇其他人跟他一起上，可不等他说话呢，狗剩的爹赵柱就上前一步问顾云东：你要怎么才能放了他们？既然做贼偷到我家还被我给抓到了，也简单，一个人赔5两银子，我就放人。做梦！5两银子你抢去吧你！我1分都不给你。狗剩年，你跟他废话什么？我们几个一起上，你力气大，他一个小丫头还能同时打我们几个人不成？我看你们是忘记我是谁了。我是逃荒过来的，从永宁府到宣和府，再到了这永福村。逃荒路上盗贼横行，流民遍地，尸横遍野，一子而食。我这一路上见到的死人，比永福村、宋家村、安平村加起来都多。但现在我站在这里，毫发无损，尚有余粮，还带着我娘和弟弟妹妹。你们以为我凭的是什么？我到永福村是要安定下来，但也不代表我好欺负。赶到我家来偷东西，那就必须付出代价，否则别想走。你们可以试试。这丫头好像确实不好欺负呀。我不给，1文钱都不给。你有本事就不要放人，有本事呀，你就把他们打死。你敢吗？我不敢。就说嘛，难不成这个顾云东还敢闹出人命来？逃荒是逃荒，那时候再狠又怎么样？现在在我们永福村能随便打杀人吗？吓唬吓唬得了。我不敢，你们也不交钱，那就再揍一顿，报官吧。报官？你是疯了呀？对啊，报官，到时候让县令大人把他们打一顿。他们偷鸡摸狗那么长时间，说不定严刑逼供打个几10个大板，能吐出不少事情来。回头判决下来，这些年村子里丢的东西你们都得赔。你说让县令大人打，人家就会打？好像这县令大人会听你的似的。我告诉你啊，你去报官你也讨不了好。你怎么知道县令大人不会听我的呢？我怎么不知道县令大人认识你这么个小村姑？就见人群后面站着方氏母女俩，这两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他们的身边站着一个一看就是富家公子哥的男子。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竟然敢打着县令的名义来欺负乡邻，胆子不小啊！这位是县里柳家的公子，柳公子和县令家的公子可是同窗好友。云东，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拿县令大人招摇撞骗呢？这要是被大人知道了，是要被砍头的。大人难不成和谁认识，都会跟你交代？我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我其实的确也没见过县令大人几次。那你真的认识县令大人？你要不信可以亲自去问问。我不认识县令，认识知府啊。改天我问问。其实也就是说说而已，我怎么真的会到县令面前去说这些话？咋办呀？这丫头好像一点也不畏惧的样子，总不能真的被官府抓去吧？好，那就5两银子。我们家呀，现在拿不出5两银子，能不能多给点时间？我们
我们凑凑？可以啊。人家都给5两银子，但你把我们家亮子打成啥样了？最多呀，我最多给你1两。爹娘，我真的没说错，这贱丫头有野男人，昨天我们被打了1整天。够了，亮子，没有野男人，把咱们抓了的就是这丫头。放屁！顾云东抬起鞋底子，亮子惊恐的大叫：给，娘给他！这人啊，不打就不乖。一人收了5两银子，大钱的家人没来，顾云东让他写了欠条，随即把人给放了。5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对于4个人的大出血，其他村民也看得真真的。以后再想得罪他，就要掂量再掂量了。人群渐渐的散了，顾云东刚打算回去，就见到陈良的2儿媳过来了。云东，我公爹回来了，让你过去一趟呢。一大早梁叔就出门了，现在回来就让我过去，是听说这边的事儿。他点点头，径自去了村长家。没想到一进门就听到方氏的声音：这样的人家，我可不敢再让他们住了。旁边周氏走过来，将他往边上拉了拉。云东啊，你胆子也太大了，家里遭贼，你怎么不大声喊呢？就这么把人给绑了？你这样不是把人给得罪死了吗？你才刚来永福村，这样得罪人啊，对你和你家都不好。婶子，我要不这么做，所有人都会以为我们家可以任由人粗圆捏扁，那我还能保得住我们家新盖的青砖大瓦房吗？周氏叹了一口气，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就听到堂屋里陈良的呵斥声：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都收了人家租金了，说好了的事情哪里能说改就改的道理嘞？你现在不让人家住了，那顾家一大家子能搬到哪里去嘞？可你看看那顾云东都干了什么事情了？要不是他太招摇，怎么会把贼给惹了进来？我都不知道自家东西有没有少呢。而且他今天还得罪了胡亮那个二流子，改天他上门来报复怎么办？是啊，大伯，我和娘就2个弱女子，哪里是几个二流子的对手？云东妹妹他们是不容易，可我和娘也很无辜啊。就是啊，玉兰这年后就要嫁到吴家去了，我这就盼着这段时间平平安安的，不要有什么波折。万一这中间出个什么意外，那吴家会怎么想我们家？你们，陈叔，不住就不住吧，我搬走就是了。那你要住哪里去啊？今天闹这一出，村里估计更没人肯租给他了。住到我那里去吧。云东要是不嫌弃，就住在我家吧。住你家？曾家因为住得远，再加上这2口子都是那种不声不响的人，在村子里的存在感就很低。但他家的情况，陈良还是知道的。家里男人前几个月被砸了腿，现在还躺在床上，3个孩子都还小，一家5口就靠董事做点绣活换几文钱。你家可是有男人的，这杨氏长得好看，顾云东又到了说亲的年纪，住到你家去，别人可不得说闲话。为了那点租房子的钱，你们家可真不讲究。村长，住我家去吧，不会说闲话的。清远答应我，让我家男人和大小子住到他家去，这样也方便。再说了，顾家新房子就盖在我们隔壁，他去看也近。云东啊，那你的意思嘞？云东啊，婶子家里虽然不大，但收拾的还算干净。婶子也感激你照顾我们家，给了煮姜茶的这个活儿。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来婶子家住。你忙的时候，家里的丫头小子也能帮着带带云舒和云可。你去宅基地就是卖个脚的事儿。说的好听，还不都是为了钱？行，那就麻烦婶子了。不麻烦。方氏又是一声冷哼，扭头就走。等一下，干什么啊？既然不住你家了，那200文钱也该还给我了。什么还给你？是你给我们家惹了麻烦，那200文连给我们押金都不够呢。还回去，是你先不遵守约定了，那就该把钱还给人家。还就还，
不过他们一家住了好几天了呢，200文全还回去不可能，最多100文。既然你要这么算，那咱们就算清楚，200文是1个月的租金，1天不到7文钱，我们满打满算住了6天，也就是40文。你退给我160文吧。其实若是按照正常的契约来说，你因为未来不确定的危险并毁约不让我们住，该赔偿我们至少1倍的钱。只不过看在村长的面子上就算了，我也不想和你多做纠缠，给钱吧。你在说什么梦话？还想我们赔钱？不可能，最多100文，我只有这么多了啊。方婶子是没看见刚才胡亮那4家赔我银子的场景吗？要我帮你回忆回忆。你和那些个二流子混混有什么区别？大伯啊，你看看他说的这是什么话？他威胁我呢，我可是陈家的媳妇儿，他这太欺负人了。哼，陈家的媳妇儿也不能不讲理呀。弟妹把钱还给人家，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大嫂说的倒是轻松，那钱又不是你出，到底给不给？给。那走吧。重新回到家，方氏就让顾云东赶紧搬出去。给，可别说我占你便宜，真是倒霉，赶紧走。婶子，这160文你拿着，买点菜和肉，咱们晚上烧顿好的，就当庆贺了。哎，行，我去买。哼，方氏气成河豚。顾云东领着杨氏3人去了曾家。阿叔比你大2个月呢，应该叫哥哥。啊，怎么又是哥哥呀？哎呀，我都有哥哥了，不能叫弟弟吗？谁家我太争气了，比你提早2个月来这世上呢。哎呀，我也很无奈的，你也不要太伤心了。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命该如此。曾乐失望不已，只能叫了一声哥哥。可回头看到呆呆小小的顾云可，立刻又高兴起来。妹妹，哼，我讨厌哥哥。华哥哥早上又叫我肥妞妞，我一会儿就要跟大姐告状，让大姐收拾他，让大姐打他屁屁。果然小孩子还是要跟小伙伴一起玩才有意思。娘去买菜，你带着云东姐姐去房间安顿下来，照顾弟弟妹妹。有啥事儿不清楚的，可以去隔壁找你哥哥。曾家好像早就知道我要离开方氏的家，重新找地方住，否则曾家父子怎么就动作那么快的搬了地方？这里里外外也事先整理过了。他回头问了问曾月。啊，我也不知道，娘出门前就交代了2句，其他没说。啊，不过娘之前和邵大哥说了几句话，爹也是被邵大哥背过去的。这人对我不会有那方面的意思吧？或许得找个机会问问清楚了。董事很快就买了菜回来，他直接递给了顾云东。这鱼和肉算下去60文，剩下的钱都在这里。厨房里柴火都有，水缸里的水也是满的，你直接用就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使唤月儿，我去清远家给我家那口子熬药，就先走了。顾云东一听这话，就知道董事不打算占他们家便宜，他也不说什么。等到董事离开后，便多烧了几个人的饭量。月月，你把这些菜搬到隔壁去，让你爹他们吃，顺便叫你娘回来吃饭。不行不行，这是你们的饭菜，我们有吃的。月月，我今天搬家，是不是应该庆祝？你难道不愿意帮我们一起庆祝吗？愿意的，愿意的。那端过去吧。曾月哪里是他的对手，说不吃也不对，吃更不对。想了想，他干脆转身就跑，问他娘去了。唉，这碰到爱占便宜的人我为难，不愿意占的我也为难，人生如此艰难啊。他干脆出门叫顾云舒。顾云舒委委屈屈地端着菜去了隔壁邵清远家。他这刚走，门口就传来了啪啪啪的敲门声。云舒，我来了。云东姐姐，云舒呢？他去隔壁了。隔壁是那个狼崽子的家吗？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尤其这小娃娃还和自家小弟走得近。他叫邵清远，不叫王崽子。牛蛋，你可以叫他邵大哥或者邵清远。可是大家都这么叫啊。阿叔就叫他邵大哥。那我也叫邵大哥。真乖。那隔壁是邵大哥的家吗？我不敢去。一会儿阿叔就回来了。那我在家里等他。牛蛋折回去了，却径自朝着厨房走去。你想吃，咋不动手？大姐说人没到齐不能先吃，不然打手手。我先闻闻。顾云舒送完菜回来，就见到桌子边缘趴着2个小脑袋。牛蛋，你找我啥事儿啊？哇，好香啊！和这个比起来，感觉我娘做的肉肉就是草。牛蛋蛋，你找我干啥来了？吃红烧肉啊！我是来告诉你，我今天被先生表扬了。表扬你啥了？先生今天教的字我全认识，就是你前2天教我的那几个。先生说我特别聪明，有天赋，所以我回来连家都没回，直接过来找你了。那你认真学，别辜负先生的信任。那今天这么值得高兴的日子，是不是应该吃红烧肉庆祝一下呀？董秀兰母女一会儿也回来了，他们也是挺无奈，都没想到顾云舒嘚吧嘚吧的那么能说话。吃完饭，董事就抢着收拾碗筷，等到天完全黑下来，邵清远拿着已经洗好了的碗筷过来。是你跟曾家婶子提议叫他去村长家说让我们一家住下的吗？是。之前你也帮我抓到那4个贼，还把人打包送到院子里。邵清远，你为什么这么帮我？蛋炒饭很好吃。啥子意思？抓那4个人是答谢你的饭，让你住到曾家是吃饭方便。是为了吃？邵清远表示话说完了，对着他一点头，脚步沉稳地离开了。清远和你说了什么吗？他说谢谢我端过去的饭菜，很好吃。其实清远这孩子也是个可怜的，从小到大没吃过好吃的。以前在李家，那家人根本就不把他当成自己人。后来跟着李老头搬出来住，也是过得苦哈哈的。他现在不是能挣钱了吗？是能挣钱了，可清远他不会做饭呢。上回试着想煮个粥，厨房烧了一半，后来他家那厨房就荒着了。我让他来我家吃饭，他也不过来，喊10几次也就来1次。其实就算是来，我那手艺连你一半都比不上。他现在就3天2头的去镇上买一大袋子馒头大饼回来，能吃上3、5天，吃完再去买。娘，醒醒！娘，大姐，怎么了？大江，大江，顾大江，没事了，没事了，你做噩梦了，醒了就好了。大姐，娘梦到爹了，是不是？是不是爹不好了，所以娘哭了？大姐，我不想爹不好，不想爹了。我们以后还能见到爹吗？能见到的，明日大姐就托人打听。要是一直没消息，等房子建好后，大姐亲自去庆安府找人。第2天，顾云东便打算去县城一趟，然而他刚出门，就见到冯大能一脸愧疚之色地看着他。云东啊，冯叔对不住你。发生什么事了？昨个我那师兄来找我，在我家看到你给我那几张图纸，没想到他竟然偷偷卷了带走，还交给了县里的彭家。彭家你知道吧？顾云东摇摇头，
他才刚来，别说县里的彭家，就是这村子里也一大半的人不认识。冯大能便跟他解释了彭家的情况。彭家是凤开县的地头蛇，是县城里的大户。彭家说，这图纸是他们家的，是咱们偷的，所以让图纸上的房子别人不许盖，要是敢盖，他们就让人把房子砸了。这个真是够霸道的！我自己画的图纸，自己想盖的房子，不但被别人据为己有，还不许我盖。多大点脸，这么能耐，他怎么不上天？云东，是冯叔对不起你，但这彭家不是好惹的，你家还有你娘和年幼的弟弟，惹急了彭家，他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要不然我们盖个跟村长家差不多的瓦房，你看怎么样？冯叔一定尽心尽力，一文钱不要你的。这次是冯叔欠你的，以后你但凡需要冯叔帮忙的地方，我一定不会推辞。哼，我还偏偏就盖定了。冯叔，你让大家继续干活，就按照原图纸来。云东，我自己的东西我会亲自拿回来。我的东西被人偷走了，难道还要忍气吞声？没有这样的道理。云东啊，那彭家可是连县令大人都不会沾手啊。我知道。顾云东转回屋子，再出来时手中提了一个小包袱，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见冯大能还站在原地，他催他：你去让大家伙儿继续动工吧。这事儿是我疏忽大意，我陪你一起去。走吧。然而他们才刚走不远，屋子后面的柴火堆里就鬼鬼祟祟地探出一个人来。出来的人是金月香，亮子的母亲。啊，彭家呀那可是彭家，这顾云东得罪了彭家，不夹着尾巴做人，竟然还上赶着去找麻烦这下肯定死定了。金月香激动的脸都红了，一边往回走，一边逢人就说顾家要倒大霉了。跟我走，没想到我们报仇的机会来得这么快。什么报仇啊？顾家那死丫头得罪彭家了，彭家不许他家盖房子，说要砸了。咱们现在就去砸，还能去彭家邀功，得些赏钱呢。咱们再叫上大钱，咱们3人一起去。大钱不在家，找活干去了。大钱家里就他跟他奶相依为命，他奶年纪大，欠顾云东那5两银子，只能他自己想办法去。那咱们2个去？你咋不找庄子呀？啊呸！别给我提那龟孙子，昨天不帮我就算了，居然还劝我别找那臭丫头的麻烦。他跟他那怂货爹娘有什么区别？以后我不带他了。走走走，赶紧的！胡亮刚拉着他要走，狗剩的爹赵柱就回来了。又要去哪儿？在家养伤。摆什么当爹的谱？狗剩又不听你的。知道了爹，我没有出去。嘿嘿，狗剩也中邪了。狗剩跟他爹的关系可是仇深似海的。当年狗剩的娘没了，他爹娶了个后娘，两人没沟通就算了，后娘还挑拨离间，让狗剩以为他亲娘就是被他爹给害死了。因此即使那个后娘被休了，狗剩还是把他爹当仇人，在外面偷鸡摸狗的，鲜少回家。今天他爹绷着一张脸命令他时，居然没跟他爹对着干。不仅如此，他还劝胡亮，这些都是谣言，听听他就算了。那顾家小丫头厉害着呢，你还是别掺和了。你也是个怂包。好，你不去，我去。他甩头就走。可一看宅基地那边那么多小工在干活，自己孤身一人，顿时就怂了。哎，对呀，可以去找彭少爷呀，刚好认识彭家那个洒扫的下人，到时候就跟彭少爷说，顾云东不但没停止盖房子，还扬言要彭家好看，还说有县令大人当后台。添油加醋我最擅长了，保证能说到彭少爷火冒三丈，把顾云东弄死。我不能动手，但是可以借刀杀人呐。
说不定彭少爷一高兴还能赏我几两银子，一箭双雕啊！想到这儿，调转脚步就往村口走去。啊，那不是狼崽子吗？邵清远越走越快，到了后面直接用跑的了。可刚跑了一小段路，迎面就过来一辆马车。哎，停！马车险险停住。喂，等一下！是我，喂，你不记得我了吗？快点头，追上去！马车转了个弯，嘚嘚的跑了2下，很快就和邵清远平行了。有点眼熟啊。哦，是柳家的那位少爷柳维。这人昨天还在方氏家门口对了顾云东一句，说县令不可能认识他。哼，脑子进水的不用理会。邵清远转回头又要走，可刚抬脚，眸子倏地一眯。他的马车。你是邵清远是吧？你还记不记得我呀？我特地来永福村来找你的。邵清远却陡然转身，手撑着车辕轻轻一跃，人就直接钻进了马车。对嘛，上车了才好说话，刚刚那样我都累死了。去县城。怎么去县城了？去你们永福村啊？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带我去金山打猎的。我给你100两银子，你带我去打只狍子，怎么样？去县城，有求于我就得听我的，不然就把他踹下去，直接抢车算了。听你的。看你去县城也是有急事儿，我这人嘛，乐于助人，送你去。但是说好了，等你把事情办完了，你要带我去打狍子的。还有，我昨天来你们村本来就是要找你的，可是没来得及，就有事先回去了。柳维认识邵清远，是因为上次邵清远的那头野猪就是卖给了他。回头你县城里的事情办完了，就可以带我进山了吧？我可是要亲自去的，会带吧？这人太烦了。只是忽然又像想到什么似的，他倏地扭过头来。你认识彭仲飞吧？彭仲飞啊，我当然认识啊。认识，前2天还一起喝过酒呢，完了还一起逛过青楼呢。但这不能说。那好，你带我进彭家。你去县城就是为了去彭家呀？你和那个彭仲飞有仇？没仇。那你去彭家做什么呀？你如果带我进去，我不但带你进山打狍子，再多加一头大虫。放心，我不杀人不放过，不会连累到你。行。少爷喂，回头要是出了事，你是想被老爷打死吗？老爷可是说了，这段日子不要节外生枝的。柳维瞪了他一眼，又笑眯眯的去看邵清远。那可说好了，打大虫也得带上我。少爷你最近有点飘啊。反正进山就让他在树上待着，免得碍手碍脚。原本以为顾云东和冯大能走路会慢许多，他坐着马车总能赶上的，没想到都到了县城门口了，也没见着2人的身影。他们难道已经去了彭家？他赶紧让柳维带他进去。顾云东没去彭家，路上碰到一辆骡车，说了几句话，就让人捎上他们，一路赶到了县城的常家。哼，常父那个贼呢？你谁呀？来我们家嚷嚷什么呢？顾云东理都没理会，直接进了门，就见常父正美滋滋的喝着小酒，吃着小菜。昨儿个彭少爷可是赏了他20两银子呢。顾云东一把将人给揪起来。干嘛？你哪里来的野丫头？我可……话没说完，顾云东就往他嘴里扔了个东西，再猛地合上他的嘴巴，用力一撑。咽下去。你给我吃了什么？麦丽素。啥是麦丽素？一种零食而已。就是一种毒药，大概2个时辰内没吃到解药，就会全身痉挛，脸皮抽搐，眼歪嘴斜，头发全部掉光，然后再大笑着死去。
你个贱人，小小年纪坏了心肠了，还这么恶毒啊！我打死你，把你卖到……哼，你继续骂。如果想让长父中毒而死的话，我就成全你。你骗我的！光天化日之下，你要敢杀人，你也逃不了。如果你们不相信，那就等2个时辰吧，我无所谓。啊，对了，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找大夫看看，是不是真的命不久矣。我们就先回村了。等一下，你到底想怎么样？哼，他说的什么话？去找大夫看。如果是真的，那我还得花2个时辰去永福村找他要解药。那会儿我都快要死了。简单，我要你带我去彭府找彭仲飞。不可能，我带你去，彭少爷得打死我。那就没得商量了，再见。等等，我考虑考虑。行啊，慢慢考虑吧。你应该也知道我去彭府是为了拿回我的东西。总之我拿回东西前是不会给你解药的，你自己估摸着时间啊。现在就走，我马上带你去。顾云东笑了起来，他让冯大能就在这里等他。顾云东让他跟来县城，主要是带他来常父家。去彭府便只剩下常父和顾云东。大少爷在跟柳少爷谈事儿，你们在这儿等着啊。常父心急如焚，但也不敢造次，只能指望着柳维早点出来。顾云东却老神在在的。过了一会儿，他就借口要去茅房。那看门的小厮看了他一眼，找了个过往的丫鬟让他带着去。没想到转了个弯，从旁边忽然伸出一只手来，一把将他给拖进了一间房里。是我。你怎么在这儿？我跟柳少爷来的。柳少爷？正在跟彭仲飞聊天那个，你还认识？也不是很熟，他就是上次买我们野猪的那位富家少爷，也是昨天说和县令家少爷是同窗的柳维。他想让我带他进山，给100两银子。我听说你来彭府找彭仲飞，正好柳少爷也来，我便过来看看。你是来帮我的？我早上进山打了2只野鸡，晚上想吃盐焗鸡。为了点吃的，你也是够拼的。没吃过，据说挺好吃的。可怜的孩子。你打算怎么拿回你的东西？还能怎么打算？当然是把那个彭仲飞揍一顿打趴下了，让他把东西还给我了。你还真信啊？我又不是傻子。再说他拿回图纸又不是主要目的，这2张没了，他还能画个更好的。但是房子盖好了，人彭仲飞照样可以找人来给砸了，打人下之策。说正经的，你帮我干嘛？晚上我不但给你做盐焗鸡，还给你烧辣子鸡，怎么样？我之前好像也是这么引诱柳维的。怎么样，帮不帮？放心，只是个小忙而已。好，任何忙我都帮。一会儿我出去见了彭仲飞，你就这样，懂了吗？行。你自己小心点儿，要是有危险立刻撤。那回见。顾云东便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房间，走出去好一段路后，就见到之前领着他的丫鬟正在到处找他。你怎么回事啊？谁让你乱走的？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要是冲撞了夫人小姐，你担当得起吗？你自己走得太快，把我落下了，你还有理了？你果然是穷地方出来的，不懂得规矩。顾云东扭头就走，那丫鬟更是气急，匆匆地跑上来。你往哪儿去？景兰院。他出来只是想要了解彭府的构造，顺便做点小动作。如今不用了，这次他倒是脚步飞快。顾云东到了景兰院时，常父正一脸着急地等他回来。哎呦，你可算来了！彭少爷让我们进去的，快跟我走。那位柳少爷走了？那倒没有。顾云东便点点头，随着前头的小厮往里面走。
少爷，常父来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火急火燎的，不知道我正有事儿跟柳少爷说吗？我也不想啊，但这姓顾的丫头太狠了。哦，彭少爷，是我不好，我给你赔罪。行了，赶紧说，说完就滚。彭少爷，这是顾姑娘，就是她找你。这小子竟然敢擅作主张带个外人来见我。彭少爷，事态紧急，我才让常父带我过来的。你哪儿来的？赶紧滚！什么人都敢往本少爷身边凑，一个没胸没屁股的女人，本少爷看不上。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我良好？谁看上你了？我是来救彭少爷的命的。这女人虽然前后都平平的，穿的也挺土气，但脸还挺好看的，就是年纪小了一点儿，还是喜欢有胸有屁股的。不过看在她长得还算漂亮的份上，听她说几句。来救我的命，就凭你，我怎么不知道我要没命了？彭少爷还不认识我，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顾云东，是昨天彭少爷得到的那3张图纸的主人。滚出去！什么3张图纸？那图纸是我彭家的，你擅自偷走不说，现在还想贼喊捉贼？怎么，真当我彭仲飞是大善人是吧？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折了他的手。彭少爷，你可以折了我的手，但我还是要告诉你，那3张图纸有古怪，回头你要是死了，可就不关我的事了。古怪？彭兄，我看他信誓旦旦的，挺像有那么回事的。要不咱们听听这里头有什么古怪？万一他说的是真的，那你……我给你个机会，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不但要折了你的手，你那张嘴也得缝了。彭少爷，你听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说着，他左右看了看，很神秘的样子。彭仲飞了然，让常父那小子都出去，最后看向柳维，后者一本正经：我来做个见证，要是这丫头胡说八道，我一定站在你这边。就知道赶不走的。哼，图纸的事情就算他知道也没有多大关系，难不成他还会为了一个乡下丫头打抱不平？切，柳家又不是路见不平就要管的人。姑娘，你说什么古怪？彭少爷，你知不知道我的来历？就是因为知道你没背景，我拿图纸才拿得理直气壮。彭少爷难道就不奇怪吗？我是个流民，逃荒路上还带着我娘和弟弟妹妹，可最后不但平安无事的到了这永福村，还能用100两银子造这么大的房子。你想想，这千千万万的流民，谁能做到？不是因为你够狠吗？那只是忽悠啥都不懂没什么见识的村里人的。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一个13岁的少女就凭狠能做到这种地步的。这路上多少盗贼流民，我再狠，一个人能对付10几个人吗？我相信了呀，喂，我是没脑子的吗？哼，那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那3张图纸。和那3张图纸有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和你们说，我在路上的时候碰到一个很古怪的老头，那老头临死前把那3张图纸给我，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他把图纸交给我后，让我等安定下来了，就选个山脚的位置，按照图纸盖个青砖大瓦房，然后在那儿给他留个房间，每天早晚3炷香供奉他。我当时就说了，我1没钱，2没能力，3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天，恐怕帮不了他的忙。没想到那老头居然掏出100两的银票给我，说这是盖房用的钱，还会保佑我一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达安全的地方。但我必须做到他的要求，不然我就会倒霉，严重的话会要了我的命。这不是骗子吗？我才不信他有那么大的本事呢。不过看在那100两银票的份上，在他死后我还是帮着处理了后事。至于那3张图纸，
我先拿着也是累赘，就给撕了。撕了图纸后，我就没当一回事。结果到了晚上，我们从背篓里面拿出被子准备休息的时候，竟然发现那3张图纸又完好无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当时都吓死了，就跟见了鬼一样，慌张之下又把它给撕了。可一眨眼，它们又完完整整的出现了。而且当天晚上，我就走路摔倒，吃饭噎着，喝水呛着，还遇到了谋财害命的盗贼，差点连命都没有了。好像所有不幸的事情都在那天发生了。当时就觉得那老头说的可能是真的，不敢不敬，就把那图纸好好的保存着。结果我真的带着娘和弟弟妹妹平安的活下来。所以到了永福村后，立刻就选了一块靠山的地，把房子给盖起来。可没想到今早上听说那图纸被彭少爷给拿走了，我这心里慌的啊。彭少爷可是咱们县里彭家的金贵少爷，要是因为我的原因出了事，那我不是万死难辞其咎吗？我就赶紧过来了，就想事态还没太严重的时候，赶紧和彭少爷说清楚。哼，你别是编了个故事吧？谁知道是真是假？那也简单，彭少爷要是不相信，可以把那图纸拿出来，撕掉一张看看，会不会重新出现一张完好无损的。彭仲飞皱了皱眉，一咬牙，真的去把那图纸拿出来了，然后当着柳维和顾云东的面，哗啦哗啦的撕了个粉碎，连拼都拼不起来的那种。果然是在编瞎话。你想好是先被折断手还是缝嘴巴了吗？不可能啊，我看看。他说着就往他们2个的方向走去，走到彭仲飞的身后时，在他背后轻轻地碰了一下。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当初撕碎了图纸后，那图纸再出现时是在别的地方，不然我们在房间里找找看。还想拖延时间玩花样是吧？我，图纸果然出现了。在哪儿？在你背上。这也太诡异了。不可能！真的在我背上？柳维拼命的点头，彭仲飞瞬间感觉身上起了冷汗，顿了顿，一闭眼，还是猛地从背后将图纸扯了下来。彭仲飞瞪着眼睛，狠狠地倒抽了一口凉气，一把将图纸给扔了。顾云东眼明手快，在那图纸落地之前急忙抓住。彭少爷，我没骗你吧？不可能，这肯定是你耍的把戏，不可能的。那要不然你再撕一张？滚！你提了什么鬼主意你？顾云东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那张图纸放在桌子上，轻轻地展平，随即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念念叨叨的：有怪莫怪，有怪莫怪。老爷爷，彭少爷也不是故意的，你也别怪他。毕竟这件事情太离奇了，别说彭少爷不相信，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就是这种事儿谁会信啊？我砰啪，他话音才落呢，耳边陡然传来一道碎裂的声音。两人有些艰难地缓缓扭过头，看向方才发出声音的位置。那里有个架子，上面原本摆放着一个半米高的花瓶，此时花瓶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摔到地上碎了。其实可能刚才风有点大，花瓶被吹倒了，就碎了，不一定是和图纸老爷爷有关。喂，就算找个借口也要找个像样一点的好吧？不说这房间门是关着，根本没啥风，就算有，能吹倒那么重一个花瓶，里边还有水呢，重量一点都不低好吗？那现在怎么办？图纸你拿回去，快拿回去，以后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彭少爷放心，他话还没说完呢，屋子里忽然响起一道悠悠的沧桑的声音：小子胆大包天，若不给你点惩罚，
真当老夫好欺负？啊！柳薇吓了一大跳，豁然扭头看向发出声音的位置，没人，一个人都没有，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一句话？谁在这里装神弄鬼？出来！他一把掀开那边的帘子，顺手将之前放在帘子里的录音笔给收进了空间。什么人都没有，我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我就是倒霉了点而已，不带这么吓人的，我好怕。我也好怕，能不能现在就走？少爷，不好了，崔姨娘失足掉进水里了。什么？人怎么样了？人倒是救上来了，就是受惊不小。那就好，惩罚。对了，一定是惩罚。大仙，大仙，是小子不好，小子错了，我给你赔礼道歉。我该死，我混账，我不是东西，做坏事没好下场啊！大仙，我保证，我以后我不会贪图纸，我不会搞破坏，而且这回真不是我的错，都是程父，而是他给我回头我就收拾他。这样可以吗？我也不知道，我以前撕了图纸就倒霉了一阵儿，你这还打算等房子盖好后让人给砸了，情况好像比我还严重，也不知道他接受不接受你的道歉。少爷，黑狼忽然口吐白沫，倒地不起了。黑狼是彭仲飞养的一条狼犬，平日里都是吃生肉饮热血，被养得非常凶残。如今这狗怎么就莫名其妙？不对，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呢？大仙儿饶命啊！大仙儿，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错了，您给个机会，回头我早晚3炷香的供奉您，我给您买最好的贡品，这样你盖房子的银子我出来，你饶我这回吧。总算说到正题了，彭少爷，你别这样，其实老爷爷人还不错的，只要你真心诚意的忏悔，他肯定会原谅你的。其实也不用出什么盖房子的银子，那银子老爷爷已经给我了。那不行，给，必须给。这样，大仙给你那100两银子，你可以留着给大仙买点其他东西。那这不是早晚还要3炷香吗？你买最好的香，大仙那房子很重要，一定要盖好。100两银子不够，200两，我给200两。这样真的好吗？那我不是占了彭少爷你的便宜？说什么占便宜？你也是为了大仙费心费力，我出钱，你出力，我的诚意很足的。我也有诚意的，我出50两。但愿大仙能看在我这么诚心的份上，不把我和彭正飞当成一伙的，让我也倒霉。这些富家公子哥儿可真是败家子。彭仲飞说了出银子的话后，又等了2刻钟，外边再没传出什么不好的消息了，这才慢慢的松了一口气。看来大仙是同意了是吧？应该吧。他话音落下，房间里又响起一道声音。算你识相，以后不准再找顾家的麻烦，今天的事儿不准泄露出去半个字。是。他转身就去了内室，没一会儿拿出了2张银票，都是100两面额的。给你。彭少爷，你也别太担心了，最多就是倒霉几次，你看我就一点事儿都没有啊。那我先走了啊，你们保重。顾云东将桌子上的图纸收好，便转身离开了景兰院。这边2人刚出去，那边柳维也提出告辞。彭仲飞在景兰院烦躁地走来走去，想到刚刚发生的事情，他还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房间里似的，干脆出门去看自己的爱犬。然而刚走出景兰院没多久，后面就猛地罩上来一个麻袋套在他脑袋上，随即一阵用力的拳脚便招呼到他身上。远处有下人听到声响往这边赶来，他便趁着彭府一团乱之际，从后门悄悄溜走了。谁知他才刚走出去没多远，就见到2个人在那边拉拉扯扯的。
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在这儿？两个二流子，又想惹什么幺蛾子？他也不急着走了，站在原地侧耳听了几句。你个怂包，就跟你爹娘一样，你爹娘被人打被人骂也不敢还手，你也是，居然怕一个13岁的臭丫头，以后别说是我兄弟，滚！胡亮，我以前叫你一声大哥，是你讲义气，够果断，也聪明。可你看看你现在，偏偏就是一个小丫头不放，明明在他手里吃了亏，赔了银子，知道不是对手，还非要往下冲，你简直就是……你的意思是我现在不讲义气，不够果断，不够聪明了，对吧？老子告诉你，就是因为老子吃了亏，才必须要报仇，这才是一个男人的骨气。哼，我可跟你爹娘不一样，房子被人砸了不敢吭声，家里的田被人抢了也他妈就知道哭。我看将来有一天，你妹妹要是被人糟蹋了，你家也只会乖乖的把女儿送给人家，连个屁都不敢放吧，说不定还得谢谢人家看得上。胡亮，你居然敢说这样的话！我怎么不敢？你家里人都窝囊要死，要不然你怎么从小到大都没朋友？要不是我看你可怜，你连我小弟都当不上，我呸！现在你这个小弟我也不要了，以后说不准只能靠你妹出来卖。胡亮，你要去找死就去吧，从今往后我们不再是兄弟，就当我的好心喂了狗。哼，当我稀罕？要不是想凑4个人，我还不乐意带上你混呢，怂货！妈的，刚才我就该还手，这小子胆子大了，竟然敢打我！等回了村子，要他好看！这人吃了教训，居然还不死心，跟狗皮膏药似的，那就怪不了我了。邵清远从他身后闪了出来，一掌就把人给劈晕了，随即重新走到彭府后门，他直接把人扔在了景兰院外面的一棵大树后面，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彭府。柳维还在巷子里等着他，见他过来，忙掀了帘子让人上来。哎，我跟你说，我刚才……不对，不能泄露彭府里的事情啊。哎，走，我们现在就上山，说好了要打狍子和大虫的。今天时候不早了，改天再去。还要改天啊？可我急用啊。但这个时间段确实有点不合适。哎，好吧，那就明天。说好了，就明天。行。邵清远点了头，然后便从车上下来，头也不回地走了。你看你图纸也拿回来了，是不是可以给我解药了？顾云东便给了他一颗白色的药丸，便没再管他。事情已经解决了，难得来一趟县城，我想买点东西，你要不先回去？不急，你想买什么，我都能帮你提啊。在这县城里，冯大能毕竟比我熟悉一些。好，那走吧。顾云东先带着冯大能去吃了顿午饭，吃完后他就让冯大能带自己去集市，他要买马车。你要买马车？这逃荒来的顾丫头果然比我想的还有能耐，以为能拿出100两银子盖房子就很不错了，没想到还有余力置办马车呀。马车买了也方便，咱们今天若不是搭了别人的骡车进城，都不知道要耽搁多少时间呢。况且我弟妹还小，有了马车可以带他们来城里玩。要买马的话，就得去东街那边的市场，那边专卖牲畜。只是如今已经过了晌午，也不知道有没有好马了。那就先去东街的市场看看，今天找不到好的，改日再来便是。冯大能笑了起来，领着他就去了东街。哎，冯叔，您今天运气可好，刚刚万家牙行的牙人牵了3、4匹马过来，我看过了，比早上卖出去的那几匹可都要好。哎，是吗？快带我们看看去。顾云东不太会看马，不过冯大能却有点经验，再加上旁边那小子帮忙讨价还价，最后以15两银子拿下一匹健壮的鬃毛马。要不要车厢啊？
车厢肯定要的，不过不需要太华丽的，毕竟经常在村子里来来回回都是泥土地。最后，顾云东挑了个外表平平无奇但很结实的车厢，将马绳套上，便直接可以走了。这车厢也要3两，贵。马车买好了，顾云东便要去南街买东西。谁知马车刚经过彭府后门那条路时，彭府门一开，一个人被重重地扔了出来。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在哪里见过来着？这不是胡亮吗？他怎么在这儿？还被彭府的人打成这样？云东，我们要不要？我没说谎，我真的来找彭少爷的。哎呦，那个顾云东想要害彭少爷，他在我们村里到处说彭少爷偷了他东西，还说自己有靠山，要整死彭少爷呀！哼，管他去死！看起来打的也不是很严重呢，还有这么大的力气对我栽赃嫁祸。冯大能再不看胡亮一眼，驾着马车从他身边过去了。七七八八一通买下来，都快要傍晚了。顾云东这才心满意足地坐着马车回村。这马车是哪儿来的呀？是不是彭府的？什么彭府给的？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呀？让顾云东去找彭少爷的麻烦，彭家还能给他们马车？我看呀，这是被彭家打了一顿，打死了。冯大能雇了马车把人给拉回来了吧？真的出事了？哎呀，我说大能啊，你怎么不拦着点啊？你说你这马车确实不是彭府给的，是我自己买的。嚯！你没事？这话说的，我能有什么事儿？你不是去找彭府的麻烦了吗？你听谁说的？我亲耳听到的，明明是冯大能找你说什么图纸被彭少爷给拿走了，还不准你盖房子，你就去找彭府要说法去的。哦，原来是他在偷听。人家彭少爷只是说我这图很不错，借走去看看。正好我今天要去县城买东西，就顺便把图纸给拿回来。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我去彭府要说法了？这话你敢当着彭少爷的面说吗？没错，云东想买一辆马车，正好比较熟啊，就拜托我帮忙挑选一下，正好也去彭府拿图纸。季月香啊，你怎么能歪曲事实，还到处散播谣言，闹得人心惶惶呢？我听错了，没有啊。其他人却恍然大悟，果然不能太相信大嘴巴的话。这是你买嘞？想着有了马车也方便点儿，下次再去县城也不用靠这2条腿了。哎呀，顾家果然是有些家底儿啊！哎呀，顾家丫头呀，你这马车看着很不错呢。这马看着就健壮，车厢也结实，还大。这以后咱们去县城也能得个方便，不是？是我家方便，和你没有多大关系。这小丫头可真不会做人。咋，乡里乡亲的，谁需要帮忙，你连这个马车都不肯？肯啊，去县里一次20万，明码标价，免得一个个的都想来攀交情占便宜。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吗？你这也太心黑了吧！大家都是同个村的，你居然还收钱？大家伙说是不是？咱们坐牛车去县里，一人也才3文钱。哟，原来你还知道坐人家车是要给钱的啊！我还以为你不知道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呢。贤贵你可以不坐，我买马车是为了我自己，又不是为你。哎，行了，人这马车一看呐就不便宜，整个村里这么多人嘞，这个要坐，那个也要坐，那还让不让人清静了？哎，马车又不是公用嘞。哎，我看收钱这方式啊就挺好嘞。哎，坐得起嘞你就坐，哎，坐不起啊就去坐牛车。这么多年来也都过来了，那咋嘞？那人家顾家买个马车，你们的腿就都断了？
这些话我说出来就有点瞧不起人的感觉。村长说的正好。大姐，你终于回来了。在家乖不乖？乖着呢。大姐，你坐马车回来的吗？不，这是咱家的马车，大姐今天买的。以后你想去哪儿，就坐这车去。真的吗？咱们家的马车？对，大姐带你回家。坐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娘还在家里等我呢，就先回家了。哎，会吧，这折腾一天了。哎，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村儿也终于有了第一辆马车嘞。作为村长啊，我也是与有荣焉呐。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是哥哥坏，我也要去接大姐，他都不等我，他自己跑了，哼，气死我了！哼，我以后都不理哥哥了。兄妹，大姐买了一辆马车，在门外，快去看了。啊，我要看。你俩高兴就好。你没事就好。清源早些时候回来的，说你那边的事情都解决了，彭府也不会找你麻烦。可你这一直不回来的，我总是放心不下。董一不用担心，如果没有把握能解决问题，我不会冒人冲上去的。你说邵清远回来了，他在隔壁吗？应该是。你在县城见着他了吧？见着了，他还帮了我一个忙呢。我说的没错吧？清远呐，是个不错的孩子。冯大能回去了，顾云东这才开始整理买来的那堆东西。他买了不少布，看到其中一块藏青色的布时，当时下意识地觉得很适合邵清远，顺手就买了。这会儿看看这块布，就有些发懵。这个不好送出去吧？算了，以后再说。云东，清远早些时候送来了2只野鸡，晚上是不是都做了？哎，这布料看着不错呀，是给云舒的吗？是不是颜色太深了些？不是给云舒的，是给我爹的。买布的时候把全家人都算上了，现在才想起来，我爹不在。你们肯定会很快就会团聚的。你还买了这么些布啊？你要是信得过婶子的手艺，婶子帮你每人做一套。那感情好。婶子绣活好，做衣裳肯定不在话下。不过可得说好啦，是要给工钱的，不能占婶子的便宜。这咋就是占便宜呢？你看你来了之后，咱们家几个都吃了你多少好东西了。你去县城一趟回来，还给月儿他们买糖葫芦吃，婶子这心里不知道多感激呢。就做几身衣裳也不费什么功夫，就这么说定了。说完，董秀兰不等他拒绝就出去了。顾云东失笑摇头，倒也没强求。他稍稍的整理了一下后，便去厨房料理那2只野鸡了。说好了给邵清远做一只盐焗鸡，一个辣子鸡的。2只鸡都被董秀兰处理好了，顾云东动起手来便快得多。烧完了，便让顾云舒给隔壁送过去。谁？我。邵清远。稍等。妈蛋，为什么我们每次见面，好像都在这半夜3更的场景下，好像在私会似的。盐焗鸡和辣子鸡都很好吃，多谢。说好了你帮了我的忙，我就烧好吃的给你。再说你打的野味，我们也吃了不少。所以我过来，还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邵清远便弯腰将放在脚边的一个布袋子提起来递过去。这什么？白蜜，我明早就要带那位柳少爷进山，答应他要打大虫就得进深山，可能要过个2-3天才能回来，所以得带一些干粮。镇上的那些馒头大饼太难吃了，想让你帮忙做点。大虫、老虎？你要去打老虎？你以前打过吗？打过。可你这次还带着那个一无是处的柳少爷，不是拖后腿吗？他非要跟。真是个作子还要拉着别人一起的败家子。
有些后悔白日里只收了他50两银子了。我看到时候你把人打晕，直接扔到树上去待着比较好。我是这么打算的。看他已经决定了，顾云东也不好说什么。他接过白面袋子，等会儿，我现在就给你烙饼。这个天气放个2、3天也没问题。回头你生个火，热一下就能吃了。对了，你能吃辣吧？我给你弄个辣酱，吃着会暖和一些。好。那个什么崔姨娘掉进水里，狼狗口吐白沫的事情，都是你的手笔。崔姨娘那事儿和我无关，狼狗是我的手笔。邵清远原先是想去给彭仲飞的书房放把火的，可惜还没动手呢，就发现那彭仲飞的原配要对付得宠的姨娘崔氏。邵清远冷眼旁观，妻妾相斗。等到下人去景兰院禀报彭仲飞时，他就去找了那条凶残的狼狗。见到邵清远时，那条狼狗直接就对着他露出尖牙，想要上来撕咬，被他一脚给踹开了。然后这个外强中干的狼狗就口吐白沫了。邵清远问他怎么拿回图纸时，他也把该说的说了。两人合作也没什么好瞒着的。等到所有的大饼都做完了，顾云东才拢一拢，全部交给了邵清远。等会儿，顾云东跑进自己的房间，很快又出来了，手里拿着那把弩。这个借你用，不过打完老虎的银两得分我1成。不是我狠啊，我这可是好东西，你见过的，威力大，保命的家伙。给你2成。这人太上道了。邵清远这才走了，只是那背影无端的让人觉得更加高大了。哎，怎么了这是？哎，昨儿个顾家买了马车，今儿谁又买了？哎，大哥，邵清远家怎么走？邵清远 ，C 呀，咱村没这人呐，你们是不是找错了？啊？啥？没这人？哦，这里不是永福村吗？是永福村，但确实没人叫什么邵清远。你仔细说说，那人长啥样？可能是隔壁村，我帮你问问。哼，问啥问？你们找邵清远啥事儿？别是找麻烦的吧？啊，我找他帮我点忙，他是这个村的吧？哎，这不是那天跟在方氏母女后面的公子哥吗？哦，看来不是找麻烦的。邵清远的家呀，在那边的山脚下，你过去看到一个正在建的房子，再往前一点点就是了。哦，那不是狼崽子的家吗？狼崽子。哎呀，对呀，狼崽子好像是是叫邵清什么来着？哎呀，这叫习惯了，都差点忘记他本来的名字了。柳维道了谢，让小厮赶着马车去邵家。邵清远一早就等着他呢，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柳维一来，连口水都没喝，就被他招呼着进山。东西带全了吧？咱们至少要在山里2天。少爷，你不是当天就回来？少见多怪，咱们打大虫是要进深山的，怎么可能1天就回来？好了，你就乖乖待在邵家等我回来，帮邵清远看家。哎，机灵点啊！房间里曾哥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就搭把手，可不许给我摆架子。怪不得早上少爷出门连车夫都没带，只让我赶车呢。柳安欲哭无泪，只能遥遥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等得到消息的方氏母女赶来时，哪里还有柳家大少爷的身影？这柳少爷来了，怎么不先找我们呀？这直接就打听到了邵家来了呢。唉，其他村民见状，便纷纷的围了上来。说到这个，方氏母女2个就有些得意。要说那狼崽子会认识柳少爷，这还多亏了咱们家雨兰。大家伙儿也都知道呀，我娘家侄子前不久刚成了亲，这新媳妇呀，就是那柳少爷的娘，柳夫人身边的得宠丫鬟。新妇和咱们家雨兰关系好，这不去柳家见柳夫人的时候，就带雨兰也去了吗？
玉兰听说柳少爷在找前不久打过2只野猪的猎户，他想进山，可不得找个熟悉点的猎户吗？村长，我家的亮子遭了大难了，这2条腿都被人给打断了。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谁打的呀？金月香立刻指着后面一个被胡家兄弟压着的男人，就是他，亮子就是跟他一起回来的。那人气愤地怔了怔，没怔开，脸色铁青。你们真是分不清好歹！我好心把你们家儿子送回来，你们倒是讹上我了！呸！早知道我才不管你家儿子死活！你说什么？你给老娘再说一遍！哎，你敢说吗？敢说吗？话还没说清楚，你动什么手啊？随即他看向那个男人，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哼，陈良叔，我是隔壁村的阿宽，我爹是蒋芳，你应该认识。我这段时间在县城里做活，今儿一早就看到胡亮被扔在巷子里满身是血，我也不知道发生啥事儿，想着大家认识，就好心把人送回来。谁知道把人送到胡家想走，他们一边去请大夫，一边假惺惺的招待我。等大夫说他的双腿保不住以后，这胡家居然不让我走，还说是我把胡亮打成这样的，让我赔钱。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早知道我不管胡亮死活。不是你能这么好心把人给送回来？我家亮子可怜呀，怎么就碰到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人？你这个杀千刀的，你要被天打雷劈的！被天打雷劈也是你们胡家养出这么个就知道偷鸡摸狗的儿子，活该他这个下场。村长，你听到了吧？他这是承认是他干的。人哪句话承认了？那你知道他是被谁打成这样的吗？阿宽顿时就不说话了。陈亮一皱眉，见金月香又想闹，猛地瞪了他一眼。哎呀，阿宽，你尽管说呀。我跟周围人打听过了，他们说胡亮是被彭府的人打断腿的。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就连金月香也被噎了喉咙似的。刚才这阿宽根本就没说这个，只说亮子醒过来自然就知道，怎么可能会是彭府的呢？那彭府跟我们家无冤无仇的，凭什么打断我儿子的腿啊？顾云东就是在这个时候进了村长家的大门。顾云东是来找村长买良田的，可如今看着院子里的情形，他似乎来的不是时候。村长，我待会儿再来。陈良对着他点点头，顾云东便转身要走，金月香却陡然反应过来似的，猛地跳了起来，指着顾云东：“是他，一定是他干的！我就是个过路的，跟我有个啥子关系？”哎，这云东打你儿子做什么呀？你们家赔了他5两银子，这云东也说过这事就到此为止啊。这个金月香，你看人家小姑娘不顺眼，就什么脏水臭水都往人家身上泼嘞，你还能不能做个人了？就是他，村长，真的是他。我们家亮子听说这臭丫头去找彭府算账，他就跟着去县里想找彭少爷，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今儿个早上被送回来就没了腿，不是这丫头干的，还能有谁？所以你的意思是胡亮先要害云东嘞？那不是没害成吗？反而是我家亮子落得这副样子。你可是我们永福村的村长，你可得为我们家亮子做主啊！一旁的胡家兄弟对视了一眼，也说道：“亮子这后半辈子都毁了，以后都养活不了自己。他顾云东，怎么也得赔个100两银子才行啊！”想的挺美的，怎么也想尝尝被我拿鞋底子抽的滋味？胡家兄弟猛地闭上嘴，不敢说话了。我都说了，是彭府的人做的，人彭府放出来话来，胡亮偷摸进府偷了东西，被彭府的下人当场捉了个正着，这才把人打成这样的。听到没有？你们要是还觉得是我打的，那行啊，
咱们去彭府说道说道，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儿。反正我家有马车，进县城方便。不过说好了，要是你们冤枉了我，那这次就不是5两银子能解决的事情了。想想清楚啊！就在这时，胡亮终于睁开了眼。金月香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忙冲上去叫：“亮子，亮子，你咋样了？你告诉娘，这到底是咋回事？”娘，我的腿没了，彭家把我的腿打断了。这下可好了，现在别说讹诈顾云东了，就连阿宽也别想了。咋回事呀？这到底是咋回事？彭府的人好端端的，咋会打断你的腿？你真去人家家里偷东西了啊？你真是糊涂呀你！那彭府你也敢摸进去？你这以后可让娘咋办呀？哎呀，我没死呢，你别好了！你说说清楚啊，为么彭府要打断你的腿呀？那你到底是做了什么呀？为啥？我咋知道为啥？我就在彭府后门转了2圈，被人给打晕了。醒来就在彭府里面，后面那些彭府的下人就抓着我打，说我偷东西，打完就把我给扔出来了。这还不算完，回头还把我的腿给打断了。我根本就没做什么，不然你自己去问问彭府的人。村长，你听到了啊？你可得给我们家亮子做主。哎呀，做主？做啥主啊？哎，你听听他说的那些话，他是一句真话没有啊！什么就人打晕了，醒来人就在彭府了，这大白天了见鬼了，还做主嘞！哎，你们也敢说呀？以前他胡亮偷鸡摸狗的时候，怎么没想着让我做主嘞？我可告诉你啊，他自己偷的东西被人抓了个正着，这被打断腿都是轻的呀。那有本事你自己带着你2个儿子去找彭府说道去。娘，这亮子都这样了，以后你跟爹养老就只能靠咱。要是咱兄弟2个也得罪了彭府，被打成这样，咱家日子过不过啊？再说这本来就是亮子理亏嘛。我咋理亏了？胡亮一激动，扯动了伤口，一口气没上来，又晕过去了。哎呀，行了，你们赶紧把人抬回去，给找大夫啊，好好治治。亮子什么样的人来，你们不知道啊？他兄弟没说错，本来就是他理亏，还闹什么闹？村长都这么说了，肯定是不打算管了的。他只好让2个儿子抬着胡亮回家。哎呀，这胡亮啊，就是被他爹娘给宠成这样了。这每次做错了事啊，这不打不骂也不教训，还护着跟个眼珠子似的疼着呀。哎呦，现在好了，别人帮着他教育他儿子怎么做人了。哎，你们也记住了啊，可千万别把扭蛋养成他那副模样啊。周氏和宋氏都点点头。阿宽见事情已经解决，便提出了告辞。他一走，陈良才看向安静的待在一旁的顾云东，脸上瞬间就带了笑。云东来是有啥事儿啊？我是来找陈伯买田的。你打算买田了？哎，要多少啊？要哪种田呢？想先买个10来亩，最好是上等的良田。我可打听过了，1亩良田大概要10两银子左右，10亩也差不多了。这可不容易啊！你来得晚，之前倒是有几亩良田，只是被那王家跟何家给买走了呀。这样啊，我之前也没想到10亩良田并不好买。那陈伯先帮我看看，有的话就通知我，银子我先备着。哎，行啊，我帮你留意着。顾云东道了谢，这才出门回家。只是刚走到前院，就被周氏给拉了过去。这是你陈伯啊，昨个在镇上买的干桂圆儿，你拿回去煮着吃，当零嘴吃都行。
婶子这是做什么？这我不能收，你赶紧拿回去。好好的干嘛送我吃的？给你你就拿着，我都不知道牛蛋那臭小子这2天都跑到你家去蹭吃蹭喝的，听说还专门去吃肉的。哎呀，他娘也真是的，今天才告诉我。这桂圆啊，你拿回去，不然婶子要生气的。顾云东盛情难却，到底还是拿了桂圆回家。不能喂太多，他吃不下。哎，可可，你拿第几把了？我才拿第2把，他很饿的。别胡说，我一晚上都没吃，第2天肚子就咕嘟咕噜咕噜的。你是人，他是马，所以你就欺负他嘛。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是看到这小姑娘手上拿着一块香喷喷的油饼在吃，有点嘴馋而已。可为什么到最后我要在这里要给一群小孩讲解如何养马的要点？我是小厮，不是马夫，更不是奶妈子呀。我听说那些大户人家的人都不把马当人看。你也说了他是马，当然不能当人看。像我们庄户人家就不一样了，对牛可好了，啥好吃的都给牛吃。我要怎么说才能证明自己的爱马之心？顾云东轻咳一声，笑着走上前。大姐，柳安欺负咱们家的马。现在是连哥哥都不叫了吗？人不如马。柳安没说错，马肚子很细，所以不能多吃。咱们喂马的时候，最好是把干草料切短，泡软或粉碎掉，这样马才能吃得开心。就像可可一样，太硬太大的饼就吃不下，对不对？大姐说的对。有空的时候呢，还可以牵着马去溜溜。我们现在就去。大姐说不能吃太多，大姐说的肯定没错。顾云东就扭头看向柳安。柳安，那就麻烦你了。我真的不是老妈子哎。当天晚上，邵清远和柳维果然没回来。顾云东次日醒来时已经有些晚了，董氏几人都出门了。瑞凤，我今天不能带你出去溜溜了。柳安哥哥说他回县城有事儿，曾家哥哥姐姐都下田了，牛蛋也去学堂，娘去河边洗衣服，我一个人拉不住你，所以只能陪你在这边说说话。一个人在这里嘀嘀咕咕做什么呢？大姐，我在和追风说话呢。说啥呢？说柳安哥哥不在，我不能带他出去散步了。那有什么？一会儿咱们去镇上，不正好可以走走吗？去镇上？咱们？一会儿等娘回来了咱就走。可可呢？在厨房吃东西呢。哎呀，大姐，你可要真的好好说说他了，再这么吃下去，真的会变肥妞妞的。他一大早就吃肉，这么一大碗呢。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看看你做的事，你有把夫子的话听进耳朵里吗？夫子，我只想帮家里干点活。我家现在困难，爹伤了手，地里的活就干得慢。我想……你想什么？我早跟你们说过，你们是读书人，读书人的手是握笔写字的。你看看你的手现在粗糙成什么样了，你用这双手去翻书本，书页都能被你划破。这说的什么话？你家困难，其他人家就不困难了吗？你缺钱，你可以跟夫子借，你下什么地呀？你是读书人，读书人就该做读书人的事。我每日里布置下来的课业你都完成了，还有心思下田，看来是书读得太少了。夫子，我……好了，
我不想听你说，这是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给我好好读书，旁的事情都不要管。你读书很有天赋，夫子相信你，明年肯定能考个童生回来。行了，回去吧。等那学生走后，他看向门房。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怎么带到这里来了？啊，老爷，这家姓顾，是想送他们家孩子来上学的。家里男人呢？不是早跟你说了，有女眷过来都带到夫人那边去招待吗？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这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传出去，你家老爷我还怎么做人？啊，顾家能做主的只有这位顾小姑娘，她父亲不在，夫人一早就出门了，所以小的这才把人给带进来，老爷可以考教。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老爷做事了？夫人今儿不在，就让他们改天再来。那夫子说完，猛地一拂袖，扭头就走。你也听到了，走吧走吧，改日再来啊！早跟你说了，这女眷呢都是由夫人招待的。顾云东缓缓地吐出一口气，牵着顾云可转身走了。没想到几人刚走出来，迎面就来了2个妇人，其中一个还有点眼熟。想起来了，这不是在方氏家里见到过的那个亲家婶子吗？好像姓吴。顾云东不喜欢方氏，对这个吴婶的观感也一般般，因此就算认出来了，他也当不认识。越过2人的身边就要走，没想到那门房却突然出声了。他指着吴婶身边的另一个妇人：顾小姑娘啊，这就是我们家夫人。关于你弟弟上学的事情，可以先同我们家夫人说说。不用了，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大姐，我不上学了。为什么？那个夫子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他不让学生下地干活，可咱们家就我一个男子汉，我责任重大，我要下地的，以后家里的活我也要做的。那咱们就不在这里上了，文墨学堂咱们就不考虑了，去看看另外一家学堂吧。可不是说那家速修很贵吗？这些都是听来的，大姐觉得判断一个学堂好不好，不亲自去看一看怎么能知道呢？顾云舒点点头，这才乖巧地跟在他身后，可结果却很是不尽如人意。顾云东才刚和门房说了几句话，对方就要求先给1两银子。后来又恰巧看到出门来的一个夫子，那目不斜视不屑一顾的表情简直让人想动手打他。那夫子看到他们身上穿的一般，还让门房把他们赶走。我对他们简直太失望了。小小年纪操心挺多啊，这世上又不是只有这么几个夫子而已，镇上没有，那就去县城吗？去县城？对啊。大姐，那牛蛋还在文墨学堂呢，那夫子教的不对，会不会对牛蛋不太好？我得跟牛蛋说说。这事你就别说了，回头我跟村长说说。顾云东摇摇头，赶着马车很快回了永福村。你们今天走了不知道，胡家那边又闹幺蛾子了。胡家又怎么了？今儿早上胡亮醒过来大喊大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说起庄子也去过县城，而且胡亮被人打晕之前跟庄子吵了一架。那金月香就跑到庄子家，非要说是人庄子害了胡亮，要他赔钱。这胡家想讹神想疯了吧？见谁都要赔钱，说人把胡亮给打晕的，证据呢？张口就乱咬。庄子家哪里肯？庄子当时就冲上去打胡家兄弟，要不是庄子他妹妹兰花机灵去找了村长，不定闹成什么样呢。那后来怎么解决的？村长也生气了，这一天天的没完没了的，让胡家不准闹事，
打断胡亮腿的是彭府，有本事去找彭家。要是再这么胡乱攀咬别人，就把胡家一家子赶出村子。胡家这才被吓到了，一家子灰溜溜的回了家。不过这下子胡家和庄子家算是彻底撕破脸了。顾云东把胡家的事情当个笑话听，随即进了自己的房间。他让谁也别来打扰他，自己坐在床沿，静下心来开始翻找自己的空间。顾云东隐约记得自己空间里有几本书是关于种植果树的。云东，你回来了。这是怎么了？哎呀，清远受伤了，我给他拿点药过去。受伤？顾云东脚跟一转，也跟在董事的身后进了邵清远的家。婶子，受伤了还是找个大夫来看吧。我也说去看看大夫，我认识县城里安仁堂的钟大夫，人家医术高明，肯定能给你治好的，你就别硬撑了。哎，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好，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我保证下一次一定乖乖听话的待在树上，再不会下来了。没有下次。这个以后再说，咱们先去看大夫吧。一点小伤而已，不用。他的肩膀上有血迹，好在看起来并不是很深，看得挺精神的，站在这儿，生命危险肯定是没有的。你去烧水，我先回房上药。哎，六安，你热水烧好了没有？你家少爷我身上都臭了。顾云东原本想要走到他们身边，问问他们进山的情况，闻言立马后退了一步。你也太明显了吧，本少爷风华绝代，你居然还敢嫌弃。哼！他故意往顾云东面前走了走。站住，就这个距离说话。柳维鼻子都气歪了，好在柳安这时候跑过来让他去沐浴。顾云东见状，还是跟董秀兰先回了曾家。等他们这边收拾好了，顾云东才过来。我跟你打听个事儿。打听个事儿？哼！当初你对我满脸嫌弃，现在你说打听事儿就打听事儿，我们很熟吗？不理就不理。他扭过头和邵清远说话。这么多猎物，你打算这么处理？这些野鸡野鸭就留在家里吃，都收拾出来存着。那头大虫柳少爷买下了，至于2只狍子，一个给柳少爷带回去，一个也留家里吧。好啊，正好我没有吃过狍子肉。不行，狍子都得给我。我特地跟着进山打猎，就是为了那狍子，那可是我给秦大哥准备的。顾云东依旧和邵清远说话。大虫你卖了多少银子？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全身都是宝，很值钱的。虎皮、虎骨、虎鞭，单独拿出来卖都不便宜，你不要被柳少爷给坑了。这张虎皮不完整，身上好几处伤口，毛色也不是很纯正，价格低了些。虎骨、虎鞭是按照药店的收购价格给的，另外还有虎肉。喂，你们2个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我们要说的是狍子的问题，我说了2头狍子我都要了。还有顾云东，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会去坑邵清远吗？他救了我，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吗？秦大哥是谁？秦大哥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3岁能文，5岁能武，博览群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还是我朝最年轻的状元爷，18岁就被先皇钦点为状元，而且他……你问这些做什么？好奇嘛，看你这么看重那个什么秦大哥，还非要2头狍子都留给他，想想应该就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听你这么说来，还真是啊，想不到柳少爷你还认识这样的人啊。那是，我们关系好着呢。虽然秦大哥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是这声秦大哥我是叫定了的。那既然他是状元爷，不是应该在京城里当官吗？柳少爷你要把狍子送到京城去？他不在京城当官，现在人在凤开县呢。在凤开县？在凤开县做什么？他你问那么多做什么呀？反正跟你没关系。对了，你之前不是说要跟我打听事儿吗？什么事儿？你问吧，我知道的那就告诉你。我想问问县城里学堂的事儿。
我说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打听秦大哥的事情，原来在这儿等着呢。你也想让你弟进秦大哥的学堂是吧？咦，所以这位秦大哥在丰开县开了一家学堂？等等，柳维刚才说他是状元爷出身是吧？听他的称呼，年纪还不是很大。别激动，别激动，来跟我说说这秦大哥的学堂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你说什么。又开始找打了是吧？2坨狍子都留家里吃吧，这天气也放得住。你看看能不能多琢磨几道狍子肉的吃法。其实救命恩人，救命恩人，我不能忘恩负义。算了算了，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县城里该知道的都知道。你说，秦大哥原名秦文征，18岁高中状元后，便在京城的翰林院里为官。他年轻气盛，人也聪明，满怀抱负，想要为国为民做出一份功绩。可是先皇……这里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先皇昏庸无道，你想做出一番成绩来，并不容易。我跟你说，如今新皇登基，秦大哥这样有本事的人，估计再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新皇召回京城。所以你想送你弟去他学堂里读书，不可能的。他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可能还会收学生呢？是吧？哦，你说的有道理。那你给他送狍子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进他家学堂吗？我这不是跟他有交情吗？眼看着他都要回京城了，那我得给他送点好吃的。再说了，我都这么大了，我怎么可能进他家学堂啊？那不是正好，你跟他有交情，我跟你有交情，那你帮个忙，在他面前好好说说，让他收了我弟当学生怎么样？我不是说他。我知道，可你不是说他是有可能回京城，只是有可能而已，还不确定呢。当然了，就算他真的要回京城，那他曾经考中状元，学问一定很不错。我弟当他1天的学生也好啊，1个月的学生也好，那也是受益匪浅的，值了，对吧？什么交情啊？我跟秦大哥也没啥交情，否则我干嘛送狍子肉，好让我弟进他家学堂啊？干嘛？你以为他家的学堂有那么好进吗？人家县令的公子想跟他讨教学问，都被拒之门外，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好吧？秦大哥收学生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不是有钱有势就有用的，也不是看人天赋长相，很不容易进的好吗？难道看狍子肉？算你聪明。怎么觉得这个理由更不靠谱呢？这可是我自己推敲出来的秘密。我让人盯着秦家好长一段时间了，我发现秦家的下人常常会去买野味。上回秦大哥收了一个学生，就是因为那学生的爹给了一大块狍子腿。我跟我爹保证过了，我一定给我弟送进学堂，所以才那么悍不畏死的进深山。我容易吗我？所以你不准跟我抢。你什么时候送狍子去他家？一会儿就走，趁着新鲜。带上我呗。哼，死都不要。你看啊，你们要拉2头狍子，还有1头大虫去县城啊，还有你们几个人，那1辆马车肯定不够的，我借你啊。再说了，我去了保证一句话都不说，我就是去见见世面，不跟你抢名额，而且说不定我还能帮你的忙呢。为什么每次听他说话，我都觉得好像好有道理的样子？那行吧。那走吧。话音刚落，董秀兰突然从隔壁过来了，她看向柳维，方嫂子过来了，说想要见柳少爷。方嫂子？谁啊？就是当初带你来永福村的那对母女啊，这人记性还真够差的。是他们啊，那就让他们过来呗。他们说不敢，所以才去了曾家，在曾家等着柳少爷呢。不敢什么？不敢见我吗？不敢见我。为什么呀？哦，我知道了，他们当初好像是说你是狼崽子，很可怕的。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你才狼崽子呢。邵清远瞥见他的小动作了，嘴角忍不住扬了扬，心情愉悦起来。我又没说什么。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怎么都叫你狼崽子呀？
我也没觉得你哪里可怕呀。算了，既然他们不敢来，那就不要来了，我这儿正忙着呢，不见。董秀兰便回去了，她只是帮忙传个话，跟柳少爷也不熟，当然不会多说什么。时间不早了，现在出发吧，你赶紧回去套马车，马上走。行，先说好了，我马车是坐人的，我那马车新买的，要是你把大虫袍子放进去，我那马儿没训练过，被惊着怎么办？柳薇一听有理，只能点点头。顾云东这才离开邵家，回了曾家。没想到方氏母女两个竟然没有走。柳少爷为什么不见我们？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跟柳少爷说了什么？你说了我们坏话，对不？你刚才是在邵家吧？哼，看不出来啊，顾云东。为了接近柳少爷，你竟然连狼崽子都不怕。你再说一遍。你表面上装的好像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其实还不是想要攀龙附凤。看到柳少爷有钱，就眼巴巴的等着，连避嫌都顾不上了，人一回来就贴上去了。顾云东扬手就是一个巴掌。你竟然敢打人！打你怎么了？嘴巴这么不干不净，就该好好的洗一洗。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们一样的心思，眼巴巴的在山脚下转了2天的人是谁？以为大家都是瞎子看不清楚是吧？整个村子谁不在看你们母女两个的笑话？要不是看在村长的面上，你们能出得了门？早被人用唾沫星子给喷死了。你什么意思啊？不懂。顾云东伸手指着大门的方向，出门左转，去河边打听打听别人是怎么说你们的。方嫂子，云东是一个好孩子，你们说的那些话也太难听了。你们走吧，我家不欢迎你们。方氏脸色变了变，猛然转身，大步的朝着门口走去。陈雨兰一愣，急忙跟上，到门口时又不甘心的回过头来，恶狠狠的瞪着顾云东。你敢打我，我找我大伯父给我做主。说完，大步的离开了曾家。大伯父，大伯父，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你这是怎么了？大伯娘，我被人打了。谁打的？下手这么重？就是顾云东那个臭丫头。谁？顾云东。你们去曾家了？怎么？我让你们回来，你们这把鸡赶回去了，猪也喂了，就又去山脚下了。你们说了什么，惹得云东生这么大气，还动了手？大伯娘，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我帮着外人？你也不看看你们这几天都做了什么？周氏不和陈雨兰说话，直接掉头喷方氏。她一个姑娘家不懂事，你当娘的也不懂吗？不管你们在山脚下守着柳家少爷想做什么，你也看看自己的身份。雨兰是定了亲的，你是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用我教你吗？大嫂，连你也觉得我不安分吗？对。方氏倒退了一步，抬眸看到陈良从里面走出来。大嫂，你说这话就是在戳我心窝子呀！我为田哥守了这么多年，连这家门都很少出，没想到就得了你这么一句话，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呵呵，回你家哭去。哎呀，好了，你当人家大嫂的，你说的是什么话呀？啊，对，我不会说话，他啥也没做错，我走。周氏恶狠狠地瞪了陈良一眼，扭头就回了自己屋子。陈良眉头拧得更紧了，看向方氏的眼神也透着一丝不耐烦。怎么以前就没觉得方氏就这么不着调嘞？哎呀，你也别哭了，你大嫂这2天心情不好啊，说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啊，先回去吧。大伯，你也觉得我做的事情不对是吗？我是真没别的意思，只是柳少爷家在县城，这家大业大，有权有势的，将来雨来嫁到这吴家，吴家也想在县城里做点小买卖，要是咱们和柳少爷攀上了交情，
对胡家有帮助，雨兰在家也能有这地位啊。哎呀，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家去吧。柳安，你出来驾车，我有事，一会儿就回来。前面的邵清远也听到了，下意识地停下车，跳了下来，就想去追，被柳维给拦下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了，反正我已经告诉他秦大哥学堂的地址了，他会找过去的。他这么急，肯定是想要上茅房。顾大江，顾大江！可那人根本就没反应，转眼间就进了一条巷子。顾云东心里着急，就有些顾不得，直接横穿过摊子，却没避过地上的筐子。对不起大姐，我一会儿回来陪你。话音落，人也转进了那条巷子。顾大江，爹，你……那人转过头来，顾云东喉咙里的话顿时就噎住了。不是顾大江，我认错人了。也对，这里是宣和府下的一个小县城，会碰到顾大江的概率太小了，怎么可能会是他呢？只是这人的侧面实在太像了。姑娘，你有事？没事的话我要走了，我这儿赶路呢。对不起啊，认错人了。没关系，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对了，那个摊贩。顾云东忙往回走，跑到刚才被他撞翻的那个筐子身边。对不起啊，我刚才跑得急，撞翻了你们的筐子，你们算算有多少坏掉了的，我赔。不用了，不用了，那个没坏。你是有点眼熟，是你们啊，庄子的爹娘，见过一次的，差点没认出来。啊，顾姑娘，这橙子没坏，我们擦擦就好了。你要有事就去忙吧。这是你们种的？是我们种的，种的不多，今年结的果子挺好，我们就挑到这儿卖卖看。你要不要吃吃看？这橙子好吃的。顾云东点头，尝了一半，眸子陡然亮了，是真的好吃啊！顾云东3两下把一整个橙子给吃下去了，然后又在筐子里挑了几个。这几个我先拿走，你们卖完了剩下20多个下来，帮我带回永福村长吗？我这边没东西装，不好拿，等我晚点回村后再给你们算钱，行不行？你要给钱？买东西不用给钱吗？不是啊，感情他们以为我是白吃白拿的土匪吗？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这表情根本就是此地无银300两。时间不早了，就这么说定了，我还有事，先走了。他来得匆匆，走也匆匆，抱着几个橙子就直接去了秦文征的学堂。可还没等到他跑到目的地呢，就见到邵清远和柳安牵着马车往这边走来。至于柳维，垂头丧气地跟在马车后面，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这是事情没办成，而且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他弟弟人呢？不是说先去刘府接他弟弟的吗？顾云东走过去，将手里的橙子分给了邵清远和柳安，小声地问道：他的那位秦大哥不肯收他弟当学生吗？收了。居然收了，可那他怎么还一副听他下来的样子？看看，这会儿都拿脑袋撞车厢了。邵清远还没来得及回答呢，柳维已经噌的一下站在了顾云东的面前，一副气坏了的模样。人收下你弟，不是你希望的吗？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秦大哥收下我弟，根本就不是因为我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去深山打到的2只狍子，是因为他欠了我家一个人情。所以就算你没送狍子，他也会收你弟，对吧？对，爹骗了我，这一定不是亲爹，不是。那2只狍子是不是可以给我？已经送给秦大哥了。既然那2只狍子用不上，为什么你还送出去了？你以为我想啊？我都把2只狍子给他了，他才告诉我欠了我家一个人情。
不愧是年纪轻轻就中了状元的，果然很阴险。就是，你说我送都送出去了，总不至于出尔反尔的去问他拿回来吧？为什么不能拿回来？他收你弟是为了还人情，收了袍子那人情就等于没还。走，现在就问他拿回来。这个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他还真的跟在顾云东身后重新返回学堂。邵清远将自己的马车也给了柳安，自己也忙跟了上去。柳少爷，可是还有什么事？是还有一点事儿没说完，来找秦大哥，麻烦给通传一下。门房点点头，飞快地往里面跑了。哎，你想要回那2只袍子，是为了送你弟弟进学堂吗？可你觉得这么做，人家还会收你弟吗？是不是傻？他还真以为我是为了把那2只袍子给拿回来啊？我只是找个能进秦家的借口而已。倒是见了秦文征，我绝对绝口不提袍子的事儿。顾云东不说话，只是安静地等着。爷，柳少爷又来了。说着，他看了一眼秦文征桌子上的东西，那是一张通缉令，上面是一个人物像，那人像画的就跟真人似的，听说是爷从府城带回来的。就说我跟夫人出门了，不见。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出门了？你怎么过来了？不是在陪宁儿写字吗？他去看那2只袍子啦，吃到晚上有野味吃，高兴得不得了。葛氏走到他的书桌前，看到那张通缉令，又看了看旁边画了一半的图。老爷果然很厉害，这种画法已经学会了。还不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感觉不对。不是挺好的吗？很像啊。戴知府太小气了，我怎么问他都不肯说这通缉令到底是谁画的，说什么答应过那人不泄露他的半点消息。这做人要言而有信的道理还是你教我的，怎么现在要人戴知府出尔反尔？人家不说也是为了保护那画师的身份，免得有危险。我又不会说出去，只是想彼此交流交流画技而已啊。不行，我得去府城一趟，府城的画师就那么多，总能被我找着。爷和夫人刚出门去了。胡说，你是门房，他们出门了，你回去问了才知道。他们是从后门出去的，我也看不到啊。你算了，看来是不想见了。这样在门口争论下去太难看了，也会让人反感。3人重新回到马车旁，顾云东才问柳维：“你弟呢？”啊，他被管家带回府了，说是要准备准备，明日就过来上学呢。那我明日假装成你们家小厮，送你弟去学堂，怎么样？我能说不怎么样吗？顾云东笑眯眯的，一旁的邵清远点点头：“好主意。”喂，顾云东说的什么话你觉得不好了？你是个男人，能不能有点自己的主见？那就这么说定了，谢谢了。哼，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柳安，回府，分道扬镳，从此不见。大姐，外面有人找你哦。顾云东放下手中的糖果，擦擦手出去了。史家嫂子说给你送橙子的。我知道，之前在城里见过，和他说了的。劳烦婶子帮我倒杯水。行，之前给宅基地那边煮的姜茶还有，我端过来。顾云东道了谢，这才带着荷叶往堂屋走。谢谢。婶子的那筐橙子都卖完了吗？哎，卖完了，遇到个茶楼的采买，看到橙子新鲜就都买了。这些啊，是我那当家的特地挑的带回来的，你看看可以不？婶子，你算算看，多少钱？我给你。啊，1文钱一个。上次买的梨也是1文钱一个，但那梨品相不好，也不怎么新鲜，跟这橙子根本就没得比，这价格明显低了。婶子按照市场价吧，你给我这么便宜，回头别人要说我欺负老实人了。董秀兰这个时候端着姜茶过来了，她递到荷叶的手里。史家的橙子种得好，
上回有个外地行商的人路过村子歇脚看到了，给10文1斤买走的呢。10文钱1斤，这个年代1斤是16两。石家的橙子又大，水分又多，差不多4个就有1斤了。这还只是来村子里买的，拿到市集上卖可能还不止。顾云东就心里有数了，拿了60文出来。婶子你收着。给不了那么多，给不了那么多呀。要的，50文是我买那20个橙子的钱，还有10文是我之前撞翻你们筐子的赔偿。那也没撞坏，咋还要赔偿？这太客气了也不好。董秀兰跟他相处过一段日子，多少了解他的性子，便拉着荷叶到一旁劝。顾云东这才松了一口气，最后荷叶还是收下了那60文钱，对顾云东谢了又谢，这才离开了曾家。他家的儿子是个混混，没想到父母竟然能老实到这种地步。石家的橙子种的确实好，又香又甜，个一大。那是石大山2口子种田，那真的是一把好手，尤其是那些果树，就是性子太懦弱了些。顾云东想了想，还是觉得应该去村长家走一趟。婶子，晚饭就麻烦你跟我娘一起做了，我有事要出去一趟。这么晚了还出去啊？马上回来。顾云东说完，人已经走出了曾家大门。哎呀，这个点过来了，你找我有事儿？是想跟陈伯打听点事。你问。是石大山家的事儿。我今天遇到他们在城里卖橙子，看那橙子又大又甜。董婶子说，他们夫妻2个对种果树很有一套。我也不瞒陈伯，我想种些果树，但是这方面不太懂。你是想种果树？对，反正回头买地什么的，村长也要知道的。这石家的事情啊，村子里年纪大的都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告诉你嘞也没有什么。你别看主子他不怎么着调啊，可他的父母却是好的呀。你想要请他们帮忙，找他们那是靠谱的。这么听来，好像还有隐情。村里人都说石大山夫妻啊，他们2个没有胆。这其实以前他们嘞也不是这样的呀。那刚开始的时候还买了一片地嘞，那就种果树啊。你别说，那就是比村里人都种的好。可惜了，当时隔壁村有个地主啊，就看中了那片果林，那强行要买呀，那给的价格还低，这人家辛辛苦苦种的果子，那怎么可能卖嘞？石大山当时那个脾气可是有些暴躁啊，就跟地主理论，这中间来来回回的就闹了好大一阵子呀。这到最后，这石大山爹娘啊就都死了。你的意思是？就是那个地主找人做了呀。生逢巨变，双亲过世，也难怪了。第二天一早，顾云东便套了马车出门，没想到出了院门，就见邵清远已经等在那儿了。昨天柳少爷的银子还没给，我也去县城。这个是大事，你上来吧。告诉你个坏消息，要不要听？我能上去揍他吗？2刻钟前，秦家的小厮过来说，秦大哥和他夫人出门了，要过些天才回来，给我弟弟留了课业，让在家完成。少爷，你好歹是堂堂柳家大少爷，能不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欺负一个13岁的女孩子，你居然那么有成就感。银子给我。这就是我认下的同生共死的兄弟，简直就是无情无义，无理取闹。刘安，把银票给他，决定了，跟你绝交了。其实县城还有其他学堂，你可以看看别的。已经知道了最好的那个，哪里还乐意退而求其次找别的？对了，你知道这县城里最大的杂货铺在哪儿吗？我想买些糖。我带你过去。姑娘想买什么？咱这铺子可是凤开县最大的杂货铺，姑娘想买什么都有。我想买白糖。姑娘，这白糖可不便宜，你要多少？
先来个20斤。你说你要多少？20斤。姑娘，你是来捣乱的吧？20斤，你知道要多少银子吗？多少？1两白糖25文。哼哼哼，你买得起吗？嘴巴一张就要20斤。你管我买不买得起？你们杂货铺有没有？连我去别的地方买。哼，1两25文，20斤要8两银子。姑娘，你银子带够了吗？够。都在这儿了啊，要不要给你上个称啊？这也算白糖？掌柜的，我要的是那种很白的白砂糖，跟白云那样的，这个也太黑了吧。嘿嘿，说啥大话呢？还要很白的白砂糖？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了。你到底买不买？不买就给我滚！我就说嘛，一副穷酸样，还张口闭口就想买20斤白糖，没见过世面就在这大放厥词。有本事你倒是给我找跟白云那样的白砂糖出来呀！你找出来，我照10倍的价格买回来。你才没见过世面，我就制一个给你看看，到时候你可别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了。好啊，你倒是去制一个试试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臭鸭。哼，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咱们走，不在这地儿买了。哼，咱们少爷上次不是和柳少爷打马球输了，在家发了好大的脾气吗？这回是不是能借着这事儿好好的出口气呀？嘿嘿，还是你小子机灵，好好看着铺子，我出去一趟。哎，我说姑丫头，说大话要遭雷劈的。谁说大话了？哼，你说你能制出比那杂货铺还要白的白糖，我都听见了。你要不信的话，咱们打个赌，我要是制出来了，你得帮我做件事。行，我作证。那回家可以准备起来了。顾云东突然干劲十足起来，回到永福村就问董秀兰谁家种了甘蔗，正好10家就有。顾云东还是给了市场价，交了钱之后，10家夫妻便很麻利地将那些甘蔗全部收割好了，给他送了过来。就这样过了10多天，终于被董事给拉出来了。他家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后日就要上梁了。上梁了？唉，这些天都没去看过家里的房子，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慕云东，怎么是你？哦，是顾仙儿啊，二叔顾大河的女儿，那个专门欺负我们姐妹的堂妹。这里是我家，我不在这儿在哪？你跟我来。哈，大家坐，大家坐，先吃点瓜子儿，说说话。没想到啊，没想到，这顾云东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不但平安无事的度过了饥荒，还建了这么大的房子。哼，幸好今儿跟着钱嬷嬷过来了。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成了彭家的下人的？还不是那2个老不死的，被三叔一家怂恿的，竟然一袋红薯就把我卖给了人牙子，我被人牙子带到这凤开县的。你能盖这么好的房子，肯定有不少银子吧？你赶紧去彭府把我赎出来。啊，赎出来？我不把你死死的按在彭府当个杂役丫头就不错了，还赎？这房间不错，以后就给我住吧。到时候我要一张雕花大床，还要梳妆台，那边柜子要放几个。哎，对了，还有花瓶，大户人家都要在房间里面放花瓶的，彭府就这样。顾仙儿，你在彭府当了多久的下人了？你问这个做什么？不到2个月。不到2个月啊，看来比我在永福村还要稍早一点。那也不短了，怎么，当了近2个月的下人，还没学会弯一弯膝盖？你什么意思？你一个当人奴才的，哪里来的底气在我家里指手画脚的？顾云东，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为什么不敢？这里是我家，你站在我家的地盘上指使我，你脑子没问题吧？你才有问题！你真是胆子大了，你就不怕我？怕你什么？
怕你去告状吗？去吧去吧，去找把你卖掉的爷奶，去找你那好吃懒做的爹娘，去找去。还是怕你打我？来，你试试，看看谁的拳头硬。你就不怕我出去喊一声，说你不顾自己堂妹死活，说你有个堂妹在别人家里当下人，你见死不救？去啊，看看带你来的那个嬷嬷听到你这话会怎么想。大概会想，难道他们彭府是龙潭虎穴，不把你赎出来就是见死不救？你就真的不怕别人说你有个当下人的堂妹，不怕村里的人指指点点的？又不是我卖了你，我怕什么？这村子里那高家就有个女儿去了府城当人家丫鬟的，高家还觉得面是有光呢。你要不要努力努力，回头当个一等丫鬟的，也让我沾沾光？这顾云东现在不但是胆子大了，连说话都尖酸刻薄了。姐，你可是我大姐，你就帮帮我吧。那彭府我真的是待不下去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活，要被人打骂。我在这里唯一的亲人就是你们了，咱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呀，而且同样背井离乡，要在这里见面，这是老天爷都在告诉咱们姐妹应该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啊。大姐，我是你妹妹啊。我倒是要问那个钱嬷嬷，彭府到底是怎么欺负你了？看把你欺负的哭成这样。顾云东，算你狠，你给我等着，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怎么回事啊？这家人你认识啊？认识，那是我堂姐。那你堂姐有没有说过是怎么认识咱们府上少爷的？我问了，堂姐不肯说，只让我好好在彭府做事就行。顾仙儿这人硬的不行来软的，就不是个会善罢甘休的人，得防着点。顾云东正琢磨着，邵清远就来了。邵清远，帮我个忙。你说。那个顾仙儿，就刚刚跟我过来那女的，是我堂妹。今天你帮我专门盯着她，看看她都做了什么。好。你是顾云东的堂妹？你是谁？我叫陈雨兰。你想不想知道顾云东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哦。咱到那边去说话。两人往前走了走。顾仙儿确实想知道顾云东来到永福村后发生的事情。陈雨兰倒是说得快，林林总总的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了一遍。说了那么多全部都是废话，也没说顾云东到底哪里来的银子。他听得厌烦，却忽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凑到陈雨兰耳边低低的说了两句话。行，我知道怎么做了。哎，你可算回来了，我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什么事？你说。我这次被你害死了。你可得把话说清楚了，我怎么了？你知道现在县城的上层圈子都流传一则谣言吗？你也说了县城的上层圈子，我怎么会知道？还不是你上次在陶家的杂货铺里面吹大牛，陶家那小子第二天就专门跑到我面前跟我求证治白糖的事儿。他妈的，他居然还故意带着那个掌柜的过来问这事儿。那你说我能否认吗？我硬着头皮都得帮你把这个谎撒下去吧。结果这个阴险小人出了我的家门，就开始到处往外传，说我柳家找到个能人，能制成跟白云一样白的上等白砂糖。我没有吹大牛，没有，这柳维智商不太高的样子。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连我爹都知道了。还有陶家那个臭老头跑到我爹的面前来冷嘲热讽，说我不学无术，交友不慎，人也变得越来越不靠谱。我跟你说啊，他们笑话我可以，但是不能笑话我爹。昨天那陶家的又跑来我这儿，他可狡猾得很，故意的激怒我，让我拿家里2间商铺来做赌。如今整个县城的公子哥都说我要输。柳维，赌博是非常要不得的行为，而且你居然赌得这么大，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感觉是个败家子，开始同情你爹了。这不是重点，这事因你而起，你说怎么办吧？
你这根本就是在耍无赖吧？就算没有我，你们家跟陶家已经积怨甚深，他们早晚也会找到别的理由来坑你的。你聪明，那你解决。哼，这欠收拾的。顾云东拳头都捏紧了，可转念想到他后来又从了20两的礼金，到底还是忍下来了。行吗？看在这败家子儿大方的份上，我就帮你解决了吧，互惠互利。在这等着。他说完转身回到了主屋，再出来时却发现了中途就离开的邵清远回来了。陈雨兰找上了顾仙儿，两人在外面说了好一会儿话。说了什么？陈雨兰这人怎么就这么不安分呢？我都懒得理会他，这母女两个还总是蹦跶出来，真以为有个当村长的伯父我就不敢动他们了？没听清楚，隔得太远，又没有遮挡的东西，不好靠近。刚才我跟着那对母女后面，他们好像直接回去了，暂时没做什么。没事，知道这两人狼狈为奸就足够了。顾丫头，你怎么这么久啊？到底想到办法没有？顾云东没理会他，等到了后院，顾云东才将手里的罐子递给了柳维。什么东西？你看看不就知道了。这是什么？你可以尝一下试试。柳维忙伸手去罐子里抓。甜的。嗯哼。这个是白砂糖。像白云一样白的白砂糖。你觉得呢？他掷出来了，他竟然真的掷出来了，他没有说的话，没有吹牛。顾丫头，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做到的？这是用什么做的？你一个人做的？算了，这些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我要带着这罐子白糖去找那个姓陶的，让他这个孤陋寡闻没见识的东西好好睁大狗眼，看看清楚什么叫做白糖。这糖呢是我提炼出来的，但我只有这一罐。这个弄出来是不是很难啊？倒也不是很难。啊？我这10多天的时间一直在完善制糖的过程，之前手法不稳定，白糖确实也提炼出来不少，但最满意的就这么一罐子。既然你也说没问题，那这罐糖可以给我了吧？还不行。为什么？这一来呢，就一罐子还太少了。当初我在杂货铺说的可是20斤，你难道不想把20斤怼到那姓陶的面前吗？这二来吗？你觉得你现在拿着这样的白糖出去，有多少人会想要把配方弄到手，来找我的麻烦？这后面一点确实是件麻烦的事儿，到时候只怕陶家就是第一个起心思的。那怎么办？找靠山。有我们柳家给你当靠山啊！现在县城的人都以为你是我的人了。什么叫做他的人？不够。是不够。那你想找谁？我们柳家在县城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好吧？再说我们柳家背后那也是有人的。你上回说皇上有意让秦文贞回朝堂，消息准确吗？当然准。你想让秦文贞当靠山？这个秦文贞的确是很适合的人选，但是他会答应吗？其实我们柳家也不错的，你还可以跟我们家合作，我们家有渠道有人脉，你这白糖肯定卖得很好。这熊孩子总算想到要为自己家拉拉生意了。你上回说秦文贞出门了，这么多天过去了，他回县城了吗？秦文贞一门心思都扑在为国为民上，他不见得会当你这个靠山的。提炼出这么精细的白糖，也算是为了国家发展迈向了好大一步，难道还不算为国为民？那他如果让你把秘方直接献给朝廷呢？如果他给的条件足够让我动心，也不是不可以啊。秦大哥是回来了，这个真的不能给我啊？你就这么忍不住吗？最多再给我10天时间，我给你20斤。好吧，忍10天好难。其实吧，你可以利用这10天的时间，让姓陶的再在你面前嘚瑟嘚瑟，然后趁机把赌注加大。到时候，这丫头原来这么阴险的吗？不过我喜欢。你太聪明了，你说的对，
这一次我就让姓陶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他好好出血。柳安，咱们回去。柳安急忙应了一声，跟上了。你说他这么傻，我会不会被影响？以后少接触就行。糟糕，我忘记跟他说这是保密了，暂时也不要告诉柳家人了。顾云东说着，急忙转身出去，可到了门口，柳维的马车已经跑远了。我去追。话音落下，他就往马车后面跑去。顾云东叹了一口气，刚想转身，蓦然看见一道身影在他家门口探头探脑的，见他看过去，忙转身就走。顾云东蹲下身，捡了块小石头，对准他啪的扔了过去。那人脑袋被砸了个正着，顿时停了下来。看到我就跑，怎么又做什么亏心事了？在我家外面鬼鬼祟祟的，难不成又盯上我家了？当然不是，我就是晌午回家的时候，听我妹说我爹娘来这儿吃席了，就好奇过来看看。就在这时，荷叶洗完碗从曾家那边出来了。你咋来了？晌午饭吃了没？吃了。娘，你没伤着吧？啊？这问的是什么话？我好好的就洗个碗，怎么会伤着？爹呢？哦，你爹帮忙搬桌子去了，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何婶子，你先进去喝点红糖水，暖和暖和吧。我这正好有点事情，想跟庄子说说。行。你要跟我说什么呀？那个银子我很快会还给你的，你再给我几天时间，不对，再给我2个月。放心，我不是问你讨债，我只是想请你帮个忙。帮忙？对，你要是答应了，那1两多的银子就不用还了。行，你说什么忙我答应。我还没说啥忙呢，他也敢这么快应下，就不怕我让他去杀人放火？你帮我盯着陈雨兰和他娘，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和什么人见面。盯着陈雨兰娘俩，为什么呀？难道是方氏终于和别的男人有奸情了，要捉奸吗？盯多久？还激动个什么劲儿啊？1个月吧。我爸想买地，专门用来种水果，量有些大，所以想让你们帮我看看。如果你们忙得过来的话，也想让你们帮我管一管果林。果林？对，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那你想种哪种果树啊？目前最需要大量种植的应该是甘蔗。其实咱村东面那儿啊，有一个小山头，倒是挺适合的。真的？大概有30多亩。看完了地，顾云东便去找村长了。那30亩地，顾云东用了120两买下的。顾云东干脆当着村长的面写了份协议，预支了20两银子给他们，让他们选种苗。接下来2天，新房的家具就到了。顾云东也把制糖的工具搬到了新家这边。云东啊，你不是说还要再寻摸果林吗？隔壁安平村就有50亩的果林，是镇上一个地主急用钱拿出来卖的。银子吃紧呢。大山叔，你先帮我去安平村打听打听，看看还有没有别人想买，能压多少价格。行。能不能借我点银子啊？等我一下。邵清远甚至没打听他要钱做什么。给你。800两，居然有800两银子！你有这么多钱，还吃干巴巴的馒头，住破烂的屋子。一个人无所谓的。我借300两应该够了。都给你，你拿去用就是了。钱放在我身边没啥用，你应该还要买地买果树，要用大钱的地方多的是。你也可以买地。村子里不会卖地给我。为何？当年离开李家的时候，为了还他们的养育之恩，我当着村长和所有人的面承诺过，不会买1亩地。算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知道我在治白糖，
应该也猜到了我今后肯定要以这个为生意的。这样，既然银子你用不上，那我就拿着银子当你入股，到时候卖白糖所得的利润给你2成，如何？1成够了。顾云东收了800两银子，将那50亩果林给买了下来，花了他400两银子。他让石大山帮忙寻摸适合种植的果树，这50亩地他就不打算种甘蔗了。又过了1天，顾云东便提着20多斤的白糖去了县城。不是说好了10天吗？现在时间还没到呢。可这不是有20斤了吗？斤数够了，我就可以甩在陶行的脸上去了。所以我上次说的第2点，你忘记了是吗？第2点，靠山。对，我现在要去找秦文征，试探他的意思。你弟弟还没去学堂吧？你给我找件干净的新的小厮的衣服。为什么要小厮的衣服？送你弟弟去学堂。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怎么好端端的就发了疯病呢？我听说之前有位姑娘来找你，是不是她做了什么？爹这就派人去把她抓回来。等等，爹，你说什么疯病呢？我没发疯，我好好的，我就是高兴而已。哼，你高兴就鬼吼鬼叫的。爹，你是不知道我为什么高兴。我告诉你啊，不对，我还不能说。总之我很快就能帮爹赚到5间铺的，到时候你可不能再跟我说是败家子儿，不孝子了。我也是很为柳家着想的。哼，算了吧，你不输掉5间铺子，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给我坐好，你秦大哥找你。秦大哥，你怎么在这儿？柳维，你和陶家打赌的事闹得实在是有些太大，这件事啊，还是尽早解决的好。我知道，我这不是能……秦大哥，你先回学堂，你回去就什么都知道了。真的，要是你回去没什么结果，你下午来找我，你说什么我都照做。好。我家夫君不在家，几位若是有事要找他，还是改日再来吧。哼，不在家，怕是知道自己昨日说错了话，不敢出来吧？亏得他还是个教书育人的夫子，肚子里没有文墨，偏偏要装成学识渊博的样子。像他这样的教书育人，就是在误人子弟。我夫君肚子里没有文墨，简直是笑话。你不妨回去问问你们书院的院长，我夫君到底有没有学识。谁人不知道我们院长上京复考不在书院？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我们也不同你一介妇人说话，叫秦夫子出来，不要缩在里面不出声。那夫子一边说一边往前逼近，葛氏不由得往后退了一小步。哎呀，夫人小心！多谢。大庭广众之下，你一介成了亲的妇人，和个小厮搂搂抱抱，成何体统？有辱斯文，简直有辱斯文！夫人站好。多谢。你还不过来？夫人，你怎么样了？啊，娘，你怎么样了？葛氏摇摇头，对着顾云东笑了笑。真的是谢谢你了。哟，还在这里难舍难分呢，这抱一抱还抱出感情来了。秦夫人，我看你家夫君也是个不堪重用的，看看到现在还缩在里面不出来，你不如干脆的跟了这个小厮得了。瞎了你们的狗眼！顾云东猛地伸手抽掉脑袋上的帽子。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我是女的。你是女子？怎么，不止眼瞎，连眼珠子都没了是吧？我什么？我说错了？连我都知道读书人上门拜访应该先递帖子约好时间地点，再坐下来谈古论今，谈天说地，谈笑风生，而不是带着几个学子就气势汹汹跑到人家家门口，对着老弱妇孺大放厥词逞威风。你这种和市井泼妇有什么区别？
你胡说八道，果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那样也。呸！你们这几个不孝子！我们如何不孝？你们娘不是女子，你们居然说她难养，不想赡养了是吧？这不是不孝是什么？你强词夺理！我就事论事，说不过我就把嘴闭上，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夫子脸色渐渐扭曲了起来，陡然觉得眼前一黑。夫子！哼，有本事来找茬，你有本事别装晕啊，怂包！我还没请教姑娘芳名呢，怎么打扮成小厮跟着柳家的小少爷过来了？可是有事？我叫顾云东，今儿过来确实是有点事。啊，顾姑娘请说。我想，夫人你如何了？我没事。啊，我已经听全叔说了，是你救了我夫人，多谢姑娘。不客气。啊，顾姑娘可是来自永福村，和柳家大少爷认识？是。那姑娘今日来找我，可是有事？姑娘救了我家夫人，但凡我能帮得上忙的，秦某绝不推辞。既然秦夫子这么说，那我并不客气了。我有意5岁的弟弟，率真可爱，善解人意，深明大义，识得大体，活泼开朗，英雪聪明。姑娘，我知道令弟是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孩子，你可以直接说重点。啊，是这样，我想秦夫子能收我弟弟云舒为学生，教他读书识字。我收学生，一向看学生的资质和品性，若是能够入得我眼，无论是贫穷富贵，他都是我的学生。我还未曾见到令弟，姑娘不妨带令弟过来看一看。没有例外。姑娘今日帮了我家一个大忙，我自然可以放宽要求。除了这事，我还有一事想跟秦夫子谈谈。姑娘有事便说，正好我也有事想问一下姑娘。那夫子先问吧。顾姑娘是永福村的人，又和柳家大少爷是朋友，那应该是知道他和陶家打赌的事吧？我想知道这件事情是否跟姑娘有关系。是跟我有关。这么说来，姑娘果真就是那位扬言能掷出白糖，并且让柳少爷深信不疑的女子。应该没别人了。姑娘可知，这事如今已闹到了府城，若是再不遏制，后果不堪设想。那夫子看完这个，相不相信我有这本事呢？这是，如你所见，这就是白砂糖。夫子现在相信我有这本事了吗？顾姑娘，这真的是你制的？是。好啊，你可是为咱们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国家做出贡献？不，夫子可别给我戴高帽了。我就是个普通的农家女子，这糖我也是拿来卖的，为了银子而已，可担不起这么大的重担。可是，顾姑娘，你知道将配方献给朝廷，你得到的东西远远比银子更加重要啊。也许你说的对，我能得到名誉，得到夸奖，得到一笔赏银，甚至得到史书上的记载，名留千史。这不是很明白吗？这难道不好吗？当然好，可是鲜花掌声以后呢？我还是永福村的顾云东，我的配方献给朝廷，我就不能用了。我甚至想要用白糖做点别的，还要自己去买。那，你今天来找我是为了？白糖面世之后，恐怕有不少人觊觎，所以想找个靠谱有能力的人合作。秦夫子可不是一般的夫子，咱们合作，利润分成，如何？这姑娘居然是打着这样的主意。可是秦某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但是确实也不是很缺银子，更何况这白糖对于我来说可算是个烫手山芋。那秦夫子不妨听听我的第二个建议。咦，还有？你说。白糖的配方可以献给朝廷，但是有条件，
什么条件？朝廷允许我私自制造买卖。好，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去永福村看一下你是如何提炼这白糖的？秦夫子还是先问问上头，确认了再说吧。姑娘看着可是一点都不像农家女。我也觉得我冰雪聪明。那我去写封信。京城那边有回信了，皇上同意了你的条件，而且皇上也交代了，顾姑娘尽管制造贩卖，不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那我就放心了。秦文正吃饭的时候，陡然想起自己还要收个弟子来着，趁机问顾云舒要不要去学堂。没想到小家伙摇摇头：“我家穷，你如果不要速修的话，那我就去一下吧。”你还挺勉强的啊你。云舒，见过你先生。学生顾云舒，见过先生。好啊，你是个机灵孩子。这样，我这儿还有些事情要忙，3天之后你来学堂报到。秦文正走后，顾云东便和邵清远开始商量大量制造白糖的事情。单单靠他们2个肯定不行，得雇人，场地也得另外找。顾云东可舍不得把自家刚盖好的新房子当成作坊。买人吧。买人？也不用买太多，2、3个就够了。白糖是从黑砂糖里提炼出来的，制造黑砂糖并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人都会，我们只要做最后一步就行了。行，那就买人，明天就去。次日一早，顾云东就去县城了，邵清远也跟着去的。谁知2人刚到城门口，就见到了柳维的小厮柳安。顾姑娘怎么忘记了？今天是咱们家少爷和陶家少爷约定的期限呀，就在下午。少爷特地让小的一大早就去请2位来看热闹的。还真是今天。下午吗？在哪？对，魏师初就在城内的锦绣酒楼。行，我知道了。你知道这县城里哪家牙行价格公道，牙婆的信誉好？顾姑娘想买人？对。那姑娘问对人了。柳家跟城内的几个牙行都打过交道，要说最公道的，那还得数城西葫芦巷的那家官牙。行，多谢你了。我先去牙行一趟，晚点再到酒楼。看了一圈后，最终落在一家姓童的人身上。这童家有一老爹一老娘，今年都46岁，还有2儿子。大儿子30岁，娶妻王氏，生了一女14岁，小儿子25岁。顾云东问了他们几个问题，暂时没有觉得不好的地方，便买下了。因为都是壮劳力，且身体健康，这6人就花了顾云东70两银子。2人上了马车，童家人还在牙行。顾云东让他们先收拾东西，等下午他们从锦绣酒楼回去再来接他们。刘少爷，你还要在包厢里缩到什么时候？出来啊！大伙儿可是都到了啊！哼，这群鳖孙儿，吵什么吵？啊！影响本少爷用餐，时辰不是还没到吗？你们看热闹的，你们着急什么呀？说话的是谁啊？段静元，咱们凤开县县令家公子。他看来还挺维护你的。只是没多久，约定的时间一到，楼下的喧闹依旧不可抑制地响了起来。有安，赶紧的，再不下来，咱可就上去把你抬下来了。是彭仲飞啊，是他。他跟彭仲飞不是朋友吗？狐朋狗友而已，他跟陶行也是朋友。行了行了，叫什么？这么急赶着投胎是吧？我这就下来了。好了，柳公子，咱们也不用废话了。当初我们陶家掌柜的亲耳听见，这位姑娘说能制出跟白云一样白的白砂糖，是吗？确实是我说的，而且你们掌柜的当时还说了，要是我制出来了，你们家照10倍的价格买回去。如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们也给了你们足够多的时间，所以糖呢？
没见过，说明你们孤陋寡闻，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哼，柳安，给他们长长见识。是，少爷。这人可是有着那个神秘冷神的保佑的，什么事情做不成啊？这是……都走开一点，来来来，都尝尝，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白砂糖。甜呐，甜呐！哎，真是糖啊！那当然了。哎呀，天啊，真的是白糖啊！吃起来很清爽。哎，和白云一样。哎，六少爷没吹牛。这些牲口跟8辈子没见过糖似的。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出来了也不知道拉我一把。我们是为了你好，要不是提前出来，你的5间商铺可能就要飞了。顾云东说着，指了指人群的另一头，那边陶行正被自己家小厮护着往外走。陶行，你想赖账？胡说八道什么？什么赖账？我只是看到里面人太多，被挤出来而已。你不也一样出来了？好啊，既然你不是要赖账，那现在咱们可以履行赌约了。这白砂糖你也吃了，怎么样？跟白云一样白的白糖，没错吧？我承认，这白糖确实货真价实，但是当初说的是你能制出这样雪白的白糖，你敢保证这白糖真的是你制出来的，不是从哪里找来的？是我制出来的，你要我发誓吗？发誓有什么用？哼，不如你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再做一次试试，这样我们才能相信这东西是你弄出来的。当着大家伙儿的面，亏他说得出来。那你不如也将你们陶家酿酒的秘方当着大家的面说一次嘛，让大家瞧一瞧是不是你家自己酿出来的，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家是从哪儿买来的呀？姓彭的果然靠不住，哪里有利就往哪里倒。陶公子既然承认了这白糖，当初赌约的时候也没说要当着大家的面公开秘方，如今却是百般推诿，找各种借口为难人，这是想赖账不成？那不成，大伙可都看着呢，陶家就这么不守信用的吗？哼，陶家当然不会不守信用，刚才是我没考虑周全，说了不该说的话。我陶行言出必行，履行赌约。顾丫头，今天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给你办到。想要什么？当然是想要银子了。这里我家可不就是银子多吗？不过现在我要间铺子。对，你要做买卖，肯定要铺子的。正好，我今儿个就用了陶行5间铺子。我可告诉你啊，这几个铺子可都不差，你挑挑，给你2间。这么大方？我一向大方的。再说了，这次还多亏了你。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5间铺子，你先挑。顾云东便一边听一边沉思，等到柳维全部说完了，也介绍了这中间的利弊，顾云东也心里有数了。我要位于城东的那家带有后院的铺子。几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到了葫芦巷的牙行。童家6口人早就已经准备好等着他了，只是顾云东就1辆马车，这人太多就显得太拥挤了。反正柳维在，借了他的马车也是一样的。车子很快出了城门，直奔永福村而去。我们家的房子刚盖好没多久，要到后天才能搬进去。这2天就先在这边凑合一下，男的就先在隔壁邵家寄寄，你的在这边住下。这是董婶子，这里是她的家。第2日，他便去找了陈良买地。又买地？哎呀，他咋还有银子？这次是买宅基地，我想建个作坊。作坊？哎呀，如今我们村里啊，竟然也可以有作坊了。那你这个作坊是打算做什么的呀？建多大的呀？你心里有谱没谱啊？这是要建作坊，可不是要闹着玩的呀。自然是有谱的，陈伯放心。我这作坊是打算做糖的，我想先买个5亩地，等开春后就建。行啊，5亩地，
还是要山脚下那块儿？对，但是距离房子还是要点路的，不然太吵了，而且容易乱。陈良给他指了几个地方，确认后表示很快就能办好，只是在顾云东走之前，还是支支吾吾地问道：云东啊，你这个作坊建好了，这雇人的话，是不是可以先从村里头选呢？那当然，这段时间村里的叔伯婶娘也帮了我不少，我肯定想着他们的。不过我雇人肯定是要雇手脚勤快、干活利落的，那些偷奸耍滑的就算了吧。那是。他回去了，陈良却还站在门口，嘴角挂着傻兮兮的笑。顾家丫头以后了不得呀，上次她说的，你说咱们是不是该听一听？他指的是上回顾云东过来说起牛蛋上学的那家学堂，那家夫子其实他们就挺满意的，可顾云东说将来孩子要考试，得有好体力才行，帮家里干活也能了解自己父母家人的不容易，更加珍惜什么的。这个时候来找我，有情况了？你之前让我盯着他们母女，是不是早就猜到有奸情了？你猜的还真没错。那个方式啊，看着清清白白的样，没想到早跟人家勾勾搭搭了。我发现方式有奸情，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你知道方式跟谁勾搭上了吗？你都猜不到。能说重点吗？我跟你说，那个方式的姘头就是咱们村头的那个官夫赵大发。今天早上啊，天还没亮呢，我就亲眼看着他们两个偷偷摸摸见了一面。那个方式啊，还给赵大发一包东西，也不知道是啥东西。不过他们两个后来好像吵起来了，赵大发把那包东西丢在地上，人就走了。赵大发？可惜我离得远，没听清他们吵什么。不过没想到啊，这方式啊，居然能看上赵大发，胆儿可真够大的。赵大发怎么了？这个赵大发吧，人长得还挺不错，家里条件也还好，年纪比人方式呢还小2岁呢。不过啊，这别人不知道，我可清楚的人，这个赵大发呀，他爱打媳妇儿。方式和赵大发？顾云东觉得不太可能，但他暂时想不明白，只能让庄子继续盯着他们了。那个，我得谢谢你。我知道你雇我爹娘做事，还给他们很高的工钱。说完，不等顾云东反应，人就没影了。秦夫子这是怎么了？看着很憔悴的样子。要不是为了你，我能忙成这样？你也不想一想，为什么这几天没人找上永福村？那天在锦绣酒楼里闹的事情有多大，你不知道吗？还不是因为我帮你挡。要是你真有良心，那就应该表示表示。这想法刚落下，顾云东已经表情严肃地递过去一袋东西了。知道上次秦夫子把糖全部送走了，自己没留一点下来，这个给夫人和安宁尝尝味儿，请务必收下。你跟夫人的感情倒是挺好。说完，毫不犹豫地拿了白糖，牵着顾云舒就进去了。为人师表啊！顾云舒上学的事情解决了，他便回了村子。他得招聘人手，开始忙活起来了。暂时的地址也选好了，是陈良帮他找的。村子里一户姓刘的人家，因这院子较大，再加上制糖又杂又吵，还会弄脏人家的院子，因此顾云东给的租金是1个月800文。地方有了，现在缺了人手，顾云东开始公开招聘，最后留下了8个男人3个女人，都是正值壮年的人。云东有本事，县城里也有这么大的房子和铺子了。婶子早晚也会有的。上回曾叔从县里回来，大夫不是说再调养一段时间会慢慢的恢复的吗？到时候婶子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再说曾家、曾月、曾乐他们3兄妹这么懂事，您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几人正说着话，门外就传来乒乒乓乓咚咚咚的声音。院子里的人都愣了愣，纷纷跑了出去。怎么样，这开场热闹吧，把大家都吸引过来了。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突然冲着后面的那头狮子喊：哎，邵清远，你过来呀！后面那头狮子也摘掉了狮头，邵清远冷着一张脸瞪柳维。顾云东原本很无语的，直至看到邵清远那装扮。我说你怎么跟着刘安走了呢？原来还准备了这样的惊喜啊！这个很适合你，真的特别帅气。刚才武士也比柳维强。邵清远原本不高兴的，他完全是被柳维赶鸭子上架逼着来的。可如今看到他笑得这般明媚，忽然觉得武士而已，多大点事啊！什么叫做比我强？我可是为了这一天专门训练了半天的，怎么也会比邵清远这个临时拉过来的强吧？然而不等他反驳，后面突然传来闹哄哄的声音：顾掌柜，恭喜开业大吉。这是陶行的大哥陶峰，不过两个人不是同一个娘的，跟我没仇。陶公子客气了，礼宾请。随即让童家老二给人上茶。他这边一进门，后面又陆陆续续的来了不少人，都是当日在锦绣酒楼里参加赌注的公子哥儿。顾云东只认出了县令家的公子，其他的一概脸生。不过他都是直接迎了人进去的。没想到一回头就发现邵清远在看着陶峰。邵清远和陶家有什么过节吗？看着也不像啊。若是有，陶家见到邵清远也不会这么平静不是？他正琢磨着，那边彭仲飞也过来了。不止他来了，还带了自家的夫人进来。顾姑娘，这是我家邵夫人。顾姑娘，恭喜恭喜！听说你家白糖是咱们凤开县独一无二的，我家爷上回在锦绣酒楼见过了，回来可是好一通赞扬，说的我都好奇不已，迫不及待的想看看了。这不就厚着脸皮跟着我家爷过来了，你可别见怪啊。彭夫人说笑了，哪里有那么夸张？先进后院喝杯白糖水吧，滋味不错的。隔壁不少铺子里的掌柜的看到这么多富家少爷少夫人过来给新店捧场，都好奇的过来看了又看。不过听到价格还是有些退怯的。这糖是好，但100文1两着实有点难以承受。但顾云东一点都不愁客源，等开业过后，他的白糖就要卖疯了。这糖是少了点，回头问顾家丫头能不能多给点。怎么说也是多了那么一点点交情的是吧？他看着可是比上回更好看了些呀。爷觉得顾家姑娘挺好看的。爷是怎么认识这位顾掌柜的？他家不能说，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泄露出去。你问这个做什么？我这不是好奇吗？顾掌柜看起来年纪也不大，听说还是刚逃荒过来的，怎么好像爷和他很熟的样子？上回他家上梁还让我准备了礼物呢。我这不是想着，这顾掌柜如今在县城里开了铺子，以后走动的机会就多了。确实，以后啊，多去照顾一下他家的生意，对他多关注一点。我今儿多给了银子，他应该会高兴吧。他说的他是那位不存在的老爷子，可姚氏听着却像是彭仲飞在讨好顾云东似的。姚氏只能干笑着，话也聊不下去了。钱嬷嬷便战战兢兢地扶着姚氏回了如意园。哼，真是好本事。少夫人，可能少爷不是那意思，那姑娘根本达不到少爷的要求。那不就更说明他本事大吗？你去把那个叫什么顾仙儿的给我叫来。是。钱嬷嬷急忙应了声，很快就出去了。听说你和那个叫顾云东的丫头是堂姐妹？是的，少夫人，
顾云东确实是奴婢的堂姐，只是她跟奴婢关系并不好。那你对她了解多少？你觉得少爷会喜欢她吗？应该不喜欢吧。少夫人，奴婢的堂姐以前的性子就很懦弱，也不知道这逃荒的路上发生了什么，遇到了什么事情，她变了好多。哦，哪里变了？就是胆子大了，以前动不动就哭，不太爱出门。可那天奴婢在永福村看到她，却觉得她做事一点都不乱，跟人说话也很是有条理，根本不像是乡下丫头。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教过她？像是有人教过她。那你为什么觉得少爷不会喜欢她？奴婢就是觉得她长得一般，不管是气质还是样貌，都和夫人相差甚远。少爷怎么看也不像是会看上她的样子。而且如果少爷真的喜欢她，为什么不干脆纳了她做妾，还由着她在那乡下地方和别的男人混在一起？是吗？所以少夫人根本就不用把她放在眼里。可是我怎么觉得也好像是很看重她。这也许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过什么吧，或许是奴婢堂姐曾经帮过少爷，所以少爷才对她另眼相看，也不一定是男女之情。否则奴婢那堂姐带着痴傻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那么辛苦，遇到了少爷这样的，还不赶紧进府来享福？你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其实夫人要想知道两人到底怎么回事，也很简单。你说，少夫人可以请奴婢堂姐来府上，亲自问她。她会老实回答。少夫人冰雪聪明，不管她会不会老实回答，肯定都能得到答案。有道理。行了，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奴婢告退。少夫人，这顾仙儿根本就是想借你的手对付那位顾家的丫头，学了几个成语，居然还拍起马屁来，不伦不类的。我当然知道，他还以为自己多聪明，只会耍些小手段而已，跳梁小丑。不过我倒确实是想请那位顾掌柜到府做客。少夫人，顾仙儿说的也没错，不管那位顾掌柜和爷是什么关系，我总能看出来的。再说，我只是邀请他来做客，顺便聊聊天而已。至于其他的，不是有顾仙儿在吗？让他们狗咬狗去。还是少夫人聪明。行了，这过2天就是腊八节了，你到时候送腊八粥去顾家一趟，顺便邀请他过来做客。是。顾云东还不知道自己又被盯上了，开了一天铺子，只一上午白糖便被一抢而空。下午才刚过一半，他就关了门。快看看今天赚了多少银子！你一个外人，我为什么要当着你的面数银子？绝交！就算你不说，我也能算出来。你今天一共卖了多少斤白糖，又卖出去多少糖果？当我眼瞎吗？不错啊，我还以为你只是在旁边和人吹牛打屁呢，原来心里内有乾坤啊。好歹我也是柳家的大少爷。行了，赶紧数数。顾云东其实心里已经有数，毕竟白糖多少价格都在那边摆着的。顾云东将钱盒子拿出来，看到里面的银票和碎银子挤得满满当当的，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900两，居然有900两银子！终于也是千两富翁了，再接再厉，我要变成万两富翁，10万两富翁。有了银子，顾云东也大方许多，他给在场的人都发了2两银子。今天辛苦大家了。顾丫头，我给你当掌柜怎么样？你以后每天给我发2两银子。每天？那1个月不得60两银子？谁家一个小铺子掌柜这么贵的？抢钱啊！不了，
你堂堂柳家大少爷，万千家产等着你继承，区区2两银子怎么敢劳驾你呢？太屈才了。没事儿，我不嫌银子少，反正我也不靠那点银子过日子。我们嫌弃你。果然还是需要说真话的人去敲醒这败家子儿的。凭什么？你要价太高，我们请不起。哪里高了？你看看你，一天就赚了这么多银子，2两银子连个零头都没有。那算了，1两吧，1两也行。邵清远根本就不理会，转手对顾云东说：不过店里确实缺掌柜和伙计，总不能每天都让你来看店。可惜我爹不在。顾大江曾经当过饭馆里的账房先生，多少有些经验，其实是最适合的人选。喂，我都说了，我来当。我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谁？喂，我看我，你们不请我是要后悔的。我在这县城混得开，人脉广。我之前在镇上的一家镖局干过活，总镖头有位兄长，之前在府城给大户人家当过掌柜的，后来那家老爷去世了，2个儿子斗得你死我活的，到最后不但家垮了，那间铺子也被卖了，郑叔便回了县城，如今倒是没事干。这人可靠吗？可靠。行，你说可靠，那就是可靠的，那就他了。我现在便去找他。好。时间还早，镖局距离这边还不算远。邵清远去了没多久便回来了。清远路上和我说了大概。真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样难得的东西。东家是个有本事的。不过东家可能不知道，我之前是在一家布庄当的掌柜，卖的东西不一样，我也不一定能符合东家的要求啊。东家若是不放心，可以先让我试着当半个月的掌柜，不满意尽管换便是。他还知道试用期啊，不用半个月，3天就够了。所谓一通百通，郑叔以前是布庄掌柜，3天时间肯定也能熟练的当好顾忌掌柜。这3天我都会来顾忌，店里有什么需要了解的，郑叔只管问我就是。东家看得起我，我郑刚必定不辜负东家的信任。至于月薪暂定5两银子，若是做得好，再往上提。好。如今掌柜的已经确定了，还是需要个伙计的。顾姑娘，找我啥事儿？是这样的，庄子，我在县城里开了间铺子，想找个机灵点的伙计，你愿不愿意去？什么？让我去当伙计？我这种去镇上连给人家搬货当短工人家都不要的烂人，能去当伙计？怎么莫名的想哭？怎么了？你不愿意啊？愿意，当然愿意。工钱嘛，暂时1个月1两银子，若是做得好再往上加。要是同意，明天就跟着我去县城，那边有院子可以住，你想回来就回来，要是太晚了太累了，也可以住在铺子里。那方氏那边不用了，你明日早点过来就可以了。这是腊八粥，邵夫人让老奴送过来的。顾姑娘刚来咱们凤开县不久，正好尝尝咱们这边地道的腊八粥，看看和姑娘那边啊有什么不同。这杨氏好端端的给我做腊八粥。邵夫人说啊，前几日随少爷来顾忌庆贺顾姑娘开业，就和姑娘一见如故。可惜当日客人多，生意红火，姑娘繁忙，我们家邵夫人啊也没能找着机会和姑娘说说话。眼看着这几天姑娘的铺子也稳定了，邵夫人便想着请姑娘进府做客，正好彭府有处梅园，这个时节啊梅花开得正艳呢。邵夫人便请老奴过来给姑娘送请柬，还请姑娘不要推辞呀。啊？做客？请我进彭府去赏梅花？不，我身上没有半点浪漫细胞，每天只想着赚钱的大俗人，没空赏花。那个杨氏我更无意相交。顾姑娘的堂妹顾仙儿也挺想念姑娘的，
只是他如今不太方便随意出来，顾姑娘正好可以去看看他，姐妹叙叙旧。就说嘛，最讨厌这些大户人家说话弯弯绕绕的，你直接以顾仙儿的名头来找我不就行了？你们家少夫人这么诚心诚意的邀请，我肯定是要去的，多谢了。那老奴就先回去了，姑娘留步。可算是来了，快进来，钱嬷嬷给顾姑娘倒杯茶水。这么热情，也太违和了吧。钱嬷嬷给顾云东倒了杯茶，姚氏说道：这茶水里还加了顾姑娘那边买来的白糖，甜滋滋的呀，正好适合咱们女子喝。顾姑娘尝尝。叫顾姑娘生分了，我能叫你云东吗？你也称呼我姚姐姐就好，怎么样？我随意。顾云东拿着茶杯抿了一口，他没真的喝，抬手喝茶的瞬间，顺便把茶水倒进了空间里。挺好喝的。这边呀还有糕点果脯，云东不要客气。我呀上一回看到你就觉得你合我胃口，咱们都是爽利人，在一块儿呀肯定能说上话。也是怪我家爷一早就认识你了，也没想着介绍，不知道请你过府做客呀。上回你家上梁，他就叫我准备了份贺礼，都没仔细跟我说说，害得我都没能早点认识你。洪仲飞他没那个胆啊，敢胡乱说话，怕不得晚上做噩梦。洪少爷贵人是吗？再说我就一个小村姑，你是大家夫人，怕我冒犯了你吧？哪儿呀，他闲得很，而且呀他对你赞不绝口，哪里会怕你冒犯我呀？赞不绝口？洪仲飞这神经病吧？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云东你是怎么跟我家爷认识的。我问爷，他只说和你认识不久，你跟我说说，我还是挺好奇的呀。我跟我们家爷成亲好几年了，还是头一回见他这么护着个小姑娘呢。很好，这是个非常值得琢磨的问题。怎么认识的？我想想，其实也没啥特别的，就是我先认识了柳少爷，有回他们在茶楼一起喝茶，我正好碰见了，柳少爷就顺便介绍了一下，就这么认识了。洪少爷护着我，可能是看我可怜。是吗？我们家爷呢确实和柳少爷走得挺近的，不过在茶楼喝茶倒是少见，不都是约在青楼见的吗？你不相信，你倒是不要问我。云东，你先坐，我去更衣，一会儿就回来，到时候咱们去梅园看梅花。好。哼，一个乡下丫头，派头摆的倒是挺足的，问他话还支支吾吾的，一看就是心中有鬼。少夫人别跟他一般见识，那就是个没规矩的，什么都不懂。哼，我看他倒是得意的很，我说爷护着他，他还厚脸皮的承认了。什么可怜？人夏姨娘当初也说自己可怜，结果就被少爷接进了府里。他在暗示我，他早晚也有一天要入府吗？他那点小心思，在少夫人面前还不是一眼就被看穿了。哼，问他怎么跟爷认识的，还故意找柳少爷来压我。认识柳家少爷，他倒是很得意。少夫人，那接下去咱们怎么办呢？那顾仙儿在哪儿？在梅园那边。你查清楚了顾仙儿想做什么了？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还又蠢又毒。哼，他找了府上稻叶乡的那个八脸小厮，想让那小厮破了那顾家丫头的身子，把他俩凑成一对儿。我听说你们两个是堂姐妹，分开这么久了，肯定是有很多话要说。要不你们在这梅园走走，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去那边摘几枝梅花。不用了，姚姐姐大概不知道，我和她虽然是堂姐妹，但关系一向不好，也没什么话好说。我还是同姚姐姐一起去摘梅花吧，不知道方不方便我带几枝回去。少夫人，少爷听说顾姑娘来了，非要过来，奴婢们拦不住啊。
不是说他一早就出门了吗？刚回来。那位顾姑娘过来的时候，正好被少爷院子里的一个小厮看到。少爷回来后，立刻就知道了。这不，连院子都没回，便直接往这边来了。爷对他果然是不一样。云东妹妹，咱家爷过来了，我去说几句话，马上就回来啊。彭仲飞来了。顾云东还没来得及回话呢，姚氏已经匆匆的走了。顾家丫头呢？不是说在这儿吗？爷，你可别吓着我的贵客，看你这风尘仆仆的样子，还是先回去收拾一下吧。云东妹妹呀，会在这儿吃晌午饭呢，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既然顾家丫头在家里吃晌午饭，那你去交代厨房做些好吃的，你亲自拟菜单。我这正好有事啊，要跟顾家丫头聊一聊。姚氏脸上的笑根本就绷不住，正要反驳，一旁的钱嬷嬷忽然扯了扯他。哎，少夫人，少爷肯定是有生意上的事要和顾掌柜的谈谈，咱们正好让厨房做几道顾掌柜家乡那边的菜色，让客人尝尝。姚氏接收到钱嬷嬷使的眼色，只能拽着手离开了梅园。你让我出来做什么？就让他们孤男寡女的。少夫人，这不是正好吗？咱们把顾仙儿也留下，一会儿找个借口把少爷引出来，正好方便顾仙儿下手。也是，那顾云东就在爷眼皮子底下出的事儿，难不成爷回头还要怪我招待不周？珍珠，你去找夏姨娘身边的芝儿，让她把爷和顾云东单独在梅园的事儿透露给夏姨娘听。少夫人，这真是一箭三雕呀。走，咱们去厨房，好好的按照爷的吩咐准备大餐招待贵客。你的白糖生意真的没跟柳家合作？没有。那咱们合作怎么样？洪家应该知道这白糖现在是谁拿大头吧？他还敢说这话？我听说你家作坊还没建呢。顾云东刚要点头，眼角余光瞥到一道人影往这边走来。不是让你们都下去吗？少夫人叮嘱奴婢伺候好少爷和贵客，奴婢就是来上茶而已。这是什么茶？这是祁红，少爷的是普洱茶。我还没喝过普洱呢，彭少爷不介意跟我换换吧？这有什么？你没喝过普洱，正好我家有，回头我让下人给你准备好，你拿回去慢慢喝。顾云东道了声谢，端起普洱茶的茶杯，眼角瞥到顾仙儿纹丝不动的表情。我换了茶，顾仙儿居然无动于衷。难不成我猜错了？他没在茶里面动手脚。那边，彭仲飞已经端起祁红喝了2口，顾云东也借着掩袖的动作，将茶悉数倒进了空间里。顾仙儿满足了，笑着退了下去。他肯定是动了手脚，可似乎一点都不介意换了茶杯。那么只有一个可能，2杯茶都有问题。你在想什么呢？我在跟你说话呢。哦，你是问我作坊的事情吗？我听着呢。我们家作坊确实还没建，你说的跟我合作指的是什么？你作坊没建，正好，我刚得了个作坊，离你们村不远，啊，给你用怎么样？不过你这白糖，能不能多卖给我点？一天最少也要100斤，5斤太少了。咦，我们村不远的作坊，你买的？对，我买的，花了10两银子，还买1送1。我得了一个作坊，人家把女儿啊也送给我做妾了。你该不会是强买强卖，霸占了人家的作坊不算，还要人家的女儿做妾吧？是那家人不识好歹，我可是先礼后宾的，诚意满满的亲自上门求娶，还答应给他们50两银子，结果居然还敢拿大扫把给本少爷打出来。行啊，是他们禁酒不吃吃罚酒，这就怪不得我狠了。我操，做出这种无耻没下限的畜生事，你居然还很得意，果然狗改不了吃屎。
少爷，夏姨娘晕倒了。为什么？为什么你每次来我家都得出点事儿啊？大概是他告诉你，不要作恶吧。举头三尺有神明。我这就把作坊还回去，把那妾也还回去。妈的，幸好还没碰他。愣着干嘛？给你家姨娘请大夫去啊！彭仲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下阶梯的时候差点摔倒。等走到梅园门口时，顾仙儿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少爷，你没事吧？奴婢扶你回房间休息。彭仲飞胡乱地点点头，也察觉出自己不对劲了，但他觉得这一定是那天上的老爷爷在惩罚他，他怕得要死，脑子快要不清楚了，还在吩咐自家小厮：你赶紧把我刚带回来那个女人放回家，作坊也还回去，再给些银子补偿补偿。顾云东其实远远的有看到彭仲飞那边的状况，见顾仙儿去而复返，他当即依靠在一旁的柱子喘着气，手指都在微微的颤抖。计划成功了。他二话不说，上来扶着顾云东就走。堂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你看你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身子怕是不舒服，我扶你去休息，帮你请个大夫吧。说着，动作甚至有些粗鲁地拉着他往前。顾云东干脆直接把身子的重量压在他身上去，由着他把自己扶到了之前彭仲飞所在的屋子。堂姐，你慢慢享受吧。然而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后肩陡然一阵痛意传来。既然是享受，那是留给你吧。彭仲飞不是缺个妾吗？还他一个，不要感激我。就是不知道顾星儿成了彭府的妾，要如何面对姚氏的怒火和夏姨娘的手段了。顾云东重新返回了梅园。你是顾姑娘吧？你身上有没有不舒服呀？身上有没有觉得很热？需不需要我帮你呀？你站住，别过来。我很好，没有不舒服，不需要你帮忙。顾云东搞不清楚这人到底从哪里出来的，但他的问话很奇怪，好像猜到他会遭遇什么事情似的。眼看着那男人又往前来，他拔腿就跑，等出了门园没多久，正好看到姚氏主仆，只是这两人有说有笑的。少夫人，你到底什么意思？有你这么招待客人的吗？自己走了也就算了，你们家爷爷走了，留我一个人在梅园想喝口茶都找不到人，还遇到这么个莫名其妙的人，一身臭味就罢了，脑子还不清楚，说话颠三倒四的。少夫人，你看我不顺眼，也不用这么恶心我吧。既然这里不欢迎我，那我这就回去了。姚氏眨了眨眼，看了看他远去的背影，又看了看那个脸上有疤的下人，此刻这人已经往后溜了。快把他追回来！老奴这就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顾仙儿不是计划了吗？怎么还让顾云东给跑出来了？那个下人连个人都拦不住吗？钱嬷嬷很快就回来了，等他跑出门外的时候，人都没影了。姚氏越想越不对，总觉得有什么隐隐超出了自己的计划。走，去梅园看看。还没进去呢，就见到不远处的屋子那边围了好几个下人，正在那儿指指点点的。钱嬷嬷忙让其他下人离开，自己上前推开了房门。房间里一片凌乱，待看清楚里面的人时，姚氏一口气没上来，真的晕过去了。钱嬷嬷一阵慌乱，彭府中瞬间鸡飞狗跳起来。顾云东可不管他们了，他一出彭府大门，急匆匆地上了马车，就见里面居然坐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样了？我能有什么事？那你怎么好像后面有人追似的？有事的不是我，放心，接下来咱们只管看戏就是了。彭府那边他没再去，但说好了要看戏，自然让人关注打听那边的动静。这最好的人选就是柳维，反正他也是个八卦的。23这日，柳维不负所望，给他带来了那天事情发生的后续，也带来了顾仙儿的下场。
据说姚氏当日昏倒之后，居然被查出了身孕。据说顾仙儿成了彭仲飞的妾，原本她也不是彭仲飞喜欢的类型。彭仲飞是很嫌弃她的，别说妾，连通房的身份都没打算给她。可顾仙儿不甘心呢，事情都这样了，她也知道没有挽回的地步，尤其还被姚氏当场捉了个正着，要还只是个丫鬟，她相信明天自己就是具尸体了。因此她哭哭啼啼的跟彭仲飞说自己是顾云东的堂妹。顾仙儿算是看出来了，彭仲飞对顾云东肯定有想法，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改变了主意，给彭仲飞下了药。他也害怕万一让那下人破了顾云东的身，彭仲飞会大怒之下彻查，到时候自己肯定是要被发落的。因此他临时改了主意，让顾云东成为彭仲飞的妾，也成了姚氏和夏姨娘的眼中钉，这样他都不用自己动手，顾云东也被这两人给整死了。可没想到掉入陷阱的是自己。顾仙儿恨顾云东恨得要死，如果有可能他都想亲手掐死他，可他没功夫，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时间去找顾云东的麻烦，保命要紧。甚至他还要借着顾云东的名义来保命。那后来呢？没想到顾仙儿还能急中生智，可我作为他的保护伞，感觉很恶心。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顾仙儿是用你堂妹的身份做了妾，可那夏姨娘不知道你们关系不好啊，还以为是你们姐妹两个联手想要进彭府夺了她的宠爱呢。所以夏姨娘觉得这顾仙儿就是个心腹大患，不除掉她，早晚彭仲飞要被她们姐妹两个握在手中，她就要彻底被打入冷宫了。这怎么行？除掉顾仙儿成为她最急需要做的事情。她不但要除掉顾仙儿，还想趁机对付姚氏。于是姚氏的孩子掉了，顾仙儿弄的，姚氏恨得要死。偏偏彭仲飞还因为顾仙儿和顾云东的关系，只是小惩大戒，罚得并不重。姚氏哪里甘心，对彭仲飞说这两人根本就势同水火。那天在梅园，顾仙儿还想设计顾云东跟到夜香的下人成一对儿呢，结果顾云东没事，他自己倒是爬上了少爷的床。彭仲飞一听，更加相信顾云东是有人保佑才能平安脱险。再查了查，姚氏说的的确是真相。彭仲飞恨极了顾仙儿，直接将人交给了姚氏处置。他本来也想罚姚氏的，他又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这里面姚氏也有问题。可人家孩子都掉了，说了两句也就算了，但对姚氏也是彻底厌恶了。请问你找谁呀？顾云东家是在这里吧？是，这是顾家。请问你是？我是。郭表姑，你怎么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吃过饭没有？怎么不进门呢？我刚过来。你这是下学回来？早知道啊，我就让马车走得慢点儿，说不准路上正好碰上。我这坐了一天马车，可累的哟。为了天黑前赶到你们村，那车夫啊使了老鼻子劲儿，走得飞快。哎呦，我这身老骨头啊都差点颠散了。路上也只吃了2个小包子。我可是特地空着肚子来你家，让你姐啊给我烧红烧肉吃的。哎呦，你个小乖乖，长得越来越好看了。上了几天学了？学堂的夫子怎么样啊？有没有同窗欺负你？朋友交了几个？学堂是不是很远呐？哎呀，你大姐也真是的，怎么不给你找个近点的地方啊？你看这天冷的，大早上就要赶去上学，得冻出病来呀。才1个多月呢。表姑，咱们先进去吧，门口冷。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家，我家可漂亮了。来，姐、娘、可表姑来了。可表姑，真的是你？你怎么来了？
怎么我还不能来了？当然能来，前2天2个小的还提起你呢。顾云东忙招呼他去堂屋坐着，那边顾云舒已经飞快地跑去倒了糖水过来。看来你这生意做得不错呀。顾云东年前就有给他和聂聪送过年货，是让郑刚家的镖局托运过去的，这其中就有白糖，也写了信，只是大概提了提自己的生意，没详细写。是还不错。又假谦虚。大姐，和表姑说她今天就吃了2个小的包子，想吃你做的红烧肉。行了，大姐去做。他交代顾云舒陪着说说话，随即便进了厨房。我这次过来主要是宋大夫那边有了消息。真的？在哪儿？在庆安府。庆安府？那不是惠民医馆的何大夫跟我说的，他倒是还记得你娘的病情。宋大夫回过宣和府，但只待了半个时辰，拿了点药材就走了，说要去庆安府。那边有个很重要的病人等他医治呢。我是昨天收到的消息，今儿个一早就过来了。宋大夫应该也是昨天走的，他估摸着要在庆安府待一段时间，好歹也要把那个重要的病人治好才行的。你现在是什么想法呀？当然是去庆安府。我想也是。对了，何大夫说他也不知道宋大夫那位病人的住址。如果你去庆安府的话，可以去找那边的惠民医馆，到时候应该能知道宋大夫的下落。好。你先前说过，你爹当初就是和你们约好在庆安府见面的。这次既然过去，是不是也去打听打听他的消息啊？是。其实这2天我还想着等过完元宵节就去一趟庆安府的，没想到你送来了宋大夫的消息，那就干脆提前出发，也没什么问题。大姐，是不是娘的病能治好了？爷爷能找到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暂时还不确定，能治好娘，找到爹当然最好，可是无绝对，我现在还不能肯定。可是还是有希望的，对不对？对。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事不宜迟，就明天吧。这么快？上午安排一下事情，下午就走。放心，你走这段时间我就赖在你家了。照顾2个孩子我还是没问题的。再说我也没想到你家还有下人，谁都能搭把手。顾云东对柯表姑还是比较信任的，他拿了张银票出来。咋，你这算是给我的工钱啊？你还想当我东家？当然不是，这是伙食费，你们总要吃总要穿的吧，剩下的放在身上应应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回头天气暖和了，你还得给云舒他们扯布做衣服呢。柯表姑听他语气不客气，这才满意的收下了。顾云东和他说了些话就出来了，只是才刚走出客房没多远，就见院子里站着一道身影。我陪你去。不行。你一个人带着伯母，路上遇到危险，我能帮忙。我逃荒都能带着娘和弟弟妹妹平安到这儿，如今就只我娘一个人，没问题的。邵清远眉头拧得死紧，却不说话。你走了，这家里怎么办？作坊怎么办？店铺怎么办？可表姑毕竟不是村子里的人，很多事情不熟悉。童家人是下人，村子里的人虽然不说，但也有很多人不怎么把他们放在眼里。秦夫子住在县城，有个什么事情都来不及赶过来，这里只有你在，我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只有我在，你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好，我会照顾你家里，保护好你弟弟妹妹。谢谢。因为明日就要出发，顾云东说的比较多。邵清远这边交代完了，他又去了村长陈良家，说了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的事情，之后便回来收拾行李了。他家的事秦文征也知道一些，
但他还真不清楚杨氏的病原来需要宋大夫医治。宋大夫他知道的，当初还见过面，也曾说过2句话，那人是个有真材实料的。原来他在庆安府吗？秦文征让顾云东等等，自己去书房里面写了一封信。说是你见到了宋大夫，劳烦帮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他。云叔你就放心的交给我，乙家那边我也会看着的。好。顾云东收了信，又去了刘府。这次出门，他还是过来跟柳维道了别，免得回头他要控诉自己没把他当朋友了。一圈走过来，该说的该见的都差不多了。顾云东深吸了一口气，上了马车后便直奔城门口而去。等天快黑下来时，终于到了他们的第一个落脚地。次日一早，两人又早早的起来出发。从永福村去安庆府的路途不短，也不可能每日里都快马加鞭的。如此5、6天过去，已经过了将近1半的路程了。他们也不是每次都能那么凑巧的遇到镇上或者县城，能住到客栈去的。就如眼前这个叫富贵村的村子，顾云东住的地方就是村长的家。哎呀，都这么晚了，赶紧回家去，别在外边了。嘿嘿嘿。那人便嘿嘿一笑，转身跑了。那是谁？哦，他呀，几个月前来咱们村的，好像以前是永宁府那边的，逃荒过来的。据说到了庆安府时，正碰上大乱。哎呦，他爹娘还有妻女都没了，他自己也受了伤，人也变得不清楚了。一开始他这1天里面还有大半天是清醒的，现在呀，现在吧，2天时间里有1天是清醒的就不错了。刚来那会儿他还看了大夫，大夫说能治好的。哦，咱们村有个寡妇，看她身无分文，又生着病，挺可怜的，就和她成亲搭伙过日子了。什么？同情着同情着还能结成夫妻？这话鬼才信吧。估计是那寡妇看她长得好看吧，这遮羞布扯的。次日一大早，顾云东准备出发。云东，我可见着你了。你不知道我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苦啊！你小姑姑跟你表妹都没了，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你带我走吧。哎，顾家丫头，她好像认识你，还知道你名字。你认识她吗？不认识。云东啊，云东，我是你小姑父呀，你怎么会不认呢？你看看我啊！当初在永宁府的时候，我可疼你了。现在我落难了，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谁是我小姑父？就你，我小姑都没了，你也另娶了，你算哪门子的小姑父？云东啊，你不能不管你小姑父呀，不然你小姑姑大半夜来找你怎么办？你是不知道我现在过得有多苦，吃不饱穿不暖，连睡觉都睡不安稳。你带我走，我可以帮你照顾你娘。你看你娘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又没了爹，以后也没人再要你娘了啊！我虽然伤了脑子，但我也可以治好的啊！那到时候你娘也有一个依靠，你也有一个依靠，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得看看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像你这下三滥的东西，我连看你一眼都嫌弃，还小姑姑半夜来找我，你让他来啊，我让他魂飞魄散，你信不信？你们赶紧拦住他！他疯了，他跟他娘一样，都疯了！说着，正好有个拿着锄头的村民过来，他忙上前，一把把人家的锄头夺了过来，转身就朝着顾云东的头上砸来。不知好歹，那你去死吧！哼！顾云东冷笑，轻轻一偏就避了过去，一棍子敲在他的腿上。你这女娃是怎么回事呢？这么狠啊！拿着棍子说打人就打人，还往人裤裆里敲！你这才多大的年纪啊！你也太不知羞耻了！
这哪里来的三八？你瞪我做什么啊？我说的不对吗？他怎么说也是你长辈，你没点……哎，好了好了，本来啊就是那富明嘴巴臭，乱说话，他脑子不清楚，你别跟他计较。哼，让你欺负东东。娘，东东不怕，娘保护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请大夫呀！你们两个先把富明抬进去。大夫说了，他这伤最起码要躺在床上大半年呢。这大半年的咱家没了他，可怎么过日子啊？那你想怎么解决？哼，当然是要赔些钱了。你看啊，我男人是个能干的，做点小买卖那也吃得开，所以满打满算半年时间，他最起码能给家里赚个20-30两银子。除了这个呢，还有我男人的药钱，看大夫的钱，流了那么多血也得好好补一补，最起码5天1只鸡的炖着吃，这里怎么着也得50两银子，你们说是吧？这么多？哎呀，不多，我看你们这模样，不至于连7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吧？你说话轻点儿，太吵了。哎，我好声好气跟你说话，你还不知好歹了是吧？你信不信我揍你们呀？打断你们的手脚，扔到水塘里面去！顾云东脸色一沉，一把推开孙寡妇。你个小丫头片子，找死！孙寡妇撸起袖子就往顾云东的脸上扇过来。顾云东一脚踹在他膝盖上，孙寡妇猛地一个踉跄。别叫哦，要是吓到我了，手会控制不住抖的。哎，你别冲动，别冲动啊！杀人是犯法的，要进衙门的。可不是，所以把这个吃下去吧。孙寡妇还没明白他说什么，就感觉自己嘴巴好像被塞进了东西。顾云东的刀子一逼近，再一抬他下巴，他就给咽了下去。你给我吃了什么呀？毒药麦丽素，万能的药。你要毒死我？当然不是，我跟你无冤无仇的，我只是被你吓到了，怕村民们不肯放我们离开，所以只好先给你下毒，把你当成人质。等我们离开了，自然会告诉你解毒的方法的。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居然这么恶毒。出门在外嘛，不恶毒点儿，不就像刚才那样要被你欺负吗？现在该来谈谈我的补偿。你要什么补偿啊？你看，我们原本一早就要走了，结果你男人拦住了我们，耽误了时间。我时间很宝贵的，这得补偿吧。他还发疯，想要拿锄头砸死我，我吓得现在还心肝乱跳呢，这得补偿吧。再有，你刚才威胁恐吓，还推了我娘一把，把我娘给吓着了，这也要吧。我心地善良，也不要多，把你身上的银子都拿出来就够了。他们确实耽误了不少时间，今儿又要快马加鞭了。顾云东刚才在屋里留下了一小袋的白糖，村长和蒋氏对他们不错，就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没恶言相向。孙寡妇一直跟在马车旁边，等蒋氏看不到他们了，才问：解药呢？你当我傻呢？没住村口就给你啊。你在这儿等半刻钟吧，我到时候写了解毒的方法，放在村口第2棵树下面，用石头压着。可我不认字儿啊。你不能找认识的读给你听，反正那解毒方法别人看了也没关系。你可得说话算话啊。当然，你都放我走了，不要再害你性命，不是自寻死路吗？顾云东抖了一下缰绳，马车立刻快了起来。孙寡妇在原地来来回回的走了一会儿，就忍不住了，没多久就追了上去。等到了村口，找到第2棵树下，果然看到一张纸条。孙寡妇忙抽了出来，急匆匆的就跑去了村长家。这啥玩意儿？不知道啊。哦，对了，当时底下还压着一张小纸条，你看看上面写了啥？
村长忙拿过来，眯着眼睛读道：白砂糖，可以泡糖水当调味料做甜食，多谢招待。白砂糖，哎呀，顾家丫头送给我们的白砂糖，这么白，肯定很贵。话没说完呢，门口就传来孙寡妇咋咋呼呼的声音：哎呦，快帮我看看，这上面写了啥呀？村长不耐烦地接了过来：哼，你看我干啥？赶紧念呐！哎，求人态度能不能好点儿？哼，麦丽素是颗糖，味道棒，当零嘴，多喝水，身体好，年纪太大要承认，脑子有病赶紧治，后会有期。这谁写的？还挺对称。啊，何大夫的信呢，我看了。你们的来意呢，我也清楚。病人就是这位夫人吧？是，宋大夫在清安府吗？这宋大夫倒是在清安府里面，只是什么？只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啊。他去给病人看病去了，据说是位挺重要的病人，我也不好打听人家的住处啊。只要还在清安府就行。那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不好说。宋大夫是前天下午到的，刚拿了点药就出门了，连歇口气儿喝杯茶的功夫都没有。这从前天下午到现在就没回来过呀。这么久啊？不过你放心，宋大夫的东西还在咱们惠民医馆，那他肯定还会过来的。看来只能等着了。他抬眸看了掌柜的一眼，抿抿唇，从随身携带的包袱里面拿出一袋白糖。多谢曹掌柜告诉我这些，这个还请你收下，是谢礼。这我可不能收啊！我只是看了何大夫的信，多说了几句而已。你话说到一半，猛地顿住，视线就落在了袋子口敞开的白糖身上。他一把拿了过来，瞪大了眼睛，仔细地辨别了一下，还真的是白糖。说是这姑娘给银子，我还真不会收。可这白糖……其实我还想请曹掌柜帮个忙，我一会儿去隔壁客栈开个房间，说是宋大夫回来了，烦请曹掌柜的让医馆里的伙计第一时间去告诉我一声，你看行吗？行，当然行。这下就能安心收下白糖了。你是打算住到隔壁那家客似云来的客栈吗？那得赶紧了呀，那家客栈生意好得很，要是去晚了，可就没啥好房间了。顾云东闻言忙道了谢，带着杨氏就走了。一进房间，他就先放下包袱，让杨氏在这里等他，随即才走回大堂，问小二要了份饭菜送到房间。没想到刚进去就见到一个有些眼熟的孩子。看什么看？不就是我们在逃荒路上时住的农家院子隔壁那两个白白胖胖的小孩中的一个吗？他记得当初带着孩子的是那位被称为高叔叔的武功高强的男人，一看他们身上的衣服就知道价格不菲，身家富贵。可现在呢，孩子身上穿着粗麻布衣，那个瘦高的男人也是一样。这很不对劲。如果那孩子真的家道中落，穿不起好衣服了，可那脸蛋儿还是胖乎乎白嫩嫩，一看就是娇生惯养的样子。而且这孩子虽然平时闭着眼睛昏睡着，但脸上却明显带了泪痕。顾云东脸色一寒，眼看着那男人走出客栈大门了，当即跑过去挡住了他。你是谁？你要带我弟弟去哪里？你说什么？谁是你弟弟？这是我儿子。儿子，看着可一点都不像。胡说！我弟弟明明跟着我高大哥出来找我的，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儿子了？要是这人真的是这孩子的爹，那肯定认识那位高大哥的。什么高大哥？滚开！男人说着话，还往旁边使了使眼色。
很快就有几个人往这边围拢过来了。很好，确认是人贩子无疑了，而且还有同伙，怎么说也算是相识一场，又一起杀过畜生。那位高大哥还给了他一袋子的馒头大饼，遇到这种事怎么都要管管了。顾云东猛地上前，先发制人，一把拉住他的小手指往外掰，等他吃痛后松了手劲，瞬间抢过孩子退后几步。这是拍花子，大家快抓住他！你才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野丫头，那是我儿子，把孩子还给我，听到没有？大家帮帮忙，这姑娘也不知道受了谁的指使，想带走我儿子。说着话，这男人的同伙立刻一拥而上。哎呀，姑娘啊，你年纪小小的不学好，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就是啊，赶紧把孩子还给人家。你没看到他们父子穿的衣服都一样吗？到时候好好的道个歉啊，人家不会怪你的，下次可别做这种事了。哎，你瞧你这抱孩子的姿势都不对呀！哎呀，真是可怜见的啊！哎，别把孩子给弄疼了。说着，就有3、4个人动手就要来抢孩子。顾云东蹙眉，抬脚就把一个过来夺孩子的中年妇女给踹飞了。其他3人便是一愣，那瘦高的男人更是脸上闪过一丝阴狠，使了个眼色，3人同时过来，可都不等这几个人碰到，顾云东便灵活地朝看起来最瘦弱的一个人撞去，一脚踹向他2腿间的位置。那人当即痛得弯下腰，顾云东闪过他身边，直接跑进了客栈里面。这几个人都是一伙的，他们才是拍花子。大家要是不相信，那就报官，我就在这客栈里面等着官差大哥抓人。客栈里的店小二猛地回过神来，当下就伸手拦在顾云东的面前，对又跑上来想抢孩子的几人说道：哎，这位姑娘住在咱们这里的，倒是你这汉子不是咱们客栈的人吧？也不是来吃饭的，那怎么从我家客栈出去的？我就带着孩子来借个茅房。其实他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跟在一个客人的马车后面从后院闪进来，再借机从前门出去的。众人看他们的眼神不对，知道大势已去，那孩子肯定是抢不回来的，彼此会意，转身就要走。只是那瘦高汉子这会儿可是众人的眼中钉，哪里走得掉，很快就被人拦下了。还有那几个都是他同伙，我看到他们打眼色了。哎，放开我！关我啥事儿？我只是以为你抢人孩子而已，谁是一伙的？我也是呀，我不认识他们。哼，既然是清白的，那就在这里等着官差过来。反正你们这么热心，肯定不介意当个见证人的。我还有急事儿，我还得回家给我家那口子做饭。他要是回来没见着我，要着急的啊。这好办，你家在哪儿？我出钱找人去你家报个信。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还请你家那口子在这里吃一顿，怎么样？我这……劳烦小哥，帮我去隔壁的惠民医馆找个大夫过来，我担心这孩子被他们下药了。哎，我这就去。我去让人找柴爷过来。姑娘放心，咱们庆安府的柴爷还是不错的。顾云东谢了他，小二也正好请了大夫过来。那大夫一过来，便把那孩子接了过去，仔细的看了看。啊，没事儿，只是被打晕了。说着，他就拿了银针，稍稍的扎了一针。很快，那孩子便皱着眉头呻吟了一声，缓缓的睁开了眼。你们是谁啊？你还记得自己睡过去之前的事情吗？之前的事。小男孩抓了抓头，突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猛地坐直了身子。有坏人抓我！是那个瘦高的汉子吗？小孩一看，立马往顾云东这边躲了躲。就是他趁我梁姐姐给我买糖的时候就把我抱走了，我哭他也不管，还打我。你呀，遇到拍花子了，幸好这位姑娘看到你不对劲儿救了你，不然你都不知道被卖到哪里去了。谢谢姐姐。不用谢，你那位梁姐姐看到你不见了，肯定很着急。你们是在哪个地方买糖分开的？我也不知道，就记得……话还没说完，客栈外便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
紧跟着进来几个官差，以及一个看起来不过15、16岁的丫鬟。小少爷，真的是你啊！小少爷太好了。梁姐姐。梁晶擦了一下脸，她一发现小孩不见了，就在附近寻找，只是根本就找不到，她便赶紧去官府报案了。没想到正好碰到有人过来说，客寺云来那边抓到了拍花子，有个小孩被救了下来，让差爷过去看看。梁晶听着好像就是自家的小少爷，急忙便跟着过来了。谢天谢地，小少爷没事，平平安安的出现在自己面前了。掌柜的已经将事情的经过跟官差仔细的说了一遍，梁晶也听了个清楚。姑娘，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们家小少爷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我只能以死谢罪了。你是我的恩人，我给你叩头。可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你要是感谢我的话，就把那大夫的诊金给付了。梁晶一愣，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忙把身上钱袋子拿出来。啊，应该的，应该的。他给了那大夫钱，这才又对着顾云东谢了又谢。哎，姑娘说的好啊，路见不平有侠义心肠。这次不止这孩子的家人要感谢姑娘啊，咱们也得感谢你。你是不知道啊，前几日元宵节的晚上就出现了拍花子专门拐卖孩子。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找人呢，可算是把这几个畜生给找着了。畜生玩意儿还敢瞪我，还敢瞪我，再瞪我的你。之前就有人报案，可是说那拍花子鼻头上有颗痣的，这人是你不？是你不？跟我回衙门啊，交代清楚了其他孩子都在哪儿呢。走。哎，还有你们几个啊，别嚷嚷自己是冤枉的，去了衙门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冤枉的了啊！来，都带走了。姑娘，要不你也去一趟的呀？实在对不住，我现在离不开这里。刚才的经过小二哥都看到了，我能不能请他带我跑一趟？有什么细节需要了解的，你们都可以问他。我住在这家客栈，如果实在有必须我协助的地方，我再过去。倒也问题不大。行。随即便带着那几个拍花子走了。作为受害人，那孩子也被梁晶抱着跟去了。顾姑娘，宋大夫回来了。真的，带我们过去。顾姑娘，咱们掌柜的说，宋大夫好像就回来拿药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了。如果不快点去见他，怕是又要见不上了。我得先去见宋大夫，让人答应给娘治病好，再把娘带过去也行。行，我现在就过去。就是这家客栈吗？对，就是这里。昨日在这里救了这孩子的那位姑娘在吗？那姑娘说是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她娘倒是还在房间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下了。既然很快就回来，应该不会很久。顾姐姐怎么就不在了呢？我昨天吓坏了，都没有好好的重重的谢谢她。没事，一会儿见到她之后再好好的谢谢也不迟。宋大夫，外边有位姑娘从宣和府千里迢迢过来找您，想让您帮她的娘亲看看病啊。宋德江低垂着头，仿佛没看到曹掌柜，也没听到他说话似的，只是喃喃低语着什么。宋大夫，那位姑娘还在外边，她娘亲这情况啊，还挺严重的，可怜她一片孝心，这……哎呀，你烦不烦？看什么病？看，没见着我这烦着吗？滚！啊，那位姑娘是宣和府那边的何大夫介绍过来的，还有何大夫的亲笔书信呢。何大夫介绍的怎么了？他介绍的我就必须要治吗？你当我闲着没事干，什么人都往我面前领？老子自己的事情还没解决，治什么病？都给我滚，别来烦我！曹掌柜顿时啥话都不敢说了，灰头土脸的赶紧出门。你听到了吧？走吧。郭云东干脆坐在医馆的一角，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后院的出口，生怕宋大夫又走了。
宋大夫，请留步。啊，留不了，留不了。看不出来这老头年纪一大把，动作还挺快的。曹掌柜，我觉得我不该给你白糖。顾姑娘，听我一句劝啊，这个时候啊，千万别去触这个眉头啊。看宋大夫的样子，肯定是想到药方要去给他的病人看病了。你要这个时候去拦，他必然会发火啊！你放心，宋大夫东西没带走，还是会回来的。那劳烦曹掌柜到时候再通知我一声。一定一定。那位宋大夫喜欢什么？这是要投其所好啊！这个就真的不太清楚了。毕竟啊，才见宋大夫几面，相处的时间呢，都不到2个时辰，爱莫能助啊。顾云东都想吐血了，扭头就回了客栈。哎呦，顾姑娘，太不巧了！怎么了？昨日你不是救了那个小孩吗？今天他一个叔叔带着过来找你，说是要谢谢你，在这大堂坐了好一会儿啊，刚走。一个叔叔？那位高叔叔看得出来是个外冷内热的人，上次就见到他面对小孩立刻变得温柔的样子了。他会上门感谢，一点都不奇怪。下次如果他们再来，你告诉他不用这么客气，举手之劳而已。好嘞。可是有药方啊。我真是一叶障目，身在其中反而钻了牛角尖。要不是正好在药房看到这个，我都没想起来。我们回去就试试。糖？这能治病吗？其实不一定要用白糖，但这小东西给了我想法，让我茅塞顿开。而且这糖细细白白的，可难得，就该给白小子用这个才配得上。那咱们赶紧回去。回。小太阳，你怎么不说话？你小叔的病有药方了，你不高兴？我当然高兴，可是我今天没见着顾姐姐。哦，就是你昨个跟梁静出门给你小叔买蜜饯，结果遇到拍花子，然后把你救了的那位姐姐。没事，这次见不着，下次再见嘛。你不是说他在这庆安府有事办，短时间内不会离开的吗？对，我下次再来。说话间，马车停在了一座安静的四合院门口。哥哥，你终于回来了。妹妹，好久不见。不是才分开不到2个时辰吗？戏好多。白哥哥。叫小叔。你才大我一点点。明明有10岁，这也算是一点点呢。哼，活该！原本就受这内伤没好，还往永宁府跑。你又不是不知道那边乱，这下好了吧？连眼睛也出问题了。只是听闻那位姑娘是永宁府的人，所以过去找找看。哎呦，这不是有高峰吗？让高峰过去找不就行了？哼，就是瞎折腾。确实是我考虑不周了，只是那时心里有些着急，也顾不上许多，而且内伤已经好了不少，没想到走这一趟会再复发。你也说了，那姑娘是从永宁府一路逃荒来的，这逃荒路上出什么意外的都有，万一她……不会有万一的。那姑娘啊，外柔内刚，我虽然只跟她说过几句话，但是确实能从她毫不犹豫地干掉一个人就能看出，她是属于那种乱世之中依旧能平安无事的人。你对这姑娘还挺欣赏的。可惜啊，当初我只以为萍水相逢，以后都没有交集，所以没有问她的姓名来历。若是多了解一些，或许就能早日找到她了。逃荒路上
交浅言身世大忌，他也不见得会告诉你实情。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姑娘多半是会来到这清安府。可惜清安府太乱，她的去向就很难说了。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也许那东西不在那姑娘身上呢？当然想过，可至少目前她是我们唯一的线索。行吧，那只能继续找了。姑姐姐，我终于又见到你了。这不是白羊吗？宋大夫，你怎么和白羊在一起？哎，你认识我？2天前我去医馆找过你，想让你帮我娘治病。当时曹掌柜找你时，是不是说过有位千里迢迢不辞辛苦从宣和府过来的母女，是何大夫介绍过来的？啊！我操！当时被我骂得狗血淋头的人是他。哎，完了！小太阳说这是他救命恩人。有这件事？姑娘是不是认错人了？我2天前没回过惠民医馆，是不是曹掌柜坑了你？我信了你的邪，你没回医馆，今天我能一眼就认出你来。宋爷爷，你2天前不是回医馆拿药材和白糖了吗？啊，是吗？我记不太清楚了，这人年纪大了，脑子就不太好使，而且那时候我都2天没睡觉了，人都恍惚了。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你今天不是特地让我带你过来见见你顾姐姐的吗？你见到了，我就先回去了。哦，好的，宋爷爷，你先回去吧，再见。宋大夫，留步。我真不记得2天前的事情了，不能怪我。顾姐姐，宋爷爷说的是真的，他现在记性特别差，昨天吃了我哥哥的白糖，1个时辰后就忘记了。欺骗小孩子，你的良心不会痛吗？算了，有求于人，还是不要揭穿的好。既然宋大夫不记得前2日的事情了，那我重新说，我叫顾云东，此次过来清安府是得知宋大夫在这儿，想请宋大夫帮我娘治病的。何大夫说过，宋大夫医术高明，若是这世上连宋大夫都没办法，那我娘……他微微垂眸，一副很痛心的模样。你可千万别哭，小太阳都想打我了。行，我看看，你娘呢？是不是眼睛有问题？这么大的人没看见吗？算了，有求于人，还是不要戳人伤疤比较好。宋德江轻咳了一声，这才上前坐在杨氏的对面，对他说：“把手伸出来，我把把脉。”我娘的病能治好吗？不好说呀。有什么问题？我倒是能给他扎1次针，只是最多保持他现在的状态，不让情况恶化下去。但想要治好，还需要一种药物浸泡银针2日，然后重新下针，才能治好你娘的病。什么药？是一种叫白木子的药，这药不好找。白木子，听都没听过，连宋德江都说不好找，那肯定是极少的。它长什么样？一般生长在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得买？宋德江身上正好有一本医书，上面就有关于白木子的记载。他拿出来交给顾云东。你看看吧，这上面画了白木子的样子和习性。你娘脑子里的淤血开始扩散了，你是要现在治还是以后治？当然是现在了，都扩散了，肯定越早越好。行，那就去惠民医馆，这边太吵了，不利于看病。好。宋德江进了手，拿起银针的那一刻，整个人立刻变得不一样了起来。顾云东对这样的宋大夫倒是放心了些，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宋大夫才收了银针，对着顾云东说：“好了，带你娘回去休息吧，
明日再来一次就没问题了。是。顾姐姐，我想起来了，我见过白木子。哎，你可不省心的，可给我闭嘴吧！刚才听到白木子的时候，就觉得好耳熟，好耳熟，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似的。我想了足足1个多时辰，终于给我想起来了。都叫你闭嘴了，你还说？可是顾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都决定了，以后等我长大了就以身相许，我自己的娘子，我不能瞒着她的。等等，你擅自决定什么啊？我同意了吗？哎呦，我得赶紧告诉白之言，他小侄子和人私定终身了，还是个比他大好多岁的老女人。宋大夫，话都到这个份上了，你是不是能实话告诉我，白木子你手上是不是有？只要你能治好我娘的病，你尽管提要求，能做到的我一定做，就算现在做不到，将来我也会做到。哎，事到如今，告诉你就告诉你吧。不过就算你知道了那白木子的下落，你也得不到的。那白木子呢，我确实没有，不过我师父那里倒是有2株。你还有师父？你问的这是什么话？我没有师父，我这一身医术哪儿来的？我以为宋大夫医术这么高明，可能是天赋绝佳，自学成才。这宋大夫年纪都这么大了，那他师父可能已经没了。宋爷爷的师父是我太爷爷，不过我太爷爷比宋爷爷的年纪还要小。顾云东默默地闭上嘴，宋德江简直想把这臭小子给丢出去。以前还觉得他挺可爱的，现在发现就是个姐姐奴，专门拆他的台。重色轻友，小兔崽子坏得很。所以你到底想不想要白木子了？想。可你不是说我得不到吗？为什么？是因为令师不好说话？我师父这人确实不好说话，脾气古古怪怪，不讲人情。白木子又少见，要他拿出去肯定没那么简单。不过他对儿孙很好，你救了他唯一的孙子，区区白木子还是会给你的。那为何？因为那白木子在库房里，不只是白木子，师父珍藏的名贵药材都在里面。遗憾的是，库房的钥匙丢了。不能找人撬开吗？那钥匙不是普通钥匙，别说撬开，一不小心锁眼都会毁坏。那用石头刀剑直接砸开那门呢？不能砸。用炸的怎么样？炸！你这人怎么这么暴力凶狠，没耐性？你知道那门是什么做的吗？就又要砸又要炸的。现在凶狠没耐性的不是你吗？不知道，不是木门？那是玉石门，那么大一块玉石雕琢成非常完美的门，损坏一点点都能要了我师父的老命，知不知道？你为了一株白木子，居然要毁掉白家老祖宗传下来的玉石门，你这良心都被狗给吃了。一整座门都是用玉石做的，这白家好有钱。好了，宋大夫，我没有要为了白玉子就毁掉你师父玉石门的打算，你冷静，不然一会儿血液上涌，记性更差，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就糟了。这女娃怎么这么讨人厌？不过照你这么说，难道那扇门以后都打不开？里面的药材拿不出来用，岂不是都要作废了？这不是在找丢掉的钥匙吗？多久能找着？不知道，不过已经有线索了，应该快了。你想治好你娘，要不就等我师父他们找到钥匙，看在白羊的份上，白木子会给你的。要不你自己想办法找到那白木子，然后拿过来给我，我帮你娘下针。也只能这样了，双管齐下吧。
宋大夫，您可算回来了。我问你啊，我放在药房里的白糖，是不是你拿走了？干什么？有什么好嚷嚷的？你们东家是不是说了，药房里面的药随我用的？你既然都放在那里了，我怎么就不能拿了？真是的，咋咋呼呼的，一点都不懂得尊老爱幼，当着大家伙的面就敢吼我，没礼貌。之前听白杨说到白糖的时候，还以为他们家自己原本就有的，感情是从曹掌柜这边拿走的。晚些时候再给你。曹掌柜眼睛一亮，他发誓下次再不把白糖放在药房了。他明明藏得很深的，宋大夫也太能找了。宋德江没听到他那句话，他只看到顾云东好像说了什么，曹掌柜就不吼不叫，高高兴兴地转身走了。他狐疑地看了顾云东一眼，这一瞥就发现白杨那小子居然拉着他的衣袖也要跟着走。这小白眼了！晚点把人给我送回来。好。然后白杨就高高兴兴地跟着顾云东走了。回了客栈，顾云东就让杨氏去睡觉了。似乎失了针后，他就犯了困意。顾云东这才带着白杨下楼吃饭，询问他关于白家的事情。你爷爷医术是不是比宋大夫还要好？当然了，我爷爷3岁就开始学医，7岁的时候遇到了10岁的宋爷爷，然后就教宋爷爷认识草药，就定下师徒名分了。原来还有这样的渊源啊！你那位高叔叔呢？怎么今天不是他带你过来？我白哥哥的病已经没事了，他就离开庆安府去办事儿了。那个高峰还挺忙的。那你们家在哪？白哥哥说这个不能告诉别人，不过顾姐姐以后嫁给我的话，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算了，当我没问。随后他又问了几个问题，只是白杨到底年纪小，不是不知道就是不能说，回答的都是些平常问题。两人吃完饭，顾云东便要送白杨回去，他似乎不太乐意，但也知道还没成亲的男女总是在一起不太好的，因此还是乖乖的回了惠民医馆。现在的小孩都这么恐怖的吗？懂得是不是太多了点儿？袁叔也没这样，呆头呆脑的，也就想着读书而已，最多就是忧心家里可能会没钱的问题。他摇摇头，上楼洗漱了。只是挣脱外衣的时候，胸口突然一个东西掉了出来。顾云东捡起来一看，这才反应过来，这是白日里宋大夫给自己的那本医书。顾云东翻到白木子那一页，努力地记了2遍，终于有些头疼地承认，学医记药材也是要有天分的。想了想，他干脆从空间里拿出笔墨纸砚，他将白木子的具体介绍都给抄了下来，还有药材的样子。抄完后，他想了想，反正睡不着，干脆把书本里其他的药也抄一遍吧。好了，现在只等白木子了。顾云东谢了宋大夫，这才把他昨儿个给自己的医书还给他，并把自己手抄的那本也拿了出来。尽管抄，都给你看了，就没什么好藏藏掖掖的了。你那份自己拿着多看看，以后呢，要是看到上面有什么好的药材，就好好的保存着，将来可以给我用嘛。若是数量多，我说不定还能收你当个徒弟。就我这看了3遍也没能记住药性的字质，还是算了吧。宋德江顺手就把自己那本给收了起来，刚放好，忽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猛地一拍桌子。不对，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的抄我的医书？所以你果然有人格分裂？你知不知道这医书是我自己写的？这世上只此一本，别无分号，非常非常非常的珍贵，而且里面记录的药材，平常的药店医馆根本就买不到，有不少大夫甚至都不认得。如此珍贵的医书，你居然连问都没问过我就抄了，这怎么行？那我还给你。还给我就完了？
你已经看过了，看完了。可我已经全忘了。什么？说你笨，还死不承认，这都能忘？不对，我才不信，你肯定都记得一清二楚。说不定你现在把这本还给我了，回去又能另外摸出一本来。要是无非必要，还是少跟这个人格分裂的家伙相处吧。所以你想我怎么做？宋大夫冷哼一声，摸了摸下巴，一副思考的样子，半晌才说：哼，你拿了别人的东西，肯定也要付出点什么东西来的。行，我给银子，要多少？对了，还有我娘的枕巾，一块给你。谁要你的臭银子？你把我当成什么啦？给你娘治病，我那是为了帮白羊还你的人情。再说，我那本珍贵的医书，岂是区区一点黄白之物能比得上的？顾云东简直要被这种神经病给弄疯了，他的耐心也彻底的没了。那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要我付出什么？赶紧说。哼，那你就意思意思，给我2斤白糖吧。啊什么啊？你能给那姓曹的，就不能给我了？宋德江昨晚上可是差点严刑逼供，终于让曹掌柜的说出了顾云东那会儿神神秘秘的到底跟他说了什么，才让他高高兴兴的走了，不追究他的责任的，也才知道原来那袋子白糖居然是他送的。所以你这么戏精的演了半天，就是为了2斤白糖？2斤太多了，那算了，就1斤吧，这要求也不高吧？顾云东还是没说话，宋德江有些忍不住了。1斤你肯定有的吧？要实在没有，你把姓曹的那份给我不就行了？反正你又没欠姓曹的人情，你欠了我的。要是你觉得不能出尔反尔，那你就给他1两，反正你也没答应给他多少。宋大夫喜欢吃甜的？我没有。行了，我给你就是了。宋大夫，你先在这儿等等我，帮我照顾一下我娘，我很快就回来。好的，没问题。顾云东去了一趟客栈，再从房间里出来时，手里提着的布袋子就有些分量了。顾云东将布袋子放在了桌子上。啥东西？你打开看看。糖。他刚才压根儿就没往这边想，毕竟他认定了顾云东就算送糖，也只会送1斤。可这里有10斤了吧？我操，这丫头哪里来的这么多？不是说京城那边很难买到吗？这些都送给你，你不肯收我娘的枕巾，我只好用这个代替了。顾云东又掀开一旁的碗上的盖子，这是糖果，我自己做的，清甜可口，你可以尝尝看。宋德江看了一眼，拿了一颗糖塞进了嘴里。好吃到想哭，又香又甜，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味道怎么样？还行。那你慢慢吃，我先带我娘回去休息。宋德江依旧点头，只是等他一出门，他瞬间往嘴里塞了2颗水果糖，随即抱着那袋白糖坐到了地上，老泪纵横。太激动了，好多白糖啊！再不用偷吃别人的了，上天待我不薄啊！对了，还有一件事。顾云东却突然去而复返。宋德江一秒起立，坚强地控制住了自己脸上的表情。这人果然有人格分裂，这大概就是医者不自医吧。挺可怜的。好端端的回来干什么？刚才吃的那颗糖把我的眼泪都给熏出来了。可糖是甜的。我的感觉和常人不一样，不行吗？我发现你这人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你这样很不讨喜欢的，你知道吗？我一定吸取教训，争取改正。行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高兴就好，我尊老爱幼。还有什么事？
赶紧说，看到你就烦。他走过去，拿了一封信递给他。这是秦文征托我给你的。秦文征？他现在在哪儿？你看看就知道了。上面到底写了什么，顾云东不知道，只知道宋大夫原本漫不经心的表情慢慢的变得严肃，渐渐的倒是跟他在治病时候的模样重合了。他大概有3重人格。溜了。他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宋德江却在看完信后许久没出声，在那儿坐了大半天，连白糖的存在都给忘了。顾云东来了庆安府也有5、6天了，杨氏的事情算是解决了一半，倒是顾大江的下落让他有点一筹莫展。顾云东在客栈里面闷头想了整整2天，到了第3天早上，宋德江过来了，还是带着白杨一起来的。我要去京城了，你给我留个住址，等白木子有消息了，我给你去个信。顾云东诧异，忙去写了地址给他。一旁的白杨也苦着一张脸。顾姐姐，我要去城外的田庄了，白哥哥要去那边养病，我也得去，以后见你一面就不容易了。说着，他去够宋德江的手，把他手里的纸条拿过来，仔细的看了2遍上面的住址，然后又对顾云东说：顾姐姐，我到时候给你写信。顾姐姐家有位弟弟跟你差不多大，你可以和他同行，还可以做朋友啊。但愿不要再提什么以身相许的话了，我吃不消的。我都写。不管是宋德江还是白杨，其实都已经收拾好东西，马上就要启程了的。白杨最后还委屈巴巴的想让顾云东送他们去城门口。顾云东正好也想出去走走，便答应了，带着杨氏一块儿出了门。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趟出门还真的让他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这些人画的图简直抽象到不行。他眸子微微一转，拿着炭笔将告示栏上那些寻人的信息都记了下来，随即便带着杨氏回去了。娘，明日咱们去租个院子住下，找地不知道多长时间，老是住在客栈里也不方便。顾云东第2天便问曹掌柜打听了哪里可以租到便宜、清静又安全的房子，当天就跟房主接触搞定，先定下1个月的租期，然后搬进去了。到了晚上，天色将黑之际，顾云东给自己画了个苍老的妆容，就离开了住的小院。大爷，你要打什么呀？剪子、菜刀？我不打东西，我在城门口那边看到了告示，你们是要找你们的弟弟是吗？大爷，你见过他？你知道人在哪儿？我倒是没见过，就算见过，我也认不出啊。你也不想想，你那画像上的人都画成什么样子了？没办法，我们都花了好些银子请人画的，但是大家都这样。我来帮你们画，你们跟我说说，你那弟弟长什么样？大爷，我们……放心，我不收银子，我就是做做好事而已。说完，就拿出炭笔和纸张，铺在了一旁的桌子上。于是2人一人一句，把弟弟的样貌说了出来。没多久，一张栩栩如生的人物图就出现在兄弟俩的眼皮子底下。大爷，您老的本事也太大了，这图一贴出去，见过我弟弟的人肯定能认出来啊。好了，我帮你们写上住址和信息，明儿一早你们就可以贴到那面墙上去了。是，我们明儿就去贴。顾云东便趁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时走了。他又去了下一家，第3家，第4家。等到从第5户人家的家里出来时，已经快到宵禁的时辰了。回去后，等杨氏睡下，然后开始回忆顾大江的模样，着手画上顾大江的模样。画完后，他刚打算写上顾大江的信息，想了想，他在下面关于顾大江的信息上写上：此人欠债不还，如有此人消息者，不论线索多少，
若属实，则可得10两银。如今庆安府百废待兴，上到知府，下到杂役，都忙得脚不沾地的，谁有功夫花费大把大把的时间去帮你找一个不知道是生是死，也不晓得在不在庆安府内的人呢？官府查不到，顾云东才想着从民间找，且寻人启事的。好在那图像惟妙惟肖，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讨论。因此这一日，顾云东刚吃过午饭，终于等到了线索上门。你刚才说你见过这画像上的人，在哪里见到的？你说会有10两银子给我是吗？那要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了。当然是真的，我发誓，我所说的话句句属实。好，我听着。这人是叫顾大江吧？是，我见过，就清安府闹大乱，宣和府有官兵来了这边之后见到的。当时城里一片混乱，我们家穷，房子呢都破破烂烂的，以为那些流氓土匪的看不上，就一直躲在家里，想等着这场乱过了之后再出来。可没想到他们偏偏跑到我家来，当时官兵很快就追过来了，那几个土匪看逃不了，就抓了我和我男人。这个叫顾大江的就是这个时候出来的，他好像帮那个官兵大人出了个主意，然后我们被救，那几个土匪就被抓了。听到顾大江的名字，杨氏这会儿也乖乖地坐在一旁听了。那个官兵大人好像很欣赏这顾大江，还叫顾大江跟在他身边做事呢。不过没成，顾大江说他要在清安府找妻子和孩子。那官兵大人还挺失望的，后来又说可以帮他找，等找到了就能答应帮他做事了。夫人当时还挺羡慕的，那顾大江当时穿着又破又烂，一看就是从永宁府那边逃过来的流民。问题是，这顾大江居然还拒绝了这种飞黄腾达的机会。那官兵大人平乱了后就走了，我听人说他立了大功，说不定会去京城当官呢。我们也没再见过那个顾大江了，还想着他肯定也跟着那位大人走了呢。没想到半个月后我们又见到了他。顾云东自然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些不满，可只要线索是准的，不满就不满。在哪里见到的？就在城门口那边。那天我男人在那边找活干，我过去给他送点吃的，就见到顾大江了。那时的顾大江虽然还是很瘦，但是身上穿的衣服已经好很多了。是我男人先看到他的，还跟他打了声招呼呢。他好像都不认识我们了。嗨，也是，当时他眼里啊，恐怕只有那位官兵大人，哪记得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啊。这人已经没有一开始的小心翼翼，现在是越说越有情绪了。然后呢，说重点。我男人那个傻的还上前问人家是不是找到家人了，结果顾大江说他家人不在清安府，要去别的地方找，然后就出城门了。离开庆安府了？离开了，我和我家那口子亲眼看到他背着个包袱就出城门，再没见过了。我之前就怀疑他说他要找妻子和孩子的话是假的。你说他才找了半个月，怎么就确认他们不在清安府了？今天看到这告示啊，我才想明白过来，他这是欠债不还，所以逃了。顾大江肯定是有自己的办法确认的。那个姑娘，我这该说的都说了，你这10两银子是不是得给我了？可你这说的也没啥有用的线索，我还是找不到人。咋没有了？至少你知道那顾大江已经不在清安府了，你不用费这功夫又贴告示又给赏银的，省了不少时间呀。说的也有道理，那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说的当然是真的，我都发过誓了，你咋就不相信我呢？我说你不会是不想给他10两银子吧？那你这告示都贴出来了，不是蒙人吗？你知不知道我到这一趟多不容易啊？看来有7、8分是真的了。这妇人能叫出名字，
能说出身高，知道迪要在这儿寻找妻儿。你到底给不给了？要不给，我就……他话还没说完呢，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道暴喝声：“汪小梅，你是不是在里面？你给我出来！”怎么办？怎么办？门外是你什么人？汪小梅，你别躲了，我知道你来这儿了，你赶紧出来，听到没有？你果然在这儿啊！你果然去接了那告示，你还有没有良心？我怎么就没有良心了？我还不是为了我们家，你也不看看咱家都破成什么样了。那也不能拿着昧心钱呐！要不是顾大江，咱们都得死。人家是来追债的，找到顾大江还会放过他吗？什么叫没顾大江咱们都要死？没了他，官兵也会救咱们，只是早一点晚一点而已。你也知道人家是来找顾大江追债的，他欠债不还，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好人。不管他是不是好人，我就承认是他救了我的命。我告诉你，汪小梅，你今天要敢拿这个银子，我回去就休了你。你要休了我？包春华，你为了一个就见过2次面的人，要休了我？我做错什么了我？我就算来这里报信又怎么了？我又不知道那顾大江现在在哪儿，顶多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在清安府找。外边天大地大的，他们找到死也不一定能找得到顾大江呀。你就为了这样休了我，你才丧了良心。你有那样的心思就不对。行了行了，别哭了，在别人家里哭成这样，像个什么样？走，回家。包春华拉着他就要走，顾云东到底还是把那10两银子递给他们。他是个说话算话的人。汪小梅一喜，伸着手就要过来接。包春华眼睛一瞪：“你敢拿试试？”汪小梅吓得立刻缩回手，狠狠地瞪了顾云东一眼：“哼，你干啥不早点拿出来？”然后就被拉走了。这真不怪我，我只是谨慎了点而已。他又在家里等了10几天，这期间又有3位过来说见过顾大江。七七八八的消息一整合，顾大江确实不在庆安府了。他揉了揉眉心，那岂不是更加大海捞针了？老顾家。是了，老顾家。当初从永宁府逃荒出来的流民，还是有很多人在朝廷赈灾之后回去的。顾大江离开庆安府，要么是得到我们的消息去了宣和府，要么可能只是知道我们不在庆安府。那他第一个去的地方应该是老顾家，从庆安府去永宁府更近。既然出来了，那干脆趁着这个机会回一趟老顾家。能找到顾大江最好，不能找到，那也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想到这儿，顾云东便开始埋手写信，写了2封信，一封给柯表姑的，一封给邵清远的，说明自己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去，让他们照顾家里，不用担心他们。写完便带着信去找曹掌柜了。他想打听这2天哪里有去宣和府又比较有信誉的商队，没想到惠民医馆正要送一批药去宣和府那边的医馆，而且时间有点赶，下午就出发。顾云东就这么走了2天，这日在茶寮配着白开水要了碗炒饭，没想到那炒饭味道简直一言难尽。杨氏却没多大感觉，好像还行，只是吃了大半碗后，他足足喝了2大壶水。于是下午出发后没多久，他就有些憋不住，支支吾吾地说要下马车。顾云东找了个位置还算隐蔽的地方停了马车，自己给他把风，让他解决3级问题。然而顾云东才刚停了片刻，就发现远处的树干上有个一眯眯眼熟的东西。眯着眼睛又盯了片刻后，突然从空间里拿出那本自己的手抄本，
翻了几页后，果然找到了一种药材。哎呦，人品大爆发啊！来尿个尿也能遇到据说宋大夫都觉得珍贵的药材。杨氏已经整理好复杂的衣服走过来了。东东，走。娘，咱们去那边摘点东西。哦。顾云东牵着他小心地走着，好不容易走到那棵树底下，顾云东却脸都黑了。等一下。怎么了？那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是花吗？我看它长得好看，摘回去给我妹妹玩。玩个球啊！这是药材，这个先到先得嘛。我也不好欺负一个小孩子，但是，姐姐，你也喜欢这花吗？那给你吧，我帮你摘下来。那孩子很快便把花给摘了下来，兴冲冲地递到他手上，随即有些害羞地说：“姐姐，你很漂亮，这花儿也漂亮。”然后便要走。等等，这是药材，我问你买。我就是这么个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人。药材？那我那还有一株，姐姐你还要不要？还要？这药材不是挺珍贵的吗？怎么烂大街了？药在哪？就在那边，我的背篓放在那儿呢，我带你去。然而没走多久，他就猛地顿住了。片刻后，僵硬地侧过脑袋，看向不远处的一个坟包。姐姐，你是不是怕这个？那我带你走别的路，你别怕，咱们绕一下就行了，也不远。我过去看看。他依旧牵着杨氏的手，缓缓地朝他刚才看到的那个坟包走去。让顾云东变了脸色的是木板上刻着的字：爱妻扁木兰之墓，下书夫丁金城。扁这个姓氏并不多见，而恰恰他大姑父就是姓扁，大姑姑的女儿恰恰叫扁木兰，大姑姑的女婿恰恰叫丁金城。姐姐，这边有好几个坟包，听说都是当初从永宁府逃荒过来，结果人没了的。这里面的人，你认识吗？顾云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眨了眨眼。他可能是我表姐。小孩顿时噤声，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安慰他了。过了半晌，才小声地说：“也许是同名同姓呢。前段时间就有人家来迁亲人的坟，结果迁错了，那人活得好好的呢。”你说的也有道理，也许人没死呢。这世上总有许多乌龙搞错的事情。你是不是住在这附近？对，那边过去就是咱们村子了。去你村子看看吧，我想请人帮忙修理一下这个坟包，等确认过了再决定要不要迁坟。小孩点头，这才带着他去自己存放背篓的地方。姐姐，就是这个。看来宋大夫没有忽悠，这药材确实难得一见。这个不是吗？不是，这花应该不是树上摘的吧？不是，这是草丛里找到的，当时被风吹过来又吹过去的，摇摆的可漂亮了。原来只有在树上长的才算是药材啊。不过这里还有一株，也不是没有收获，对吧？小孩又扬起脸，用力的点点头。你们村子离这里远吗？就从那边下去，不远的。坐马车过去吧。我还要在你村子里找人帮忙整理坟包。你家还有房间吗？我租2天成吗？有的。可我家破，你肯定住不习惯。逃荒的时候什么破地方没住过，不带怕的。3人走到了马车旁，顾云东才知道小孩叫臭蛋，大名没有。我问你买这药材，你打算卖多少银子？也不知道这多少钱啊，只是看着姐姐好像很重视的样子，那这药材应该很珍贵吧？
于是想了想，他才颤巍巍犹豫不决地伸出一根手指头。100两。不是，是1两。虽然宋大夫那个不靠谱的没在医书上面标明这药材价值几何，但以他见多识广，又在皇宫当过太医的经验来看，连他都说这书上的药材珍贵了，那最起码50两往上，这孩子要1两，我大概要被天打雷劈吧。我们欠了人家2两银子，我也不知道这得多少钱，能不能卖1两？姐姐，你要是嫌贵的话，那随便给也成。我没有嫌贵，我是觉得太便宜了，给你1两好像在欺负你似的。啊？1两还便宜啊？在他心里，1两银子已经是很多钱了。他们家欠了2两银子，都1年了也没还上呢。不过听到顾云东这么说，他还是很高兴的。那就2两吧。有了2两银子，家里就能轻松很多了。还是便宜了。啊？那多少银子啊？大概50两吧。顾云东悲伤地想，要是可以，他也想就给2两银子。真的，他赚钱也不容易，可他想一生平安呢，还是做个好人吧。但50两银子是底线，不能再多了。他琢磨完，正好看到前面有岔路口，忙扭头问臭蛋：“往哪儿？”话说到一半就停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臭蛋瞪直了眼睛，跟个木头人似的。顾姐姐，我刚才好像被雷打了一下啊，不清醒了，听到了很奇怪的事情。你没听错，就是50两。不过你不要说出去，别人问起来，你就说那药材就卖了2两银子，而且全部都拿去还债了，听到没有？顾云东要整理坟包，肯定要找村长的。得知有人来雇人干活，自然一个个都抢着推荐自己。可顾云东用不了几人，最后连带着臭蛋的爹在内，也才3人就够了。50两银子他是给了臭蛋的父母的，说明了一下情况。顾云东在村子里住了2天就要走，没想到又遇到了下雨天，因此等到他再启程时，已经过了5、6天时间了。接下来的一路都还算顺利，只是看到扁木兰的坟包后，顾云东到底心里有些沉甸甸的。杨氏似乎也明白了，缓了好几天才缓过来。半个多月后，马车终于进了永宁府府城。顾云东找了家客栈，打算在城内住1天，明日再去县城。只是等他刚安顿好，带着杨氏出门打算买身衣服时，就感觉后面似乎被人给盯上了。顾云东皱了一下眉，走到巷口时，终于还是停了下来。那人见他转身，不但没走，反而一脸欣喜地迎了上来。顾云东在脑子里很努力地回忆了半天，确定肯定一定没见过这个消瘦的中年男人。男人3两步地走到他们面前，随即看向杨氏：“这位嫂子，咱们又见面了。你还记得我不？”杨氏却猛地身子紧绷，紧紧地挨着顾云东。“请问你是谁？你认识我娘？”“你娘？啊，哈哈哈！原来你就是这位嫂子的女儿啊！你爹呢？咋没见到他呀？”“你认识我爹娘？”“当然认识啊！之前你娘来府城治病，就是我给她针灸的。不过后来这永宁府出了事儿，我就再也没见过你爹娘了。这心里啊，还是记挂着你娘的病情，怕她耽误了诊治啊。现在看她脸色不错，看来上次的针灸啊，很有效。正好我家医馆就在那边。姑娘带你娘过去，我再给她看看。”顾云东瞳孔一缩，脸上瞬间便带了怒色。“好啊，原来这就是那个庸医，我都还没找上门呢，这人自己就撞上来了。”于大夫没注意到顾云东的脸色，只是心里暗自庆幸。真没想到在这里会遇见顾家的这位傻子。
看他这穿着打扮，可比以前见过的要富贵了许多呀，肯定是现在有钱了。嘿，他那汉子还不在身边，面前只有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哎，姑娘放心，只是简单的看看，你娘毕竟以前是我诊治的，若是她好了，我就不收你的费用啊；若是没好，可不能耽搁时间呐，得尽快扎针才行。顾云东都被气笑了，抬脚就往他身上踹去。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哼，我干什么？你个庸医，屁点医术不会，还敢给人脑袋下针，一副尖嘴猴腮的样，病人遇到你，简直倒了8辈子血霉了。举头3尺有神明，你到底害死了多少人？就不怕那些人半夜来找你算账吗？哪里来的野丫头，胡说八道什么的？我好心给你娘治病，你想赖掉诊金，就到处编排我的不是，败坏我的名声。哎，你去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害死过人了？他医术怎么样，自己心里自然有数，所以遇到病人小病小痛的，他就拖点时间，让人吃贵的药，反正死不了，就让他反复多来几次。那种大病他看不了的就摇头，让人家准备后事，能不能活下来听天由命。我败坏你的名声，前段时间从宫里退下来的太医亲自替我娘看过病，亲口说庸医误人，什么都不懂就敢往人脑袋上扎针，害得我娘吐血3升灰命数日，一日比一日虚弱。若不是遇到那位太医，我娘现在就被你害死了。你今日见了我们，还想骗我们给你诊金让你治病，我不找你算账就不错了。大家可都好好看看这人的嘴里，连基本的医德都没有了，当什么大夫？回家吃土去。说起来，这位于大夫好像给人看病都要花费好长时间。可不是吗？上回我邻居得了风寒，也不是很严重，可给这于大夫看了之后啊，足足吃了1个月的苦药才好的。于大夫听了旁人说的话，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愤恨地瞪了顾云东一眼，转身就走。站住！东东，不去，他扎针，疼死了。好，我不去，我在这儿陪着你，好不好？杨氏便点点头，缓缓地呼出一口气来。半晌后，他才重新扬起笑。回去休息。走到客栈门口时，看到不远处蹲着的几个乞丐，眸子微微地眯了一下。杨氏不让他去，难不成他还不能找别人了？进了房间，顾云东就想哄杨氏休息，没想到他却主动拉着顾云东的手，很严肃地说道：东东，不去，他扎我头，好痛的，还不让我叫，不让我哭。说到后面委屈了起来，顾云东听得简直要心疼死。庸医害人，庸医害人，这种人活得这么滋润，简直天理不容。那爹呢？爹不在吗？他烧水，让他去烧烫水，要用。顾云东明白了，于大夫故意指使顾大江去烧水，然后再给杨氏扎针，还不允许他叫，不允许他哭。顾大江听不到他的声音，又没想到一个府城的大夫根本不会扎针，没料到他在承受多大的痛楚。爹不是挺聪明的吗？怎么就在这种时候犯糊涂了，看不清庸医的本色呢？你爹好担心我，他烧完水我都跟他笑了。是啊，你好乖，但是以后要是痛了一定要叫出来，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原来那个人是个坏人。好吧。顾云东看他好像又没事人了一样，微微放下心来，轻声叫他：娘。你不怕扎针吗？至少宋德江给他扎了2次，他都很平静，除了紧张一点之外，并没有害怕的情绪。为什么要怕？宋大夫好好的，有东东在，不怕。那个坏人凶我，瞪我，不让我叫。顾云东就没再问了。杨氏怕的不是扎针，
是人。娘，我去让店小二把饭菜端上来，马上就好。顾云东下了楼，却出了客栈的门，径直往那几个乞丐所在的地方走去。而此时的于大夫却冒着汗，一脸着急地进了仁心医馆。干什么啊你？慌里慌张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后面有狗在撵你呢。东家，我这不是看天阴沉沉的，要下雨了吗？就跑得快了点儿。这个天气它不是挺好的吗？听那卖菜的老伯说，一会儿可能就要下了。是吗？今天这生意怎么样？就几个小病小痛的，就这样，那看病的还找各种借口要拖欠诊金。不给拖，都是新开的那家破医馆，抢走了病人，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他们从别的府城来的，什么规矩都不懂，就开起了医馆了。不行，我不等了，明天我就让人砸了他家那破医馆。那东家打算怎么做？还是找那个快死的人抬到他们家医馆去？不行，这方法太老了，想想别的。直至天黑下来了，两人又琢磨了半个时辰，才终于满意了。行了，你去休息吧，明早咱们早点出发。好嘞，东家放心，我肯定让那惠民医馆在咱们永宁府开不下去，让他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得罪的。于有为便笑着要退下了，然而刚转身，他鼻子就微微的抽动了一下。东家，你有没有闻到？话还没说完呢，他就看到外面火光冲天。着火了！东家，这着火了！于有为什么都顾不上，火急火燎的往后面院门跑去。你跑什么跑？没闻到咱们医馆的药都烧焦了吗？赶紧的，给我去把药救出来去！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跑，就等着我打折你的腿！这时，门外已经传来了人来人往救火的声音。还好这附近的人房子挨得并不是很近，又反应及时，这才没蔓延得太大。顾云东还不知道仁心医馆这边出的事有多大，他陪着杨氏吃完饭后便歇下了。第二天就收拾好了东西，准备离开。谁知道刚走出客栈大门，突然呼啦啦的一群人涌了过来。为首的于有为颤抖着手，指着他说道：就是他，让人放火烧了我们的医馆，就是他。放火烧了医馆？大爷，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什么火，什么医馆，发生什么事情？麻烦你说说清楚。大爷，你才是大爷，我是于有为，你昨个还打了我。姑娘，昨天夜里仁心医馆着火，今天早上才扑灭。医馆东家耿毅被砸伤了腿，大堂里的所有药材都毁之一炬。医馆大夫于有为声称是你为了报复他才使人放的火，请姑娘跟我们走一趟吧。我明白了，所以这仁心医馆得罪的不只是我，对吧？他说是我就是我吗？证据呢？你也说了，他跟我有私人恩怨，恐怕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栽赃冤枉我吧。你放屁，我说的是实话。是真是假，自有知府大人审问明白，两位不必在这里争执了，有什么到衙门由着你们说个够。第一次见到如此铁面无私的捕快，看来今天是不用启程了，走一趟就走一趟。大人呐，大人要为小人做主啊！小人闭嘴！公堂之上，岂容你大声喧哗？好了，你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一遍。是大人，小人是仁心医馆的大夫，昨个出门的时候见到这位姑娘，认出她娘正是以前在小儿医馆里得过病的病人。你哭什么哭啊？都听不清楚你说话，把字儿给我咬清楚了。怪不得都说有事没事这衙门都不要进来，太可怕了。小人
小人好心询问他母亲的病情，没想到他反口污蔑小人，说小人就是庸医，不但没治好他母亲的病，还差点害死他母亲。天地良心呐！小人在这永宁府当了20年的大夫，大家都有眼睛都看到他，怎么可能就会去害他母亲呢？小人冤枉啊！说慢点儿，没看到本师爷在记录吗？这衙门里的人也太难伺候了。小人就反驳，谁知道他便动手打我，我不好欺负他母女俩，干脆先回去了。没想到医馆晚上就着火了，肯定是他让人做的。师爷记完了，便扭头问顾云东：“你怎么说？”我没有出过门。就算没出过门，你也可以叫别人干。谁？城内的叫花子，还有那个伏龙客栈的小二，亲眼看到你回去之后又出门，去外边找的叫花子去了，还看到你给他们送了银子，不是指使他们去放火，还能是什么呀？哼！师爷拿笔记下，然后说：“带伏龙客栈店小二上堂。”小二很快就过来了，回答的也跟于有为一样。我当时离得很远，没看到他给的是不是银子。但那几个叫花子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很高兴的咬了咬银子。于有为便看向顾云东：“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那叫花子呢？师爷扭头去看冷面捕快，后者摇摇头，表示没找到那几个叫花子。肯定是被你灭口了。证据呢？顾云东又是一句问话。懒洋洋地瘫在座位上的知府大人终于看了他一眼。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不但镇定，还有理有据，步步紧逼。既然你没有证据，那是不是应该轮到我说几句了？于有为刚想开口反对，那边师爷已经点了头。你说。对于于大夫的话要辩解一下。第一，说于有为是庸医，这不是我说的，是前太医院御医宋德江判定的。我有幸遇到宋大夫，他见我为娘求医一片孝心，出手替我娘诊治，结果告诉我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因为于有为胡乱替我娘扎针，我娘脑子里的淤血扩散，以至于性命垂危只有短短3月期限。是宋大夫救回了我娘，我感激他，自然痛恨于有为。御医说的，那肯定错不了。就连知府也抬了抬眼，微微点了点头。宋御医确实医术高明。我没。第二，你说我打过你，然后你家医馆着火，回头说是我叫人放的，可你一没人证，二没物证，焉知不是你对我打你怀恨在心，趁机栽赃陷害我呢？在你的眼中，恐怕我只是一个10多岁没什么背景可以随意欺凌的对象吧？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进了衙门就会害怕的说不出话来，任由你自由发挥冤枉，就能把我关进大牢，你也能出一口气了？大胆！你把衙门当成什么地方了？这话师爷是对着于有为说的。他妈的，谁才是被吓得说不出话来的那个呀？第三。还有第三？听听，我还挺喜欢听这姑娘说话的。就是啊，比那庸医说的清楚有道理多了。很好，大家伙儿已经认定他是庸医了。第三，伏龙客栈的店小二说我和叫花子接触，可他并没有看到我和他们说了什么，怎么就能断定我收买了他们干坏事？顾云东确实收买了他们，但不是让他们去放火的，这种容易连累别人。他和其他人无冤无仇的，
没道理害人家，所以他只叫那几个叫花子把于有为拖出来打断一只手，看他没了一只手，还怎么给人治病害人性命？而且他是叫他们今天动手，毕竟等于有为想到自己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大家都知道我娘病了，宋太医说还需要一味药才能彻底治愈我娘，只是那味药不好找，它需要时间。我心疼我娘，自然每天都祈祷那味药尽快被找到。所以看到城内有叫花子时，突然想着是不是要多做好事，就能给我娘积点福报，让她早日痊愈。可怜我一片孝心，没想到居然被人利用，说我放火杀人。是啊，这姑娘一片孝心，不容易呀。哎，就是，他是想给他娘治病，又怎么会去放火折符呢？哎，这庸医整天就想着怎么害人，连个小姑娘都不放过。可不是，就因为愤怒的打了他几下。你们说一个小姑娘家的，就算真动手打他，又能有多大的力道？他居然想着要把人送进大牢，不是人，畜生！这臭丫头力道很大的，一脚就把我踢了个跟头。那边师爷正把笔放下，揉了揉酸痛的手腕。他这是偏心，为什么这丫头说了那么多话，说的那么快，他都不阻止一下？我说完了。你说的比他说的有道理多了。大人，他那是狡辩。公堂之上不得喧哗。师爷说了一句，便将自己的记录呈给了知府大人看。知府大人看完也没说什么话，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师爷便重新回到位置上。鉴于双方都只是猜测，没有证据，不能定案。此事等找到客栈门口的叫花子之后再审。我还得去顾家团呢。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冷面捕快出去看了一眼，又很快回来了。大人，门外有人要告状。哼，不知道这里正在审案子吗？哦，来人声称他就是为了此案而来的。这下众人都齐齐地怔了一下，于有为脸上更是闪过狂喜。肯定是那几个叫花子作证来了。看吧，你高兴。很快门口便进来2个人，而于有为却在看清楚2人的模样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那2人跪下。草民高方见过大人。你2人是什么人？所告何人？大人，草民高方，半月村人，这是我弟弟高远，我们要告于有为草菅人命，害死我娘。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我没有。顾云东默默地往旁边移了移，好像和我不相干啊。你有？哼，半个月前我娘病重，我和大哥带她去了仁心医馆，原本是想找李大夫，可李大夫当时正在忙，腾不出手来。于大夫倒是空闲，便主动过来帮我娘诊治，后来开了药，让我们回去尽管每日一副，煎着吃就好。可没想到吃了3天，我娘就没再醒过来。我们兄弟俩当时就抬着娘找上仁心医馆，于有为不承认，说是我们自己没照顾好娘，还说我们是故意上门来讹钱的，说没有证据。我把他开的药方给拿出来，他直接给撕毁了，怪我们兄弟笨，当初就不应该上去讨说法，应该直接来衙门告状的。药方没有了，药渣总是有的吧？为何当时不上衙门呢？高家兄弟摇摇头，泣不成声。我们抬着娘的尸体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家里进了贼，啥都没丢，就丢了药渣，是仁心医馆的耿东家悄悄让人做的。可是我们没证据，村长说根本就告不了他们。啊？可是你们现在也没证据，为何就来告状了？我们兄弟听说于有为又来害别人，想着就算没有证据也要站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他的真面目，免得还有其他人被害。顾云东听到提起自己了，忙稍稍地直了直身子，对他们说：“2位高风亮节，反正我是做不到。”顾云东那边没证据，可这2人呢，同样没有。哼，
你们一派胡言，真是一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我看你们啊，就是这丫头派来的帮手吧。天地良心，我真不认识他们。那就是他们看上你了，你也不看看你长得那狐媚样。我操，这个不要脸的，真以为我在公堂上不敢动手是吧？他正暗搓搓的开始撸袖子，就听到冷面捕快说：那几个叫花子找到了。终于找到叫花子了，现在就能看这丫头怎么死。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既来之，则安之。几个叫花子都来了，只是众人都惊奇地发现，他们居然穿着有模有样的。你们认不认识此人啊？认识。这姑娘昨天去的伏龙客栈投宿啊，后来看我们几个饿得没饭吃，就大发善心给了点碎银子，让咱们几个呀去买了点好吃的，再买了身衣裳当寒。这姑娘可是个大好人呐。是啊，是个好人。我们想报答她也说不用，只说是她是为了给她娘积福的。我们身上这身衣服就是新买的。我们早上还吃上了热乎的。顾云东默默地听着，只觉得十分的诡异。他可没教过他们说这些话。其实啊，昨晚那场火怎么烧起来的，我们有看到。我们有听到一个人说，把仁心医馆给烧了。谁说的？外面有群众急切地问道。就是那个于大夫。知府大人终于微微直起身子，把事情从头说来。是大人。我们昨天看到于大夫和一个戴着大帽子遮住半边脸的男人说话，说仁心医馆反正已经败落了，还不如烧掉比较好，还能利用这场火呀做点什么。他还给那人一把医馆的钥匙，我们当时没当真就走了。结果仁心医院就真的着火了。当时啊，还是我们叫人赶紧救火的呢。其实是他们要替顾云东打断于有为的手，事先去踩点的，没想到居然遇上了大火。公堂外边有人说：对，我作证，是几个叫花子大声嚷嚷起火了，我就住在隔壁，他们还帮忙救火了。这几个小伙子挺卖力的，火扑灭后他们说肚子饿才走的。于有为就跟被雷劈了一样，直接跳了起来。你们撒谎！你们撒谎！你干什么？冷面捕快上前就一脚踹到他腿关处，将人给踹跪下了。随即他抱拳说：大人，医馆确实是从内部开始着火的。好啊，全是你！我说你昨日跑回来时怎么慌慌张张的，火一着就往外跑，我们耿家待你不薄，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来。我没有。休要狡辩。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仁心医馆的火就是你放的。来人，把他押进大牢。至于他害死高母之事，还有待查实。若属实，到时一起判。退堂。说完人就走了，师爷和捕快随后没了身影。这么草率的吗？那不是还有一个放火的人证没找到吗？他有些懵逼地走了出来，牵着杨氏的手离开府衙，随即就看到自己的马车就停在不远处。他愣了一下，马车帘撩开，露出一张让他不敢置信的脸。你什么时候来的？今天一早入的城门。先上车吧，不是要去顾家屯吗？现在出发还能赶到县城。先不去顾家屯了，明日再去，回客栈吧。你怎么会来永宁府？我收到你的信之后，听说永宁府这边不太平，就快马加鞭过来了。你放心，家里边都安排好了，不会出问题。那你的马呢？寄存在车马行了。你什么时候到的？早饭吃了没有？几天没睡了？刚才那几个人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他好像
很关心我，还是我想多了？之前明明势在必得，如今竟然有些忐忑起来。怎么不说话啊？今早城门一开就进来了，经过人形医馆的时候，那边的火正好扑灭。我本来打算直接走的，结果听到人群里面有人叫着顾大江女儿几个字，我就听了听。于是就听到了于有为打算把点火的凶手按在顾云东的身上。正好他看到了那几个叫花子正打算偷偷摸摸的离开，第一反应就是这几个人做的，抬手就把人给捉了。邵清远逼问的手段是有的，这几个叫花子也被顾云东叮嘱的不准说出去。于是叫花子为了撇清，就交代出了真正的凶手高家兄弟。邵清远让两人去找了高家兄弟，高家兄弟也没想过这锅要让别人背，更何况是个小姑娘。是邵清远让他们去的公堂，但只说他们娘被于有为害死就行。后来也是他让叫花子上堂作证，说火是于有为放的。当然这跟知府大人很有关系。邵清远离开永福村时，特地去秦文征那里打听过到这里上任的官员。知府大人的为人吧，有些怪，只要给他一点点突破口，根本就不管你有没有证据，先抓了再说。证据嘛，可以慢慢找，只要你来告。有个事情想问问你。什么？听说你在这边有未婚夫，是吗？啊？未婚夫？我自己怎么不知道？顾云东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事，不过这是发生在逃荒之前的事情，因此他很努力地去回忆了一遍，一点印象都没有。连我都不知道的事情，邵清远怎么会知道？谁告诉你我有未婚夫的？云叔告诉我的。他就是为了这个才快马加鞭往这儿赶，生怕他回去的时候不但带回了顾大江，还带回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云叔说的，他那小屁孩哪里得来这么不靠谱的消息？娘，我以前和人定过亲吗？定亲？东东定亲了？谁啊？我没有未婚夫，我娘也没有印象。如果是我爹定下的，他一定会告诉我和我娘的。邵清远心里微微的松了一口气，面上保持镇定。我知道了，可能是我听差了，我先回房休息，你有什么事情直接喊我就好。第二天一早，三人都早早的收拾好了东西，离开了永宁府。邵清远还是去车马行牵回了那匹马，这马是他在来之前买的，他暗搓搓的给这马取了个跟追风差不多的名字，叫狂风。顾云东听到这名字时一脸黑线，我还抱怨呢。顾云东有心想要试试，让邵清远驾着马车，自己上了狂风的马背。三人是直至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才到了江玉县的。哎，客官，您这是路过咱们江玉县啊，还是来寻亲呐？有什么小的能帮上忙的您尽管说，别看咱这客栈小，可是也能保证客官这个宾至如归。哎，对，宾至如归，需要什么我都能给您寻摸了。我听人说，灾荒之前县城有家叫兴盛饭馆的馄饨是一绝，现在这家饭馆还开吗？兴盛饭馆就是之前顾大江当账房先生的那家饭馆。兴盛饭馆？那边绕过去再走一段路，倒是有一家还开着，可是那家他也不卖馄饨呢。那可能是我记错了。顾云东笑了笑，没再继续问。他是不打算直接去顾家屯的，所以明日得去那家兴盛饭馆看看，也不知道老板有没有顾大江的消息。只是没想到他们第二天刚进兴盛饭馆的门，就见到一个有些熟悉的人。顾云东一开始没认出来，直至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才多看了他两眼。他微微的紧了紧手，让邵清远带着他娘坐到一旁的窗边位置上，自己则走了过去，在那人的对面坐下。面前突然坐下个人，那人微微的抬起头来，见到顾云东的穿着，微微一愣。你就是蒋家姑娘，是不是太年轻了些啊？你真有20岁？你不认识我？我们认识。
我姓顾，我爹是顾大江，扁木兰是我表姐。表姐夫，你想起来了吗？没错，面前这人就是扁木兰的丈夫丁京城。你真是顾家那个丫头，看着完全跟变了个人似的，这怎么可能啊？丁京城当然见过顾云东，可当时的顾云东矮矮小小的，还总是低垂着头，平日里忙得很。他是扁家的女婿，而自己的岳母和顾家这个娘家关系并不好，平日里也就是偶尔去看看顾大江这个弟弟，岳母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他。印象中也就陪着扁木兰去看这个舅舅3、4次而已。见这个舅家的小姨子还是2年前的事情，当初她更是瘦小，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那会儿舅妈刚吃傻没多久，顾大江一家在顾家格外的艰难。如今再见到顾云东，他别说没认出来，就算认出来了也不敢相信。顾妹子，你还活着，太好了。顾云东不想说自己的事情，他现在只想确认一件事。表姐夫，我表姐呢？他没说自己遇到过扁木兰的坟包，心里总归是存着一丝希望的。木兰她没了。怎么没的？尸骨呢？饿死的，就差一点点呢。我们马上就要到庆安府了，可她没撑下来，就这么死在我的面前。我找了个山头，就把她埋在那里。什么样的山头？距离庆安府有多远的脚程？附近有没有什么村子？你给她立的碑上面都写了什么？坟包什么样的？丁京城都一一回答了。顾云东见所有的细节都跟当初自己见到的那个坟包是一样的，就肯定了那里面确实是他的表姐扁木兰。那我大姑他们呢？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初我大姑一家不是同你们一起离开永宁府的吗？一开始确实是一起的，只是半路的时候突然冲出一大批流民，慌慌张张的乱跑，说是后面有盗匪在杀人。我们一慌也就跟着跑。当时我爹娘一起，我和木兰带着元志一起，岳父岳母一起，就这么给冲散了。后来我们找到了我爹娘，却怎么也没有找到岳父他们，也就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那元志呢？扁元志是大姑的小儿子。丁金城却忽然有些心虚，眼神都跟着闪躲了起来。顾云东心里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猛地站起来。他在哪儿？不远处的邵清远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动静，见他动了怒，忙安抚杨氏，让他先坐着吃点东西，自己大步地走到他身边。怎么了？他没事。木兰临死之前让我照顾元志，我带他回来了。他现在在老顾家。老顾家？居然把扁元志送到了老顾家去了。该死的，顾老头和赵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太清楚了。大姑大姑父下落不明，他们能好好照顾扁元志才有鬼呢。除非顾大江在。想到这儿，他急忙就要问顾大江是否回来了。这时就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中年妇人，她手上还拉着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子，两人边说着话边往这边走。京城啊，你点菜了没啊？我跟你……话还没说完，一抬头就见到了站在旁边的顾云东和邵清远。那中年妇人便微微一愣，打量了两人一眼。你们是我们家京城的朋友？没，娘，他们就是问我打听点事儿。啥事儿啊？你们问我，这十里八乡的事儿我可都知道。不用了，我问完了。顾云东心情很不好，带着邵清远回到自己那桌。你看看我们家京城，这都紧张上了啊！这个天都还冒汗呢。丁大哥挺好的，就是个木头脑袋，也不会说话。本来这样的场面就不好，偏偏还被木兰的娘家人碰见了。京城，京城，你这是怎么了？叫你这几句也没反应，
是不是不舒服啊？啊，江姑娘，对不住，我现在还没想再娶，我娘子才刚过世半年，我这……胡氏恨不得把他的脚给踩断，嘴巴给封上。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这个只是凑巧碰到婶子，她说这家饭店的菜色不错，我便过来瞧瞧。可现在看来，这店面太小了些，我不自在。你们自己吃吧，我就先走了。说完，他站起来就走。哎，胡氏想叫他，可一看饭馆里的人都看着他们，顿时闭嘴了。你咋回事呀？啊，我咋跟你说的啊？你知道娘是费了多大功夫才给你寻摸来了这样的好亲事，那费了是多大的口舌，人家蒋姑娘才答应过来相看相看的。娘，你别说了，咱们走吧。我为啥不说？说你是榆木脑袋，你还不承认？人扁木兰都死了大半年了，你这很……林京城拉不动他就不拉了，干脆转身就走。他感觉到顾云东那边的人听到他娘提起扁木兰3个字时，好像都要冲过来打他了。哎，你去哪儿呀？你给我站住！林京城，你是能耐了吧？你把人家蒋姑娘给气走，你这是还想气死我不是？娘，我都说了，我现在还不打算娶妻。这才半年呢，就缺女人缺到这个份上了。我表姐尸骨未寒，就立马重新找了一个，还有我表弟。东东，不气，不气。我也不是说他不能再找，丁京城也才20出头，可他也不用这么急吧？我表姐嫁给他，简直就是糟蹋了。还有元志，居然被他送到了老顾家。现在看来，得先找人去顾家屯打听打听情况，看顾叔有没有回来过。顾云东点头，正好这时兴盛饭馆的东家回来了，他居然还认得杨氏，见到他在这，立刻就过来了。知道顾云东是顾大江的女儿，他微微的摇了摇头。我和你爹呀，也算是朋友了。过年前我还去顾家屯问过，我想着他要是回来了，还让他来我这饭馆里当账房先生。你爹做事认真又有学问，我是用惯了他的。如今这生意慢慢的好起来，让他来帮忙，我能轻松很多啊。可惜了，你的爷奶居然说你们一家子都死在外面了，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就这么巧，其他人都好好的，你们一家怎么就一个都没活下来？没想到现在看到了你和你娘，我想你爹肯定也还活着，说不定也在找你们呢。是，我也相信他还活着。顾云东谢了他，这才和杨氏、邵清远出了门。重新回到客栈，顾云东就看出杨氏的心情很低落了，他忙安抚他：娘，等咱们把云芝带出来就回家好不好？说不定爹已经找到咱们家去了。你想我们在找爹，爹也肯定在找我们，可能就错过了，对吧？我都想阿叔和可可了。他进了屋子，顾云东却在琢磨着怎么把元志要过来。先找人打听打听顾家屯那边的情况。好，只是找谁打听？邵清远便朝着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门外陆陆续续进来4个人，见到他们立刻扬起一抹灿烂的笑，急匆匆的就跑过来。邵大哥，咱们坐了骡车过来的，就是那骡车走得特别慢，还老拉屎，见到点草就非要去吃，咱们4个合起来都拉不动它，这不就来晚了。别见怪，别见怪。都穿上新衣服，头发也整得油光发亮，就是脸上的笑实在太谄媚了。不晚，你觉得让他们去打听怎么样？他们怎么来了？这4人正是之前在府城指鹿为马的叫花子。我想着这边没什么认识的人，我们找姑叔也需要人帮忙，这几人做事还算靠谱，就干脆让他们一起来了。 4个人年纪都不大，其中一个最高的看起来是他们的老大，叫阿猫。对，他们4个就叫阿猫、阿鼠、阿狗、阿猪。
顾云东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只觉得天雷滚滚。真是把家里的动物都给凑齐了是吧？什么时候也找阿牛、阿鸭、阿七、阿鹅啊？凑齐算了。姑娘放心，你想打听什么，我保证给你打听出来。别看我们都在府城混，但是阿叔以前的家就在江玉县这边啊，他熟得很。顾家团知道吧？知道。我有个远房亲戚啊，就嫁到了顾家屯的。那个村子里大多都姓顾，他们的顾家的族长不是什么好东西。哟，这话说的不错，那位顾家族长可不就是个渣渣吗？行，那你帮我打听一下顾传宗家的情况。顾云东将具体情况和他们说了，几个人立马点头，连口水都没喝就表示要出发。最后是阿猫带着阿鼠去的，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邵清远送他们出门，给了他们几两碎银子。除了打听顾传宗家的事情，还有那位顾家族长也问问。他曾经听顾云舒说过这位顾家族长对顾大江做过的事情，要不是他，顾大江一家子早就分出来了，顾云东也不用多受那么多年的苦。好嘞。阿毛应下了，笑嘻嘻的拿着银子赶紧走。没想到骡车刚进村子便撞到了一个人，阿猫咒骂了一声骡子，从车上跳了下来。你没事吧？小孩摇摇头，看到他眉头皱起不高兴的样子，忙将自己被石头磨破皮的手往后藏了藏。没事，是我自己不注意啊，对不起，你别打我，我下次走路会很小心的，真的。我有这么可怕吗？行了，我没要打你，你自己走路小心点。他当然也看到了他藏起来的小手，只是这小孩跟个惊弓的小鸟似的，他只能装作没看到，让人走了。那孩子那么小，背这么大的柴火，他家里人怎么想的？家里穷吧，或者家里人对他不好。哎，走吧，自己都是个叫花子，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哪有多余的同情心给别人呢？阿鼠是一路问着到了他那位表姐的夫家的，见到阿鼠，可很快就被他身上的衣服和骡车给吸引过去了。都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你都去哪里了？这时候发财了？哼，去府城那边混了混，也没混出个什么出息来。这不才刚回来，打算找个地方落脚下来。你知道我们那村子啊，跟我不对付，听说顾家屯不错，就过来问问。那是，你那村子就没啥好人。你说你们家当初出事儿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的都落井下石，不去才好呢。咱顾家屯就不错，你要是想落户在这儿，正好表姐也在这儿，这呢还能有个照应。你年纪小呀，回头等到了成亲的时候，表姐还能帮你寻个好姑娘。这没出息能买得起骡车，穿得上好衣服，能走路带风，说话有底气。当年的阿鼠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哎，那是不是得找你们顾家屯的村长？他家在哪儿呢？能同意我落户吗？能，那咋不能呀？高兴着呢。阿鼠便让那位表姐带路，他和阿猫直接去了族长家。等阿鼠进去后，阿猫却不耐烦地说道：我去外边走走，这里闷得慌。行，你去吧。阿猫走了，在村子转悠了小半圈，就打听到了顾传宗的家。他站在院门口往里面瞄了一眼，却不想猛地跟刚才差点撞到的那个小孩子的眼睛对了个正着。小孩看到他都惊呆了，脸上闪过惶恐之色，急忙跑出来。我真不是故意撞到你马车的，对不起，你不要生气。阿猫愣了一下。你是顾传宗家的孩子？你别告诉我老爷，我可以道歉，我可以赔罪的，哎，等等，我不是来你家找你算账的，你别紧张，别害怕。你叫顾传宗老爷，你是他外甥，那你叫什么名字啊？小孩往后退了一步，摇摇头，不肯说。阿猫有心想问两句，那边院子里却忽然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扁头，你又死哪儿去了？不是让你把衣服给洗了吗？人呢？扁头，阿猫心里的猜想证实了7、8分，
小孩却趁着他不注意，猛地跑了。二舅妈，我马上去洗。马上洗，马上洗！你怎么这么没用啊？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的，连干点活都不会。1个时辰前我就叫你洗了，你偷懒了是吧？今晚上不许吃饭，听到没有？我假装去顾家屯落户的，去了那顾组长的家，那老头就是个黑心的，居然说顾家屯人口多，落户不容易，一开口就问我要10两银子去疏通关系。后来又说呀，1亩宅基地也要10两银子，荒地也要银子，他当我傻的。现在整个永宁府都缺人，只有倒贴让你去落户的，他这么个不要脸的玩意儿的。他说起来还有点气，虽然原本就是假落户去探听顾组长的事情，最后还要假装不满走掉的，可真的跟那姓顾的聊天，他这不满都达到顶峰了。对了，那老头也是逃荒回来的，不过他这次回来虽然受了点苦，但这精神头还真不错。这老头老当益壮，居然带了个女人回来，把那女人纳进门，他做了妾了。妾？那顾刚有50了吧？今年刚好50。那女的呢才19，听说是逃荒路上爹娘都没了，一个人孤零零的差点死在路边。当时是顾刚16岁的大孙子看中，把人给带上了，结果就被顾刚给截了胡。不过他答应给他大孙子找个更好的，他孙子就没闹。倒是他那个婆娘，现在天天在他家里头骂骂咧咧的。顾云东简直佩服顾刚，他早知道这人睚眦必报，是个自私自利还没下线的东西，没想到还能没下线到这种地步。阿鼠说着又摇摇头。不过我看那妾可是一点都不喜欢顾刚，那眼神里带着恨带着恶，但那也是个有心计的。就我在顾家那么一小会儿，他就给那顾刚的婆娘使了2回板呢，顾家一家子愣是没看出来呢。一个19岁的年轻姑娘能看得上50岁的老头，图他什么？没钱没颜还没好性子，一无是处的老东西而已。顾家那边呢？我见到扁元志了，他过得很不好。说吧，我有心理准备。阿猫将自己进村开始见到的扁元志以及2人说过的话，他当时的惊惧惶恐和在顾家要干的活儿都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了。干脆我们直接摸进顾家屯把他给偷出来吧。对，反正那顾家也不在意他。那孩子在那儿太受苦了，这些人真不是东西。当初顾家为什么会收留他？这话一出，其他人都是一愣。对呀，既然顾家那么不喜欢这孩子，为啥人丁京城给了他们就收了？老顾家确实不想收留他，当时是丁京城的父母硬把孩子丢在了老顾家门口，然后扁元志就在门口硬生生的冻了一整夜，还是顾家屯有人看不下去，就把人给带回去喝口热水的。可是人家也不能收留那孩子呀，当时谁家都困难，幸好江域县新上任的县令正好微服私访，到各个村子里去了解民生。那县令当时就生气了，他把老顾家和丁家的人都给叫了过来，经过反复询问衡量，最终让顾家收留了这孩子。因此扁元志是在县令眼里挂了号的，要是他突然失踪不见，不管是顾家还是顾家屯的其他人都得担心会不会被县令大人降罪。而且如今扁元志的户籍已经落到了老顾家头上，要是就这么带走了，就成了黑户，后续会很麻烦。要把人带出来，还是要从其他方面着手。这么难啊？要不然给老顾家那些人一些钱。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想也知道那家人贪得无厌，给了钱都不一定把人给你。那咋办啊？邵清远便看向一直不说话的顾云东。你心里是不是有主意了？不能抢，不能用钱，那就干脆堂堂正正的把他给要回来。怎么用？找人去问顾家要。谁？丁京城。
只是那丁金城不见得会答应吧？揍吧！阿猫四人齐齐地打了个冷战，想到当初邵清远逼问他们的场景，顿时觉得这算个鸡毛事，丁金城肯定会答应的。今天晚了，明天去丁家找他。明天一早我去顾家屯一趟。你也想到了？邵清远见他如此，心跳突然飞快。怎么就这么聪明呢？我还没说就晓得我去干什么。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人家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如果那女神不好搞定的话，那就算了，不差她那一步。知道了，银子够了，放心。他会搞定的，毕竟不只要问老顾家要回扁元制，连那个顾刚也不好让他过得太得意了。哎，云东，人我给你送来了，这是他的户籍，放这儿了。他说完便将东西放在了桌上，随即也转身离开。你不记得我了吗？那你还记得你大舅舅吗？大舅舅，当然记得，大舅舅很疼我的。姐姐临死之前曾经说过，如果回了家乡没见到爹娘的话，那就去找大舅舅或者四舅。可是到了老顾家，找不到大舅，也找不到四舅了，只见到了从来没有好脸色的二舅和三舅。我是你大舅舅的女儿，云东表姐，能想起来吗？扁元志身子没那么紧绷了，只是有些讶异地瞪大了眼睛。那还记得阿叔吗？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你们还一起玩，还说他是你最好的小伙伴，我就是阿叔的姐姐。阿叔，大舅，表姐。对，我是你表姐。我现在的家在很远的地方，叫永福村。回来这里是为了找你大舅舅的，只是没找到。遇到丁金城才知道你被送到了老顾家，吃了不少苦，所以才让他把你带出来。元志，你愿不愿意跟表姐回家？啊，回家？他原来不是想买我当奴才的。对，带你回你大舅舅的家，袁叔云可都在那儿，表姐和你大舅妈也在。扁元志猛地回过神来，然后飞快地点头。我愿意的，我能干活，能烧饭、洗衣、喂猪。我去大舅舅的家，可以吗？不用你干活儿，去了大舅舅家，你只要照顾好自己，在忙的时候帮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可以了。你是我们的家人，不是下人。家人？好像好久都没感受到家人在身边的滋味了。还记得大舅母吗？扁元志抬起头，他对杨氏的印象反倒是有。回家，带你回家，不怕，有东东在，不怕。许是杨氏是长辈，笑容让人安心，声音也让他惶恐不安的情绪放松下来。当下所有的难受委屈齐齐上涌，忍不住哭得声嘶力竭起来。不哭不哭，乖乖不哭。扁元志真的委屈太久了，他在老顾家被所谓的亲人当牲口一样使唤，如今待在大舅母的怀里，才那么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亲人。今天丁家去要人的时候，和老顾家吵了起来。当时胡氏说了一句，他亲眼看见当年你娘被顾大和媳妇给砸了脑袋，推下了河，这才变成现在这样。你说什么？不知道这到底是胡氏气急之下说的话，还是真有这回事。我便让阿狗留在了顾家屯，盯着了顾家的人，看看到底是真是假。若是他那边查不出来，我们便只能去问问胡氏了。娘落水变成这样不是意外，是假梅子给砸的推的。娘在老顾家已经够受委屈、够勤奋、够低调的了，假梅子竟然还要害她性命。你先冷静一下，阿狗应该很快就回来，到时候再问问
好，我等阿狗回来。姑娘，那接下来怎么办？现在要狠狠地教训老顾家的人才行。何止是教训，我要让他们尝尝血的滋味。你说，我们做。顾云东让其他人都进来，细细地交代了不少事，计划完了所有事情，让阿猫他们都去休息，自己也准备回房。之后的邵清远却突然出声问：那我呢？你不是还有顾刚家的事情要忙吗？需要我给你制定计划？需要。可下一刻见到顾云东蹙着眉，似乎在努力思索，很累的样子，瞬间心疼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能解决。你刚才不还说？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我信了你的邪，你还会灵光一闪？就是刚才想到的。这男人怎么这么可爱？今天原本一肚子的郁气的，看到他此刻的模样，突然就轻松了。等收拾完了老顾家，或许该跟邵清远好好聊一聊了。顾家屯的事情，从他计划开始到此时，差不多10天时间。老顾家完了，顾刚也完了。如今这边的事情算是解决的差不多了。既然爹不在这里，顾云东是准备回去了的。他给了兴盛饭馆的东家10来斤的白糖，托他帮忙多留意顾家屯那边。若是顾大江或者大姑小叔回来了，麻烦他转告一声，说他们一家子都安全，人在宣和府那边。事情处理的差不多，顾云东便开始收拾行李。姑娘，沈姑娘来了。顾云东一愣，打开房门，果然见到沈氏站在外头。你这是？我是来跟你们辞行的。辞行？你打算去哪儿？顾家那边肯放你走？不放我走又怎么样？当初顾刚想纳我为妾的时候，我谎称户籍证明丢了，其实一直都被我藏着呢。顾刚想去衙门给我重新办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拖延到了现在。虽然明面上我是他的妾，但我还是良民，我就算逃了，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那你打算去哪里？回家吧。我记得你说你家是在冯县那边的一个小镇上吧？冯县离这里可不近，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远了，是要出了江域县后，还要经过永宁府再过去呢。要不然你再等一日，我们商议一场，反正我们也要经过那边的。沈氏一愣，随即垂眸想了想。好，那谢谢了。那我带你去房间休息，明儿一早就出发。那个姑娘，咱们想求你件事儿。求我件事？怎么听起来似乎很严重似的？你们说吧。就是姑娘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回宣和府？邵大哥没说要带你们走。邵大哥？刚踏进门来的邵清远闻言猛地顿住脚步。还是第一次听他这么叫我，邵大哥，怎么就这么好听呢？邵清远大步地踏入了堂屋，顾云东扭头看到他，有些不解地看着他满脸的春风。遇到什么好事了？怎么高兴成这样？你们继续聊，就当我不存在，可以继续叫邵大哥的。他怎么怪怪的？这正说到他呢，还要再吵，怎么继续聊啊？邵公子说我们的去留，姑娘说了算。一旁的邵清远微微地点了头。顾云东无语。人不是你从府城带来的吗？都使唤他们使唤了那么多天了，感情你还没决定要不要带走他吗？去收拾东西，该买的都买了，需要银子问邵清远呢。好嘞。四人立刻高兴起来，蹦跳着出门去了。怎么又叫我名字了呢？阿猫很快又探进来半个脑袋。邵公子，我们……邵清远只能站起身来，面无表情地出去了。怎么感觉他好像有些失落的样子？难道他不希望带上阿猫4个人？不是吧？
他不是说阿猫他们很机灵，好好培养他们，以后会是得力的助手，而且都一起干过坏事了，不好把人给撇下吧。顾云东摇摇头，回房继续收拾去了。从江玉县到沈氏所在的冯县要3天时间，顾云东送人送到底，稍微绕了一点点路，直接把人送到他家所在的镇上。其实这几天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句话，云东，我能不能跟着你们去宣和府永福村？你不回家了？爹娘没了，家里也没什么亲戚，我其实一直在犹豫，想着就算回去了也是孤零零一个人。这几日和你们相处让我觉得很轻松自在，尤其是在听你给元志介绍永福村的时候，我心中便十分的向往。既然你决定了，那走吧。多谢。他们之间怎么说也有那么深厚的革命情谊在，顾云东还是很支持他的决定的。沈氏原名叫沈思甜，许是心中的方向终于明确了，笑容都不由得灿烂了许多。沈思甜先去了他父母的坟前拜了拜，说了自己离开的决定。拜别了沈家父母，一行人的速度便快了许多。顾云东还是喜欢骑马，偶尔在马车里待得烦闷了，便会跨上邵清远带来的那匹狂风，跑上一段路。阿猫4个人羡慕的不行，几次想开口问邵清远自己能不能骑，都被他锐利的目光吓得半个字都不敢说。那马好像除了顾云东之外，其他人都是别想碰的。眼看着还有几日就到了臭蛋的村子了，顾云东不由得想到扁木兰的那处坟包，想着是不是该上马车和元志好好谈谈这个问题。就在这时，官道对面同样过来2辆马车，彼此交汇之时，顾云东身下的马儿却突然受了惊，猛地嘶吼了一声，发狂地往前跑去。顾云东惊叫一声，忙一把抓住马的缰绳，努力地稳住身子，尽量不让自己掉下去。邵清远脸色大变，猛地拉住马车，匆匆地对马车里面的人交代了一句：沈姑娘，照顾好他们。他说着抽出匕首，一把砍断了缰绳，跨上追风便不要命地追了上去。云东，把手给我，我拉你过来。顾云东见着他却放松了许多，他一只手握住缰绳，一只手递给邵清远，趁着2匹马靠近的瞬间，猛地一用力往他那边扑。邵清远一使劲儿便将他抱了过来，狂风背上没了人，速度又飞快地往前冲。顾云东也在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儿，搂着他的腰身渐渐地缓过神来。过了半晌，他才微微地退开，只是退到一半，腰上的大手忽然一紧，他又被猛地按了回去。再等一会儿。头顶上传来他心有余悸的声音。顾云东顿了顿，到底没再动，许久才听到邵清远微哑的声音：我差点以为来不及救你。声音还有点发颤，顾云东有些恍神，他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害怕。他伸手想拍拍他的后背，没想到一摊开掌心，就忍不住吃的倒抽了一口凉气。邵清远一愣，忙松开他，这才看清楚他的双手已经被缰绳勒得血迹斑斑了。他顿时懊恼到不行，顾云东反倒安慰他：没事，马车里面有药箱，上点药就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去。邵清远说着调转马头，顾云东想到跑进林子里不见的狂风。那马呢？不管他。邵清远依旧紧紧地抱着他，带着他骑着马往回走。然而等他们远远地看到马车停放的位置时，脸色却忍不住齐齐一沉。阿猫4个人或捂着肚子，或捂着手脚倒在地上痛苦的呻吟。沈思甜则护着杨氏和扁元志站在马车旁边，戒备地看着对面的人。公子姑娘，就是他，就是那小子吹了一剑到狂风的屁股上，狂风才突然发狂跑的。我们想拦下他们，可打不过。他指着那个10岁出头的男孩。邵清远锐利的视线猛地射向他。是我又怎么样？我就是想试试那马是不是匹好马而已。我听说有灵性的马
就算有刀子砍在身上，也会顾及背上的主人，忍着痛的。看来你们那马不行啊！他话还没说完呢，脑袋就被重重的打了一下。他抬眸怒瞪着中年男人：“爹，你打我做什么？”男人却不看他，只是对着邵清远拱拱手：“呵，实在是抱歉，是我没有教好犬子，这位姑娘受惊了。好在姑娘平安无事，这是20两银子，就当是给姑娘压压惊了。”他拿出一张银票来，往前递了递。邵清远连看都没看，只是弯身进了马车，从里面拿出药箱出来，随即低头细细的给顾云东处理掌心的伤口。杨氏几人惊呼一声，急忙跑上前来：“东东，你流血了！”杨氏心疼的不行，低头给他吹，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没事，不疼。”那男人伸出去的手就有些尴尬了。待他看到顾云东的手心时，陡然意识到什么，忙又抽出一张银票来：“这是50两，还望两位收下。”邵清远依旧低垂着头。那小孩见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忽略他们，终于忍不住：“喂，我爹在跟你们说话呢，听到没有？”邵清远看包好了，这才松开手，朝着那小孩走去：“怎么，难不成你还想打我不成？我们家阿海阿芳可是高手，你看看你们家那4个奴才，刚想动手就被我打得哭爹喊娘的，别提多丢人了。”阿猫4人顿时气得发抖，可他说的是事实。邵清远垂眸看了小孩一眼，忽然抓住他的手腕，猛地拖住往旁边走去。站在他旁边那位叫做阿海的护卫脸色突变，抬手就要往邵清远打去。咻的一声，一支弩箭陡然射过来，阿海下意识地往旁边一让，弩箭却擦过他的肩膀，带出一串血丝。阿海震惊地抬眸看去，就见他们方才一直忽略的顾云东手里拿着一架精巧的弩，眯着眼对准他的方向。“别动哦！”阿海也就顿了一瞬间的功夫，那边邵清远却一把将手里的小孩甩上了旁边的马匹，随即狠狠的一鞭子抽在马屁股上。那马嘶叫一声，吃痛的扬蹄就往前跑。“救命啊！爹，救我！”“还不快去救少爷！”站在他身边的阿峰急忙跃上另外一匹马，风驰电掣般的追了上去。那位中年男人气得不轻，手指颤抖的指着邵清远：“你们，阿海！”阿海迅速对着邵清远出手，他是专业的护卫，邵清远虽然也有身手，但他学得杂，因此一开始邵清远隐隐处于下风。可等他熟练之后，那位阿海便有些吃力了，尤其他之前还受了点伤，尽管是皮外伤，但气势已经弱了。中年男人见状有些气急败坏，让2个车夫也上前帮忙。这下就不需要顾云东说话了，慢慢恢复过来的阿猫4人啊呀呀的冲了上去，对着2个车夫开始拳打脚踢。中年男人脸上终于有些发白，心里后悔不已，刚才就应该趁着这2人没回来的时候就赶紧走的。阿海被踹飞了出去，阿狗见状立马飞快地扑了过来，拿起绳子3两下的就将他捆得严严实实的。“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那你知道我们是谁吗？”“知道我是谁吗？这话谁不会说？”“看衣着很普通，不像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可这2人的气势却让人觉得不容小觑。”就在这时，阿峰骑着马将哭得差点绝过去的周小俊给带了回来。小孩确实是被救回来了，可却吓得不轻，刚被抱下马，双腿便是一软，摔倒在地上。阿峰看着被绑着的阿海和车夫几人，脸色顿时就变了，当即就要拔刀。顾云东却不知道何时上了周大富后面，一把匕首抵在他的脖子上，睨了阿峰一眼，后者顿时住手，顺便就被阿猫拿了绳子给绑了。两位啊，有话好好说嘛。这件事儿确实是我们家的错，我们道歉，也给两位补偿。你们说个数，
行吗？顾云东挑眉，周大富感受到了他的态度变化，急忙说：你们看，我儿子是过分了点儿，做错了事情，可是你们也报复回来了。你们看他现在吓得话都说不出来，怎么也算扯平了，对不对？我觉得你应该感谢我们，帮你教育了一下儿子。这人一开始可是不以为然，虽然也是道了歉，但诚意却很敷衍，否则又怎么会在自己做错事了之后，还把阿猫几个打成那个样子？是，姑娘说的是，那您看这是？当然是赔偿了，不只要赔偿我，还要赔他们，他们可也被你们打得不轻。一定。啊，这出门在外呢，我带的也不多，这些啊，姑娘拿着，去药店买那上好的玉肤膏擦手，保证一点疤都不会留下。这次他直接掏出了2000两银子，顾云东伸手拿了银子，这才将匕首挪开。我的赔偿收下了，他们4个的，你自己跟他们谈。阿猫几人立马围了上来，等都拿到了补偿金，这才欢天喜地的上了骡车。你说你一天天除了闯祸还会干什么啊？这么大的人了，你能懂点事儿吗？都是被你娘给宠坏了。你还好意思骂我？要不是你纳了那姓顾的老女人当妾，娘会气得回娘家吗？要不是娘回了娘家，咱们也不用来接人，更不会遇到那几个煞星。这一切都是你的错。你，哼，都不知道你看上那姓顾的什么了，一大把年纪还生过孩子。你要纳妾，也就找个黄花大闺女去啊，找个老女人当宝。你懂什么？你顾姨娘过去过的苦，难得享福，你就不能不和她作对啊？你娘也是，嫉妒心这么强，一点都不贤良淑德。你怎么不说你是色鬼淫虫呢？哪里有人会这么说自己爹的？不孝子，简直是不孝子！顾云东一行人却已经走远了，邵清远到底还是骑着追风去林子里把冷静下来的狂风给带了出来。等到安顿下来了，顾云东才有空问阿猫几人得了多少银子啊？阿猫4人对视了一眼，嘿嘿的笑，一人拿出一张100两的银票来，激动的身子都在抖。100两呢？你们就这出息，才要了100两？100两不多吗？挺多的。既然有了傍身的钱，可得好好想想怎么用，不能拿去嫖赌。一定。4人喜滋滋的拿着银票出门了，顾云东便没再管。等到房间里只剩下他和邵清远了，才问阿猫4个人，你打算怎么安排？等回去后找个练武的师傅，好好的练练身手。阿猫他们的年纪都还不算大，又都是机灵的，这个时候练武并不晚。行，你想好了就行。他打了个哈欠，就要回房休息。谁知刚要去拉开房门，就听到身后传来邵清远的声音：回永福村后，我便找人去你家提亲。他猛地回过头，一脸震惊地看着他，怀疑自己听错了。你刚刚说什么？不会是太困了，所以产生了幻觉吧？回去后，我便找人去提亲。你觉得曾家婶子怎么样？我们2家都相熟，也离得近，要是有什么不懂的，还会提醒我们。邵清远重复了一遍。顾云东确定这次没听错了，可脸上依旧是错愕的模样。顿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对上他闪着光的双眸，这才发现他比自己还要紧张。真是沉默寂静，谁也没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他怎么突然就求婚了？这是求婚吧？不对，连求都没有求，是直接下的决定。想到这儿，顾云东的脑子瞬间清明起来，睁着眼睛瞪着对面的男人。
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要去我家提亲了？也不算好端端的。早上我们不是报了吗？还挺久的。报了。因为报了，所以你就要去我家提亲，算是要对我负责？当然不是，我原本想等到你及笄了再去，只是既然报了，那就只好提前了。什么叫做等我及笄了就去？我答应了吗？你说去就去啊？顾云东忍不住抬腿就踹了他一脚，没想到这一脚邵清远竟然没设防，直接就往后面栽去。顾云东下意识地伸手去拉他，下一刻两人齐齐摔倒在地上。你不答应吗？有你这么毫无征兆，连彼此关系都没有确认就要去提亲的吗？那我们现在确认？你说确认就确认？顾云东挣扎着站了起来，扯了扯衣服，见他还倒在地上，睁着眼睛，一副很绝望的样子，顿时又有些心软了。其实两人虽然没确切的说过，但彼此都心照不宣的。顾云东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性子，既然双方都有意，那在一起也没什么。可是这男方到女方家里去提亲的过程是这样的吗？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得表现得矜持一点才行。我总得考虑一下。好吧，那你先考虑。邵清远从地上坐起，顾云东便垂眸沉思，一副在思考他人品好不好，值不值得托付终身的样子。邵清远还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问道：考虑好了吗？已经过了1刻钟了，矜持的应该差不多了吧？考虑好了。那回去后我找董婶子去你家提亲。好，可不许反悔。我言而有信的。说完，他赶紧转身走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脸好像有些红，再待下去可能会烧起来了。邵清远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终于缓缓地松了一口气。这一夜，两人都没睡着。顾云东便带着扁元志和杨氏去了扁木兰的坟包。因着上次的修缮，坟包看起来已经整洁许多。扁元志一走近，眼泪就吧嗒吧嗒地往下掉，不自觉地跪在地上，哭得抽抽噎噎的，却拼命地压制住声音。顾云东带着杨氏往旁边走了走，留着他和扁木兰说话。大姐，我来看你了。你放心，我现在过得很好。虽然老爷二舅他们不喜欢我啊，但是你说的对，我们还有大舅四舅。我现在就要去大舅的家了，表姐说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以后我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会过得很好的。我就是想你，要是大姐也在，该有多好啊！爹娘我还没找到，可我知道他们肯定还活着，我一定能见到他们的。我们今天过来是来给大姐迁坟的，我带着大姐一起走，一起去大舅的村子。将来我们和爹娘、大舅、四舅团聚的时候，大姐你就能看到了。大姐也不会一个人在这里孤零零的，以后我每年都会去看大姐的。大姐，你一路走好。他弯腰重重地磕了个头。半年了，大姐走了半年了，可扁元志觉得仿佛还在昨天。如今想起扁木兰的音容笑貌，仍然觉得心就像是针扎了一样。那么好的大姐就这样没有了，她还那么年轻，还从来都没享过福，还没有过孩子，在最美好的年龄陨落了，爹娘甚至都没见到她最后一面。顾姐姐，你走了之后，我又去找了你说的那个药材，可找了好久都没找到。那个药材本来就很难得，当然不容易找到，你不用刻意去找的。
什么药材？顾云东也不瞒着他，将自己抄的那本医书给拿了出来，翻到其中一页，指给他看。就是这个，这本书是从宋大夫那边得的，里面都是药材。你以后要是见着了，可要注意点，给我采回来。他一边点头，一边翻了翻。这个我见过。真的假的？真见过？邵清远点头，又翻了一页。这个也见过。再翻2页。这个似乎也看到过。宋德江这个骗子，不是说了这些都是珍贵的很难见到的药材吗？不对，可能是记错了，毕竟药材这些东西相似的还是很多的。你确定吗？有没有可能看错了？你在哪里见到的？这上面写着生长的环境和习性，那应该是没看错的。我在深山里看到过，你想要的话，改天我就给你采出来。顾云东眸子有些亮亮的，那是不是他娘要治病用的白木子？那里面也有。他忙将本子翻到白木子那一页。那你见过这个吗？这个倒是没见过，下次若是见着，我给你带回来。那你多看2眼，记住它的样子，免得到时候忘记了。不用了，我记下了。这么快？不止这个，前面看的我都记下了，放心。你不是才看了1遍吗？你确定不是在骗我？他狐疑地瞄了他2眼，翻开其中一页，遮住上面的字体，指着那图形问：“这是什么？”邵清远只是瞥了一眼，很快便将药材的习性特点都说了出来。顾云东偷瞄着看，居然一字不差。人和人的差距有这么大的吗？凭什么？我也好认真的背了2遍呢，怎么能转头就忘？邵清远似乎也看到他受到打击了，忙说：“其实我现在已经忘了。”呵呵，说谎也没有一点诚意。既然你记性这么好，那你把这书好好看看，以后遇到好的药材，一个都不许漏的，全部采回来。好。他是不是太听话了？我是不是有些欺负他了？深山还是能不去就不要去了，太危险了。只是采药而已，又不是打虎。那也容易受伤。那我去之前都跟你说，做好准备。大姐，你回来了。你怎么站在这儿？可可想大姐和娘吃饭都不香。能让吃货小姑娘觉得吃饭都不香，那这相思病还是挺严重的。那现在我们回来了，可可就得多吃点了。晚上吃2大碗。有人说看到你们回来了，只是刚进村又掉头走了。后来柳安也把柳少爷叫走，我想可能是县里有什么事情耽搁住了，晚些时候会回来的。大姐，我就等一会儿话。那倒是，他还给你们准备了东西，欢迎你们回家呢。顾云东忍不住都笑了，他也不上马车，干脆一边走一边说。路上也有碰到永福村的村民，有些人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可也有一部分人对着他指指点点的，一副不想沾惹到他的模样。哼，你别理他们，一群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碎嘴婆子。我人都不在了，怎么在这村子里还有传说？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说你和邵清远私奔了。啊？私奔？哎呦，你都离开村子2个月，邵清远才走的，这也能被他们掺和在一起？再说了，你们俩凭什么私奔呢？在这里有房有地有家人的，要是在一起找个人提亲就是了，也没人会反对，用得着私奔吗？可表姑说的很有道理，正好，估计回去后再过几天，他就会来家里提亲了。柯表姑猛地顿住，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你说真的？你就这样被他搞定了？你同意了？
哎呀，你也太不矜持了。我矜持过的，1刻钟呢。可表姑假笑，对他很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虽然他知道以邵清远那架势，顾云东肯定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可好歹挣扎个1、2年呢，他真是高看他了。出去一趟，回来就把自己给许出去了。一行人边说边到了家门口，然而顾云东却陡然停下了脚步，有些懵逼地看着面前的房子，看了看左边，再看了看右边。顾云东微微张着嘴，腿脚有些不知道要往哪边迈了。可表姑低头笑了，刚才他就是故意不说的。怎么回事？为什么有2栋一模一样的房子？邵哥哥的家。郭云可小姑娘指了指右边的房子，很开心地替顾云东解惑。邵清远的房子。你走了之后啊，邵清远便将他房子后面那块地也买下来了，然后托冯大能也盖了青砖大瓦房，跟你这家呀没什么差别。邵清远还真是闷声搞大事情呢，这一路上相处那么长时间，他居然都忍住没说，连提都没提过。郭云东多看了2眼邵清远的屋子，还觉得挺有趣的。外表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房子，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他一边想着，一边进了大门。直至此刻，站在熟悉的前院里，他才忽然觉得心都安定了下来。对了，你怎么盖了个跟我家一样的房子？你不是喜欢这样的房子吗？反正以后这也是你家。其实你按照自己想要的房子盖就行了，没必要迁就我。我没有想法，以后你的想法就是我的。说的倒是好听。真的。我信你。邵清远嘴角上扬，手微微的动了动，还是忍不住上前握住他的小手，轻轻的摩挲了2下。你明日要做什么？我想去县城看看，郑家镖局的镖师身手都不错，我想着问他们借个人过来，叫阿猫他们练练身手。过几日我再来提亲。他问过董婶子了，才知道提亲要准备的东西不少，越是重视女方，越不能马虎。明日除了找镖师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买东西来提亲。因此次日天才蒙蒙亮，邵清远便骑马离开了永福村。顾云东也起了个大早，等收拾好自己吃过早饭后，便打算去作坊那边看看。谁知刚出门，外边就停了一辆马车。不是说过几天再来吗？这才过了1个晚上呢，作为夫子怎么能出尔反尔，说话当放屁呢？我是来接新学生去学堂的，顺便来问你几个问题。呵呵，找借口也不找个有诚意一点的。哎，今天不是休沐吗？真是的，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看破不说破难道都不知道吗？这样显得我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想当年我可是风靡全京城的状元爷。你给我说一下，那新式画法到底是怎么下笔的？那府城的通缉令真的是你画的？你教了云舒多长时间？为何我画的时候总感觉哪里不对？他干脆直接拿出炭笔和纸来，当着他的面画了起来。秦文征被誉为少年天才，年纪轻轻便是状元，和他细说不如直接做给他看。果然2张画纸后，秦文征的眼睛就开始发亮了，随即自己动起手来，画完后便细细地端详了片刻。今日多谢，我回去琢磨琢磨，要是有不懂的再过来问你。你还真是不客气。你说了，交易是交易，我不必客气。你等我一会儿。说着，他已经低下头，迅速又专注地画了几张人像。你说府城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学会了这种画法，那我也就不用担心自己暴露了。这是我大姑姑、大姑父还有四叔，我知道你在府城那边有人，所以想麻烦你帮我带过去，贴在城门口醒目的位置。那你爹呢？提起顾大江，顾云东还有些犹豫，想了想，还是将自己在庆安府打听到的事情和秦文征说了一遍。你的顾虑没错，
我没想到你爹居然也参和进抓捕盗匪的事情了。若是他的画像被盗匪拿来寻人，到时候不但没找到你爹，反而害了他，那就不好了。既然你们父女两个都跟这事有关系，我也就不瞒你了。当日在宣和府抓到的那位盗匪头子，背后确实还有人，而且很有可能就在宣和府内。所以那盗匪在祸害了晋安府后没逃到别的地方，反而往宣和府这边来了。这3张图像我会着人贴到府城那边啊，你也可以画2张顾大江的画像给我，我让人暗中留意，不流传出去就是。顾云东点头，低头继续画。而且按照你的说法，他当初遇到的那位领兵的大人，便是宣和府这边过去的赵指挥使。自打他平乱有功之后，已经去了京城。我会去信，让京城的朋友帮忙问一下赵指挥使，看一下有没你爹的消息。顾云东眼睛一亮，忍不住停了笔。多谢。不用，其实你也说了，你爹是在平乱之后半个多月才离开晋安府的。他会离开，肯定是确认了你们不在那儿，甚至得知了关于你们去向的消息。他能去的不外乎是2个地方，一个是顾家屯，另外一个就是宣和府。顾云东也是这么想的，说他爹在宣和府有秦文征帮忙，自然比他自己大海捞针的强。他画好图纸都交给了秦文征，但他要走之前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话：你一直待在凤开县没回京城，就是因为那位盗匪背后的人还没抓到？秦文征豁然抬头，锐利的眸子在他身上弯了一下。这些事情别瞎掺和。我当然不掺和，上回要不是为了赚点银子傍身，我连通缉令都不会画，这会儿都有些后悔了。我还有一家老小要照顾，你们这些打打杀杀的千万别找我。贪生怕死。那必须的。他还很骄傲的样子。秦文征就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女人，气得差点想把手里的几幅画扔回给他。偏偏顾云东还没完，很严肃正经地说：倒是你，我弟弟和表弟可都还在你学堂上学呢，你别连累到他们。我得考虑要不要换个学堂了。我自己也有妻女要照顾，涉险的事情不会去做。那就好。顾云舒明明是一身正气，怎么他姐却是这副德行？对了，顾云舒还整日里说要跟他大姐学习，看来以后我得想办法把他的想法搬回来。总算走了，终于可以出门了。然而走出大门才几步的顾云东再次被差点撞到自己眼前的马车给惊得倒退了好几步。柳维来了，这1个2个的都怎么回事儿？不是昨天才见过面吗？云东，我来查看查看作坊。你是不知道啊，你和邵清远不在这段日子里啊，都是我在看着作坊的。这都养成习惯了，一日不来，浑身都不自在。哎呀，我想着呀，这作坊反正还有几天就要歇了，就干脆善始善终，顺便呢，也好跟你说说这段时间作坊里的情况。对了，晚点我回去的时候啊，再给我拿2把你从永宁府带回来的那个笋干，我爹好像挺爱吃的。秦文征那边已经拿了顾云东给的图纸，让人带去了宣和府，贴在了墙上。刚贴上没多久，便有个提着篮子的婆子过来凑热闹。只一眼，他那脸色当场就变了变，急忙挤出人群，急匆匆地离开。任妈妈，你这是怎么了？瞧你着急忙慌的样子。任妈妈左右看了看，见丫鬟都在外头，便上前2步，在那妇人耳边低声地说了几句话。哦，你说真的？那画像真的跟顾大凤一模一样？倒也有点不同，那画像上少了一道疤。谁会找他们呢？这宣和府有他们认识的人，姓柯。你去打听打听鱼米巷那户人家，看看那姓柯的是什么人。是。哎，等等，你悄悄的，别暴露了。还有，去后院吩咐下去，从今儿个起，不准他随意走动，不许出周家的门。是。
直至天快要黑下来了，任妈妈才回来，只是看神情似乎不太顺利。老奴打听过了，鱼米巷那柯家就只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婆娘，只是最近这婆娘不知道去了哪里。我问那周围的邻居，说是刚过完年就走了，让老奴有急事便去聂府找聂少爷。聂府？那聂府在这宣和府可是一大户家族，人脉后台都不小，就那府邸便是他们周家的2个大不止。唉，咱们周家才刚来宣和府不久，根基不稳，老爷想和聂府搭上线儿都难。这万一咱们得罪了聂府，老爷怕是要大怒。老奴不好再打听，就回来了。没用的东西！我倒是没想到顾大凤还会攀上聂府，这事儿你千万别传出去，尤其不能被老爷知道。还有，找个人趁着晚上人不注意的时候，再弄张别的告示也贴到那墙上去，好歹给我遮住那画像的半张脸。啊，老奴这就去办。那位沈姑娘，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就让她住在家里？是，思田是我朋友，他刚来永福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要是单独住在外边也不安全。再说他身上也没什么银子，想盖房子也不容易。哎呀，没银子你借他呀！你什么时候成了普度众生的菩萨了？人家无家可归，你就把人给收留进来，也不怕给自己招了祸呢。沈思田得罪表姑了？那倒没有。那怎么一副想把人赶走的样子？哎呀，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人家沈思田长得多好看呢，要胸有胸，要屁股有屁股的，你站在他面前啊，就是颗小豆芽菜，完全被他比下去了呀。我咋就豆芽菜了？最近明明发育的很好，好吗？你可给我长点心吧。人家邵清远啊，现在有出息了，又长得高高大大的，这么俊的一个男人，到现在啊还没成亲呢。村里那些姑娘啊都瞎了眼了，那位沈姑娘看着就精明，要是她撬你的墙角，那可咋办呢？搞了半天你就担心这个？表姑，不会的，他们俩不可能的。哎呀，你还笑？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可这是为了你好。我知道表姑是为了我好，但是思田他不一样，你不知道他以前经历过什么，而且他怕邵清远，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种，大概也是跟村里那些眼下的姑娘一样。你心里有数就好，那我明天呀也改改对他的态度。表姑，你今天对他是啥态度？也没啥，就是那个什么秦夫子和柳少爷过来的时候啊，我让沈姑娘出门去打了打招呼，这多看几个优秀俊朗的男人啊，给他开开眼界，这样也就不会撬你墙角了。表姑不愧是表姑，这想法真是与众不同啊。那他准备怎么赚钱呢？进你作坊找个活计？那倒不用，思田绣活好，他打算绣些帕子、屏风什么的拿去卖。表姑放心，他不是那种贪小便宜又没谱的人，住在这里还说要给房租呢。听你这么说，那姑娘倒还不错呀。所以啊，表姑多了解了解他，你会发现他是个很温柔的人。当然，表姑也是个很温柔的人。哎呦，我温不温柔的倒是不知道，我只知道啊，你绣活不好，抽空还是找沈姑娘多学学吧，免得连自己的嫁衣都不会绣，到时候嫁衣要是做的歪歪斜斜的不好看呢，那才是丢尽脸了呢。可表姑说话还是一点都不留情啊，给点面子说我其他优点不好吗？嫁衣不是可以买吗？哎呀，
你这辈子这么大的事儿，那么重要的嫁衣，你居然打算去买？我可告诉你啊，你这一买啊，整个永福村，甚至整个凤开县都要知道你顾大姑娘啊，连绣花针都拿不起来。不是说那些大户人家的嫁衣不用自己绣的吗？家里都有绣娘给做好了，再让新嫁娘补上那么几针，意思意思就行了。怎么到我这儿就要全部自己绣了？柯表姑一眼就看出他心里在想什么了。哎呦，问题是啊，你连补上几针怕也做不到吧？瞧不起我是吧？我这就去找沈思甜，就不信连根绣花针都拿不起来。他扭头就走，柯表姑站在原地挑了挑眉。嘿呦，可算是把你给绕进去了。不过老实说啊，绣活儿一点都不会，是真的丢脸呐。云东，婶子今天过来是为了给清远提亲的事儿。照理说，提亲之事原本就应该是双方长辈坐下来谈的。不过清远的情况你也知道，我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如今就占个便宜，当他一回长辈。至于你家的情况，我也知道，家里都是你在做主，但你年纪小，嫁娶之事也不懂。这段时间我和柯表姑也算是熟识了，所以想着要不让柯表姑来帮你走个过程。顾云东当即点头，他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有个懂得长辈在当然更好。董事便去找柯表姑说话了。目前还只是定亲而已，成亲的日子还得等顾云东及笄之后，而且双方都打算找到顾大江再说。到底是娶人家女儿，岳父哪能不在场呢？董事和柯表姑有商有量的，也将杨氏拉了过来。顾云东也在旁边听得头昏脑胀的。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规矩啊！等到董事走了之后，他才大大的呼出一口气，带着童水桃赶紧跑去看他的50亩地，清醒脑子。赵主知道他过来，忙带着狗剩来了田间。让顾云东意外的是，大钱好像也跟着在忙活那片果林。还是太小了点儿，如今手里面有了银子，是不是该置办个田庄了？没想到赵叔居然能寻摸来这么多的果树，我当时还想着有个一半就很好了，果园也打理得很好。赵叔辛苦了。大钱找了不少来。只是凑巧了而已。凑巧？之前出门找伙计的时候去了不少地方，所以知道一些。那你还能收水果吗？这次不收果树，收果子，要那种品相好的，能做到吗？能。我需要不少水果，不过也需要你把价格给谈下来。我可以的。行，改天我叫2个人跟你一起去，你先好好想想，想好了来永福村找我，我们再来谈谈工钱的问题。好，我一定好好想。顾云东又看了看果园，为了照住一些种植的事情，便打算离开了。大钱也要出息了。怎么，不希望他有出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只有自己还啥也没有。你看，庄子去了县城当了伙计，上回听说他打算好好干，过2年争取登上掌柜的。如今这大钱也被顾姑娘重用，以后说不准也是个管事儿的。只有我还在这里每天挑水翻土。怎么，嫌弃？我问你，谁跟你说每天挑水翻土就没出息的？爹，你这是啥意思啊？顾姑娘建了新作坊，又要收那么多的果子，这接下来肯定是要做果子的生意的。现在外边果子贵，所以他才买果园自己种。你看着吧，将来他的果园肯定不止这里50亩，只会越扩越大。你这边果园打理得好，果子长得好，以后说不准就成了果林的管事了。我咋没想到呢？爹，
你太厉害了，这都能想到。唉，他这个样子，真能成为管事吗？罢了罢了，趁着自己现在还年轻，多教教他，还来得及。怎么啦？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你直说。郑家镖局要送一批货去清安府，回来还要运一批，路途远，他们人手不足，想请我帮忙走一趟。若是以前，邵清远身无牵挂，去了也就去了。可如今，他也是快要有家室的人了，去庆安府送货，少说也得要1-2个月。他才刚和他确定关系，不想分开。但郑家镖局这半年来和自己接触也多，关系还不错。顾云东没想到是这个事，他的神情变得古怪起来，拉了拉垂在身侧的头发，也是一脸的迟疑。其实我也有事还没想好怎么和你说。什么事？前些天我收到了宋大夫的信，他说万庆府那边有白木子的下落。我想着等云舒过完生辰，便去万庆府走一趟。那我推了郑家镖局的事，陪你过去。别，郑家镖局也帮过你不少，难得有事需要你帮忙，肯定是找不到其他人了。他们什么时候出发？2天后。那我也2天后出发，去万庆府正好经过清安府，可以通行一段路。接下来的路你一个人走？你不相信我？不是。邵清远有些懊恼，怎么事情就凑得这么巧？偏偏他送货去庆安府还不算，那边还有一批货要及时运回来，否则他还能陪他过去。商讨的结果，最终只能按照顾云东说的那样。这次在童水桃的强烈要求下，倒是把他给带上了。邵清远也带上了阿猫阿朱2人，算是让他们见见世面，其他2人留守家中。顾云东此时已经跟着邵清远到了郑家镖局。这次往清安府送的东西是什么？酒。顾云东还想问什么，就听到外边响起了一道略微有些熟悉的声音。顾东家竟然也在。陶大少爷，好长时间没见到顾东家了，顾记最近好像上了好几样水果罐头，味道极好，就是少了点。我还想再买些送人，都买不到了。陶峰很是遗憾地摇摇头。顾云东刚要回答，身边的邵清远突然说：我们去那边帮忙吧。刚才就觉得他的神色有些不对劲儿，不应该说以前也有过，都是在遇到陶家人的时候。他跟陶家有什么恩怨吗？顾云东对陶峰微微的点了点头，便和邵清远走了。这些酒都是陶家的，就是他们家的酒要送到清安府去。说是新酿的，就4坛，其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是顺带着的货物，最主要的就是陶家的这4坛酒而已。你跟陶家人认识？不认识。陶家的事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以后再告诉你。王镖师尤其喜欢顾云东做的饭菜，马车停在野外的时候会经常跑到他身边看。可惜啊，再过2天就要到庆安府了，不能再吃到顾姑娘的手艺了。你看了那么久还没学会？不行，这个真的需要天赋的，我这手就跟脚没啥区别，这太不是东西了。去看着货物，别偷懒。你这小子，我好歹比你大1轮，你对我敬重点行不行？王哥，你自己也说了，再过2天到了清安府，这清远就要和顾姑娘分开了，你还去打扰人家小两口，你这脸皮啊也太厚了。可不是，自己婆娘不在，就专门去迫害别人的，你咋好意思的？顾姑娘，你这粥啊，你别给她吃。他笑了笑，正准备将粥给盛出来，突然就见到去林子里小姐的阿猫飞快地跑了过来。公子姑娘，不好了，我看有几个人蒙着面往咱们这边跑来了。一听这话，方才还笑嘻嘻的镖师们表情瞬间变得严肃，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
王镖师更是直接对邵清远说：“你赶紧带着顾姑娘他们去林子里藏着。阿发、阿旺，看好货物。现在带着货物走已经来不及了，与其慌乱，不如备战。看没看清楚有多少人？大概10多个。怎么会有人劫镖呢？这段路自打灾荒过后就很安全，况且这次我们送的东西都没什么贵重的。”但现在也容不得他多想了，他扫了几个镖师一眼，都保护好自己。那边阿发、阿旺应了一声，已经走到装货物的马车边上了。邵清远也带着顾云东和童水桃往旁边的林子里走。邵清远将人带过去藏好后，让阿猫两人留下保护好他们，随即便飞快地走了出去。果然，就见王镖师已经跟那10多个蒙面人都交上手了。王镖师他们虽然对敌经验丰富，身手也好，可双拳难敌4手，隐隐开始处于下风了。邵清远眸子一眯，立刻跑到马车边上，将举着刀子要砍阿旺的人一脚给踹开了。他这一加入，形势稍有缓解，王镖师缓缓地松了一口气。顾云东几人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阿猫几人虽然心里忐忑，但让他们就这么躲在后面眼睁睁地看着，也实在不甘心得很。好一会儿，他终于忍不住说：“小姐，让水桃保护你，我和阿朱去帮忙。”你们去就是送死，没看到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吗？王镖师都受了伤，你们连刀都还没摸过，怎么跟人家去拼命？肉搏吗？我们可以用石头砸。对，这边有不少粗壮的棍子，从后面偷袭，总能敲晕几个吧。得了吧，你们去不是帮忙，是去添乱。说不准啊，还有未来的姑爷保护你们呢。他刚说完，就小声的惊呼一声：“小姐，他们太卑鄙了！3个人围着未来姑爷一个人砍，哼，差点就被砍到了。”小姐，你快想想办法呀！是啊，咱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然而下一刻，3人都怔住了。不是，小姐手中的弩箭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们怎么都没看见？顾云东已经将弩箭对准了正打算从邵清远后背偷袭的人，咻的一声，弩箭就跟长了眼睛似的，骤然扎进了那人的后背。这边角度不行，不能一击毙命。正在疯狂互砍的王镖师和劫匪们见着一人直接中箭倒在地上，都愣了一下。他们还有人在暗处，速战速决！劫匪头子一喊，那些人更是不要命的往货车方向挨近。顾云东的第2支箭也猛地射了出去，对准的正是那个劫匪头子。可惜那人反应迅速，用刀挡开了，只是微微的踉跄了一下。而且有3个人已经循着弩箭的方向往这边跑来。顾云东忙对童水桃3人说：“你们到那边去。”小姐，我能帮忙的。行，那这几个人交给你们了。既然是让他们出来历练的，总不能一直让他们在身后躲着。只是看看不动手是得不到锻炼的。不过对方3个人，我们也3人。顾云东拿着弩箭射出了一箭，解决了其中一个，随即弯身，仿佛去解腿上的套子，其实是从空间里拿出来的2把匕首交给了他们。注意安全，实在打不过就跑。随即他跑到了林子的另外一边，又射出了2箭。他看出来了，这伙人的目标就是马车里面的陶家那4坛酒，因此围在阿旺、阿发身边的人一直没少。蓦然，阿旺腿上被砍了一刀，又被踹了一脚，人直接被踢飞了出去，整个人便昏死过去。偏偏那个劫匪还不罢休，拿着刀就往他的脖子砍过来。顾云东脸色微变，忙对准他射了一箭。如此一来，阿发那边一时没有看顾到，他也中了一刀。顾云东有些懊恼，弩箭虽然方便，箭头也够，可他上箭比较麻烦，有些费时间。眼看着有2个人对准阿发砍过去，顾云东顾不得许多，直接从林子里跑出来。邵清远第一个看到他，微微的皱了皱眉，边打边往他这边而来。顾云东手里拿着前世专门用来砍丧尸的长柄西瓜刀，对准想要杀阿发的人后背就是一刀，随即一跃而上，跳上了马车车架。顾云东一边挡住刀，一边将手伸进了车帘子里面，碰到放在里面的货物，微微一收，那4坛酒便全部被他收入了空间内。
随后他便若无其事地从车板上跳下来，对着面前的一个劫匪一阵狂砍。他有意放另外一个劫匪上了马车，阿发和另一边的王镖师都看到了，脸色顿时大变，就要冲过来守着。谁知那劫匪撩开车帘子，却只看到了空荡荡的车厢，偏偏后背还被冲到跟前的邵清远砍了一刀。那劫匪忍痛从马车上滚下去，随即对着劫匪头头喊：老大，我们上当了，马车里根本就没东西。哎，你说什么？车里面空荡荡的，我们上当了。老大脸色大变，看了一眼眼前的形势，镖师那边只倒了一个，自己这边却损失严重，再打下去也讨不了好，尤其是在货物没有的情况下。因此他猛地一刀逼退王镖师，对着其他人说：先撤！劫匪本来就打得有些疲惫，见状纷纷寻了个破绽，扭头就跑了。镖师们没追，王镖师赶紧去看了倒在地上的阿旺，见他还有气，微微的松了一口气。见有其他镖师过来照顾他，自己便二话不说就来看马车。刚才那劫匪居然说马车里没货，怎么可能没货？难不成已经被人劫走了？镖师的主要任务就是护镖，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货物却不能丢。顾云东见他要上马车，当即抢先一步上去，趁着人不注意的时候，将斯坦酒全部放了回去。因此等王镖师掀开车帘子，便见他们这次要保的镖没有任何问题。他一脸懵逼，将车帘子放下，然后不相信似的又一次打开，见里面的东西还在，顿时松了一口气。奇怪，明明货物还在，那劫匪怎么说什么都没有啊？顾云东就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说：可能是看差眼了，或者那个人跟劫匪头头不是一伙的，故意这么说。王镖师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暂时接受这样的说法。只有邵清远不动声色地看了顾云东一眼。方才那劫匪接近马车，他怕顾云东会有危险，便也追了过来。因此那人掀开车帘看时，对于里面有没有东西他一清二楚。但邵清远什么都没说，只是走到顾云东的身边，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一番。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你受伤了？邵清远的胳膊上被划了一刀，看起来不是很深，但那血也染红了一大块的袖子。小姐，公子，我们回来了。这时阿猫三人也飞快地从林子里跑出来，看样子已经解决了那两个劫匪，而且没受什么伤。顾云东顾不上许多，赶紧去自己的马车上将准备的医药箱拿了下来，给他洗了洗伤口，拿了白酒消毒后，小心翼翼地抹上药。邵清远安安静静地由着他动作，看着他垂下的眼睑，满足地勾了勾嘴角。只是很快这份宁静便被打破了。那边有个镖师惊慌地叫着阿旺的名字，情况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顾云东赶紧跑过去看了看阿旺，可他不是大夫，虽然准备了很齐全的医药箱，但阿旺一看就是受了内伤。镖局里也有准备各种伤药，但治疗内伤的药在方才打斗当中被打翻在地，此时全部踩烂了。倒是邵清远上前细细地看了阿旺两眼，随即转身上了马车。没多会儿，拿出一个小瓷瓶递给了王镖师。这是我自己制的药丸，治疗内伤的，若是信得过我的话，可以给他试试。你自己制的药丸？不是，他什么时候会制作药丸了？王镖师有些犹豫，可阿旺又忍不住吐了一口血出来。形势有点糟糕，他咬咬牙，见阿旺也赞同，便直接给他吃了下去。顾云东立刻紧张兮兮地看着阿旺，心里还有点小激动。邵清远居然会制药了，这么多才多艺的吗？那药似乎很不错，阿旺吃完之后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许多，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其他人受的都是外伤，大伙儿都有经验。阿旺被抬到了马车上，善后的事情也有人管。只是王镖师等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来劫镖？陶家的斯坦酒竟然让劫匪堂而皇之的闯上官道，这根本就不寻常。自打灾荒过后，从宣和府到庆安府这一路一直都很平静，
从未听说过有人劫道的消息，而且这些人二话不说直接动手，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陶家的那4坛酒。那酒有什么名堂啊？如果真的那么贵重，陶家又怎么会交给我们镖局？而且对镖师的人数也没要求，任由我们堂而皇之的护镖上路啊。这确实很矛盾。那些人是不是陶家的仇家？或者陶家真正要送的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在这里，交给镖局只是个障眼法，酒是没什么问题的。这4坛酒都是镖师们验过后亲自装上车的。那个陶峰倒是来过镖局，可他那会儿根本就没机会接触到酒。算了，这些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需要尽快把货物送到就行。今天晚上不休息了，连夜赶路。王镖师也是一个头2个大，说着他看了看顾云东，后者没有意见。怎么了？那个药你什么时候吃的？我没有听说过你学医啊。没学过。啊？你还记得你给我的那本医书吗？那书除了记载药材之外，也写了几个常用的治疗配方，我就按照那上面写的试了试，正好就做了这么一种治疗内伤的药。后来把这药给野兔喂了，没什么问题，便拿到了县城里一个老大夫那边。那老大夫看了之后问我买了2小瓶。不是，就因为看了治疗配方他就治出来了，而且人家老大夫还问他买。怎么了？很高兴吗？当然高兴，回头我再问问宋大夫，让他再找点别的医书给你看。我都不知道原来你的天赋在这儿。云东，要是你这次去万庆府没能找到白木子，也不着急，伯母的病说不定也能用其他的药代替。我会努力看书，多研究药材，所以有些事情你可以让我帮你分担。邵清远看着他眉眼弯弯的样子，脑子里却不由得浮现出那突然消失又出现的4坛酒。他很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他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障眼法骗过了那个劫匪以及自己的眼，但他显然没有说的打算，那他就不问。马车是在第3天的早上抵达庆安府的。顾云东和邵清远是在城门口分开的，他没打算进城去。邵清远只能叮嘱他路上小心，然后皱着眉送他走出去好一段路才回来。顾云东带着童水桃便直接去了城西，在那附近找了一家客栈歇下，随即便出门，打算去新府附近走走。然而当他在新府门口绕了一圈后，他还是打算先回客栈了。还是从长计议，从长计议。直至2人从新府返回，快要到达客栈时，童水桃突然皱了一下眉。小姐，有人跟着咱们，是不是那什么新府的人啊？知道咱们在打他们主意？你是不是把新府的人想得太神通广大了一些？不会，这人跟踪的手段很笨拙，一下就被发现了。那怎么办呢？往那边巷子里走。童水桃点头，2人继续若无其事地往前。等到了那巷子，一进去便转过身来，静待对方的到来。后面的人也紧跟着进了巷子，没想到一抬头就对上顾云东2人冷笑的表情。可是下一刻，顾云东的表情便收了起来，童水桃也怔住了，因为对方是个年纪颇大、衣衫打满补丁、看起来很落魄的老头子，甚至顾云东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只是一时没能想起来。那老头也怔了一下，犹豫了好一会儿。你是不是顾姑娘？我是姓顾，你是？顾云东想了片刻，脑子里陡然闪过一道光，猛地瞪大了眼睛。你是于大爷？真的是云东？对，是我。顾云东是真的没想到，当初在庆安府城门外遇到的那位大爷会再次相见。他上前几步走到于大爷的身边。没想到又见面了，你最近好吗？好，我挺好的。话刚说完，他肚子里突然传来咕噜噜的声音，于大爷顿时不好意思了起来。
早上那会儿喝了点粥，这不外面走一走就没了。那边有个馄饨铺，咱们去吃碗馄饨吧。不用，我回家去吃就行。顾云东却已经扶着他往那边走了。上回一别都有大半年了，正好和大爷叙叙旧。我也想尝尝这边地道的馄饨。于大爷便不说什么了，他知道他历来是个心好的。上回离开之前，他还给了他们一筐吃的，这才让他们祖孙3代坚持到了这万庆府。于大爷，你怎么认出我的？我这形象和以前相差太多了吧？于大爷的眼睛这么厉害。我一直蹲在那边，想找点活干，听到你们俩说话的声音了，觉得耳熟得很，就忍不住跟在后面。其实也没想过真的是你，被你发现了就问问，想不到啊。哎呀，哎，对了，你现在住哪儿？我在宣和府那边。宣和府？你当时往宣和府那边去了？是，原本是打算来这边的，不过那会儿看到往这万庆府来的人太多了，我想着这么多人跑过来，到时候又乱了怎么办，就往宣和府那边去了。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我们当初加快了速度，也没赶上你们，怪不得你爹怎么找也找不到你们。于大爷，你说什么？我爹？于大爷被他突然拔高的声音吓了一跳，顾云东却已经忍不住站了起来。我没听错，你刚才说我爹？你见过我爹？是，你爹就在这万庆府里，一直在找你们呢。那他现在在哪儿？我爹现在在哪儿？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他？他昨儿出门，到现在还没回来。于大爷说完，见他蹙着眉，一副失望的神色，又急忙加了一句：不过你不用担心，你爹一般出门个2、3天就会回来的。他昨儿个是听人说有你的消息，就急匆匆的走了，我没来得及问他去哪里。回头他没找着人，还是会回来的。他就跟我们住在一个院子呢，你再等个1、2天就能见到了。于大爷，能不能跟我说说关于我爹的事儿？你们怎么会遇到的？他现在怎么样了？你爹呀，为了找你们，真的吃了不少苦。于大爷祖孙3人当初在得了顾云东一筐粮食的帮助后，就下定决心往万庆府这边来了。直至新皇登基，于家都没打算再回老家，于是便在万庆府扎根了。可惜他们没有后台，也没有银子打点，最终被衙门分到了山沟沟里。于家人商量后，便决定户籍在那村子里，人却到府城里找活干。他们身上还有点钱傍身，便租了个小院子。但无根无基的在府城找活干，谈何容易？遇到顾大江是在他们安稳下来1个多月后。一开始是帮人搬货的于大爷儿子跟人聊天时，无意间听到有人在询问顾云东的名字。当时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但顾云东这名字太熟悉了，算得上是他们家的恩人。他便过去问了顾大江几句，这才知道这就是顾云东的爹。你爹听说我们见过你们，高兴得不得了。可惜那会儿我们都以为你来了万庆府，你爹便一直留在这里打听你们的下落。他这人啥活都干，哪里有活他就往哪里去，赚来的那些银子全部用来寻找你们，请走街串巷的货郎帮忙，去衙门塞钱给捕快，让过往的镖师打听你们的消息。他身上留的铜板只够他吃，原本他还打算去睡破庙，睡桥洞底下的那些地方不要钱，是我们非拉着他
住到我们租的那个小院子里去的。怎么可能呢？顾大江怎么可能这么落魄？他识字啊，很聪明的。我爹这人以前都是当账房先生的，怎么会？即使是流民，即使府城的伙计不好找，但这一年头读过书的人极少。顾大江想要找份体面一点的工作，以他的能力并不难啊。嘿嘿嘿，可那些需要找识字的人的铺子酒楼都不会允许他3天2头的跑出府城去找人呢。大爷，我能不能去看看我爹住的地方？哎呀，当然可以。走，去大爷家坐坐，说不定咱们到家，你爹也已经回来了呢。运动丫头呀，你既然在宣和府那边安定下来了，这次咋跑到万庆府来了？于爷爷知道我娘的病情，我们找了大夫看了，大夫说缺一味药，有人说万庆府的新府里有这味药，所以我来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割爱。这新府财大势大，不好惹，人家又不缺银子，想要让他们给你药难。是难，但再难我也得试试。于爷爷知道新府里如今谁的地位最高吗？哦，应该是那位二少爷吧。听说二少爷娶了知府大人的女儿，那大少爷是个身体不好的，也没咋听说他出门。邢老爷出门在外的都带上那位二少爷，好像邢家有一大半的产业都是二少爷在管。如何才能见到那位二少爷？啊，这可不好说。你想见邢二少爷？问他买药材？买估计是不可能了。顾云东想先了解一下那位二少爷，看看能不能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正想着，外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爹，我回来了。”爹，这是……这是云东丫头啊，不认得了。于大伯，好久不见了。这是大江他女儿。对。于大爷和他说了跟顾云东遇到的过程，最后还说到了心腹。听说顾云东想见二少爷，于大伯的眉头不由得拧了起来。那二少爷我见过一次，上回有个人想跟心腹攀上交情，特意去拦了二少爷一次，二少爷连眼角都没抬，那人就被他身边的护卫给拖走了。你要见他，除非什么？于大伯看了顾云东一眼，咳了2声，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心腹的二少爷他好女色。你说啥呢？你想让云东去勾引那侧妃？不是，爹，我没那个意思。那二少爷好女色，可是他夫人也不是个好相遇的，又是知府的女儿。我这不是在提醒顾丫头别鲁莽的出现在二少爷面前，免得遭难吗？多谢于大伯的好意，我知道了，我会尽量避开二少爷的。如此一来，那不是难上加难。有没有什么办法进心府一趟？你要是想进心府，我还真有个办法。什么？我认识个朋友，是给心府后厨送菜的，我和他说一声，你明日一早可以跟在他后面进去看一看。真的？哦，不过你不能乱走，若是出了事连累到我朋友，他是不会管你的，反而会撇得干干净净。我明白。第二天一早，顾云东按照于大伯说的，先去了心府门外等着。不多会儿，果真见到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小伙子推着一车菜过来了。顾云东忙上前，彼此说了自己的身份后，那中年男人便沉默地带着他往前走。蓦然，耳边忽地传来2个丫鬟低低的说话声：“啊，那个人可真惨，被二少夫人折磨了一场，又被二少爷打了板子。谁让他们认错人呢？唉，可怜。”前面带路的管事突然重重地咳了一声，
两个丫鬟吓了一跳，立刻闭上嘴，低着头飞快地走开了。顾云东低眉顺眼，就当没听见。没多久，几人便走到了厨房。他将最后一筐菜拿下来后，就问那管事的茅厕在哪里。谁知那管事的却斜睨了他一眼。哦哟，茅厕什么茅厕哟？你还想在新府上茅厕哟？这不是活都干完了吗？忍着，回去再解决。心里有句脏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正想着要不要找别的借口，突然就见一个中年妇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进来，说道：我们家云东的燕窝呢？好了没有？顾云东瞪大了眼睛，错愕地看着那妇人，他差点就要应下他的那句称呼了，还好立刻反应过来，他说的不会是自己。在这儿呢啊，一早就炖好了，快给顾姨娘送过去吧。顾云东差点一口血喷出来。姓顾，也叫云东，不但同名，还同姓呢。哼，我们家云东现在可是二少爷新家上的人，你们这一个个捧高踩低的，可不要不把他放在眼里。让你们炖个燕窝而已，推三阻四的那么久，还要我亲自过来拿。再有下次，把你们全部给发卖了。说着，他直接端着燕窝趾高气扬地走了。人一消失，厨房里的几个婆子就朝着他的背影呸了一声：呸！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女儿就当个妾而已，还把自己当正经主子了，真不要脸。等着吧，二少夫人这是没腾出手来，等她空闲了，顾姨娘还不定能当多久呢。那管事正好和中年男子说完话，让他们可以走了。顾云东再想寻机离开，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皱着眉，微微挫败地离开了厨房。不过他倒是知道了，这新府的二少爷新纳了个妾，就是名字……算了算了，这些不重要，同名同姓而已，还不能允许了。那二少爷看来现在还挺宠这个妾的，说不定能从他身上下手。顾云东一边想着，一边跟着那中年男人出了新府的后门。一出来，中年男人便对顾云东说：哈哈，好了，于兄拜托我的事情我做完了，欠了他的人情我也还完了，就这样吧，不用再跟着我了。好，多谢。啊，不用。顾云东叹了一口气，往旁边的巷子里走了走，谁知才刚走了几步，突然就见到一伙人围在那儿，指指点点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顾云东蹙眉，那边童水桃已经看见他了，急忙跑了过来。小姐，你出来了，怎么样？没事吧？童水桃也穿着粗布男装，毕竟他一开始是想跟着进去的，可惜计划还没说出口就夭折了。顾云东摇摇头，指着那边的人群问：没事，那里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刚才有个人被新府的下人给丢出来了，据说是被打了板子，还挺严重的。被新府二少爷打的吧？顾云东骤然想到那两个丫鬟说的话，他无意多管闲事，带着童水桃便直接走过了人群。然而就在经过那人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道气若游丝的声音：云东。顾云东耳朵灵敏，听到这两个字时，瞬间身子一僵，豁然扭过头去看那躺在地上的人。下一刻，见到倒在地上男人的真容时，他的手开始剧烈的颤抖了起来。喂，小姐，你怎么了？童水桃见他不对劲，忙小声地问。顾云东喉咙发紧，连个声都发不出。他猛地握住颤抖的右手手腕，十分艰难地贴在地上男人的脖颈，感受到手指下的脉搏还在跳动，这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费力地去扶男人，围观的人忙劝道：哎，这位小兄弟啊，这是新府丢出来的人，你可千万别多管闲事儿，免得惹祸上身呐。顾云东豁然抬起头，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喉咙滚了滚，终于吐出一个冷冽的字：滚。哎，你……那人好心劝他，反倒被骂，顿时有些恼。可对上顾云东那凶狠冷酷的表情，顿时又有些怂了，垂手灰溜溜地离开。
顾云东重新低头对童水桃说：“来，小心点儿，把他背回客栈先。”好的，小姐。童水桃力气大，急忙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将男人扶上了背。他也不敢用力，尽量弯着腰，让背上昏迷的人舒服点。等走出一段路了，童水桃才问道：“小姐，这是谁呀？”顾云东身上的神经到现在还是紧绷着的，嘴角也紧紧地抿着，眼眶里有种嗜血的情绪在翻涌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童水桃的话，声音却干涩暗哑：“他是我爹。”是老爷？是。顾云东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到顾大江的。他是被心腹的人丢出来的，被心腹的人打成这样的。姑娘，他有听到店小二叫他姑娘的。这位病患身上的伤有些严重，我这边暂时给他稍作处理，只是这后面用的药怕是不便宜，你有。顾云东拿了一张银票出来，给他用最好的药，尽量减少他的疼痛，不要留下后患。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行。这不是路上随便救回来的吗？这也太大方了吧！大夫已经走到桌边，拿着纸笔写下药方，随即交给店小二：“麻烦小二哥跑一趟，去我们家医馆把这药取过来。”小二忙接过来，欢喜地应下了。他是个机灵的，知道这姑娘似乎很看重床上的男人，那他帮着多跑跑腿，到时候赏钱肯定跑不了。趁着小二离开，于大夫才洗了手，走到他身边说了顾大江的情况。病人身上有3处较严重的伤，一个是肩膀上的烫伤，应该是被开水烫的，这个倒是还好，水泡里的水液我也已经挤出来了，一会儿我给抹上药膏，等以后长出新皮就好了。顾云东缓缓呼出一口气，微微点头。这第2处就在于他的左手手指被重物敲击，2根手指的骨头断了。于大夫抬眸看了他一眼，继续对神色紧绷的顾云东说：“我用夹板给他固定好，这个要慢慢养着，以后最好不要提重物。第3处就是他背上的伤了，这是最严重的。那打他板子的人技术不好，外伤严重，内伤也不轻啊。”内伤？顾云东立刻想到了邵清远给自己的那瓶内伤药，他忙在袖口摸了摸，其实是从空间里将那小瓷瓶拿了出来，对于大夫说：“这是治疗内伤的药，你看看，给他吃了会不会跟你开的药有所冲突？”于大夫愣了一下，倒了一粒出来，放在鼻尖闻了闻，又用指甲刮了一点尝了尝，半晌后眸子一亮，连忙点头：“有用，我这就给他喂下1颗。”他拿着药很快碾碎，和着水一点一点地给顾大江喂了进去，见他有意识地咽下去了，才松了一口气，重新回来说：“他的外伤也需要多注意，这伤口容易化脓，因而会导致发热，那可就危险了。”于大夫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都和他说了，这会儿店小二也取了药回来，他先拿了药膏去给顾大江抹上，又让小二去厨房煎药，等他都弄好后，已经过了好几个时辰了。接下来就看他自己的了，若是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再让人来找我，要是情况好转，我明日再过来给他换药。多谢于大夫。水桃，你一会儿去于家一趟，昨天说好了的，等从心府出来就去于家，现在都这个时辰了，于大爷恐怕要担心我们了。我也忘记了。那好，我马上过去一趟。顺便和于大爷说一声，我爹找着了，不要说他受伤的事儿。知道了，小姐。童水桃走了，房间里面又只剩下顾云东和顾大江2个。他重新拧了帕子，给顾大江擦了擦脸。谁知刚凑近，面前的人却陡然睁开眼。顾云东都愣了一下，顾大江也怔住了，有些不确定的努力看了顾云东2眼。
许久才声音嘶哑的开口：“云东，是我。爹，是不是扯着伤口了？哪里痛？云东，是我，爹。我没做梦。是，没做梦。爹，我在你面前，我好好的，你找到我了。爹，你有没有哪里疼？你受伤了，大夫说不能乱动。云东，真的是云东？真的是你？是我。真的，居然是真的。爹，顾大江突然咧开嘴笑，下一刻眼泪便流了出来，缓缓地滑下脸颊，落入枕上。爹，没事，爹没事，就是高兴，爹高兴。我也高兴。顾大江咧开嘴笑，那一瞬间开心的跟个孩子似的。只是下一刻，他突然微微抬起头，看向顾云东的身后，可那里空无一人。他的手忍不住轻轻地抖了一下，想开口，又不知道要如何开口。顾云东很快知道他在找谁，当下笑道：“娘和云舒、云可都很好。”顾大江一愣，视线重新落在他的身上，就听到顾云东继续说：“当初我看庆安府大乱，怕护不住娘和弟弟妹妹，便带他们去了宣和府。如今在宣和府下的永福村安定下来了，他们都在家里等着咱们回去呢。对不起爹，我没有履行跟您的约定。”不，你做得对，做得很对，没有什么比你们的安全更重要。是我当时考虑不周，没有想到庆安府城门紧闭，惹了众怒，因而大乱。那爹呢？爹怎么会到万庆府来？其实我有去庆安府找过爹，还碰到过包春华夫妇两个，他们说见过你，亲眼看到你离开了城门。可惜不知道你走后去了哪儿，我还去了。他顿了顿，到底没把去过顾家屯的事情说出来。慢慢来吧，顾家屯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总要告诉爹的。但现在还是先不说了。还真没想到他去过庆安府。我当初想着你们会在庆安府等我，便一直在庆安府寻找你们。后来碰到了你小姑。顾秋月，她不是死了吗？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我碰到她的时候，她还活着。我碰到过小姑父，她说的。不过这些不重要。你碰到了小姑后呢？她说你们来了万庆府。其实一开始我不相信她的。但顾大江后来又打听了一阵，确实有几个人告诉他碰到这样的一家子，在庆安府大乱之前就往万庆府这边来了。他这才来了万庆府的。后来碰到了余家，没想到余家还得到过云东的帮助，连余家也说他们是往这边来的，所以顾大江这大半年的才会在万庆府找他们。唉，真的是阴差阳错，就这么错过了。当初若是往万庆府这边走，是不是就能早点相遇了呢？不过顾秋月那女人才是真该死。别人或许是真的看到我们往这边走，但顾秋月却很清楚，当初他还让凤鸣带着那秦爷追我们，想把侄子侄女儿都给卖了的。顾秋月最好是死了，没死我就弄死他。他暗暗地冷哼了一声，见到顾大江脸上闪过倦色，知道一时之间说太多了，这些以后慢慢聊。他身上还受着伤，应该休息的，是他忽略了。爹，你身上还有伤，先养好伤要紧。现在我们团聚了，以后有的是时间可以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呢。他找到妻儿了，自然要好好的活下去，养伤要紧，可不能这副样子回去见柳娘和孩子。对了，先吃点东西，
我一直让小二准备着甜粥，爹先垫垫肚子，然后把大夫开的药给喝了才能休息。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特别疼的？呼气吸气会不会觉得堵塞困难？没有，除了伤口痛之外，其他的都还好。于大夫换完药，又交代了一些事，便走了。顾云东走到床沿坐下，见顾大江一直盯着自己，不由得奇怪：爹看什么？云东真好看。哪有爹这么夸女儿的？爹说的是实话。他一副很骄傲的样子，可惜身上有伤，连抬个脑袋都困难。想到伤，顾云东不由得拧了拧眉。爹，心腹为何要打你？还这么狠，差点要了你的命。没什么，这不是没事吗？过去就过去了。爹不说，我自己去心腹问。云东，你怎么变得这么固执？爹你说吧。前2天我打听到一个消息，说心腹的二少爷要纳一个妾，那妾姓顾，叫顾云东。顾云东身子猛地僵住，脑子里瞬间闪过之前他乔装打扮混入心腹厨房时听到的那个妇人说的话。是吗？心腹有个跟我同名同姓的姨娘，爹以为是我，怪不得他刚才不愿意说，是怕我自责。我听说你顾姨娘是乡下人，也是逃荒过来这边的，15、16岁的年纪，长得也好看，而且她是不愿意当这个妾的，是被二少爷强行要过去的，为此还抓了她的娘，以性命要挟。种种迹象表明，这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女儿和妻子。顾大江便想方设法混进了心腹，然而事情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顾大江一开始没打听出这些事情来，他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焦急之下多打听了2句顾云东的住处，又在心腹躲藏了1天后，还是被发现了。爹没事，你看，要不是有这么一遭，爹也见不到你，是不是？不，没有经历这么一遭，我还能在雨家等到安然无恙的顾大江，而不是徘徊在生死边缘，到现在翻个身都痛得冒冷汗的爹。小姐，好像出事了。顾大江看到童水桃都愣了。还有他刚才叫云东什么？小姐。童水桃这才发现顾大江醒来了，忙恭敬地开口：老爷，出什么事了？小姐，我刚刚在客栈门口见到心腹二少爷带着2个侍卫气势汹汹往这边来了。你说他们是不是知道咱们把老爷带回来，所以算账来了？我出去看看，你照顾我爹。是，小姐。顾云东打开了房门，果真见到一个看起来是富家公子哥的人带着2个护卫进了客栈，正在往楼上走来。那公子哥虽然上来了，却脚步一转，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很快，走廊的最里面的一间房间，一个中年男子恭敬地请他进去。那中年男子关门之前，对着外面的店小二说：去沏壶好茶来。是。小二立刻扭身下楼去了。顾云东眸子一眯，当即转身进了旁边的房间，找出昨日穿过的那身粗布麻衣，手脚迅速地将衣服换了。正巧店小二刚上楼，顾云东飞快地从空间里摸出一把枪来，这是玩具枪，因为太过逼真，被顾云东拿来吓唬人的。他对准店小二的膝盖窝便是2枪，店小二一个不防，膝盖一弯，差点将手中的托盘都给甩了出去。顾云东眼明手快，忙一手扶住他，一手扶住那托盘，低声问：你没事吧？顾姑娘，你怎么穿成这样啊？我出门有点事，这样穿着方便一点。你怎么样？不知道怎么的，这腿弯好像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有点疼。我看你还是先去那边坐着休息一下吧。
他为难地看了一眼手里的托盘。我帮你送过去。啊？你不是要出门吗？我也没什么急事儿，就送茶水而已，很快就好，送到你间房。店小二下意识地指了指最里面的那间。行了，我来。你这2天帮我跑前跑后的，就当我信你了。他说完也不等人反应，就已经端着托盘走了。我再问你打听点事儿。姑娘想打听什么事儿，尽管问。我想问问这边离得近又公道的牙行在哪？姑娘想买下人。是。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店小二很快将附近信誉最好的2家牙行告诉了顾云东。姑娘打扮成这样，原来是为了牙行买下人。这样好，看着不容易被人坑。说话间，那边有人叫小二，他忙转头下了楼。顾云东这才摇摇头，过去推开顾大江的房间。谁知一进门，就见顾大江正和童水桃2人大眼对小眼的静默无声。怎么了？童水桃缩了缩脖子，有些心虚的样子。倒是顾大江侧着身子看向自己的女儿，见她又穿回昨天的衣服了，虽然心里奇怪，但也没多问。只是他看了童水桃一眼。这位童姑娘说她是你买的丫鬟，他们一家都是顾家的下人。顾云东看向童水桃，后者干笑一声。我以为小姐和老爷说过了，就……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爹，正好我要和你说个事儿，我打算再买2个下人来照顾你。顾大江愣了愣，想摇头，发现不方便，忙说：不用，哪用得着买下人。爹，你现在还伤着，总要有个人照顾你的。他和童水桃都是女的，擦身子什么的都不方便，之前都是让店小二帮忙的，可人家本来就忙得团团转了，昨儿个帮着于大夫忙活了大半天，还被掌柜的给说了一通，要不是为了那点赏银，估计他今天对自己都没好脸色看。顾大江也反应过来了，他这样子确实需要人帮忙。之前小姐的时候还是于大夫给拿的夜壶，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到底是同意了。不过1个就够了，不用2个，我这很快就能好起来的，别浪费银子。爹，我现在做了点小买卖，有银子，虽不多，但是买2个下人还是够的。1个就好，现在小买卖都不好做，你把银子存着，将来当嫁妆。女儿都15岁了，再过不久便及笄了，到时候也该议亲了。以前在老顾家还担心爹和后娘会闹什么幺蛾子，云东会找不到一门好亲事。现在离开了那里，云东又那么好，将来肯定会很幸福的。想到这儿，顾大江不由得欣慰了许多。顾云东见他坚持，拗不过他，只能应下。那爹你先休息，我去就回。小心点啊，看人的时候别看外表，要看人是不是老实的。那些牙人都很精明，价格开得高咱就不买了，雇人也是可以的。还有，记得买1个就够了。这就是老父亲的关爱啊。到了牙行，顾云东便找了小二介绍的牙婆。听说他只打算买1个人，那牙婆也依旧笑盈盈的，态度格外的热情。姑娘打算要男的女的？多大年纪？有没有什么忌讳的？顾云东说话的时候没有粗着嗓子，那太累了。他会换成男装，纯粹是为了给新家2少爷送茶水。如今一开口，那声音娇娇嫩嫩的，牙婆一下就听出来了。我要男的，手脚麻利点儿，老实憨厚一些，力气大的，其他的倒是没什么忌讳。行嘞，那姑娘稍后。牙婆笑盈盈的出去了，没一会儿便带了一排男子进来。这位……那牙婆把一个个的经历都介绍了一遍，可一直到最后一个，顾云东都不太满意。
他要找的是照顾顾大江养伤的男子，大多都粗心，尤其这些人看着虽然是老实，可也笨手笨脚的，恐怕到时候不但没办好事，还给他爹的病情加重了。那牙婆见他不满意，立刻挥了挥手，让这些人都下去了。姑娘买人是打算做什么用的？照顾病人的，最好是有过这样经历的，或者曾经在医馆药房里面当过伙计学徒的。你这儿有吗？倒是有一个。这人原本的主家少爷身子常年虚弱，他跟在身边伺候了好几年，是个细致人。只是啊，那少爷有一回病情加重，危在旦夕，差点就……那家夫人说是这些下人伺候不好，打死了2个，其他的都发卖了。听着话里的意思，这是上头神仙打架，下面小鬼遭殃啊。行，让那人过来看看。牙婆很快把人带过来了，是个20出头的男子。顾云东问了他几句话，他都是尽量用最少的词说清楚。顾云东有些意外之喜。这人虽沉默寡言，但却口齿清晰，说话十分有条理，而且对一般照顾病人的注意事项都很清楚。就他吧。行，那我这就把卖身契给姑娘。他其实是松了一口气的，这人可不太好卖，主要是人家觉得伺候过病人还伺候不好，很不吉利。这都在牙行好几个月了，愣是没卖出去。那男人也有些诧异，只是很快平静下来。顾云东直至带着他离开了牙行，才饶有兴味地问：你叫薛荣是吧？你之前的主家是谁？心腹。心腹？是我知道的那个心腹吗？是了，顾云东记得心腹的那位大少爷好像就是常年身子不好的，所以薛荣是在心腹大少爷那里伺候过，这还真是出乎他意料。薛荣也悄悄抬起头，看了2眼自己的这位新主子，他以为对方知道了自己是被心腹发卖的，会问他一些问题，或者把他给退回去。可这一路上一直到客栈，顾云东都没提过心腹一句，只是交代他：你要照顾的是我爹，他受了伤，大夫说要养一段时间。你既然有经验，懂得照顾人，那该注意的地方你知道的肯定比我还多。我们暂时住在客栈里，你就跟我爹一个房，至于其他的，以后你会慢慢了解的。是，小姐。小姐，老爷睡着了。顾云东的动作瞬间放轻了，给他介绍了薛荣，才带着他到了床沿。这是我爹顾大江，他的伤情我和你说过了，有什么问题你问水桃。薛荣应下了，顾云东又看了看顾大江，这才出了门。他得盯着辛志远的那扇门，看看他什么时候走，他要回去收录音笔的。听说二少爷纳了个妾，怎么着？魏叔连这个也要管啊？二少爷误会了，魏叔只是担心知府大人那边不高兴。他不高兴？他不高兴又怎么样？你以为他会给他的女儿出气，找我们辛家的麻烦？我的这位岳父大人最是逐民逐利，唯利是图。辛家虽说是他的亲家，但是2家的利益已经紧紧的连在了一起。他看重的是辛家，女儿算什么？到底不好做得太过，这毕竟打了他脸面。他是看重心腹的利益，但心腹的主子可不止二少爷一个人。大少爷虽然身子虚弱，但他……知府大人能看得上他？一个心理不正常的男人，听了我娘的鬼话，找那些个童男童女回来，指望着能让自己身体好起来的。你看他做了多少恶，手里沾了那么多血，可比我恶心多了。知府大人说不定怎么厌恶他，要不然还能把女儿嫁给我啊？顾云东猛地站了起来。刚刚辛志远说了什么？童男童女沾血？这大少爷和那位夫人竟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心腹的这些人简直就是一窝肮脏的老鼠，浑身恶臭。二少爷慎言，
这些话可不能到处乱说，否则不仅败坏了大少爷的名声，整个新府都会被人诟病。到时候损失最大的还是二少爷。哎，行了行了，我不说总行了吧？我们家那点破事啊，就不值得说到什么了。你这次回来有没有好消息？哎，京城那边上上下下都打听过了，那些人都是拿了钱不干事的，这是看先皇驾崩，咱们新府没以前红火了，一个个都推脱起来了。那白糖的生意呢？没拿下啊？白糖是朝廷的生意，皇上想给谁便给谁。若是先皇还在，这万庆府的白糖买卖肯定是新府的。可当今皇上却更看重段家，段家这2年气势不减，若咱们新府不是和知府大人关系好，只怕就要被段家给踩在脚底了。偏偏新府以前在京城里交好的那些官员，都跟白糖生意沾不上边，而且白糖产出有限，每个府城能得到的都不多。那咱们就放弃白糖这门生意了？倒也不是，其实这次我还打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什么？据说这制白糖的法子是宣和府那边一户农家琢磨出来的，后来进献给朝廷。不过那户农家也一直都在制糖做买卖，所以朝廷没有在宣和府找人做这白糖买卖。农货？这说的不会是我们家吧？靠，居然被盯上了！秦文章，你个大猪蹄子，你可得给我把人拦住了。对，可惜咱们在宣和府那边身不进手，那位代知府可不是一般人。怎么就伸不进去了？又不是要在新府扎根做买卖，咱们直接秘密去找那户农家，让他把制糖的秘方交出来，回头给他点好处，那不是皆大欢喜啊？哎呀，就算咱们得到了制糖的秘方又如何？你敢私下制作拿出去卖吗？如今这白糖的买卖可是朝廷在把控的，若是被皇上知道了，新府可落不了好。哼，谁说要放在万庆府卖的？小小一个府城的生意，也就段家看得上。二少爷的意思是，大晋国不让卖，那刘国的、成国的，他们肯定眼馋这个白糖吧？少爷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呀，朝廷有了白糖，在其他国家面前可是狠狠的扬眉吐气了一番。他们想要这白糖，还得求着当今皇上。你若跟他们做生意，那可就不是落不得好，皇上都得扒了你的皮。不跟他们做买卖，难不成你真要看在段家踩在咱们头上？可那也不行，现在可不是先皇时候，咱们就算跟那2国有所联系，也不会被发现。先皇糊涂昏庸，现在的皇上可是个精明的，可以少一点嘛？也不行。二少爷，你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二少爷多点耐心，不妨再等一段日子，看看皇上那边是个什么意思。若真的答应了段家，咱们再动作也不晚。至于那白糖，倒是可以像二少爷说的那样，先去找那家农户把秘方要过来，这事交给我来办，你先安心在府上等消息。行吧。千万不要跟那2国联系，等我回来再说。知道了，知道了。原以为新家那3个不是东西的玩意儿，害得爹变成这样，找他们算账就够了。没想到他们居然还盯上我们家白糖，想逼我把秘方交出来。哼，做梦！心服，心服，心服。顾云东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录音笔被他收回了空间。他是肯定不会放过心腹的，毕竟就算他不计较，心腹也要威逼他交出白糖的秘方，那就干脆先下手为强好了。只是顾云东如今不过是永福村一个还没及笄的小农女，手里拥有的也就上百亩的田和一个作坊店铺而已，跟他相比，心腹就是个庞然大物。好在心腹自己在作死。顾云东冷笑一声，拿出笔墨纸砚，开始细细地写了一封信。
写给秦文征的信。信里面不但说了新府和万庆府知府的勾结，也说了新府大少爷找童男童女还是不少人。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新府跟其他2个国家多有来往。至于顾大江被打的事情，他只字未提。不过想了想，还是要说一下新府觊觎他们家白糖，想要逼迫他交出秘方的事。毕竟在秦文征的心里，顾云东就不是个多管闲事的人。上回还警告过他，不准把他们一家子扯进这些危险当中。这才过多久，会因为得知新府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就主动写信给他？写完这些，顺便再分析了一下把新府搞掉后朝廷能得到的好处。新府现在对于朝廷看重段家不满，指不定会暗中耍手段。而且他们家有钱，朝廷不是缺钱吗？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再加上为民除害，可是一举多得。写完了，顾云东才拿着吹了吹，把自己吹干。就是这送信比较麻烦，驿站一般是给官家传信的，他也没有信鸽，民间传信的路途慢，还不靠谱。这么重要的信件万一丢了，那才要命。顾云东想了许久，敲打桌面的手突然一顿，他想到了。将手中的信折好，顾云东便站起身打算出门，然而却发现外面的天都要黑了。不知不觉中将这么晚了，看来只能明日再出门了。小姐，你回来啦！下面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吵吵嚷嚷的？哦，有个人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去了，你下回走楼梯的时候注意点。哦，好的，小姐。爹，今天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于大夫说你给了不少银子，他用的是最好的药，现在侧身的时候都不怎么痛了。哎，你也真是，有点银子给自己存着，以后傍身用，药哪里就用得着最好的，多养几日不就养好了吗？爹难道不想早点治好，早日回去见见娘和弟弟妹妹吗？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云东，你跟我说说家里的情况吧，我这心里惦记得很。好啊，娘一直很惦记着爹，好几回做梦都梦到爹了，而且娘的病很有希望治好呢。我们找到一个御医，他给娘扎过针，虽然现在没好，但是以后不会恶化下去了。他说只要再找到一味药，他就能彻底治好娘了。当真？当然是真的。其实这次我来万庆府就是为了找那味药的。什么药？一种叫做白木子的药。爹放心，我已经有线索了。站在顾云东身后的薛荣微微一怔，只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顾云东眼角余光瞄了他一眼，这才继续和顾大江说：娘的事情爹不用担心，这种事情不能急，等找到白木子自然就没事了。对，不急，已经等了这么久了，也不在乎多等一段时间。再说就算柳娘一辈子恢复不了，我也会好好照顾她的。顾云东见他有些感伤，当即转移话题说：道士云舒现在性子活泼多了，他已经上学堂了。他去读书了？是啊，他的夫子以前还中过状元，收的学子都是品性端方的，同窗里面他年纪最小，大家都很照顾他，现在天天乐不思蜀的。好，好啊，云舒开始读书识字了，居然还拜了状元爷为师，这可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将来会有出息的，肯定有出息。顾大江嘴角的笑大大的咧开，脸上的喜色显而易见。云可呢？可可啊，现在就是个小吃货，什么都能吃，云舒都叫他肥妞妞了，可把他给气得不行，整天说不要哥哥了。可云舒一上学，一天不见他又想得慌，每天回家，可可都是第一个跑出去迎接他的。顾大江听了跟着笑，云东说的那些仿佛一幅画一样，画里面有柳娘，有他的3个儿女，一家子喜气洋洋，活灵活现的，美好温馨又幸福。可不知怎的，他不敢提起邵清远，
他总觉得在一个刚找到女儿的老父亲面前提起他，会让他受到刺激。关于元志，顾云东也没说。提起他，势必会说到至今还没有下落的顾大姑，以及已经去世了的扁木兰。顾云东之间有趣的事情说，直至顾大江看起来有些累了，才让他好好休息，自己出去了。小姐，您说有了白木子的线索，是不是指心腹？他果然知道，确实指心腹。怎么，你想劝我放弃？觉得想从心腹得到白木子不可能？从心腹得到白木子确实不可能，因为心腹里已经没有白木子了。你说什么？心腹之前确实有一位白木子，只是3个月前心腹大少爷突然发病，那白木子便是被他用了。他没说的是，也是因为那次发病，心腹大少爷的院子里打死了2个下人，剩下的人都被发卖了，他就是其中一个。你保证没有了？小人可以发誓，方才所说的话没有半句虚言，不敢欺骗小姐。行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小姐，小的知道老爷的伤是心腹2少爷造成的，小姐想替老爷出口气是吗？你觉得我做不到？薛荣抿抿唇，听了顾云东的话，身子颤了一下，有片刻的迟疑。他闭了嘴，没说话了。薛荣，我知道你以前是在新家大少爷身边伺候的，新家财大势大，规矩多，里面的魑魅魍魉也不少，明争暗斗更是层出不穷。你养成了谨慎的性格，我的确理解，但我这里不是心腹，有什么话不用藏着掖着，也不用怕我听了不高兴。我希望你能有话直说，我不会怪罪于你。薛荣怔了一下，暗暗苦笑，许久他才微微的点了点头。小的并没有觉得小姐做不到，只是心腹远远比外界看到的更加庞大，内里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他不只有知府大人当靠山，还有京城那边，甚至还有……总之，小姐要动2少爷并不容易。说了这么多，还不是觉得我做不到？确实，若是我一个人，定会斟酌再斟酌。毕竟对付心腹，不是对付老顾家。但心腹不是自己不想活吗？我可以推一把。行了，你说的我都知道了，我心里有数。你先回去照顾我爹吧。薛荣觉得小姐不会善罢甘休，但也不好说什么。接下来的日子，顾云东一门心思的照顾顾大江，仿佛除了让他养好身子，便没有别的事情一样。薛荣有种很奇妙的感觉，小姐好像放弃了，但又似乎在预谋着什么，可偏偏什么也没做。顾姑娘，在下莫许林，奉秦大人的命令前来调查心腹。哦，对了，这是秦大人给你的。说着，他拿出一封信递给了顾云东。秦文征信里的内容很简单，他说顾云东送去的消息很及时，因为皇上正有意想要对付辛家和万庆府的知府。问题是，让我想办法拿到罪证是什么鬼？你们看起来都武功高强的样子，想找罪证，直接偷摸进去不就行了？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你们居然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是嫌我长得太好看，希望人家把我剁成碎片是吧？姑娘，不要一本正经的开始臭美好吗？心腹戒备森严，我们偷偷的进去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容易打草惊蛇。戒备森严个鬼啊！爹不就混进去了吗？不对，爹只能在外边打听消息，主子的院子是去不了的，更别提那些放罪证的地方了。其实以前也不是没人混进过心腹，甚至还进了辛老爷的书房。但是书房里什么都没有。我们想要找到罪证，几天时间只怕不够啊。你们在书房都找不到，难道以为我能找到？一旦我们打草惊蛇，心腹倒还好说，横竖抓了也就是了。可是跟心腹勾结的京城那边势力，
就会有所防范呢。这次洞这么大，拔出萝卜带出泥，后面可不好收拾啊。所以皇上真正想要收拾的是京城那些人，那我就更不想掺和了。莫须林垂眸，当着顾云东的面也不好多说，只是见他不太乐意的样子，顿时想到秦文征说的话，只能退一步道：顾姑娘，要是实在不愿意，那能否摸清楚心腹存放重要信件的大概位置？秦大人说，顾姑娘既然有本事得到辛志远勾结他国的消息，那这些事情肯定也能办到的。他还真是看得起我。秦大人还说，若姑娘立了大功，回头心腹被抄，姑娘就可以去挑几件值钱的。行了，我回去好好想想。顾云东唰地站了起来，他把信件收了起来，转身就离开了小院。其他人见状都面面相觑，问莫须林：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哼，你说呢？通知段家，必要的时候让他们配合我们。要不要通知万庆府的刘指挥使？抄家总是要带兵过来的。据说呀，刘指挥使跟知府关系不好，或许他能帮忙。不啦，是不是关系不好，这个说不准，也许是做给我们看的。老三已经去别处调兵了，咱们多等几日便是。是。有事儿？小姐一定要对付心腹，有几分把握？9分。小姐，你怎么不相信我？你也来了这么多天了，应该清楚我的为人处事。你见过我什么时候说过大话了？薛荣顿住，他这些天确实在默默地注意着小姐的言行，多少知道她的性格。9分把握。小姐这几天忙前忙后的，有些神秘的样子，难不成小姐有帮手？而且这帮手不是一般人。如果这样的话，小姐想对付心腹，小的可以帮忙。终于打算说了？终于。我听着，你说吧。小姐知道，我之前是大少爷院子里伺候的。3个月前，大少爷院子里的下人，除了他的奶嬷嬷之外，全都被发卖，其中还有2个被活活打死，理由是没伺候好大少爷，差点害得大少爷发病致死。还因此把白木子给吃了呢。哼！那2个被打死的下人，其中一个是小人的妹妹。顾云东豁然抬起头来，诧异地看向他。不过府上的人都不知道，小人和妹妹是私下里相认的，在大少爷的院子里伺候并不好过。大少爷常年患病，脾气暴躁，妹妹因此受了不少委屈。我们虽然都是大少爷院子里的人，但是平日里是进不去里屋伺候的。大少爷有专门的护卫，帮他寻找童男童女。心腹大少爷里屋只有奶嬷嬷能进去。那一日奶嬷嬷有事不在，大少爷在屋里突然大叫，是薛荣的妹妹跟另外一个婢女跑进去的。结果就看到一个女孩倒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剪刀，那剪刀上面染了血，大少爷的脖子上也有血，应该是那女孩刺中了大少爷，只是女孩也当场被大少爷给杀了。薛荣妹妹当时吓得要死，和另外一个婢女都有些不知所措起来，直至大少爷凶狠的目光看过来，2人才赶紧动手给大少爷止血。大少爷可能失血过多，当场就昏了过去。另一个婢女害怕，和薛荣妹妹将人抬到床上去后，就说要请大夫，当场就跑了。薛荣妹妹只能自己照看。就在她给大少爷包扎的时候，动作之间弧度太大，不小心挤开了大少爷床上的枕头，见到里面露出来的2封信。她知道自己不该好奇，可同时她也清楚今日之事被她看了个正着，只怕大少爷不会轻易放过她的。既然都是要死的，那他看看又有什么关系？那会儿妹妹反倒冷静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将信拿了出来。2封信，一封是辛府跟刘国联系的信，一封是大少爷一个下属汇报给他的消息，关于京城那边的事情。半个月后，顾大江已经能够下楼走走了，虽然还是不太自然，但对于在房间里闷了将近1个月时间的顾大江来说，出门放风简直就是一件奢侈的事。等过2天咱们去余家一趟，看看余叔他们。自那天之后，顾云东便没再去余家，倒是让薛荣跑过2趟，到底提了顾大江受伤的事情。余大爷想过来看看，被薛荣拦下了。这段时间不太平，顾云东叮嘱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尤其这家客栈距离新府很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街上多了不少人。顾云东还没来得及说话，一旁的店小二便凑过来跟着点头。嗨，可不是，这几天不知道咋的了，人特别多，就咱们客栈生意那都好了。我以为城里头什么喜庆事要庆祝呢，可打听了一圈没打听着。什么喜事啊？暴风雨都要来了。那店小二摸了摸脑袋，看了看外边的艳阳高照。哪来的暴风雨啊？我咋听不懂呢？你要是听得懂，你就能做上掌柜的了。倒是顾大江听到顾云东的那句话，有些好奇的小声问：云东，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万庆府要发生什么事情了？爹再多等2天就有结果了。然而根本就不必多等2天。第2天一早，店小二便慌慌张张地跑进大堂。掌柜的，知府大人被抓了，心府也被抄了。店小二的话乍然在大堂里响起。你刚才说什么？怎么回事？啊？什么叫做知府大人被抓了？心府被抄，又是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就刚才我想回家拿东西的时候，就走到心府门口那条街，就见到好多官兵守着。心府上的那个牌匾都被那些官兵给砸了，府里的下人全都带走了。那么一长排都被押着走，全都低着头哭声一片。那心府的老爷少爷们呢？不知道。听人说好像在府里没出来，还有人说可能当场就被那些官兵给杀了。没过多久，又听到有人跑出来说知府衙门也被官兵给围了，知府一家子都被人给抓了，也不知是咋回事。哎呀，怪不得最近这府城里多了不少人，我就说肯定要有大事发生。果然啊，可这事儿也太大了，我都不敢想啊，我都。我还听说这些官兵都是别处调来的，个个都是生面孔，凶神恶煞，那太可怕了。我本来还想往心府门口过去打听打听，愣是没敢，就跑回来了。那有没有说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啊？不知道。小姐。顾云东扭头看了他一眼，薛荣嘴角努力地扯出一抹笑。小姐竟然真的做到了。心腹那样一个庞然大物，势力盘根错节，背靠知府衙门和京城大官，可如今不过短短半月，不但他们被抄了家，连背后的势力居然也连根拔起了。若不是此刻在外边怕引起太多人注意，我定要当场跪下给小姐磕头谢谢她。走吧，去看看。是。我真的是段家的小姐，我哥哥就在里面。你若不信，可以叫我大哥出来。他不能进就是不能进，外面等着。段家小姐有些气恼地跺了跺脚，走到一旁去了。顾云东这才上前：“这位官爷，我们找莫许林莫大人。”段家小姐瞥了他们一眼，轻轻地嗤了一声，谁都没听见。在外面等着。段家小姐终于忍不住笑了一声。顾云东看过去，她又恢复成刚才那副端庄文雅的样子。
顾云东扭过头来，正好看到门里面走过一道有些眼熟的身影。那身影朝着门口看了一眼，和他的视线对了个正着。然而下一刻，立刻又扭过头去，飞快地往另一侧走去。莫旭林手底下的那位老四，你给我站住！他说着，蹲下身捡起一块石子，对准他的后脑勺就砸了过去。你干什么？找死！哎，住手！这位是顾姑娘，自己人。男人这才走到顾云东的身边。顾姑娘怎么来了？刚才也不出个声，我都没认出来，差点就伤着姑娘了。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我声音都刺破天际了，他耳朵是聋了才没听见吧？我能进去吗？当然能。男人笑着开口，让那几个官兵退开，赶紧领着顾云东往里面走。这位大人请留步。什么事？大人，我是段家人，我大哥是段谦，他在里面，我能否进去找他？不能。说完又扭头对着顾云东笑，带着他往里面走。这是顾云东第2次来新府，他一边欣赏周围的景色，一边跟薛荣说话。有些人呐，心都是黑的，想让我帮忙做事的时候，那态度那叫一个和善，说什么事情结束后任由我挑选任何我想要的东西，结果这边利用完我，转头就当不认识了，还说什么我没出声，没认出我来，感情我合作的都是瞎子聋子。啊，这顾姑娘的眼神怎么就这么厉害？上回在小院，她也就见了自己1回吧，连话都没说过，居然不但一眼就认出自己了，还知道自己排第几，简直有毒。我一直在想，我跟有些人也不熟悉，也不知道对方的人品怎么样，对方到时候会不会赖账啊？所以我一听说这边的事情，便早早的过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居然能当做不认识我，哼，简直绝了！薛荣，你可千万别这么做人，容易被人打。顾姑娘，我错了，我保证没有下一次了，要不然你打我2下出气。哼，不用，你告诉我库房在哪儿就行了，我拿完属于我的东西就走。到了库房门口，见到莫旭林站在外边，正在跟一个年轻男子说话。老四急忙凑到他耳边说了几句话，莫旭林额角一黑，差点没动手打他。你说你……他们又没想着赖账，只是想着先把东西整理整理，该拿走的拿走，剩下的再让顾云东来挑嘛。偏偏这老四都被人看见了，还故意视而不见，这下就算没那意思，也被人觉得言而无信了。他狠狠地瞪了老四一眼，上前几步对顾云东说：顾姑娘来了。库房正在整理，顾姑娘请进吧。不过这抄家后的产业到底属于朝廷，有些东西啊是皇上指定要的，所以……哼，就知道什么我优先选择，那都是有前提的。行了，我知道了，我心里有数。莫旭林便松了一口气，招呼老四：给姑娘准备箱子。顾云东一挑眉，没一会儿就见老四抱过来一个箱子。所以只能拿走一整个小箱子的东西是吧？哼，真是小看我了，有本事你抱个再小的箱子来啊！顾云东将那小箱子拿了过来，带着薛荣昂首挺胸地进了库房。和莫旭林说话的年轻男子一直看着，诧异得很。这姑娘什么来头？莫大人居然对她如此客气，甚至还有一丝丝讨好的调调。莫大人，不知道这是哪位大人府上的千金啊？他姓顾。其他的就不愿意多说了，倒是老四见到他，想起门口的段家小姐，当即提了一嘴。段谦头疼，跟莫旭林告了一声罪，赶紧去了大门那边。顾云东进了库房，才发现里面有不少人正在登记库房里面的东西。看到他进来还愣了一下，是后面进来的莫旭林让大家都先出去，大伙儿才一脸疑惑地离开了库房。顾姑娘看看
喜欢什么？啊，那里边的东西，倒是不能动。说着，又指了指不远处的2个大箱子。知道了，那是皇上指定要的东西吗？明白。他往前走了走，新府库房里有不少的金银珠宝、古董字画、名贵玉器，这些东西这会儿都装在一个个的大箱子里。顾云东走近一看，眼睛都亮了。新家简直太有钱了，简直有钱的让人想尖叫啊！莫旭林这个死抠门的，这么多东西居然只给我一个小箱子，我的功劳竟然只值一个小箱子的价钱。顾云东扭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顾姑娘，你也知道，朝廷现在急需用钱，而且这箱子虽然小，但是有些东西值钱的很，这抵得上千金万金呐。他说着拿起一幅字画。这是前朝古大师的巨作，价值万两呢。紧跟着又拿起一本书。这是古本，多少文人学士求而不得呀。顾云东想，这莫旭林不愧是这帮人的领头人，这定位很精准啊。知道我会画画，所以推荐字画；知道弟弟在读书，所以推荐孤本。哼！拿过那2样东西，都放进了薛荣手里的小箱子里面。虽然那字画长，放不进去，不过没关系，横在外边也是一样的。莫旭林见状，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也没走，看着顾云东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走过去，他看得很仔细，有时候半个身子都横进了箱子里。莫旭林站在后面也看不清楚，并不知道顾云东在翻找东西的时候，顺势将一个一个的银锭子也收入了空间里。找了2个箱子后，顾云东又将几个玉佩首饰给放到了小箱子里面。莫旭林瞄了一眼，嘴角抽搐了一下。顾姑娘是真不知道哪些东西值钱呢，怎么会选上了玉佩首饰？然后顾云东又选了玛瑙、翡翠，拿了珍珠玉石。这2本医书好像很难得的样子，带回去给邵清远。狼毫笔、砚台看着就很值钱，拿回去给袁书元这和老爹。还有一幅用玉做的棋子棋盘，简直奢侈。七七八八的东西一大堆，顾云东觉得但凡稀奇点的东西，能塞得进小箱子的就塞，塞不进就趁着莫旭林不注意的时候收到空间里去。等到把所有的箱子都转了一遍后，顾云东终于揉了揉腰，直起身来。装满了。薛荣看着里面的东西，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莫旭林发现他找的竟然没有1两银子，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姑娘调好了？空间里加起来大概有大半箱的金银珠宝。挑好了。那我送姑娘出去。等我想去见见新府的大少爷和二少爷。这个不方便。莫旭林看了看他那小的可怜的小箱子，自己毕竟还是欺负了他，算了，见就见吧，我带你们过去。说着，他率先走在了前面。新府的主子都被关在后面的后罩房，一排的房间关了不少人，各房的人都是分开关着的。中间的那间房应该关着新府的老爷和夫人。顾云东没看，跟着莫旭林去了左边的房间。里面就是辛志明。顾云东让薛荣把手里的小箱子先放在莫旭林的手里，把人堵在外边，自己进去了。这样违反规定啊喂！顾云东两人进去的时候，房间里除了辛志明之外，还有他的奶嬷嬷。你们是谁？想做什么？顾云东往后退了一步，让薛荣上前来。薛荣，是你？是谁？以前院子里的下人，3个月前被发卖的那批人里的一个。辛志明恍然大悟，看着薛荣问：哼，你怎么会来这儿？倒是还算念旧，来看看以前的主子啊。
是啊，我来看看你们这样丧心病狂的人，如今变成什么样的下场。你说什么？你们记得3个月前发卖了一批下人，那你们应该还记得当时打死的2个婢女吧？他们之中的一个就是我的妹妹。辛志明两人齐齐一愣，看着薛荣的神色带着一丝戒备。知道心腹为什么会败得这么快吗？因为我妹妹临死之前在大少爷的房间里看到了2封信，你们在搜查他的时候，他就躲在床底下，你们的对话他听得一清二楚。竟然如此，竟然是这样，竟然是那个小丫头摆了我们一道，才暴露了我们平时放重要书信的地方，居然是一个死了的小丫头。你们好好的去地府给我妹妹赔罪吧，给那些被你们害死了的人赔罪忏悔，也不枉你们在这人世间走一遭了。他笑着笑着，眼泪都出来了。辛志明却仿佛终于回过神来似的，目眦欲裂地往薛荣这边冲了过来。顾云东抬起一脚就把人给踹了回去。辛志明身子不好，一摔倒在地上便剧烈地咳嗽了起来。薛荣看他连血都咳出来了，终于抹了一把脸，扭过头来对顾云东说：小姐，我们走吧。出了门，莫旭林看了一眼里面的2个人，给一旁看守的士兵使了个眼色，让他去看看辛志明，最起码在拖去斩首之前不要让人死了。见那士兵跑进去了，他才重新扭过头来，谁知一回头就见薛荣砰的一声跪在地上，对着顾云东重重地磕了3个头。小姐，谢谢。顾云东也被他吓了一跳，只是很快笑了笑，把他给扶了起来。谢什么？要不是你，我们也不可能那么快找到罪证。说着，他转过身，从莫须林拿着的那个小箱子里摸出一块玉佩递过去。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不过放在心腹的库房里，肯定不是一般的东西。拿着，当是奖励你的。薛荣愣愣地看着被塞到手心里的玉佩，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忙就要还给他，却被顾云东狠狠地瞪了一眼。薛荣摸了摸，只能小心地收下，心里酸酸暖暖的，这是他在心府这么多年从未有过的感受。可惜妹妹没有这样的福气，没等到这么好的主子。薛荣擦了一下眼角，急忙跟上已经往前走的顾云东。顾云东已经去了右边的屋子，那里关着心腹2少爷辛志远。辛志远眯着眼，细细地看了2眼顾云东，也许是习惯使然，见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过来，他眸子当即亮了亮。顾云东简直要被他的眼神恶心坏了，妈蛋，都成了阶下囚了，还色心不改。他上前冲着他的眼睛就是狠狠一拳。啊！你干什么？你什么人啊？凭什么打我夫君？知不知道我是谁？好大的派头！你是谁？啊，我知道了，是不是知府家的千金？可怜啊，知府大人也被抓了呢。不可能，我爹怎么可能被抓？不然他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来救你？因为他自身难保了。他们都是被突如其来的官兵直接带进这间屋子关起来的，隐约听到什么通敌卖国要满门抄斩的罪名，一个个都吓得瑟瑟发抖。唯一的希望就是2少夫人的那位当官的爹了。可是现在告诉他们，连知府自己都保不住了，那还有谁来救他们？顿时在场的其他女人看向那位少夫人的眼神开始变了，甚至开始互相指责。顾云东不去看他们，眸光又落在那位辛志远的身上。辛志远却莫名的觉得头皮发麻。顾云东却猛地一步上前，捏着拳头哈了一口气，重重的往他身上招呼而去。住手！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打我？你住手！你什么人啊？我家夫君得罪你了，我们是被抓了，可如何定罪也有朝廷，你这是动用私刑，
这有些人是不是单惯了高高在上的主子，飘的都开始看不清自己的处境了？大伙儿都不出声，就他还在那边出风头。你干什么？你……顾云东微笑，反手又是一巴掌，继续一巴掌，啪啪啪的声音不断。顾云东看着他脸上非常匀称的红肿，满意的笑了笑。多好看啊，都不用上胭脂了，好好的谢谢我。汤是想说话，想怒骂，可脸肿得不像话，开口就疼得厉害。倒是另一边有道小小的扑哧声响起，不大，可惜顾云东耳朵尖，还是听到了。他扬了扬眉，看向那个发出笑声的人，跟自己差不多的年纪，和一个有些眼熟的妇人紧紧地挨在一起。哦，顾云东想起来了，这妇人不就是当初自己在厨房见到的那个吗？所以跟他挨在一起的应该就是那位妾室顾云东了。他朝着他走去，还不等他说话，顾云东就一巴掌的扇了过去。顾氏瞪大了眼睛，你打我干啥？我没说过你坏话，也没得罪你。顾云东不说话，又是啪啪啪啪几巴掌。等他打的心里稍稍爽快点了，才终于停下手。这点痛而已，怎么比得上爹浑身是血，被扔出心腹奄奄一息差点没命的痛楚？怎么比得上他肩膀被汤泡皮了起了水泡，痛得连睡觉都不安稳？怎么比得上手指折断，连碗筷都拿不起的那种无力感？几巴掌而已，一点都不痛。你到底是谁？二少爷，贵人都忘事，那我提醒你一下，1个月前，二少爷是不是打了一个叫做顾大江的男人，把人打得差点没命后，扔出了心府？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女儿。那个人的女儿？那人当时被打，折腾得多惨，他们心里都有数。被扔出心府后，多半是活不了的。所以，他女儿来给他报仇来了。顾云东仿佛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似的。放心，我爹没死，活得好好的。但是你们是不是快要死了？那我就不确定了。其实我当时想着，我爹是被你们3人打成那样的，那我也不会牵连无辜，找你们3人算账就是了。可惜呀。可惜什么？可惜你打上了白糖的主意。你不是想去宣和府那边找制出白糖的那户农家，想逼出他交出配方，让你们拿去赚钱吗？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毕竟我就是你要找的那户农家啊。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这个人就是制糖的人，这个人就是当初打的那个男人的女儿，这个人竟然知道我在打白糖的主意，怎么会呢？其实我刚来万庆府的时候，还真的有想过要跟新府合作的，可惜我还没找到二少爷的面前呢，就碰到你们对我爹痛下杀手。我爹足足养了1个月的伤才能下地走动，这笔账我怎么也得找你们算吧。没想到我正想着法子怎么收拾你们呢，你却还嫌做的恶不够多，要找制白糖的人，那我就真的不能放过你们了。你看，这大概就是人家说的恶有恶报了吧。要是你们当初对我爹好点儿，礼貌点儿，那你们可能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了。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对那个男人动了手导致的。哎，差不多就得了，反正他们没好下场呢。顾云东睨了他一眼，这才走出门来。老实说，手还有点痛，但是用手打的爽。门还没来得及关上呢，屋子里却已经乱了套。听到莫旭林那宛如宣告了他们死刑的话，再听顾云东说的一切的源头，竟然只是汤氏和顾氏争宠的原因。几个被连累的通房妾室都忍不住了，一个个的都扑了上去，对着他们撕咬脚踢起来。顾云东看向莫旭林，耸耸肩，看，就算我不动手了，他们也要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莫旭林头疼得很，示意门口的人把他们拉住。
真是的，手脚都被绑住了，居然还能打得这么厉害。好了，现在你的气也出了，这新家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跑不了，可以放心了吧？顾云东把手里的小箱子拿了过来。哼，还算满意吧？他说完，领着薛荣大步地往门口走去。出了大门，还看到段家的两兄妹在那边说话。见到他时，两人都愣了一下。等顾云东走了，那段小姐才问：“那姑娘是谁啊？为什么她能进去？”莫大人只说他姓顾，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应该不是万庆府的人。但是莫大人对他的态度非常好，他是我们不能得罪的人，以后见着了还是交好为宜。我知道了。云东，现在外边到处都在传说心腹被抄了家，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那这件事我有没有参与？顾大江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头。他感觉有点不真实，要是女儿掺和了吧，那对方是新家，整个万庆府都没人敢得罪的心腹，他女儿要怎么去掺和？可要说女儿没掺和吧，那这段时间云东忙忙碌碌的，偶尔提起心腹时，都一副对方马上就要完蛋的表情。这一切都昭示着云东可能知道什么，不但知道，还做过什么。所以你掺和了？对，我掺和了，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也不用藏着掖着了。还真的是。那掺和了多少？差不多，最关键的一步吧。哪一步？爹应该知道薛荣就是心腹出来的吧？顾云东将蒋蓉妹妹撞见主子隐私被害，并且无意间得知心腹罪证的事情说了说。顾大江听的也是一脸震惊，原来这中间这般错综复杂。好在恶有恶报。他看向薛荣说：“如今大仇得报，你以后就安心的待在我们家。我们家跟你心腹不一样，不会做出那种丧心病狂的事情的。”是，老爷。顾大江再看向顾云东时，脸上满是欣慰，看着看着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爹，你笑什么？爹就是觉得我们家云东是个十分优秀的人。那是肯定的。顾云东说着，让薛荣把那个小箱子给放在桌上。这里可是他们给我的奖赏，爹看看。顾大江狐疑地打开箱子，下一刻整个身子都怔住了。顾云东从里面拿出一本书。听说这是孤本，爹看看。顾大江猛地回过神来，视线落在那本书上，见到上面的字后，手指都忍不住轻轻地颤抖起来。他有些激动地往身上擦了擦手心里的汗水，将那本书接了过来，再小心翼翼地翻开，看了几页后，又珍惜地把它盖上。这个价值千金啊！他的视线又落在那个小箱子里，神色渐渐地变得凝重。云东，这些东西都要收好，以后当你的嫁妆。当什么嫁妆啊？这里还有我给你们挑的呢。你看，这笔，这砚台，爹喜不喜欢？还有这玉佩，以后给您鼻子腰带上，肯定气派。还有这把折扇，上面的字好像是以前什么书法大家题的。还有这个，这个是什么？顾云东看着小箱子里突然出现的一张陌生的纸，这小箱子里的东西每一样都是他亲自放进去的。顾云东很确定自己并没有放过一张纸进去。他狐疑地将那张纸抽了出来，打开看了两眼。顾大江也凑过来，诧异地开口：“契书？”“是契书，而且是店铺转让的契书。看来是莫须林放进这箱子里的，可能觉得亏欠我了。”想到自己空间里那成千上万两的银子，顾云东瞬间觉得有那么一丝丝的愧疚，只是很快被自己拍飞了。拿着契书问顾大江：“爹，想不想去看看？”顾大江有些激动，拿着契书看了又看。这铺子是咱们家的？是，
走，去看看。我爹也很担心你，谁也没想到你会遇到这种事。不过好在啊，现在心腹被抄了家，也算是得了报应啊。对了，你伤好了，是不是打算回宣和府啊？是啊，我媳妇还有个儿子和小女儿都在家里，我想早日见着他们。啊，那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呀？这得问他了。我是觉得自己的伤都好的差不多了，路上小心着点儿也没啥大问题的。偏偏云东说还要待个10天半个月的才肯走，怕我路上吃不消。爹啊，你可别乱来，你可是今天才被于大夫允许能出这家客栈的门道。说着，他扭头看向于大伯。大伯，其实我一直有个事情想问问你们。什么呀？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宣和府？去宣和府？是，我想着你们也不回去现在的那个村子了，在这府城也没什么亲戚，我爹这些日子一直等你们照顾，你跟他们是朋友，也舍不得你们。是，要不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永福村其实不错的，村长人也和善，村民也很勤快，也很友好。你们去了，正好咱们也能互相照顾。我在村子里有个作坊，现在人手不够，要是你们能过来帮忙，我是最放心的。于大伯手指动了动，什么帮他？分明是他帮他们，让他们知道去了永福村也不用担心没有谋生的活计。于大伯有一瞬间的心动，只是很快又被压下了。他想了想，许久才说：我得回去跟我爹跟小晋商量一下。小晋是他的儿子。应该的。于大伯又跟顾大江聊了会儿时间，到底心里记挂着事，没多久便回去了。顾大江看着他的背影，对顾云东说道：于家人不太可能跟着我们回永福村的。为什么？过2天你就知道了。2天后，顾云东跟顾大江一起去了于大爷的小院子。于爷爷，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要不要跟我们回宣和府？顾丫头啊，于爷爷谢谢你的好意，只是我们还是想留在万庆府。可是我知道你想照顾我们，我也相信我们跟着你们去了宣和府，肯定吃穿不愁，日子会比现在好过许多。可是我们也不能啥都靠你们。是，你爹前几个月算是得了我们的帮助，可咱们也不过就是让他有了住的地方，跟以前你送了1筐粮食救了我们祖孙几人的命比起来，根本就微不足道。我给的那筐红薯也是因为您提前给我们报了信，让我们能避过那场大乱，这样算起来也是你们先救了我们才对。行了行了，你要这么算，那都扯不完了。不过如果你们不跟着我们去宣和府，我倒是有事儿想请你们帮忙。你说啥事要咱们帮忙？只要咱们能做到，肯定帮。我在万庆府有家铺子，不过没人。他话还没说完呢，就见门口跑进来一个人。哎呦，老于啊，你快过去看看呐！你家孙子被人打了。屋子里的人齐齐一怔，几人一同走出了院子。就见于禁正好走进院内，看到大伙还怔了一下，随即挤出一抹笑。顾叔来了呀。咋回事啊？咋的就被人打成这个样子了？谁打的？爷，我没事，我把对方也揍了一顿，他比我还严重呢。于家两人听了这话，倒是怒气减了些，赶紧带着于禁进了屋子。到底咋回事？你这会儿不是在铺子里吗？爹，铺子里的活没了，回头我再找一家。咋没了？心腹不是被抄家了吗？他们那些铺子也被朝廷给收了回去，里边的掌柜跟伙计都被衙门的人问了话，那些有罪的被抓了，没罪的全给放了回来，
以前有个在新家铺子里干活的伙计，是咱们掌柜的亲戚。如今那伙计没事干，就跑到咱们铺子里想找份活。结果可想而知，掌柜的本来就看于禁不顺眼，毕竟于禁肯吃苦又勤快，东家来了2回就夸了他2回，要是继续下去，这于禁怕是要把他这个掌柜的都给端了。于大爷父子2个听得怒意腾腾，这掌柜的就不是好东西，以前隔三差五的说咱们家小静做得不好，少给工钱，现在为了给他亲戚腾位置，还这么折腾咱们小静。顾云东听了，却跟顾大江对视了一眼。那真是太好了。啊，顾丫头，你的意思是说小静把人掌柜的打了太好了？不是，我是说于静哥不在那铺子干，真是太好了。其实就算于静哥今天没发生这事儿，我也想请他辞掉铺子里的活儿，不要干了。早就听说他们那掌柜的抠门吝啬，工钱少，自己不做事，尽会使唤人。于静哥在那儿干得越好，人家越是看他不顺眼。在这种地方，得多少年才出得了头啊？所以我想请于静哥还有于大伯、于爷爷你们去我的铺子里帮忙。你的铺子？是，我最近刚得了个铺子，还没开张呢。其实之前我还想着，若是你们跟我们回宣和府，那这铺子我就得另外找个人帮忙看着了。可这万庆府也不熟悉，于大伯认识的人多，还想请于大伯介绍个人。既然你们不跟我们走，那铺子正好请你们帮忙照看。老实说，这里我只相信你们了。你是说让我们看铺子？于静哥之前在的那个铺子不是杂货铺吗？正好我这铺子也打算开个杂货铺。顾云东看过了，那家店铺的地理位置很好，以后等他生意做大，这边也有作坊了，还是可以将罐头、糖果之类的放在里面卖。杂货铺容易转行。于家人听完他说的话，半晌回不过神来。他们心里都清楚，顾云东这分明就是在帮他们，但他口口声声却说能信任的人只有他们，这倒是让他们一时找不出理由来拒绝。于叔，你就答应了吧，不然云东还真不知道要找谁才好。我这也急着早点回家见我媳妇儿女，要是云东铺子的事情没敲定，我们就走不了。顾大江也跟着劝，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于家3口当即咬牙点头。好，那咱们就帮你看着这个铺子。这铺子是你们买去的？这铺子呀，今后是我们管的。就你们？那好，我要问你们买了这个铺子，开个价吧，多少银子？8万，不得无礼。本来就是咱们先看中的嘛，谁知道会被人中间截胡。新府的铺子被收回去后是要被朝廷拍卖的，而段家是这次买的铺子最多的一个，偏偏段谦买了这么多的铺子，最想要的这间却没在拍卖的名单上。他觉得奇怪，去问了问，只说已经卖掉了。段谦很看好这铺子，大不大的倒是其次，主要是位置好。他之前对于这间铺子势在必得的，却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这位小兄弟，我是段家人，关于这铺子的事，我想和你们东家谈一谈，不知道方不方便引荐一下。段家，于大伯和于禁自然对段家不陌生，在他们眼中，这是跟新府一样的庞然大物。之前还有新府压着，如今新府满门抄斩，这万庆府里可再没哪家能压得住段家了。顾云东走到铺子里，一眼便认出来了。同一时间，段谦、段婉也认出了他。原来是顾姑娘，上次见面也没来得及说上话，没想到今日又见面了。顾丫头竟然认识段家的大少爷。听说段少爷想买我们家的铺子。段谦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见到了顾云东，他便知道希望并不大了。别人还好，可能会顾及到段家的地位，但是这位顾姑娘，其实那日顾云东走后，他就跟着莫旭林旁敲侧击地打听过他的来历。他呀，不是什么大人物，没什么背景，但是我是不敢得罪他的。
哦，还有，你们家能做上这个白糖生意，也是因为他，所以下回要是见着了，离得远点儿。这位顾姑娘，她不但不能得罪，还应该尽量的交好。是，我们确实有意向想买这家铺子，不知道顾姑娘有没有这个意向？价格方面，我们可以谈。这铺子我并不打算卖，况且这是别人送我的，我若卖了，岂不是辜负人家一片心意了？别人送的，这朝廷收回去的铺子，还有谁敢送？只有朝廷了吧？啊，既然如此，看来我们只能寻找别处了。段谦瞬间收起所有的小心思，当即转移了话题。顾姑娘，这是打算开业了？是要做什么买卖？若是能用得上我的地方，尽管说。段家在万庆府，倒是还能使一使力。顾云东其实心里也存着跟段家交好的想法，毕竟他过段时间就要离家的，余家三口在这么繁华的地段开个铺子，没点后台靠着，很容易被人当成靶子。确实是打算收拾出来开业的。哦，还是继续做绸缎布匹，或者茶叶酒水，亦或者是银楼首饰？你能想到的只有这种吗？他对上段谦两人怀着好奇的眼神。是做杂货铺的。你说什么？杂货铺？这么好的地段，这么好的铺子，你拿来当杂货铺？万万，不得无礼。正是因为地段好，才用来当杂货铺。我看了一下这一整条街，杂货铺就2家，而且地面小，东西也不全。我们这是急人所需。段谦想了一下，这点他还真没注意过。他们段家主要做的是茶叶生意，其他买卖当然也有涉猎，但杂货铺还真的没有。至于采买什么的方不方便，他们这样的身份也不会去关心，有下人操办的。如今听顾云东这么一说，倒也有几分道理。段少也不会是瞧不起我这小小的杂货铺吧？啊，当然不会，只是意料之外而已。那段少爷还会照应咱们这个小小的杂货铺吗？顾姑娘言重了，怎么说也是有过两面之缘。段某厚着脸皮自称一句朋友，朋友之间当然是相互照应的。那就多谢了，这是我于伯伯和于进哥，这铺子以后就是他们管理了。听顾姑娘的意思是要离开万庆府？对，过段时间就走，今后可能偶尔会过来一趟，下次过来我给段少爷带点东西，或许我们还能合作。他果然不是万庆府的人。不过他很快就对他口中的合作感兴趣起来，想多了解一些，只是顾云东没细说。两人客套地说了几句话，段谦留下一块玉牌，让于大伯遇到什么事尽管去找他，随即便走了。云东，你跟以前变化太大了。终于还是来了。顾云东手指顿住，心里缓缓地呼出一口气，脑子里却已经将自己之前早就想好的说辞过了一遍。谁知还没等到他开口，就听到顾大江悠悠地叹了一口气。果然那人说的没错，真的长大了。啥子意思？爹，那人是谁？为什么有种琢磨了上百遍的说辞用不上的感觉啊？那人是个游方道士，特别的有本事。你爹我读了几年的书，对这些人说的那些神神鬼鬼的，其实不太信的。若不是你当初哭得太厉害，怎么哄也哄不好，大夫也束手无策，我也不会病急乱投医，听了他的话。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娘当初被赵氏打得早产。顾大江给他解释，他如今已经不叫老顾家的那2个人为爹娘了。顾云东已经告诉过他，当初自己为了一家子去吸引盗匪的注意力，结果却换来一家4口被爹娘赶出队伍，自生自灭的下场。那样的环境下，他爹明知道妻子痴傻，孩子年幼，被赶出去的结果只有一个，他却还是那么做了。尽管顾大江早就对自己爹娘心寒，但这次是当真恩断义绝，不会再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你出生的时候本来就瘦瘦小小的，呼吸极弱，偏偏还大哭不止，怎么哄都没用，除非你自己哭累了睡过去。是那游方道士帮你止了哭，并且说你魂魄不稳，今后都会是个情绪极容易受到刺激的性子。直到你14岁的时候，若是平安度过一次死劫，到时候魂魄归位，才算是真正的长大了。魂魄归位，怎么跟听天书一样的？他蹙着眉，细细地想着原主的性子。原主确实是个多愁善感，常年挂着眼泪的泪包子，一点点小事都能捂着被子哭上1个时辰。我太喜欢原主的性格，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自己不立起来，又怎么可能不被欺负？也是奇怪了，以顾大江的性子，怎么可能教出来的女儿心灵这般脆弱呢？如今听他这样说来，倒是能理解了。等等，顾云东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想到自己在现代的生活，他是个跟原主完全相反的性格，在孤儿院也好，后来出了社会也罢，凡事都看得很淡很冷漠，所以连个朋友都没有，就连那2个领养过他的养父母，他都没有感觉到很深刻的羁绊。顾云东不由得沉思了起来。所以现代的我其实也是个魂魄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一场饥荒，因为一场漠视，我们2个都经历了一场死劫，然后合而为一了。顾云东唇瓣紧抿，现在想想，有些事情就很奇怪，比如他会轻易的被他娘和弟妹感动，短短1个月时间就能熟练的照顾他们，保护他们，心疼他们。比如即使从未跟顾大江相处过，他也能在见到他身受重伤时心痛如绞，惊慌失措，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他的亲人家人嘛。云东，怎么了？顾云东猛地回过神来，再看向顾大江时，内心的情绪澎湃翻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许久，他才深吸了一口气，笑容格外的灿烂起来。爹，有你在真好。这话该爹来说，云东，爹很庆幸你度过了那一劫，你还在，爹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顾大江最怕的就是他没能度过14岁的死劫，如今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家云东以后都会平平安安，长命100岁的。真好，真的，这是我的爹娘，我的亲人，我没有占了别人的身体，这一切本来就都是我的。原来我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眼看着距离宣和府越来越近了，顾云东有些压在心底没说的话也无法再隐瞒下去了。顾大江很敏锐地发现他这些天欲言又止的模样。其实顾大江有感觉，云东肯定还有一些话没说，他从来都是挑得开心的事情告诉他，但人生哪可能事事如意。你有话便说吧，爹不是禁不住事的人。顾云东看了看他，到底还是开了口。当初我们被老顾家赶走的时候，小叔被他们支走了，等到小叔回去后没见着我们，便也离开了老顾家那些人，至今还是下落不明。还有大姑一家，大姑、大姑父和木兰原志失散了，木兰表姐她死了。顾大江身子微微一颤，瞪大了眼睛，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许久，他才稍稍平静下来，声音却微哑。那元志呢？元志被丁清城带回了永宁府，送到了老顾家。上次我去永宁府找爹的时候，见他过得并不好，就设计把人给带出来了。现在在咱家，跟云舒一起上学，只是大姑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顾大江手指紧紧地拽着，微垂着头，半晌没说话了。爹，我没事，我早就有心理准备的，没事。逃荒路上死了多少人，他心里都清楚的。只是扁木兰的死，终究让他心情沉重，
他的眼前仿佛还会出现当年那个小小的抱着他大腿叫舅舅的小姑娘。转眼间她大了，嫁人了，可见着自己还是乖乖的叫舅舅，还说等她生了孩子，让自己给孩子取个好听的名字，将来教孩子认字。可是没有孩子，连他也没了。顾云东没再说话，让他慢慢的消化这些讯息。接下来的一路，顾大江都很沉默，这样低落的情绪一直到了第2天才逐渐好转。逝去的人已经逝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虽然不知道顾大姑和顾小叔如今在哪里，过得怎么样，但是顾大江知道他们肯定还活着，他们终究会见面的。他努力地把那些负面的情绪抛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妻儿了，心情终于好了些。可眼看着顾云东又是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顾大江的眉头忍不住狠狠一跳。你还有什么坏消息要告诉我？应该没有了吧？他现在关心的也就大姐和小弟，家里人都在身边，到底什么情况，云东早就说了。其实也不算是坏消息。那你说。其实在找到爹之前，我定亲了。什么？你再说一遍，你什么了？我定亲了。你怎么就定亲了？你才几岁？对方是什么人你了解吗？你不知道人心险恶，尤其你长得好看又有钱，说不准对方别有居心呢。他家里人也不懂事，你娘病还没好，你爹还没找着就上门来提亲，这是欺负你年幼无知，没长辈做主呢。不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顾大江越说越气，越气越觉得对方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感觉心脏都要爆裂了，他家好端端的水灵灵的小白菜就这么被头猪给拱了，简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顾云东就知道他会是这个反应，他干笑一声，小声说道：爹，只是定亲而已，定亲。所以可以退？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是打算等娘的病好，爹有了下落再成亲来着。哼哼，退婚这个事得慢慢的商量，不能急，最主要的是不能败坏了你的名声。回头咱想想，最好是对方犯了错。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爹。不是，我没想过要退婚。爹，邵大哥人很不错的，当初我开始做买卖的时候，本钱还是他给的。好啊，还说不是欺负你年幼无知，他只是想要你欠了他人情，让你以身相许呢。都是老把戏了，我10几年前就不玩这个了。爹啊，这段日子难不成我都表现得很无知吗？这就是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不顺眼的意思。10几年前就不玩这个把戏了，难不成爹以前也用过？顾云东狐疑的目光落在顾大江的身上，很想问问他当年到底是怎么跟娘走到一起的。顾大江的脸色却很臭，浑然未觉自己方才说了什么，只是还在义愤填膺的嘀咕：那个叫邵清远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顾云东觉得还是让他爹先缓冲个一段时间吧，他这会儿肯定多说多错，他越是护着邵清远，他爹越是生气。于是他乖乖的不出声，侧着耳朵听顾大江碎碎念，把邵清远给骂得狗血淋头。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吗？顾云东立刻摇头，除了把老顾家弄得半死不活之外，应该没有了。顾大江这才稍稍满意，只是接下来的路程，他时不时的要把邵清远拉出来批一顿。顾云东被他弄得哭笑不得，是不是当爹的都是这样？他娘就很喜欢邵清远啊。当然，这话他更不敢跟顾大江说。这就是咱们家铺子了，看，顾记。咱家的铺子？顾云东眯着眼睛看向隔壁的铺子。这里什么时候多了家药铺？以前不是卖小吃的吗？他忍不住多看了2眼，那边顾大江已经大步地走进了顾记。
哎呦，这位客官，你想买点什么呀？咱们这间铺子里有最高档的白糖，那可是整个凤开县仅此一家的。还有果脯、果干、果酱罐头，您看看，都不贵啊，吃过的人都说好。顾大江还没来得及开口，后面顾云东就进来了。庄子见到他，当即瞪大了眼睛，激动地往前几步。东家，您回来了。掌柜的，咱东家回来了。东家回来了，这趟出门辛苦了，快坐。这是我爹顾大江。东家你找着人了？是。老东家好，我是庄子。庄子急忙对着顾大江一鞠躬，自认为还很年轻儒雅的顾大江嘴角忍不住狠狠地抽了抽，还是郑刚猛地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胡乱叫什么呢？老爷。顾云东忍不住想笑，顾大江却已经好奇地开始打量铺子了。他去看了看白糖，这个之前顾云东有给他吃过，如今再看着这些白花花的糖粒子，顾大江依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居然是云东制造出来的，这是多么伟大的发明啊！我女儿果然聪明能干，骄傲自豪。东家，这是这几个月的账目，你看看。顾云东将账本接了过来，却没打开，反倒递给了走过来的顾大江。爹，你以前是账房先生，这账你来对。我看看。顾大江来了兴趣，他已经许久没碰过账本了，这会儿拿着自家的账本，还感觉像是做梦似的。顾大江坐下便翻了开来，然而他刚翻开第一页，瞳孔便猛地张大，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顾大江抬起头，愣愣地看着顾云东。顾云东一脸不解，视线跟着落在账簿上。爹，有什么问题吗？账簿有问题？不至于啊，这账可是我亲自记的，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的，进出货也明明白白的。每天晚上关门之前，我还会再核对一遍，很仔细了的。这铺子开业的第一天赚了900两。爹，这是第一天，你知道第一天人家摊鲜，新开的铺子总归是要进来看看，然后跟风买点东西的，后面就没那么多了。也对，可第一天900两还是多得离谱啊。顾云东见他爹在认认真真的看账本，这才抽空问了庄子一句：隔壁铺子怎么改成药铺了？东家，那可不是一般的药铺，那是少哥新开的药铺。邵清远的铺子？对，大概半个月前开的。我过去看看。他扭头往隔壁铺子走去，没料到顾大江的耳朵尖隐约已经听到了邵清远3个字，当即将账本一合，跟在后面也过去了。哎，姑娘，您要买什么药？可有什么药方啊？药方没有，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有这个药卖吗？顾云东拿出一个小瓷瓶，正是之前邵清远给他的那瓶治疗内伤的良药。那伙计仔细的看了看，当即点头。哎，有，这药啊，只有我们家药铺有。姑娘这瓶儿应该也是咱铺子卖出去的。姑娘要多少？我这就给您拿。给我1瓶吧。除了这个，顾云东还要了几种药材，都是给顾大江用的。伙计果然给他都配齐了，包好后递过去。哎，姑娘，一共是这10两银子。10两银子？坑人呢！这才几个药材而已，收你这么多。之前府城的于大夫开的也是这些药，也没见着这么贵。我就说那谁不是好东西，从他乱收钱就能看出来，就是个黑心的。爹，你气还没消呢。这位客官啊，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些药材确实只是普通的药材，价格不贵，但是这瓶治疗内伤的药却不是一般的药啊，是我们东家亲自研制成的，整个凤开县乃至宣和府只有咱这儿有，而且这药的疗效好，价格自然是要高些。你看他还亲自研制，他又不是大夫，不是乱来吗？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后肯定要闯下大祸连累你的。爹，
当初你的内伤就是这样给治好的。顾大江一噎，顿时说不出话来了。可他还是不死心，又开始说别的。你看看这铺子为啥要开在顾姐的旁边？肯定是看顾姐生意好，故意来蹭客人的。还有，这铺子都没打扫干净，这柜台一看都是土。他摸了一把，干干净净，纤尘不染的。他指着柜子，还有这些药，这也太少了。万一有客人来配药，这也缺的那也没的，那不是耽搁人家病人的时间吗？对了，味道也不好闻，我感觉还闻到了臭味。这分明就是来找茬的呀！这药铺的伙计简直忍无可忍，他左右找了找，看到放在旁边的大扫帚，过去就要拿起来，谁知一双手阻挡了他。伙计抬起头，诧异地看向来人：“庄子，你拦着我干什么？你没听到他说什么吗？”你可别犯傻，那是我们东家，那是东家他爹。你们东家就能够随意胡说？伙计话说到一半，瞬间停住，微微的瞪大眼睛。你是说你们东家？那不是我们东家的未婚妻吗？没错，所以你知道为啥东家的爹这么说话了吧？所以这是老丈人在挑刺啊？理解一下，当爹的都这样，尤其我们东家那么优秀。伙计点点头，当即放下扫帚，跑到顾大江的身边，严肃着脸，很认真的点点头。哎呀，这位客官，您说的没错，这药铺的味道不好闻，也不干净。哎，您看，哎，这那边还有蜘蛛网呢。哎，我觉得吧，这个需要改进的地方的实在是太多了。您就只管提意见，我们一定改。您说拆窗子那就拆窗子，您说拆门那就拆门。哎，把那面墙打通了也成。哎，这今天下午就能找人去干活来了。不是，你到底哪边的？这是我未来女婿的铺子，你还敢拆窗子拆墙？这邵清远从哪里找来这么个人才？顾云东简直要笑死，看他爹被他给噎住了，偏偏他还一脸我很认真的，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保证肝脑涂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模样。顾大江想骂他，但刚刚确实是他在挑刺，原本就没道理的。他瞪了那伙计一眼，回家。东东，你终于回来了，娘可想你了。你不在，娘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想吃炸鸡腿。大姐，我也是想你，我是可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心都要碎了。怎么说个思念之情也要这么搞笑呢？都从哪里学来的词儿，还心碎呢？他伸手拍了拍杨氏的背，又揉了揉顾云可的小脑袋，转手见到顾大江有些贪婪地看着母女几个，知道他这会儿心情激荡。可惜杨氏和顾云可都没有注意到他，反而是院子里跟着出来的其他人纷纷地将疑惑的视线落在了顾大江的身上。顾云东终于安抚住了杨氏和云可，他拍了拍杨氏的背，推着他的肩膀，将他转了个方向，笑着指着顾大江问：娘，看看是谁来了。杨氏眨了眨眼，愣了愣，视线缓缓地在顾大江的脸上定住。顾云可也好奇地睁大眼看着他。顾大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由着母女两个打量，手心却已经微微地渗出了汗。杨氏的眼睛却越睁越大，嘴巴也越张越大。片刻后，他突然一声尖叫，啊！随即猛地跑到顾大江的面前，一把抱住了顾大江。大江，是大江，是我，柳娘，对不起，让你等了那么久，对不起。大江，不走，不要走了。是，我不走了，以后我都和你们在一起，咱们一家子再也不分开。杨氏便又呜呜地开始哭，顾大江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轻声地哄他，耐心十足，眼角含笑，
目光都是带着宠溺的。柯表姑呼出一口气，跟沈思甜等人使了个眼色，将空间留给这一家子团聚。他们去了厨房准备好吃的，给几人接风洗尘。杨氏的哭声终于停了下来，只是很不舍的依旧不肯放开顾大江，紧紧地抓着他的手，生怕他又不见了似的。顾云东失笑地摇摇头，随即看向依旧站在自己腿边，一脸好奇地看着他们的顾云可。他蹲下身，轻声说：可可，你不是一直好奇爹爹长什么样吗？这就是爹爹了。小姑娘懵懵懂懂的，她对顾大江其实已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是哥哥经常在她耳边提起爹爹，才让她知道他的存在，心里充满了向往和期待。只是如今真的见着了，她反而不敢上前了。顾大江也蹲下身，平视着小姑娘的眼睛。可可，我是爹，过来让爹抱抱好不好？顾云可有些犹豫，看着他期待的眼神，小脚脚挪了挪。顾大江见状，突然从身后拿出一个草编的小东西。这是爹亲手做的，送给你好不好？小兔兔。喜欢吗？好喜欢。他抬起头看向顾云东，后者小小的推了他一下。去吧。他当即颠颠地跑到顾大江的面前。顾大江将草编兔子塞到他手里，一把将小姑娘抱了起来。还挺有分量的。爹，先进去说话吧。哎，好。可可就先跟我睡，爹你晚上可以和娘好好说说话。可可跟咱们睡也没事。我要跟大姐睡，我要和大姐睡。喊完才注意到顾大江有些受伤的眼神，当即不忍心了，忙凑到他耳边小声地说：爹爹，我就是……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可顾大江这会儿第一次听到顾云可叫他爹，当下有些飘飘然的，都不用他说理由，直接给他找好了。哎，爹爹知道你和大姐很多天没见了，想大姐了是不是？对。顾云东啧啧两声，刚想吐槽，门口就传来了童水桃的声音：小姐，少爷回来啦。话音刚落呢，顾云舒已经飞快地往这边跑过来了。是我大姐回来了吗？大姐你在哪儿？云舒，你等等我。顾云舒却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跑到杨氏他们房门口，一脚踏进了门框。顾云东站在背阴的地方，他没有看到。第一时间看到的是抱着顾云可往这边走过来的高大男人。顾云舒愣愣地抬起头，想看清楚，男人却已经蹲下身和他平视。下一刻，顾云舒的眼泪陡然砸了下来，声音有些虚无缥缈的感觉：爹。是我，云舒，爹回来了。顾云舒手里的书本啪的一下掉在地上，他愣愣的，有些小心翼翼的伸手去摸顾大江的脸，不确定的又问了一遍：爹。我在这儿。顾大江一把将他搂进了怀里，摸着他小小的脑袋：这段时间辛苦云舒了，你大姐都说了，你是个小小的男子汉，是爹爹的骄傲。爹，真的是爹，是我的爹，暖暖的，有温度的。我不辛苦，大姐才辛苦呢。我是男子汉，我不累，一点都不累，就是怕见不到爹了。顾大江心酸的厉害，小家伙年纪小小，却总是想撑起一个家。若不是云东突然长大了，他会把一家子都当成他自己的责任。他一左一右抱着一儿一女，眼看着儿子哭得停不下来，一旁的女儿也要跟着掉眼泪了。忙伸手拍了拍顾云舒的肩膀：不哭了啊，你看可可。已经来不及了，情绪是最容易感染的东西，尤其是小孩子。见到自己亲爱的哥哥哭得这么委屈，小姑娘也忍不住呜呜呜地开始掉眼泪。顾大江无奈了，干脆让他们尽情地发泄个够。
他只是用力地抱紧2个孩子，像是抱着最珍爱的珍宝一样。抬起头时，正好看到站在不远处愣愣的也在抹眼睛的扁圆智，那眼睛里含着浓浓的羡慕和欢喜。他陡然想到扁木兰，心里一痛，对着扁圆智笑道：不认识大舅舅了，来，给大舅舅抱抱。大舅舅。扁圆智顿了顿，瞬间迈开小腿，也扑进了他的怀里。顾大江抱着3个哭得乱七八糟的孩子，心中却酸酸胀胀的，有心疼也有满足。倒是原本在整理东西的杨氏见状，也飞快地跑了过来，从后面抱住顾大江，然后一起哭。只有顾云东忍不住抚了抚额，看着大型哭亲现场，叹了一口气。唉，一家子团聚，仿佛时间都不是时间似的。直至童水桃过来说晚饭已经做好了，众人这才感觉到天都快要黑了。邵清远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以顾云东的了解，邵清远得知他回来，肯定会第一时间跑到这边来，甚至要是知道顾大江回来，更不会耽搁。可他不但没来，连阿猫阿狗他们都不在。他昨天就进深山了，现在还没回来呢。进深山了？云东，我的那本孤本放到哪儿了？顾云东忙应了一声，转身跑了回去。这边临近山脚下，以前都没什么人烟，如今有了顾家作坊，又有了那么大2座青砖大瓦房竖立着，倒是热闹了些。不过这个时间段倒是没什么人。想到青砖大瓦房，顾大江的视线就落在了不远处的另外一座上，心里冷哼了一声，刚想调开视线，那房子的院门却陡然开了，紧跟着从里面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来。这就是邵清远，一个农家子在自己的村子里走动，竟然要打扮成这个样子，果然有了点钱就开始飘了，装模作样把自己当一回事。哼！顾大江冷哼了一声，就见那人兴匆匆地跑过来，高兴地喊：云东，云东，听说你回来了。不但穿着不得体，还不稳重，女儿怎么会看上这种人？顾大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脚步一跨，便挡在了他的跟前。大叔，你哪位啊？挡着我做什么？你就是邵清远。柳维刚下意识地想摇头，可很快一个机灵的反应过来，面前的男人非常的陌生，可他那眼神里却透露出强大的敌意和轻蔑。哟，哪来的糟老头子，居然还敢看不起我兄弟，想要对我兄弟不利。是又怎样？怎么样？这人就不是个良人，有了点钱就把自己当回事了，没有礼数，特别嚣张。今后云东要是嫁给他，还不得被欺负死？赶紧滚！凭什么？你什么东西，居然敢叫本少爷滚？哪里来的二愣子呀？不认识我也就算了，在我的地盘上，居然还敢赶我走！柳维还不知道顾云东爹回来了，他是昨日去顾记买罐头的时候，听庄子说顾云东回来的，一时太兴奋，后面的话也没听全，便急匆匆的打算过来了。毕竟他出门一趟，回来肯定是要给他这个好朋友中的好朋友带礼物的。对于主动上门要礼物，柳维一点不好意思和亏心都没有。今天一早，他就急匆匆的来了永福村，照旧先去了邵家找邵清远，没想到他人不在。柳维扭头就出门，然后往顾家跑，哪里知道顾家大门口居然多了一个门神，还是超级不讲理还莫名其妙的门神。嘿，他这暴脾气就上来了。知不知道上回叫本少爷滚的人都付出了什么代价了？告诉你，坟头的草都长你这么高了，识相的赶紧给本少爷让开，否则我打断你的腿，信不信？真是的，哪来的疯子呀，跑到顾家来撒野。顾大江差点气了个仰倒，直接上前2步，不耐烦地推着他往邵家的方向去。走走走，别在我面前显摆威风了，有点银子就一口一个本少爷，我告诉你，你这叫忘本。你这样的人，我是不会同意我女儿跟你的婚事的。谁跟你女儿有婚事了？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爹，快住手！
顾大江举起的手顿住。你果然是个疯子，居然还想打我！你真把本少爷当软脚虾了是吧？说着，柳维就要动手，架势都摆出来了。顾云东却陡然冲了过去，一把打掉他的手。干什么？这是我爹。你说啥？这个疯子是你爹？柳维，你说什么？哼，我就说他不靠谱，这种男人就不该嫁。你之前跟我说的什么成熟稳重的优点，果然是骗我的。一口一个本少爷，哪里稳重了？说着，他又扭头看向柳维。我告诉你，邵清远，你想娶我女儿，下辈子吧。发生了什么？等，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伤害兄弟情谊的错事了？还好顾云东脑子转得快，立刻就反应过来，当下哭笑不得的开口：爹，他不是邵清远。什么？可他说他是啊。他瞪向柳维，一副你敢否认试试。柳维这回总算脑子发挥正常，当即往后退了一步，对着顾大江鞠了个90度的躬，很真诚的开口：伯父，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没轻没重，口出狂言，简直禽兽不如，不是东西。您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请您一定要很认真的教导我，免得我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最近碰到的都是什么人呢？是不是但凡跟邵清源扯上关系的人都有这种本事，能屈能伸厚脸皮是吧？柳维这境界又高了一层，看来我不在的这几个月，他真的得到了升华。顾云东也抽了抽嘴角，看着顾大江怒气难平的样子，他终于抚了抚额，低声说：爹啊，这是柳维，柳家的那位少爷。顾大江一怔，他当然有听说过柳维。顾云东提起这个朋友时很开心很舒心的感觉，据说是个性子外向还没有一点架子的大家少爷。柳少爷还曾经教了云东不少生意上的事情，柳家二少爷也和云叔是同窗。就算看在他们的份上，顾大江对柳维的印象是很不错的，可这些好印象都在刚刚的见面交谈中粉碎得一干二净。他忍不住叹气，看了柳维一眼，没好气的开口：行了，有什么事进去再说，别再咋咋呼呼的了。哪有人在大门口就叫一个女子的闺名的？是，您教训的是，我以后一定不再犯了。唉，我为了我兄弟真是太不容易了。看着顾云东一脸不解的样子，他立刻解释道：我从刚开始见到顾叔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不喜欢我邵大哥当女婿。为了我兄弟，我任重道远，我拼命的就往顾叔跟前凑，试图琢磨出顾叔的性格和喜好。回头啊，我好告诉邵大哥，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到时候他就可以投其所好，事半功倍了。怎么样？我为了你们的将来出了这么大的一份力，我是不是很厉害啊？我爹读过书，然后他觉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是什么样的人，交的朋友就是什么样的。我之前一直给我爹灌输的是邵清远是个稳重有担当、沉默寡言，但是干实事的印象，现在好像全部被你给颠覆了。柳维眨了眨眼，再眨了眨眼。啊？这话说好像哪里不对啊。哎，顾云东，你是说我不稳重、没有担当、还唠叨、不干正事儿的人？你忘了之前你不在永福村的时候，是谁帮你镇场子、管着作坊的？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是？柳维怒气腾腾的，声音拔得老高，可这声音里莫名的还多了一丝丝的心虚。难道真的好心办了坏事？完了，要是顾叔真的觉得邵清远不是东西，那我岂不是拆散了兄弟的姻缘？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在羞辱我的，我很生气的啊，我不会原谅你的，以后不要找我了。说完，他直接就冲出了顾家的院子，爬上自己的马车走了。好像一直都是他来永福村找我们。身后柯表姑缓缓地走了出来，
忍不住瞪了顾云东一眼。你吓他做什么？柯表姑好像挺喜欢柳薇的。没办法，跟你这种黑心汤圆相处久了，他那种赤诚之心啊，就感觉难能可贵了。你这是把他当成跟云舒云可一样的小孩子了。他想让柯表姑醒醒，人家到底是柳家的大少爷，虽然逗逼沙雕了点，可要说一点城府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最起码人家是戏精啊。可一抬头却发现柯表姑神色带了几分凝重以及不舍。顾云东心里咯噔了一下，声音都放轻了。表姑，你怎么了？有心事？还是遇着什么事情了？你告诉我，只要我能做到的，我绝对义不容辞。柯表姑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看着顾云东欲言又止的，似乎有些话藏在心里好长一段时间了。如今想要说出口，居然有些不知道要从何开口。表姑，你……云东，你这么说啊，我很高兴，也不枉我真心实意的待你了。只是，我也该走了。走？什么意思？当初留在顾家，是因为你要出门寻你爹和宋太医，我放心不下云舒和云可，所以住在顾家照顾他们。如今你爹找到了，宋太医那边也联系上了，以后你出门啊，也不必担心两个孩子，我自然该回家去了。为什么要回去？表姑，您在家里也是一个人，在这里还有云舒和可可陪着你。再说了，我们也早就把你当成了亲人，打算给你养老的。我知道。柯表姑神色柔和了许多，这些日子他又何尝不是把几个孩子当成亲人呢？虽然舍不得，但是云东，我该回去的。柯表姑表情严肃，眼神固执。顾家的人确实没有把他当成外人，可他毕竟是有家的人，他也有亲人。不说别的，就说他还有聂聪这个表侄要养老，聂家绝对二话不说把他给接回去。而且他继续住在顾家，同样也很尴尬。顾云东沉默，微微低垂着头，一副不想搭理柯表姑的样子。你居然还有这么孩子气的时候啊！好啦，表姑知道你的心意，又不是以后都不能见了。城府离这里也不算远，我想你们了，再过来就是。我这身子骨啊，硬朗得很，跑来跑去的不成问题。顾云东抿抿唇，还是不想说话。过了许久，他才抹了一把脸。好，既然表姑心意已决，我尊重您的选择。不过可可和云舒那边我就不管了，表姑你自己去说服他们吧。果然是个白切黑，刚刚还觉得他有几分可爱，立马就露出原形了。不过我都搞定了顾云东，难不成还搞不定云舒和云可吗？当天晚上，顾云舒下学回家，柯表姑便严肃地和两个孩子进行了一番十分深刻的交谈。柯表姑又是无奈又是欢喜，抱着小姑娘软软的身子对顾云东说：明天吧，明天一早我就走。明天不行，明天我爹还要去云舒的学堂呢，马上不得空。对，我得去拜访一下云舒的先生。后天云舒他们又要休沐，我不能再拖下去了，不然老先生会以为我们家没有诚意。老先生。顾云东总觉得他爹误会了什么，但此刻也顾不上澄清了，只是对柯表姑说：对，就是这么一回事。顾家有3辆车呢，难道还腾不出1辆来？就算是借口，也该找个有诚意点的吧。表姑，你再晚几天走好不好？可可心痛。好，晚几天就晚几天。哎，算了，本来提出这事儿啊也挺突然的，给彼此一个缓冲的时间也好。顾老爷，久仰大名啊，这回啊可终于见面了。
谁呀？劳烦通传李家先生，顾大江前来拜访。那个，爹呀，这位就是云舒的夫子。顾云东想到他爹昨天好像称云舒的夫子为老先生来着，顿时有些哭笑不得。顾大江猛地瞪大了眼睛，脱口而出：云舒的夫子不是老先生吗？爹，谁告诉你他是老先生的？可你不是说他是前些年的状元爷吗？我有看敌报，近15年的状元岁数都是40往上，可他才……倒是有位少年天才，前些年确实中了状元，但那位姓秦的少年郎不是已经病逝了吗？若是没错的话，在下应该就是那位姓秦的少年郎秦文征。顾大江豁然看向他，眸光火辣辣的，身子却是一动不动，仿佛被定住了一般。爹，秦文征应该长得挺正常的吧？有那么可怕吗？秦文征也忍不住和顾云东对视了一眼，又多解释了一句：先前秦某确实因为一些原因辞去了官职，也有人传言说秦某已经病逝，却没想到这个谣言竟然也传到了永宁府，倒是让你误会了。你真的是秦文征？对，我确实就是秦文征，顾姑娘可以作证。你怎么没跟我说云舒的夫子叫秦文征啊？我怕爹说我直呼夫子的名讳不太礼貌。秦夫子，秦先生，秦大人，我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简直太好了！你还成了我儿子的夫子，我之前先生殿试的文章被人摘录，我有幸能够瞻仰，对先生的文采格局佩服至极。当时就想着，若是有朝一日能够见到先生，跟先生讨教文章，那此生便再无遗憾了。想不到，居然是真的。不是爹，对方就是个心机深沉、毫无节操的人，不值得你这么敬佩崇拜的。你赶紧醒醒！爹，这个云舒的先生你也见着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不，我还有很多话想和秦先生聊。若是秦先生不介意，不知可否请在下喝杯茶？自然是不介意。爹啊，你的稳重自持呢？一大把年纪，就不要再追星了吧。顾云东努力了几次，最终还是没能把顾大江给带走，只能留他待在秦家，和秦文征交流学问去了。东家来了。郑叔，这次过来，我是有事想跟你说的。东家有事尽管吩咐。是这样的，我打算去府城再开一间顾忌。你也知道，县城的这间铺子虽生意不错，但量若是太多还是吃不下。县城的人就那么多。确实，就知道东家早晚会把顾忌越开越大的。你在顾忌做得很好，我能信任的人不多，所以想把府城那边的顾忌交给你。郑叔之前就在府城待过好几年，那边的情况熟悉，是最好的人选。当然了，一开始肯定会很累，杂事也多，郑叔是要辛苦一些的。郑掌柜的走了，那我当掌柜的愿望是不是就能实现了？东家，府城那边我自然愿意去的，那这边的铺子要如何安排？郑叔有什么建议吗？其实这间铺子虽然开业不足1年，可生意却一直很好，客人也多，大多还是老客户，所以用熟手当掌柜的比较好。庄子是从铺子开张便在的，他对这里最熟悉，也有感情，客人也很喜欢他。再者，这些日子他一直跟着我认字练笔，已经越来越成熟稳重，他是最合适的人。明明平时对自己很严厉，动不动就说我太滑头，不够沉稳，没想到在东家面前居然有这么高的评价，简直太坏了。其实庄子当掌柜的，我也曾考虑过。庄子身子一僵，经过这些日子来的锻炼，他第一时间就听出了顾云东话里的意思。曾经考虑过，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考虑了是吗？不过后来想想，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不管怎么说，还是需要庄子自己想清楚。啥的意思？啥叫另一个选择？东家，啥东西要我自己想清楚啊？郑叔说的没错，在他去府城之后，这铺子确实需要一个熟手管着，你是最合适的。庄子刚刚已经沉下去的心思猛地又活了，眼睛噌的一下亮得惊人。你来当这个掌柜3个月。啥？3个月就不让我当了？这也太短了一点吧？3个月后，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待在这里当掌柜，另外一个是去府城，继续在郑叔手底下当伙计。要怎么选，你自己决定。这个选择也太难了，我太难了。东家，我这个我得好好想想。不急，你慢慢考虑，想好了再和我说。好。对了，你当掌柜的这3个月里，新来的伙计叫陈进财，你好好带带他，尽快让他熟悉起来。东家，你说谁？陈进财，村长家的大儿子。庄子脚步有些不稳，那个每次看到自己就鼻孔朝天的陈进财，自己在他面前就不自觉地把腰都弯下的陈家老大，过来给他当伙计。妈呀，想想都爽。怎么，有问题吗？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会好好的教导他如何当一个合适的、上进的、有礼数的伙计。东家放心，我不会辜负郑叔这么长时间的培养的。好，既然没什么问题，那你这2天就好好准备一下，趁着郑叔还在这儿，有什么不懂的尽快问，学着记记账，还有顺便考虑一下之前的问题。是，我知道了，东家，我一定会努力做好的。你爹已经找回来了，今后对他，你有什么打算？打算？他是我爹，不需要我打算吧？我爹想做什么便做什么。那你有没有想过，让他重新去书院求学？对呀，爹那么喜欢读书，完全可以重新捡起课本，重新学习的。以前家里没条件，现在条件允许了，完全没问题的。我跟你爹交谈许久，发现他这些年并没有丢下书本，依旧对学识如饥似渴，而且他对读书很有天赋。早些年确实是耽搁了，但是现在重新读书，也很快就能上手熟悉起来。你爹的格局想法确实非常的宏大，这些年一直当一个饭馆里的小小的账房先生，实在是有些埋没他的才华。依我看，他的学识比那些秀才还要好，云舒的天赋大概是遗传自他。确实是个好苗子。你说的对，我会劝我爹去读书的。顿了顿，突然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又蹙眉说：可是凤开县似乎并没有合适的书院。等着。说着，他便转身走了。没多久，秦文征重新走回来，这回手里多了一封信。宣和府府城天海书院的山长跟我有些交情，到时候啊，你跟你爹带着这封信去拜访他，只要你爹的学识过了他那一关，就能进天海书院。好好收着，别掉了。你想让我爹去府城读书？怎么，不想要啊？当然要。府城的天海书院他也听说过，已经在宣和府有过100年历史了，是个出过许多举人、进士以及状元的老牌书院了。据说现在的山长多年前在京城为官，后来年纪大了便回到了老家，担任这天海书院的山长。秦文征居然直接就给了山长的举荐信，果然背靠大树好乘凉，秦文征真是太好用了。你不是要去府城开铺子吗？倒也不用担心没个照顾。不过在去之前，让你爹准备一下，启山长还是非常的严格的。知道。清远，你可回来了！这次去了那么多天，我们都担心死了。我跟你说啊，云东回家了。邵清远眼睛一亮，转身就要出门。哎，你先别急呀，
我话还没说完呢。邵清远皱起了眉头。不止云东回来了，他爹也跟着回来了。他爹？你是说顾叔找着了？可不是，咱们都见过他了。云东说呀，是在万清府给碰上的。我去收拾一下。邵清远回房去拿了酒，这还是柳维放在他这儿的，说他几个大男人的家里居然连酒水都没备着，不像话。然后第二天便颠颠地运过来2坛子酒，除了酒之外，他还拿了野鸡野兔一并提着。邵清远却在离开院门之前又忽然顿住了脚，像是想到什么似的，赶紧又回房去了。等再出来时，怀里还抱着一个木盒子，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反正看起来挺贵重的样子。邵清远这才缓缓地呼出一口气，朝着顾家走去。顾家的大门口，顾大江却含着一张脸，表情极差地站在那里。邵清远回来时，村子里不少人看到了。顾大江原本还打算去果林里逛一逛的，结果路上听到消息，二话不说就折返回来了。邵清远远远的就见到顾大江沉着脸，眸光冷冷地看向他。顾叔，几乎都不用问，邵清远一眼便认出了他的身份。他暗暗地呼出一口气，压下忽然涌上来的紧张。我是邵清远，是云东。哦，邵清远是吧？知道了，你可以走了。顾叔，我……顾大江却扭头就走，直接进了顾家大门。邵清远再想跟进去时，却见大门被猛地关上，再没动静了。唉，果然如此。他也没说什么，没去拍门，只是站在门外，直挺挺地面对顾家的大门。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顾叔叔很好说话的吗？怎么直接把大门关上了？这根本没有时间了解咱们公子的为人嘛。对，我觉得姑娘可能还不知道咱们家公子被拒之门外呢。唱戏的不都这么唱的吗？当爹的看不上穷小子，就故意不让2个人见面，趁机拆散他们。可是咱们家公子也不算穷吧？走，咱先把公子带回来，咱们再一起坐下合计合计，要怎么样才能进顾家的门？去什么去？没看出来吗？那是未来老丈人给女婿的考验，懂吧？咱们村子里也有疼爱女儿的人家，在女婿第一次上门会故意为难他的。是吗？对。那得站多久啊？应该不久吧。这么大的太阳，这么热的天，一会儿可别中暑了。不行，得先回去备一点金银花去。而此刻顾家的院子里，顾云东同样一脸无奈地看着他爹回房的背影。他想说2句，被柯表姑给拉了回来。你可别去火上浇油啊！我告诉你啊，你多替邵清远说一句话，他就得在外面多站1个时辰，你信不信？我当然信，可现在这天气，他要是刚刚从深山里回来，一会儿吃不消了。吃不消也得吃，他想娶人家女儿，不吃点苦可说不过去。再说了，就他那样的，在太阳底下站1天都没事儿。哎呀，你别瞎操心了。可是眼看着天气越来越热，顾云东内心也开始变得不平静了起来。顾大江抬眸看了他2眼，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哎呀，这傻丫头哟，明明做生意那么沉稳，怎么这会儿倒是沉不住气了？他摇摇头，就当没看见，扭头给杨氏夹了个排骨吃。一边折腾我男人，一边又在我面前秀恩爱，让我吃狗粮，还能不能好好当妇女了？气，不吃了。顾云东放下筷子，人就飞快地往门口跑。顾云东到底没有把人劝走，他虽然心疼，却也知道顾大江的用意。这种时候若是打他的脸，以后有个万一邵清远敢欺负自己，那他爹会连帮他做主说话的分量都没有。这点人情世故他还是懂的，就是难受。眼看着又1个时辰过去了，见邵清远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在很快一阵阵凉风吹了过来，
顾云东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听到夏日独有的打雷声响起。没多久，哗啦啦的豆大的雨点就兜头浇下。就在这时，童老爹急匆匆地走到顾云东的面前，递了一张小纸条给他。谁送来的？刚才阿猫攀着梯子站在墙头，他冒着雨给我扔下来的。等看完里面的字后，他的脸色猛地一变。怎么了？上面写了什么？顾云东却根本就来不及回答他，急匆匆的就进了顾大江的屋子。哼，爹，让邵大哥进来吧。阿猫刚才给我传了纸，说他们这回进山的时候遇到了狼，邵大哥为了救他，受了很重的伤。顾大江脸上的表情维持不住了，眼神变了变，猛地站了起来，随即就往外边走，边走边对薛荣说：“你先跑过去把人带进来，顺便让童安去请大夫。”等薛荣跑出去了，他才忍不住骂：“他就是逞强，乱逞强。”邵清远被放到床上的时候，身上热腾腾的，似乎发了高烧。顾云东手贴在他额头上的时候，烫得差点收回手。你家里有没有退烧的药？没有，没来得及治。这段时间他有琢磨其他药丸，治疗内伤外伤的都有，反倒是退烧这种常见的药物没来得及去琢磨。顾云东想了想，到底没忍住，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拿了一颗退烧药出来，直接塞到了邵清远的嘴里。把这个吃下去。邵清远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他向来听顾云东的话，便二话不说咽了下去。顾云东喂完药后，跟其他人一块儿出去了。童平和童老爹这才过来帮邵清远脱掉外边湿透了的衣服，用热水帮他擦了擦身子。两人总算看清楚邵清远背上的伤有多严重，不只是被狼爪子给抓的，好像还有被利物割伤的，伤口很深。郎中很快便被带回来了，给邵清远开了药，又包好了伤口，这才走出门来。顾云东忙上前问：“他怎么样了？”只要烧退下去，就没什么大碍了。这背上的伤啊，最好不要扯到，避免碰水，休养一段时间便没事了。顾云东让人送了他出去，便三两步地走进了屋子。活该你，谁让你不说的？邵清远好像没听到他的话，只是看着他。他们好长时间没见了，原本还想着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清清爽爽地站在他面前，没想到会这么狼狈，让他很是遗憾。顾云东顿时便心软了，走到床沿，声音都低了许多。我在这儿守着你，你赶紧睡吧。刚才阿猫跟我说，你在山里面也没睡过一个好觉，亏得你撑到现在。你爹他……我爹听说你伤了，也很紧张的，他没有怪你的意思。邵清远这才放心，微微合上眼，睡过去了。门外的顾大江几次想让顾云东出来，都没能开口。虽然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以他对邵清远的观察和从云东嘴里听来的信息，让他站在门口站个一天一夜都没问题的。这人壮实着呢，站在门口晒太阳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事儿。可结果确实很糟糕，顾大江心里就开始烦躁起来了。他在家里待不住，转身对杨氏说：“我出去走走。”你就是顾大江吗？这人眼生得很，我应该没见过吧？村子里的人，我是。能不能借一步说话？那人左右看了看，神秘兮兮的样子。顾大江打量了那人一眼。哼，不能。顾兄弟火气很大。谁是你兄弟？是一位邵清远。我听说顾兄弟很不喜欢邵清远。也对，毕竟对方是个村子里人人都畏惧的狼崽子，凶恶残暴，没人会喜欢他的。狼崽子？顾兄弟你还不知道吗？这邵清远啊，从小就是被李家老太爷从深山的野狼子身边给捡回来的，
以前还喝过母狼的呢，所以他骨子里带着狼性的凶残。这小的时候就挺明显的，别的孩子都不跟他玩，因为他会咬人有一回将一个孩子的手臂都给咬出血来了。那孩子的爹娘上门来讨公道，是李家老太爷豁出老脸给人家上门赔礼道歉，那才算是完的。你说一说这李老太爷对他也算好了吧，把他从深山里带出来，抚养他长大。你说他闯了祸，李老太爷还帮忙着善后赔罪，不知道担了多少的骂名。后来还为了跟李家断绝关系，带着他一起搬出去住，把他照顾得妥妥帖帖的。可是没想到他生重病的那段时间，邵清远不但对他不管不顾，等人死了之后更是直接把李家老太爷的尸体送回了李家，头也不回的就这样走了呀。回去之后就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你说这人是不是大不孝村里的人都说他是个白眼狼，养不熟所以他就得了一个狼崽子的称号。这还不算，他对老人不孝，对小孩也下了死手。就村口的高家，他们家的孩子曾经被他丢下了河里，等人差点死掉，再捞上来，然后再丢下去，来来回回的吓破那孩子的胆了呀。你说这个手段到底残不残忍就因为他那么肆无忌惮，村子里的人那都是怕他，没人敢说他坏话，也没人给他介绍姑娘，免得害了别人可是谁能想到他居然盯上了你们顾家的小姑娘哄得他团团转，这才过去这么长时间，居然就直接定了亲要说不是为了顾家的财产去的，谁信而且听说他这性子将来会遗传给下一代，谁可怜你们家女儿，怎么就看上他了呢？你的意思是我女儿的眼光很差了？不是，我没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我是想说顾姑娘单纯不谙世事，是邵清远太过狡猾了，处心积虑费尽心思使了不少手段，顾姑娘没能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中了他的奸计当然我相信顾兄弟你肯定能一眼瞧出邵清远的本性，否则也不会把他拒之门外的。总之这邵清远实在是太不是东西了，居然敢骗顾姑娘所以你的意思是邵清远人品恶劣，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看出来了是吧？对，整个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但开了作坊有了铺子，手底下管着那么多人的我的女儿却没能看出来，还被人耍得团团转。你在变着法儿的说我们家云东蠢是吧？不，我没那个意思呀。你话里话外就是这个意思，还想否认？我说呢，你好端端的跑到我面前来说了一通有的没的，原来是拐着弯的骂我呢。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来挑衅我？不是，你到底是怎么理解这是挑衅呢？你这人你有毛病吧你？说完赶紧跑了。哼，就这胆量还跑到我面前来挑拨离间，什么东西？邵清远再不好，那也是他女儿的人，他可以嫌弃，他媳妇可以嫌弃，他女儿也可以嫌弃。可这么个莫名其妙跑出来的不相干的人，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的？我们家云东眼光好着呢。哼！顾叔，这是咱家公子给您的。给我的？是公子来顾家之前准备好的。这2只野鸡是咱们下山之前刚打的，晚上可以拿来夹菜。至于这个木盒子里装了是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顾大江将盒子接了过来，野鸡让阿猫提去厨房了。随即他抱着盒子走到堂屋里，坐下后将那盒子放在桌上，却是半晌都没有动手去开。直至薛荣进来，
说邵清远身上的温度已经没有那么高了，他才微微的点了点头。半晌，他到底还是将手伸向了那个盒子，将盖子打开。只一眼，顾大江的手便倏地僵住。盒子里面的东西不多，但分量却不轻。最上面的是几张银票，对于以前的顾大江来说，这真的是大手笔了。银票下面是房契、电契，房子是永福村的这幢青砖大瓦房，电器是凤开县的那间药铺，而最下面居然还有一张。这是，看这上面的日期，该是最近买下的一个庄子，应该是邵清远在进深山的前2天买下的。庄子并不大，可位置却是在府城附近，怪不得这盒子里的银票不多了，原来都用在这里。这些是邵清远全部的家当，他把这些都送给了云东。顾大江的心情一瞬间格外的复杂，站在身后的薛荣见他一直不说话，顿了顿，还是低声问：老爷对邵公子不满意？就是因为满意，我这心才揪着呢。薛荣一脸不解：你说我们家云东才多大，怎么就被他给惦记上了呢？问题是我还找不到借口拆散他们，让云东多留几年。薛荣他还没当爹，他无法理解，他还属于要拱别人家白菜的阶段，因此薛荣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可看着自家老爷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还是没忍住劝道：其实老爷何不换个方向想？邵公子无父无母，小姐嫁过去就能当家做主，不用伺候公婆。而且邵公子家就在永福村，房子在隔壁，过去也就是2步路的事儿。平日里吃饭都可以直接来顾家，小姐有没有受到委屈，咱们不出门就能知道。如此总比那些嫁入大户人家要来的舒心自在啊。这些道理顾大江当然知道，就是因为知道，他才没有强烈反对。我过去看看他醒了没有。大姐，你是不是生爹的气了？刚才爹回来了，我看他直接进了屋，一个人，好可怜呢。爹和大姐有了嫌隙，我身为家中长子，有义务开导开导他们，这样才能家庭和谐美满。顾云舒，努力。你想什么呢？脑袋不大，想的还挺多。大姐干嘛生爹的气啊？爹又不是明知道邵大哥有伤还故意让他暴晒的，这是个意外。哦，是这样的吗？等你当了爹你就知道了。那我也赶紧定亲娶媳妇儿，这样我能早点当爹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胡说八道什么？你才多大点，就想着娶媳妇儿的事情了？这女儿才刚定亲，儿子居然也想着成家了。爹，我有个同窗，就比我大1岁，他都定亲了。他刚出生就有媳妇儿了，我这么大了，凭什么不能定？要是我出生的时候爹就给我定一个，那现在我也不用那么愁了。爹。顾大江决定不跟糟心儿子说话，他把手里的盒子递过去。这是邵清远给你的，好好收着，不准还给他。顾云东诧异的扬眉，打开盒子看了一眼，随即失笑。这样的盒子他收第2次了，每一次邵清远都是装上全部身家拿过来的。这人真的是，难道就指望着自己给他发点生活费用着吗？他忍不住扭过头看上床上躺着的男人，没想到却正好对上了他睁开的漆黑眸子。顾大江也发现他醒了，语气有些硬邦邦地问：好点了没？邵清远微微动了动，想要坐起来，顾大江却一个箭步上前，伸手挡了挡，蹙眉说道：躺着，别动来动去的，不然伤口都给裂开了。邵清远便只能重新躺好，看着顾大江说：顾叔，抱歉。没有下次了，别再想用苦肉计。没有。
邵清远是真没想过用这样的方式去让顾大江心软，实在是凑巧了，他是在深山里受了伤，一回来就听说顾大江找着了，他自然是要第一时间上门拜访的，而且是真心实意也心甘情愿地站在外边的。若是他提前说了自己受伤没法久站，那不用说顾叔了，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他这是在找借口，示弱没担当，即使是事实也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这点顾大江也清楚，他就是觉得糟心，尤其是看到女儿站在床边很关心邵清远的样子，他就没眼看。因此顾大江让他好好休息，便打算走了。然而临走之前，他忽然又顿住。方才我出去遇到个人。屋子里的几个人同时抬起头看他。顾大江说，那人跟我说了些话，是关于你的。他说了什么？说你是白眼狼，曾经被李家收养，李家老爷子对你太好，为了你还跟亲生儿女闹翻，搬出来和你住。结果他病重的那段时间，你却不闻不问，回头还把他的尸首直接运回了李家。还说了什么？说你手段凶残，骨子里冷漠无情，将来会遗传给孩子。顾大江话还没说完，邵清远已经坐起身，紧跟着就要下地。还是顾云东动作快，一把拦住他。你干什么啊？你现在哪里都不能去，好好养伤。不是，那个人说的不是真的。我知道，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比其他人都更加了解你，我相信你。放心，我爹也不会信的。那个人分明就是不安好心，不想咱们好过，对吧，爹？我没那么偏听偏信。我知道那人是来挑拨离间的，但是你今后既然要和云东成亲，那有些事情还是说清楚比较好。原本两人成亲，对方的家庭都要了解透的，总不能你对顾家的情况一清二楚，可云东却连你为何被人叫狼崽子都不知道吧？不用现在急着说，你还伤着，慢慢的想清楚了再说不迟。说完，他便带着有些担忧的顾云舒出去了。你不问我吗？我有想过问你的，但是你看起来很排斥提这个事儿，我就知道或许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一件很痛苦很沉重的。我不知道李家人对你做过什么，我只知道我想让你慢慢的忘掉那些不好的，总有一天等你能够很平静的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能知道了。不要想东想西的了，你现在需要的是养伤，其他的都不重要。还有啊，我爹那边没关系的，他除了爱你心切了一点儿，其实还是很通情达理的。你去叫一下顾叔吧，有些话确实不该再藏着掖着了。我现在很平静，有你在，那些事情已经伤害不到我了。顿了顿，他又开口，目光中带了一丝忐忑地问：是不是不管我说了什么，你都不会离开我？顾云东不知道他这一夜到底经过什么样的天人交战，他只知道这一刻的邵清远带着前所未有的脆弱，急需他的一声肯定。只要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就算你是妖怪，我都不会离开你的。好，去叫顾叔吧。顾云东便走了。过了没一会儿，顾大江进门，见两个人都坐下后，才缓缓地开口：李家老爷子说，他是从深山里把我抱出来的，其实并不是。邵清远被带回李家的时候还不足1岁，尚且不会走路，到底是怎么被带回家的，他那时候小，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从他有记忆开始，是3、4岁后在李家的生活。李老爷子带他回去，李家大房当时只有2个女儿，便把邵清远记在他们名下。可李家父母却很不喜欢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搞得好像他们已经生不出儿子一样，让全村人都看了笑话。更何况当时的李母包氏
其实已经又有了身孕，他觉得这一个肯定是儿子，没想到又是个女儿。包氏听说又是个女儿，也不知道是怕被人说还是怎么的，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了邵清远的身上，说他是个扫把星，是他害得他没了儿子。然而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李爷爷便病倒了。邵清远见他经常梦里都在说梦话，甚至偶尔会冒出一两句咒骂自己的话来。邵清远急得很，去县城里请了大夫过来。那大夫说他这是中了毒，至于什么毒，他却是查不出来，只怕要去府城请大夫了，他治不了。他打算第二天就带着爷爷去府城，找最好的大夫，一定要看好他的病。邵清远连马车都准备好了，可他当天夜里去给爷爷盖被子的时候，却从他嘴里听到了让他错愕的梦话。邵清远，为什么中毒的不是你？明明应该是你的，你为什么没喝那杯茶？邵清远整个人都愣住了，失手打翻了放在旁边的一个碗。李爷爷被惊醒，也不知道是不是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亦或者中了毒之后反应缓慢，因此在听到邵清远不可置信的问话时，有些话就这么脱口而出了。对，毒是我下的，可是我是要给你喝的，你为什么没喝？为什么？邵清远想了想，想起来了，那天爷爷确实给自己倒了一杯水。邵清远当时正要喝，李春香却上门来找茬，吵闹之余把李爷爷给推倒了。邵清远赶紧扶着李爷爷进屋歇着，等他再出来的时候，李春香已经吓得跑了。而桌子上的那杯水经过刚才那一闹腾，有一大半洒在了桌子上的那盘切好的桃子上。这桃子是邵清远特地给爷爷买来的，两人谁也没料到那桃子上已经染上了毒。李爷爷这个时候也清醒了，知道自己梦中说了不该说的话后，也没慌乱，反倒很快镇定下来。他看向邵清远的眼神再没有了慈爱，只有冷漠和厌恶。然后邵清远从他嘴里听到了颠覆自己整个人生的实情。为什么要给你喂毒药？当然是为了让你痛不欲生。你根本就不是我从深山里捡来的，你是你爹和你奶奶亲手交到我手上的。你刚出生的时候，你娘就死了，而且死得特别惨。你1个月的时候，你亲大哥就病倒了。2个月的时候，你爹的生意遭受了重大的失误。你奶奶找了高人给你算命，才得知你命硬，克6亲。那高人说，想要改变你们家的命运，只能把你送走。送走还不算，还要压着你的命盘。只有你过得越惨，越不得志，你们家才能越来越富贵。所以你爹亲手把你交给我，叮嘱我看着你，不能让你死了，也不能让你有出息，不能有朋友，不能离开家乡，困在这小小的永福村里，最好郁郁寡欢一辈子。那你对我好，为了让你离不开李家，离不开这永福村。你知道要牵制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当然是牵住他的感情，让他放不下。我很成功，是不是？邵清远想起很多以前不曾细想过的事情，比如自己到李家的时候，包氏虽然生了2个女儿，但她当时肚子里还有一个，谁也不知道是男是女。李家也还有2房3房，为什么爷爷却非要把她养在心思歹毒的大房门下？比如每次她挨了打挨了骂，
爷爷都会站在院子里把大房两口子骂得狗血淋头。不但二房三房看了热闹，连外边的邻居也看了笑话。于是事后大房对他更是变本加厉的责打辱骂。比如有了什么好东西，爷爷从来不会私底下给他吃，总是当着家里其他孩子的面大大方方的拿出来。于是他成了所有李家孩子的敌人。比如爷爷即使知道养父母对他不好，依旧用各种借口想让他留下。原来如此，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告诉我了？哈哈哈哈哈！因为我要死了呀！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临死之前才是他真正摧毁邵清远的时候，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击。身体的伤害算什么？当他发现他生命里唯一信任的、可以依靠并紧紧抓住的人，其实从未把他当人看时，那得多可怜。邵清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家的，他去退了马车，将用来给爷爷治病的银子去酒楼吃了一顿，进深山里打死了2头野猪，躺在炙热的地面上看着天空。等他再回来的时候，爷爷死了。邵清远将人拉去李家，再没管过他。所有人都在骂他，说他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说老爷子生前把所有的感情都给了他，结果他连给人送终都不去。邵清远什么解释都没有，他锁上门离开了村子，半年后才回来。家里的东西被李家人搬空了，他去李家把从他这里拿去的锅碗瓢盆全部给砸了，拆了李家的院门，打了李父一顿。从此永福村的人都避他如蛇蝎，厌恶他心狠手辣，再没人跟他来往，除了住在隔壁的曾家。这5年来他都是这么过来的，直至遇到了顾云东。怕个屁，什么扫把星克柳亲，全是胡说八道。杀人不过头点地，自己的亲爹亲奶奶竟然让一个臭老头折磨你一辈子，这是他们自己冷血无能，什么玩意儿？那你找过你亲生父母吗？也许那老头骗你的呢。找过，他没骗我。找过？你说的是不是陶家？是，就是凤开县的酿酒大户陶家。顾云东想起他在酒楼里第一次见到陶老爷时候的厌恶表情，后来在镖局见到陶峰时的冷漠表情。当时他还觉得奇怪，邵清远应该跟陶家完全没交集才对，陶家几个人似乎也不认识他，怎么他见着陶家人都会有那样的情绪变化呢？我去找以前在陶家的老人问过，20年前陶家确实有过一个孩子，出生时陶夫人便难产而死，陶家大少爷陶峰后来也得了重病，紧接着陶家生意出现大问题，没过多久，陶家刚出生的那位3少爷便夭折了。陶家当时已经有2位少爷了，陶峰是大少爷，陶夫人所出。跟柳维打赌的是那位2少爷陶行，妾室所出，深得陶老爷喜欢。陶夫人去世后，这位妾室没过几年便被扶正了。陶府的人都觉得可惜，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夭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找到了之前伺候陶老夫人身边的老人，问出来的，当初那孩子是交给了陶府的一个马夫。而李家老爷子曾经在陶府做过2年马夫，那位难产而死的陶夫人姓邵，在陶家生意出现问题的时候，确实有过什么高人来给陶家看过风水。这10几年，李家老爷子曾经去过陶家2次。顾云东听了沉默了下来，心里却在恶狠狠地想，当初柳家和陶家打赌的时候，我对陶家简直太仁慈了，那会儿就应该下重手才对。这都什么人呢？就听了一个所谓的高人的话，就能把亲生骨肉送给一个马夫，而且还要让人一辈子折磨他，根本就是畜生，没人性，不堪为父。我现在很好，有了云东，那些苦难都不算什么了。回头我给你报仇。对了，
那个道爹面前来胡说八道、挑拨离间的是谁？应该是李老大。他以前警告过他们的。李家忌惮他不要命的样子，所以这几年尽管在外边会说些闲话，但却不敢真的跑到他面前来。大家相安无事的过了几年，如今是见着他的日子好过了，家里有钱了，马上还要娶妻生子了，所以看不过去，开始蠢蠢欲动的想要搞破坏了。怕是听说顾大江为难他，觉得终于有机会给他使绊子。邵清远微微的眯起眸子说：这事儿我来处理就行了。你来做什么？啊？以前可是说好了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想反悔不成？邵清远冷冰冰的瞥了他一眼，没说话，直接将李家老大推到一边去，一脚踹开了李家院门。哼，你也说了井水不犯河水，那你好端端的跑到顾家老爷面前说什么了？要不要我提醒你？顾大江果然说了，他居然真的把那天的事说了出来啊！这几天一直都相安无事的，李老大还以为是顾大江听进去了自己的挑拨，并没有告诉过邵清远。没想到就在他放松下来的时候，邵清远居然就带着人上门了。里面传来的一声尖叫瞬间拉回了李老大的神思。他急忙走进去，就见邵清远卸掉了屋门，里面的包氏正惊恐地看着他。李老大飞快地跑进去，想到5年前邵清远也是同样闯进了他们家，将整个李家砸得稀巴烂，还差点把自己给打废了的恐惧，他瞬间又觉得脚软了。是他错了，5年相安无事，他就有些飘了，开始忍不住了。邵清远不说话，进了堂屋看了一眼，嗤笑了一声。阿猫4个人顿时跑进去，将吓得躲起来的李大宝和李二宝给揪了出来。狗东西，放开我，不然我不客气了。包氏见自己的2个宝贝儿子在对方手里，当即尖嚷着朝邵清远飞扑过来，被阿朱阿鼠2人一把给推开了。包氏一屁股蹲坐在地上。哎呀，强盗呀，救命呀！邵清远这白眼狼呀，大不孝，想要谋杀爹娘。爹娘？邵清远看了他们一眼，突然一拳头打在一个近在叫嚣的李二宝肚子上。李二宝差点一口血吐出来，双眸都开始翻白眼了。包氏脸色一变：住手！住手！你别打他！5年前我就说过，以后再找我麻烦，我就找你们儿子麻烦。我以为你们应该记得很清楚才对。嘿嘿嘿，肯定是年纪大了，所以记性不好了呗。那没事儿，今天再来警告一遍，一被打的多了，总是会记住的。没想到就在这时，厨房那边突然跑出来一个人，手里拿着剪刀就往邵清远冲过来。门口的人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才发现竟然是李家那位才6岁的小姑娘。可邵清远连看都没看一眼，李春燕就被阿鼠给抓着了，捏着她的手腕轻轻一转，就在李春燕凄厉的叫声中把剪刀给夺了下来。6岁的李春燕却满脸凶狠地对着邵清远叫骂：你这个白眼狼，你快让这个狗玩意小瘪三放开我，不然我杀了你，拿剪刀戳死你！哎呦，这不是才6岁的小姑娘吗？怎么满嘴粗话，还这么恶毒？门口的人都惊呆了。李春燕很讨厌邵清远，因为她听爹娘说了，她本来可以是男孩子的，可以被爹娘捧在手心里的，都是因为邵清远给克着了，所以才成了家里的女娃娃。虽然爹娘对自己还不错，但她始终比不上2个哥哥，最起码2个哥哥都不用干活。可她这一番举动不但让阿猫等人有些毛骨悚然，就连门外的其他村民也面面相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有人赶紧去叫了村长，有人去叫住在隔壁的李家2房3房。2房3房早在李家老爷子去世的时候就分家分出来了，虽然新盖的房子就在隔壁，可跟大房的交集已经不多。他们对于大房对邵清远做的事情不是不知，可邵清远跟他们无亲无故的，他们也犯不着为了帮他而得罪心胸狭窄的兄嫂。
反正有老爷子疼他呢。再说了，老爷子以前有好东西单独给他，自家的孩子都吃不上，这让二房三房也不是没有怨言的。但是要说跟大房似的置人于死地，倒也不至于。这会儿有人来叫他们，也才勉勉强强的出面，并没有多大诚意的劝道：哎呦，清远呐，怎么说大哥大嫂也是你养父母，你这样外人要怎么说你？你要被人骂大不孝的。是啊，你说你这要是被顾家知道了，那人家顾姑娘还会嫁给你吗？不说顾云东还好，说起他来，邵清远眸子更是冰冷。他扭头猛地一拳打在李大宝的肚子上。邵清远，你住手！你住手呀！你到底是想要干什么？我们道歉还不行吗？李家二房三房顿时不敢说话了，倒是门外的议论声反而更是嗡嗡嗡的不断响起。哎呦，我怎么感觉邵清远这一言不合就打人的行为有点眼熟啊？对，尤其是当爹娘的叫得越厉害，当儿子的就被打得越惨。因为我做过。众人的身后忽然响起一道低低的笑声。顾姑娘！这一声大得很，瞬间转移了院子里人的视线。邵清远有些诧异地看向他，不过很快就平静下来，反倒是阿猫阿狗等人突然有些慌张，悄悄地交谈了几句。怎么办？姑娘回来了。她不是去隔壁村看果园了吗？最起码也应该下午回来才对啊，怎么这么早啊？而且还被看了个正着，咱这儿都还没怎么样呢。那现在怎么办啊？几人说话声也不大，但还是被包氏给听到了。他当即明白过来，这是邵清远趁人顾家姑娘不在，才跑到他们家来作威作福的。所以邵清远确实是担心顾姑娘看到他不好的一面。此时此刻，他觉得就算儿子女儿都在邵清远的手里也不怕，当着顾云东的面，邵清远肯定不敢再动手的。包氏心中的恶意顿时疯狂地往上涨，他猛地扭过头对顾云东说：顾姑娘，你看到了吧？你这是看到了吧？我们什么都没做，可是这邵清远呀，就是不愿意放过我们。我两个儿子才那么小，我女儿只有6岁，他们几个大男人欺负着我们一家子老弱，这良心都被狗吃了，都被狗吃了呀！什么叫你们什么都没做？你家男人跑到顾家老爷面前说咱们公子坏话，抹黑他的名声，挑拨离间，还想要破坏他和顾姑娘的亲事，这叫什么事都没做？就是，要不是你们背地里下阴招，我们还懒得理你们呢。还有，你们算是个什么老弱呀？啊，足足3个男丁，好吧？门外听到的众人都议论纷纷了起来。陈良也来了，站在门口狠狠地拧了拧眉，对着院子里的几人喝道：闹什么呀？这大热天嘞，都吃饱了没事干了是不是啊？包氏却并不理他，他看自己说了那么一通后，邵清远也没打人，顿时更有底气了。他对着阿猫的话据理力争：什么挑拨离间？我家男人难道说错了吗？邵清远本来就是个白眼狼，你看看他做的事情，哪一件不是真的了？不然你问问大伙儿，是不是我公爹对他掏心挖肺的，比自己亲孙子还好？结果我公爹生了重病，他不照顾，死了也被丢到我们家，回头就大吃大喝去了。对，我去找顾大江，完全是为了顾家好啊！我们是不忍心见到顾姑娘好好一个姑娘就这么被毁了呀！嗡嗡嗡的声音一字不落地钻进顾云东的耳朵里，却让他的怒气一点点地升高。他的手指倏地拽紧，缓缓地走进院子里。陈良见状，顿时有些担忧地开口：云东啊，那你先冷静啊。那这事儿啊，或许是另有隐情嘞。这清远的为人，你也是知道嘞。陈良居然包庇着邵清远，顾姑娘，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邵清远是多么可怕的人。我确实不知道他到底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人。
包氏脸上瞬间带了笑，充满恶意的看向邵清远，可紧跟着顾云东的声线一冷，话锋一转，语调锐利地说：但是我知道你们李家人到底是多么可怕的一家人。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忘记了，在邵清远5岁的时候，你就因为做了一个噩梦，就能把他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丢到深山里喂狼，草菅人命，惨无人道。院子外围观的村民瞬间瞪大了眼睛。李家大房曾经把5岁的邵清远扔到山里喂狼，就连陈良也诧异地看向顾云东，随即又陡然面向包氏。李老大夫妻2个却脸色一白，刚想反驳，谁知顾云东却紧跟着说：还是你忘记了，在邵清远8岁那年，你们勾结流窜在县城里的拍花子，把他直接卖给了拍花子，差点让他回不来。我们1文钱没收，这不算卖。这么说，你们承认勾结拍花子了？包氏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再想否认却已经没有机会了。村民们却齐齐地倒抽了一口凉气，他们竟然不知道李家大房居然还做过这种事情。有人忍不住去看2房3房的人，问：哎呦，是不是真的？李老大夫妻真的？2房3房当然知道当年的事情，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又不是聋子瞎子。可这会儿面对众人的质问，他们也只是低垂着头，支支吾吾地说：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咋知道？说完就匆匆忙忙回去了，压根儿就不管大房一家是死是活，自私得很。可村民们却已经完全相信了这件事。有人忍不住问：哟，那这些事情李老爷子知不知道啊？这问题问得好，你觉得呢？那人对上顾云东的神情，顿时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几乎是下意识地点了一下头。李老大2口子都害了邵清远2回了，可李老爷子还是让邵清远住在李家，直至他13岁的时候，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搬走。邵清远那么肯定，难不成13岁的时候又遭到了李家夫妻的迫害？有人想得多，时间线一结合就知道了。每一次包氏要生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对邵清远下手。肚子里怀着孩子的时候，竟然去害另外一个孩子，你们就不怕报应吗？报应？什么报应？就因为我出生的时候，邵清远没被送走，还待在永福村，所以我才生了女孩。是这白眼狼该死，他克了我们，是他害了我。你可能搞错了，邵清远不但没克着你们，要不是他来你们家，你们李家还没有李大宝、李二宝呢。你想想，邵清远没来之前，你娘是不是生了3个闺女？可他来了之后，你娘再怀的孩子就都是男孩。李大宝、李二宝是邵清远带来的，至于你，好像是邵清远跟李家断绝关系，改回了邵姓才出生的吧？是因为他走了，你才成了女儿，所以这一切都得怪你爹娘，是你爹娘造成这一切的。李春燕愣住了，到底只有6岁。之前听李家夫妻反复提及邵清远的过错，便觉得是邵清远害的。可如今顾云东的话就跟洗脑似的，他竟然觉得是对的。不仅是他，连围观的村民都感觉很有道理。果然，李家大房果然遭到了报应。可李老大和包氏却不这么想，他们根深蒂固了几十年的观念，哪里是顾云东几句话就能颠覆的？要真那样的话，那他们这么多年岂不是都做错了？不是，是邵清远克我们，就是他的错。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啊，颠倒黑白。我颠倒黑白？难道刚才不是你亲口承认你跟拍花子勾结的吗？刚才大家伙儿可都听见了，是不是？没错呀，于老大，你们这心也太狠了，太可怕了。村长，这种人就应该进猪笼，他们是杀人犯呀。我一想到我天天跟他们待在同一个村子里，哎呀，我就害怕。对，我睡觉都不安稳。
万一哪天我们小孩出门的时候被他们给害了，我哭都没地方哭去。村长，你可不能放过他们！讨伐声一句接一句，李老大两人成为众矢之的，整个人都懵了。这怎么会？怎么就会变成这样？全村人居然都一脸厌恶地看着我们，还要责罚我们，不行，不行啊！李老大脑袋嗡的一下失去了理智，猛地看向顾云东。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好啊，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邵清远他们打不过顾云东一个小丫头片子，别想好过。包氏和李老大几乎是同时动手，站起来就往顾云东冲过去。就见顾云东一把扭住包氏的手臂，飞起一脚，直接将随后赶来的李老大给踹飞了。双脚落地后，对着包氏就是一通揍。敢跟我动手，你个眼下没记性的，是不是忘记我当初收拾4个混子的手段了？眼看着李老大又要站起来往顾云东冲去，邵清远当即一伸手，一把揪住他的头发，狠狠地往地上一灌。他咳了2声，还没来得及睁眼，脸上便重重地挨了一拳。好的，别打！陈良和村民们原本的注意力都在顾云东和包氏的身上，眼看着包氏被顾云东收拾的倒在地上了，还没来得及感慨，就被另外一道凄厉的叫声给转移了视线。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把他拉开呀！快拉开，得闹出人命了！外面看热闹的众人被陡然惊醒，瞬间挤进来3、4个壮汉。邵清远却冷冷地抬起头朝他们看过去，眼睛里透露出的那股寒意，硬生生地让几人刹住了脚步。偏偏邵清远打在李老大身上的拳头一直未停下，陈良叫不动，只能自己上去。哎，清源，你住手啊！先冷静啊，那有话好好说呀。云东啊，你快让他住手啊！这万一真闹出人命来，这清源也得监管坐牢的呀。顾云东知道邵清远下手有分寸的，因此摇摇头：“没事，不会闹出人命的。”哎呀，你怎么也……哎，这其他人不敢上前拦呐，这云东不想劝呐，我这当村长的不能眼睁睁看着呀。阿猫等人见状，松开已经有些吓傻了的李大宝3人，飞快地走过来，拦住了陈良和犹犹豫豫挪动着步子上来的村民。陈伯，您别激动，千万别上前，一会儿再伤着你。嗨，对，陈伯，你先去那边坐一会儿。哎，坐？我坐个鬼呀！感情他们还想让我在那边看戏不成啊？陈良一个个的瞪了过去，到底是村长，阿猫4个人也不敢放肆，虚虚的拦了一下，不敢用力，但就这么一下下也足够了。邵清远已经打掉了李老大3颗牙齿了，包氏更是跌跌撞撞的走过去，见到李老大那惨样，顿时双腿一软，整个人都瘫在了地上。别打了，别打了呀，邵清远，你别打了，你别打了。他想去拦，但是一对上邵清远那充血的眸子，吓得直接尿了裤子。李大宝兄弟2个更是瑟瑟发抖，他们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邵清远，更何况是李春燕，这会儿哪里还敢去想找他麻烦的事情，只希望他一辈子都不要看到自己，整个人都缩到角落里，连头都不敢抬。邵清远终于在陈良过来之前停手了，他看了一眼包氏，现在记得我以前说过的话了。记住了，我们不敢，我们再也不敢了。再敢对云东出手，我要你们的命！邵清远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在包氏疯狂点头保证的目光下，轻轻地一踩，从李老大的膝盖上走了过去。李老大痛叫一声，终于抵挡不住，脑袋一歪，晕了过去。回去吗？回吧。邵清远便带着他往外走，门口的村民自动给他们让开了一条道，个个静默地看着他们一伙人离开。陈良面前已经没人挡着了，他看了看邵清远和顾云东离开的背影，再看了看倒在地上人事不省的李老大和哭得差点晕过去的包氏，猛地一拍大腿：
哎呀，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可这会儿也顾不上其他了，陈良赶紧让人把李老大给抬走去看大夫。李家2房3房的人由始至终没出现过，躲在屋子里瑟瑟发抖。后面的事情顾云东就没再关注了，但阿猫几人却兴致勃勃地会将得来的消息跟他说。李老大确实没有性命之忧，可同样落不了好，他的3颗牙齿都被打掉了，大夫找了狗牙给他镶上，3颗牙贵得很，直接要了他10几两的银子，这后续还要其他七七八八的费用，更别提还有那只被邵清远踩断的腿了。是的，那条腿断了，从此以后李老大只能拄着拐杖走路，地里的活儿根本就做不了。李家在村子里的名声也臭了，虽然没人再说要他们受惩罚，但也没人乐意跟他们来往。包氏去找别人借银子，几乎都被挡在了门外。李大宝3兄妹在永福村也没有一个朋友愿意跟他们玩，因为李老大重伤在床，如今李大宝他们也得下地干活，一天天的开始叫苦不迭。至于李家的3个出嫁了的女儿，听说没一个回来看望过爹娘，甚至在包氏找上门的时候直接闭门不见，当家里没人。顾云东觉得这就是报应，看看他们养的孩子个个都是白眼狼，这才叫白眼狼。当年若是好好对待邵清远，如今的日子不知道有多好，活该。云东，你说爹真的能通过吗？当然能，爹你不是看完了秦夫子给的所有书吗？秦夫子都说爹天赋好，他觉得爹一定行才会给了引荐信的，我爹最厉害。行，那我回去再练练字。第2天，一伙人便准备去府城了。顾云东除了陪爹去书院之外，还要去看看铺子。邵清远觉得他们需要保护，非常坚定不移地收拾好包袱跟了过去。顾大江和杨氏舍不得分开，也是要一起去的。顾云可小姑娘更是早早地爬上了马车。柯表姑要回府城的，顾云东还带上了薛荣和童水桃2个人。赵清远这回带上了阿朱和阿鼠，一伙人眼看着没东西漏下了，这才浩浩荡荡地出发，离开了永福村。哎，听说东家这次呀去府城是要开铺子去的。嗨，你说说这才多长时间呢？东家的铺子竟然开到了府城，哎呀，这太厉害了。上回东家说了，去府城开铺子的时候，咱们这作坊也要再招人的，这是不是等东家回来就要开始了？肯定是，我今儿回家呀，就去跟我娘家表弟说一声，让他有个准备。对呀，这机会啊可难得了，这次招了人，下次还不定什么时候呢。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这中间也有几个想得多的。这作坊的人越来越多，就靠一个童安肯定管不过来，到时候东家一定会再找管理的人的，就算是小管事也好啊。大姐，这就是咱们家吗？表姐，那个奶茶铺在哪里？我们明日就去吗？对，明日就带你们去逛铺子。大小姐啊，明日怕是不宜上街啊。怎么了？明日可是要发生什么事情？是啊，明日全城都会戒严呢。为何？明日有一批犯人要游街示众，拉到菜市口舒展。老爷小姐回来的也巧，若是晚上那么一天呢，恐怕明日连城门都进不来呀。顾云东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犯人处斩，那确实是不能乱走。虽然游街并不经过2家铺子的门口，可到底是人多眼杂，比较混乱呐。顾云东看向云舒和袁志，其实他是不反对带着几个孩子去看游街的，毕竟他们已经在学堂读书识字，将来恐怕是要走仕途的，对这种事情没什么好避讳的。但他怕现场太乱，有人会趁机偷孩子。2个人听说不能上街了，顿时有些失望。可他们也清楚，明日跟着去肯定是添乱的，因此只能乖乖的点点头。没什么打紧的，
就算明日不能上街，但还是可以在这附近走一走，逛一逛，对不对？这一片距离天海书院不远，住在附近的可都是读书人，你出门走2步就能遇到一个。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学子也有不少，说不定你们还能交上朋友呢。可以在这附近玩吗？可以，这边隔壁邻居就有一个小孩，可可都跟人家认识了，明日就让可可带你们去。对，跟着我会有饭吃。这些话都是跟谁学的？次日一早，顾云东便穿上衣服准备出门，谁知刚打开房门，外边已经站了个顾大江了。爹，早啊。哼，你倒是难得起那么早，看起来还谁都不想惊动的样子。怎么，要去哪儿？就是想去看看游街。这有什么好看的？爹，你不懂。那你说说，我就懂了。我看游街是想给自己警醒。爹，你也知道，我现在生意越做越大，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多，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好。我怕金钱会让我腐蚀了内心，迷失了自己，所以去看看那些坏人的下场，时刻告诉自己要做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然会有这样的觉悟。顾云东慎重的点点头，他也想不到他会把好奇心这3个字解释得如此荡气回肠，高端大气上档次。你说的很对，不但你需要警醒，我也需要。我是读书人，将来也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将来还要教育云舒他们，更应该保持清醒。我同你一起去看看。爹，你的觉悟怎么就那么高呢？不带这么晚的，你想要敲诈，好歹等我马车开始走了之后啊。这周围这么多人都看着，都能证明是你自己倒下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捡起来。啊，不是来敲诈的。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有个人摔了出来，应该是人多被挤出来了。顾云东看向那人，他手里拽着一个破旧的包袱，蹲在地上捡散落在附近的木雕。顾云东刚看完，身边的顾大江却已经下了马车，他蹲下身帮着捡起地上的木雕。顾大江把手里木雕全部塞到了顾云东的手里，后者捧着送到了夫人面前。婶子，这给你，你收好了，小心着点。谢谢姑娘。夫人打开包袱，将木雕都放了进去，然后又不住的道歉。真是对不住了，我不是故意摔到你们马车前面的，耽误你们时间了，我这就走，谢谢。说着转过身，脚步有些蹒跚的往前走。顾云东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转身打算回到马车上，谁知道一扭头就见到顾大江一脸错愕的站在原地，紧跟着他猛地上前2步，一把拽住那个妇人的手臂。爹，你做什么？那妇人也吓到了，低垂着头就要避开他，可顾大江力气大，别说这妇人瘦骨嶙峋的没什么力气，就算有那也是挣不开的。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男人如此拉扯，他还要不要做人了？你干什么呀？你放开我！旁边已经有人往这边看了，顾云东忙上前挡在他们2人跟前，把顾大江的手拉开。爹，你做什么？有话好好说。顾大江却定定地看着那妇人，眸光带着期待又害怕的光芒。他喉咙干涩，许久才哑着嗓子开口：你把头抬起来，我看看。那妇人大惊，忙往后退了1步，顾大江便往前1步。妇人只觉得脑子都嗡嗡嗡的，似乎有很多人对着他们在指指点点的样子。长久以来的营养不良让妇人站立不稳，脑子感觉晕眩了起来。他埋着头大步的往前走，顾大江却突然叫了一声：顾大凤！顾云东震惊的抬起头，看向那个背对着自己的身影。
顾大凤，大姑的名字，这是大姑。顾云东深吸了一口气，急走几步，猛地站定在那妇人面前。妇人一直低垂着头，没抬起过，因此之前他都没注意看她到底长什么样。顾大江却是从他说话的声音里听出来的，到底是姐弟多年，他太熟悉自己的姐姐了。大凤，你是顾大凤，是不是？顾大江也快步过来，呼吸都不敢太大声了，他怕自己认错了，怕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又啪的一声灭了。终于，妇人有些颤抖地缓缓抬起头来，那张消瘦的脸上那熟悉的模样，让顾大江一瞬间便双眸发红，身子都颤抖了起来。顾大凤看清楚顾大江，眼泪唰的一下便下来了。大江，你是大江吗？他的脸上同样有些难以置信的神色，仿佛这一切就像是梦一样。顾大凤伸出手想碰他又不敢碰，面前的是顾大江，和以前一样的脸，不对，要比以前气色好多了，也胖了不少。可他身上穿着的衣服却跟以前天差地别，让他都不敢认，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弟，你是大弟呀，你真是我大弟，我见着你了，我终于是见着你了。姐，我们终于找到你了，终于找到你了。顾大凤只是哭泣，心里的那些委屈、压抑、痛苦全部一股脑的释放了出来，让他根本就说不出一个字来。爹，咱们先上马车回去吧。姐，来，先上马车，外边风大冷。不行，你姐夫。话还没说完，一口气散掉，竟然双腿一软，直直的晕了过去。大姑，大姑你怎么了？幸好顾云东一直扶着他，否则他怕是要倒在地上去了。先去医馆。放心，没大碍。就是许久未进食，这体虚孱弱，再加上情绪太过激动，这才导致的昏迷啊。休息片刻就好。顾大江松了一口气，可一想到大夫说他许久未进食，眉头又狠狠地拧了起来。也不知道姐这1年多来到底在哪里，过的是什么日子。还有姐夫，对了，姐夫。顾大江想到那些木雕，他姐夫以前就是个木匠，这些木雕应该是姐夫雕的，当时他就是看到这些木雕才会下马车帮忙捡的。这么说来，姐夫也是活着的，只是日子怕是不好过，但至少是活着的。我去旁边的饭馆里买碗粥，一会儿等大姑醒来了，给她垫垫肚子，暖暖胃。辛苦你了。不辛苦，找到了大姑比什么都重要。顾云东进了隔壁的饭馆，叫了碗热粥，再炒了小菜。等他提着食盒回来的时候，顾大姑还没醒过来。顾大江在一旁皱着眉，不知道在想什么。爹，怎么了？你大姑现在这个样子，我怕到时候告诉她木兰的事情，她可能承受不住。那就先不说，等大姑好一点，咱们再告诉她。也好，有元志在，你大姑能坚强一点。其实爹也不要太忧心，从去年逃荒以来，这种事情太多了。这1年多的时间，我想大姑和大姑父，其实心里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的。话是这么说，但没有确定消息前，还能安慰自己存着一线希望呢。父女2个正说着，后面突然传来了细微的声音：“我不是做梦，大弟，真的是你。”是我，姐，我是大江，你没做梦。大姑，云东，是云东呢。大姑，大夫说你长久没进食，我买了粥，先吃点，垫垫肚子，
然后咱们再好好说说话，好吗？顾大江已经将碗勺拿了出来，直接咬了一口，递了过去。吃完粥，顾大江才扶着他坐好，低声问他：这1年多来，你都在宣和府吗？你住在哪里？姐夫呢？你姐夫他腿断了。腿断了？果然，大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那你们现在住在哪？我们把大姑父接过来，让大夫看看，找着府城最好的大夫。我正好和惠民医馆有救，找他们家医馆的大夫给看看，也许能好起来呢。真的可以治好？得先找个大夫看看，若是惠民医馆的大夫看不好，那咱们就去京城，总有办法的。京城里我好歹也认识个宋德江。那大姑父在哪儿？我们现在就去接他。他在州府。州府？大姑说的州府，可是这边过去一条街的那家州府，主人叫周大富的。是。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如今大姑身上衣服实在破烂，身材也消瘦，难不成周大富虐待他们？我们现在是周府的下人。大姑和大姑父成了周家的下人，这么说来，生死便都由周家做主，没有半点自由。他弟云东，算了，我们现在这身份。顾大凤也意识到，如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周府财大势大，大地虽然看起来现在过得不错，但跟周府比起来，怕是还差了许多的。她知道大地肯定心疼自己，知道她和丈夫处境艰难，一定会把他们带出来。但是怎么带？在顾大凤心里，周府就是个庞然大物，大地跟周府对上，可能不仅无法带他们出来，还会连累了大地。不管怎么说，能再见到你们，我已经很高兴了，很知足了。顾大凤确实是开心的，她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这些亲人了。她其实想问问顾大江有没有他儿女的消息，木兰和元志是不是已经回到了永宁府了？但是她现在有些不敢，怕自己得到的是噩耗。顾大凤擦了擦泪，时间不早了，我是偷偷的从州府溜出来的，我得回去了，不然是被发现了，你姐夫是要被怪罪的。你们以后都是住在宣和府了吗？那我下回再找机会出来，到时候呀再看看你们。大姑，你不用回去，你们若是州府的下人，咱们去花钱问他们买回来便是，到时候拿了卖身契，再消除了奴籍，一家人就能够团团圆圆住在一起了。他想不通大姑为什么如此悲观，买2个下人回来，他怎么好像一点希望都不抱？他不会同意的，不会同意的。他是谁？周大富？要是周大富不同意，我就冲到州府去打瘸了他的腿。不是周大富，是顾秋月。我们现在是顾秋月的下人，他不会同意的。顾大江和顾云东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顾秋月不是死了吗？当初可是傅明亲口告诉他的，说除了他还活着，顾秋月和他们的女儿以及父母都已经在那场大乱中死了。如今大姑却告诉他们，顾秋月还活着，不仅活着，似乎还过得很不错。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什么叫做顾秋月的下人？简直荒唐！他们可是顾秋月的姐姐姐夫，竟然让姐姐姐夫签了卖身契，成为他的下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顾秋月如今是州府老爷的妾室。天哪，顾云东都有些佩服他了。
顾秋月好歹也是嫁过人、生过孩子、年纪不小的人了，周大富那个糟老头子竟然还纳她为妾。顾大凤说的还是去年的事情，去年他们也是逃荒去了庆安府，只是快抵达庆安府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和儿女以及亲家都失散了。庆安府已经大乱，城门大开，来支援庆安府的官兵和盗匪打起来了，打得非常激烈。他们没来得及避开，扁汉的腿遭了殃，被当初骑着马冲出来逃跑的盗匪给踩断了。幸好这个时候城内的乱慢慢的平定下来，顾大凤便背着已经昏迷过去的扁汉进了城，想找个大夫给他治腿。可这种时候哪里能找到大夫？别说大夫，他们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如此耽搁了2天，扁汉的腿因为来不及救治，再加上住的地方环境差，吃得不好，渐渐的开始发肿发脓，眼看着就要彻底的废了。然后他们遇到了顾秋月。顾大凤以前和顾秋月的感情也不好，只是到底年纪相差有些大，再加上都已经出嫁的原因，他们见面的机会便很少。但不管以前关系如何，在这种时候遇到了亲人，顾大凤是真的很高兴的。可顾秋月显然不是这么想的，他也不知道怎么的，成了这庆安府府城一位姓周的富户的妾室，而且还很得宠的样子。他看到顾大凤那个样子，心里只觉得痛快，可一点都没有他乡遇亲人姐妹的欢喜。尤其是看到顾大凤那落魄的连饭都吃不起的样子，以及扁汉那几乎没救了的双腿。顾大凤，你是不是想救你丈夫？哼，你求我，我就找大夫给他看腿，给他用药，让你们都活下来。顾大凤尽管知道顾秋月做得过分，但看着奄奄一息的丈夫，她二话不说便跪下来求他。顾秋月果然很高兴，笑得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好，我救他，但是你们自卖自身，签了卖身契，当了我的下人，怎么样？顾大凤满脸都是震惊，顾秋月要他们当下人，他内心当然不乐意，可事到如今，顾大凤只能认命。顾大凤同意了，连带着已经昏迷过去的扁汉一块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然后跟着顾秋月悄悄地回了州府。顾秋月果然找了个大夫给扁汉治腿看病，只是这大夫医术不太好，不但让扁汉受了好一番罪，腿也没完全治好，可到底不再发肿流脓。无论如何，命是保住了，这就足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可接下来却是顾大姑的劫难，她成了顾秋月的下人，认打认骂已经成了常事。而且他们当初签的卖身契是2个人的，扁汉因为腿伤的缘故没办法干活，因此顾秋月让顾大凤将2个人的活都给干了，否则不准吃饭，不准睡觉。这样的折磨一直持续到他们州府打算举家搬迁到宣和府来。刚到宣和府时，顾秋月还是不肯放过他们。可没过多久，顾秋月却突然消停了，尽管还是暗中羞辱，却不再那样明目张胆了。顾大凤觉得奇怪，后来听说是因为周夫人被老爷给接回来了。周夫人因为周大富纳妾的事情一度十分不满，而且还和周大富大吵一架，离开州府带着人直接回了永宁府的娘家。顾云东听了不由想了想，上回他们就是从永宁府回来的路上第一次碰到了周大富和他儿子的，难不成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去接周夫人的？周夫人回来后，为了做给岳家看，周大富虽然没赶走顾秋月，但到底冷落了他好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顾秋月缩得跟个鹌鹑似的，完全不敢作妖。顾大凤2人也总算有了喘息的机会，在后院能够好好的养养身子。可是没多久，顾秋月又神秘兮兮的让他们一直待在后院里，哪里也不准去。
而且不让他们见任何人，只有一个人妈妈和他们接触。顾大凤虽然觉得奇怪，可不管怎么样，顾秋月不再折腾他们，还是让两人松了一口气的。但顾秋月经常饿着他们，一天只给一顿稀饭，勉强填填肚子。顾秋月，这个畜生玩意儿，上回骗我说云东他们去了万庆府，如今又无所不用其极的折磨自己的亲姐姐姐夫。我去州府亲自把姐夫带出来，你照顾你大姑姑。哎，大弟啊，你不要冲动，这州府不是普通人家，你去了是要吃亏的。爹，你不要去，州府那边我去便行了。你也不能去，云东，你不知道。没事，大姑，我认识周老爷。你认识周老爷？是啊，不但认识，还有些渊源呢。上回我家铺子开张的时候，他可是送了好大的礼。所以您放心，就算顾秋月不同意放你们走，但他自己就是周大富的妾，只要周大富同意了，他再反对也没什么用的。云东开了铺子，周老爷还送了贺礼，竟然是认识的。爹，我和周老爷来往比较多，了解他的性子。我去找他要人更加合适。你和周大富没见过面，他不认识你，到时候他要是不乐意见你的话，你也没办法要人。最重要的是，如此一来，万一顾秋月知道了，有了防备，反倒对咱们不利了。虽然想亲自教训顾秋月，但云东说的也有道理。好，其他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先把你姑父带出来，拿到卖身契。知道。大姑啊，你好好休息，我会让你们一家团聚的。顾大凤还是很担心，她侄女也才15岁吧，而且以前还是个胆小怯弱都不怎么说话的姑娘。周大富那可是商人，久经商场，家大业大，这种人就是个老狐狸呀。他虽然没和周大富接触过，但也知道他不算什么好人。云东又长得那么漂亮，周大富都能看得上顾秋月，万一对云东有想法该怎么办？顾大凤脑子里有些乱，一直在胡思乱想。爹，这里到底是医馆，不方便久待。你带大姑去旁边的客栈开个上房，让大姑好好歇一歇，养养精神。云东，你可算是来府城了，看来那封信寄给你是寄对了，就该早点催你回来。顾云东笑着给他问了安。行了行了啊，不用多礼，你来的正好，我这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快进来，我让人上茶。伯母等等，我今天过来是有事的。有事？急事。你说，是不是铺子有什么问题？不是，是有点其他的事，想找戴公子帮忙。文货？是，戴公子在府上吗？在。也不知道云东找文货什么事。上回文货去了永福村的事情，他是知道的。后来回家的时候，他还特意的问了他。文货只是简单的说了顾云东和邵清远都帮了他一个大忙，然后就没多说了。戴夫人知道有些事情他不好知道的太多，所以也没多问。巧得很，文货今日正好在家。你快来，是云东找你有事，有正事要谈。说着话，戴夫人便出去了，只留下戴文货和跟着他一块进来的戴忠。我想请你帮个忙。戴文货掏了掏耳朵。你说请谁帮忙？这家伙肯定是记恨当初在深山时我不把粥分给他的仇，小肚鸡肠。请你戴文货帮忙。这是私事找自己呢，既然不是正事儿，就不急了。没听清，再说一遍。少爷，你的风度呢？啊，你是不想要邵公子那个兄弟了吗？啊，就这样为难顾姑娘，而且以后顾姑娘肯定会报复回来的，逞一时之快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啊。没听清楚就算了，要不是你家离得近，我也不是非找你不可的。不过现在看来我是找错了，
毕竟你耳朵都聋了，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再见。等等，算了，看在邵清远的份上，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帮你便是，免得你回头跑到他面前去哭，他还来找我拼命。顾云东冷哼，他倒是想拿乔，让他知道嘴贱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可他等不及了，谁知道大姑一直没回去，会不会被顾秋月发现，然后找大姑父算账？因此顾云东也不再耽搁，将事情简单的说了说。戴文霍听得直皱眉，半晌后才点了点头。行，那走吧，去周府。你给我找一身小厮的衣服吧，我也跟你去。周大夫认识我，我打扮一下。戴公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贸然到访，希望周老爷不要见怪才好。哪里，戴公子，你里面请。戴文霍便领着顾云东和戴忠，由周大夫领着大步的往里面走去。不知道戴公子今日前来，可是有什么要事？倒是没什么别的事情，就是想问问周老爷子能否割爱，给我2个下人。戴公子，您说的是谁啊？今日我上街看到有个妇人手里拿着个木雕，我看了十分的喜欢，就想问她多买几个。谁知道妇人却说她是周府的下人，这木雕是她丈夫所刻，无法卖给我。这府上还有个会雕刻的下人，这个我倒是不知道。我实在是喜欢这木雕，也不怕周老爷子笑话。我小时候还自己学过，可惜学艺不精就放下了。如今看到这木雕，竟然想到我小时候那些事情，这突然就有些感慨，便想着重新捡起来学学，闲暇的时候可以打发时间。正好遇到这个合我心意的雕刻师傅，所以一时冲动便上门来请周老爷子割爱了。这竟然是这样！他的脑子开始迅速地转动起来。他和戴文霍可是一点交集都没有，平日里想攀上戴府，那可是比登天还难。这难得的机会，戴文霍只是要2个下人而已。别说他毫无印象，没有任何价值的下人，就算是要他身边的小厮，他也绝对没有二话。更何况用这2个下人跟戴文霍有了联系交情，以后对他可是大大有利的。当然，如果周老爷子舍不得也没关系，我不过是说说而已。哎呀，戴公子你说笑了，不过是2个下人而已，哪里谈得上什么割爱不割爱啊？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风雅之物。这雕刻师傅啊，在我这里也是白白浪费才能，跟了戴公子才有他发挥作用的机会，我这可是求之不得。戴文霍都亲自上门，我要是不给，那才是真的不识抬举。周老爷果然是个通情达理之人，这算是买下他们的银两，还望周老爷收下。这可不能要，只是2个下人，直接送给戴公子就是。那可不成。若是如此传出去了，要被人诟病的。我可不想为了2个下人就被人在后面说三道四的。以戴知府的身份，确实送礼归送礼，也不能在明面上。万一有人盯着戴知府，扭头就参了他一本，那怎么办？那他们岂不是好心办坏事？不仅没让戴公子欠我人情，反而还让人给记恨上。这戴公子说的有道理，咱们是正常的买卖交易。正是如此，还是要白纸黑字写清楚才好。周大夫二话不说，便让管家去拿了纸笔过来，将扁汉和顾大凤卖于戴文霍的契约写上，还签了字，一人给了一份。戴文霍满意的收好自己的那份，微微垂下的眸子里闪过一抹光。是啊，正常的买卖交易，银货两讫，这今后可别仗着2个下人便要问我讨人情啊，我可不认的。
老夫医术不精，这位病人的腿，老夫无能为力。哦，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治好的可能。若是你们能力尚可的话，可以带他去其他医馆看看。顾云东想到老大夫所在的医馆确实不大，因此等薛荣送走了老大夫之后，顾云东便安慰两人道：我认识惠民医馆的何大夫，他医术很好，医德也很不错。不过惠民医馆离这里有些远，现在过去怕是太晚了。今天先回去休息一试，等养好了精神，明天咱们再去医馆找那边的大夫看看。对，咱们这才看了一个大夫而已，一个不行咱们就看两个，两个不行还有三个，这宣和府看不好还有京城呢。行了，还京城呢，那里离咱们这里远着呢，说的好像随随便便就能去似的。总之你们不用太担心，总会有办法的。我们家柳娘回头也是要去京城治病的，大夫说她现在就缺一味药，只要找到了，柳娘的脑袋也能治好的。柳娘在家里吗？云舒云可呢？柳娘在家里，多亏了云东。其实我也是几个月前才找到他们的。那就好，那就好，你们都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哎，大江啊，那你知不知道木兰他们姐弟的消息啊？顾大江一下子就沉默了下来，顾云东也微微的扭开了脑袋。这个样子，顾大凤夫妻两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两人当即眼眶红肿，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顾云东不忍：大姑，没事，我知道的，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你说那么长的一段路，这东西没得吃，水也少得很，这路上到处都是抢劫杀人的，好不容易走到了庆安府，还遇着乱子，原本活下来的希望就不大，我们这心里都清楚的。大姑，木兰表姐确实没了。这话一确定，顾大凤哇的一声再也承受不住，大哭起来。不哭了，咱都不哭了啊！我难受呀，我这太难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两个孩子还这么小，怎么就没了呀？怎么就没了？但是大姑，元志还在。你说什么？元志还在，他被丁家人带回了永宁府，我把他带过来了，现在就在府城，一会儿我们回去就能见到他了。真的？你说的是真的？这些消息传到顾云东这边的时候，他正打算出门。顾大江也已经放假结束，去天海书院读书了，因此父女两个都知道顾秋月死了。顾云东面无表情，内心毫无波澜。这事儿认真说起来，也算是他一手促成的，但归根究底也是顾秋月自己作死。他反倒扭头看了顾大江一眼。顾大江是真的怔愣了一下，有些意外，心情也有些说不出来的复杂。死了？顾大江也不知该是什么滋味，有意外，有酸涩，也有解脱。仿佛察觉到女儿的视线，他回头瞥了她一眼。看我做什么？他做出那样的事情，本来就是自作自受。行了，你忙你的去，我去书院了。说完，顾大江直接上了马车。他摇摇头，准备去铺子。然而刚走出几步，不远处便风风火火地过来一个人。熊大夫，你怎么过来了？不是说今日要和那什么医馆的王大夫切磋医术的吗？哎，别提了，王大夫给医护人家的孩子看病去了，可对方得了天花，人没救回来，王大夫的心情也跟着不好，我就不便去打扰了。你倒是挺善解人意的。
你终于发现了呀。所以啊，我就趁着这个机会过来看看你姑父的腿。要是没问题的话，今天就给他打断算了。你说话能别那么恐怖吗？不过，既然熊大夫要给姑父治腿，那顾云东也不好再出门了。他跟着熊大夫重新返回院门，然而走了几步后，突然又顿住。等等，天花，这几日都顺利吧？顺利。你回去找秦文征打听了陶家的事情了吧？他怎么说？那陶行到底牵扯进了多少？会不会连累你？顾云东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事情了。陶家自己作孽，偏偏他还不能只看笑话，太愁人了。听秦文征的意思，这事儿还没彻底查清，陶家的水似乎挺深的。挺深的？这么严重？没事儿，虽然秦文征没明说什么，但他给了我保证，会保我平安。听了这话，顾云东到底松了一口气。秦文征既然说出这种话来，那肯定是心里有数的。但他们也不能只依靠别人，手里没点后路，他心里头总觉得不安。你也不用太担心，这几天家里还好吧？听说顾秋月没了。没了，家里都挺好的。我爹回书院上学了。对了，熊大夫昨天就过来了，原本昨天就想给姑父治腿的，姑父没同意，说要等我大姑回来才行。他这几天还去别的医馆找大夫吗？怎么不找？昨儿个原本还和王大夫约好了的，可惜王大夫给一个小孩看病，但那孩子得了天花，人没了，熊大夫就没去打扰。唉，说起来，这天花也真是挺愁人的。我前日去了城外的庄子，还看到了牛身上也长了天花，吓了一大跳。还好那边有个婶子说那不是天花，是牛痘。还好牛痘的病状比天花轻许多，虽然也会传染人，但人生了之后也不会死。对了，听说生过牛痘的人都不会得天花，你说神奇不神奇？邵清远原本安安静静地听着他说些琐事，听到这里突然一顿。你是说得了牛痘的人都不会再得天花？对啊，那几个婶子都得过，连他们自己的孩子也有几个得了牛痘，都没事儿。邵清远瞳孔微缩，神情变得若有所思了起来。顾云东悄悄地拿着眼睛去看他，也没去打扰，半晌后才听到他说，如今预防天花的法子倒是有个人痘接种法，可这法子不能确保万无一失。若是照你这般说，得了牛痘的人一点事儿都没有，岂不是可以将人痘换成牛痘？就知道，他果然一下子就想到了。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如果成功了，是不是咱们以后都不用怕这个病了？邵清远眸子也是熠熠发光的，若真如此，这可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他的手轻轻的颤抖，有些蠢蠢欲动起来。第一次他有了那么强烈的想要去做的一件事。邵清远回过头，对上顾云东欢喜的神色，突然笑了。你是故意提醒我的吧？其实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不必如此拐弯抹角的。那怎么一样？我直接告诉你，哪有你现在自己发现来的有成就感？再说了，我确实对医术一窍不通，人痘牛痘如何接种我也不清楚，只是想到了这种可能，只能说咱们两个心有灵犀，都想到了而已。至于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把握的。是吗？是，所以到底要如何做，还是得你自己来，我帮不上什么忙了。这个是真的，他只知道牛痘接种法，可具体的细节就不知道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改日我去牛庄看看，不只是宣和府附近的牛庄，其他地方我也想了解一下。若得牛痘的人真的没有一个人死亡，便可一试。好，如果牛痘接种法确实可行，那你就是立了大功了。到时候将这法子呈现给皇上，那陶家即使犯了滔天大罪，你的功劳也无法抹杀，
没人能动得了你。谢谢，从未有人为我做到这个份上过。我那个也不是完全为了你，我是为了这天下苍生来着。他竟然还不好意思到结巴，怎么这么可爱？我知道你心地善良，那你什么时候答应和我成亲啊？这跟成亲不成亲有什么因果关系？心地再善良，也不能随随便便答应成亲吧。只要你能说服我爹，我们就成亲。这个有点难。这是怎么了？难道牛痘接种法出了什么问题吗？是不是不太顺利？没有，很顺利，已经成功了1例。真的成功了，那不是很好吗？你怎么看起来脸色还这么差？你知道成功的人是谁吗？顾云东蹙眉，摇摇头。阿朱。是种在他身上的，他自己同意了。何止啊，他还是自己染上了牛痘，好了之后又染上了天花。顾云东一时无言，虽然他知道牛痘接种法是正确的，但阿朱不知道啊。这种前所未有的试验，谁也不敢保证能够万无一失的。他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你先回家好好睡一觉，等你休息好了，咱们明日就去县城一趟，找秦文征说说你的这个重大成果。明日就去？只是成功了1例，还不足以。足够了，咱们可以先把这事儿报上去，在皇帝那边留个点。再说了，皇上那肯定要核实的，他们也会安排太医对这种法子进行反复确认的。他这么急，是不是秦文征那边有什么消息了？昨日我去县城的时候，听秦文征的意思，事态发展的有些严重。行，那明日我去县城一趟。次日一早，顾云东就和邵清远风风火火地赶往县城。秦文征见到两人还有些意外。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我们给你带了个好消息来。好消息后面还有坏消息吗？没有。那我就放心了。说吧，有什么好消息？你这个人惯会故弄玄虚，可别拿一个小道消息来糊弄我。我什么时候拿小道消息糊弄你了？你自己算算，白糖天大的好消息吧？上回关于陶家的事情也是大大的好消息吧？我哪回不是给你带来了惊喜？这么说来还真是。那你说一说，这次给我带了什么惊喜？难不成你又有了绿糖蓝糖的方子？你的想象力简直太贫瘠太狭隘了。行，那你说，我听着。秦夫子知道天花吧？秦文征蹙眉，听到这2个字，他这心情就不太好。知道，天花是一种十分可怕并且传染极快的瘟疫。古往今来，死在天花这种病症上的人不知凡几。前朝就有2位少年天才因此病逝，实乃是一大憾事，就连皇室中人也不能避免，至今无药可医。你问这个做什么？难不成你说的惊喜跟这天花有关？难道你有治愈天花的法子？没有。那你说这些做什么？除非你告诉我有诊治的法子，否则啊，这对我来说就不算是惊喜。刚才你的要求可没有这么苛刻的。我是没诊治的法子，但是我有预防的法子。预防？你是指人痘接种法？云东，你这可算不上新奇，这法子早就有人用过了。我指的不是人痘接种法，我当然知道这法子早有了，而且失败率极高。我指的可是新法子，万无一失那种。你说的是真的？这才叫惊喜嘛，对吧？你给我仔细说一下，你凭什么认定你这个法子就能万无一失？你试过吗？这法子我邵大哥发现的，让他给你讲。但是先说明啊，这事儿你得如实禀告皇上，
让皇上知道我邵大哥立了大功，能当免死金牌的那种大功劳，不能因为陶家的事情牵连到他。这个是自然，你说吧，我保证如实上禀。顾云东便往后退了2步，让邵清远出来说。看两人可能会交谈很久，他干脆出了学堂。我去街上买些东西。云东，真的是你啊！我正想去永福村找你来着。顾云东抬起头，便见到柳维跑得气喘吁吁，红着一张脸，格外兴奋地冲到他跟前来。你找我做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柳维眼睛都在发光，那里面分明有着幸灾乐祸的光彩。你也有消息？你说。我告诉你啊，陶家陶大少爷陶峰找回他的亲弟弟，那个从小就被送出去的陶三少爷了。你说谁？顾云东觉得自己一定听到了幻觉，他揪了揪耳朵，重新问了一遍。你刚才说什么？谁找到了谁？陶峰，就是那个整天上蹿下跳，正事不干，专门跟我作对，但是却自食恶果的陶行，他的大哥。他找到了陶家三公子。对，你可能不知道，陶家还有个三公子啊。我跟你说啊，陶家原本有3兄弟，陶峰是老大，他跟老三都是陶老爷子原配夫人生的。陶行那个瘪犊子呢，就是现在陶夫人生的。现在这陶夫人以前是个妾，不过陶老爷子宠妾灭妻，原配刚没就把妾室转正了，所以这些年陶峰在家里的日子可是特别难，偏偏他那个同胞3弟还打小就被人给拐卖了。陶家的3公子不是邵清远吗？这会儿邵清远还在秦文征那里跟他说明牛斗接种法的事情，怎么陶峰就找着了呢？拐卖？顾云东猛地被这2个字给震回了神，他豁然抬头看向柳维。你刚才说拐卖，陶三公子被拐卖了？好像是，不过话是陶峰说的，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爹跟我说起这事的时候，讳莫如深，一副另有内情的样子，我觉得肯定不止拐卖这么简单，说不定是后宅阴私，被陶行他娘给害了的，真是可怜啊。陶三公子什么时候被找到了？昨天早上，不过我是今天才得到消息的。我听说陶家很是热闹了一阵儿，陶夫人坚决不让陶燕进门，连陶老爷子和陶老夫人也不同意。也是奇怪的很，这陶燕被人拐走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回来，不是应该相亲相爱喜极而泣的吗？怎么一个个的反应这么大呀？就跟见了鬼似的。顾云东抿着唇，陡然转身，柳维一怔，急忙跟了上去。你去哪里啊？我话还没说完呢。顾云东却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到后面开始飞奔起来。柳维追了一阵，跑得太急，踉跄了一下，刚责怪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吃的太多，有点发胖，一抬眼顾云东人就不见了。你跑那么快干嘛呀？我好不容易跟你说八卦，你居然没有留下来跟我一起笑，你是不是朋友了？追不上，柳维到底还是放弃了。我听说陶峰找到了陶家3公子，如今那个叫陶燕的就在陶家，是不是？邵清远瞳孔一缩，不敢置信地看向顾云东。秦文征听了这话也是身子一僵，但还是尽量维持脸上的正常表情。可顾云东是谁呀？他这一路上跑回来就已经想清楚这中间的关联了，这话根本就不是问话，是肯定的语气。见秦文征似乎想找借口，顾云东眼睛一瞪，别想骗我，对你没好处。陶峰确实找到了陶燕。说着他看了邵清远一眼，真正的陶家3公子。邵清远脑子有一瞬间的空白，他的眉头死死地拧着。你的意思是，我并不是陶家人？对，你应该是被李老头给骗了，但是他说的陶家3公子被当成扫把星送给别人养，并且一直压榨的事情，这个倒是真的。
邵清远神色正然，竟然又是假的。那老头临死之前又骗了他。可他明明调查过的，他亲自去问过陶家那2个做了20多年的老人，确定陶家3公子是李老头给抱走的。他如今20，陶3公子也20。陶3公子被抱走之后2天，也就是他出现在永福村的时间。陶老爷的原配妻子姓邵，而他小时候衣服上也有个邵字，那个襁褓他看到过的。而且若他不是陶家3公子，李老头到底为何要如此对他，折磨他？秦文正看了他一眼，这个也难怪你查不出来了，因为在当初的时候，陶3公子确实是被李老头给抱走，只不过他亲手了一次，很快又交给了别人。至于邵清远小时候的衣服，有很大可能是李老头从真正的陶3公子身上扒下来的。邵清远微微低垂着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半晌突然笑了一声。呵呵，这么说来，陶家算出来的会行克六亲的人，并不是我。顾云东一怔，突然心疼得厉害。原来他一直以来最在乎的依旧是这一点。既然邵大哥不是陶家3公子，那他真正的家人在哪？秦文征一怔，随即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小声地说：这个还没查出来，并且很难查，只怕只有入土的李老头知道了。那要你何用？我有答应给邵清远查身世吗？不带这么迁怒人的吧，脾气太差，当心嫁不出去。没事，邵大哥，秦文征没用查不出来，咱们自己找，肯定能找到的。无所谓了，知不知道身世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有了你，足够了。不管怎么说，咱们跟陶家没有任何关系，管陶家去死不死的，你都不会有事。邵清远低头，嘴角在他额头上轻触。你们2个当我是死了是吗？搂搂抱抱也就算了，还亲上了，伤风败俗，伤风败俗。大庭广众之下，你们2个还未成亲，能不能……话还没说完，顾云东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扭头阴恻恻地看着他。你不说话还好，你一说话，我倒是想起来还有账没跟你算清楚呢。你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吧？居然瞒得死死的，你这阴险狡诈、居心叵测的小人！喂，说话要讲良心的，我怎么就是小人了？这事儿我也才刚今天才知道，你们今天一早过来，我就想告诉你们，结果被你的好消息给惊得忘记了而已。放屁！不要说脏。你1个多月前就知道了。我操，你这个都能猜到吗？1个多月前你就跟邵大哥说，虽然陶家的水深，但是你能保证他平安无事，你凭什么保证？人都说社稷难测，你怎么就能肯定皇上真的不会牵连到邵大哥？现在想想，可不是能保证吗？邵大哥又不是陶家人，管陶家水深不深，跟邵大哥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所以说，这忽悠的人太聪明了，也不好，一下子就拆穿了。那个，在当时的时候，不太好多说。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的，就是为了骗我们手里的牛斗击中法，对不对？你知道我和邵大哥在找后路，你在尝试榨干我们最后的价值，是不是？你这饭可以乱吃啊，话不能乱说啊！我只是好奇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本事而已啊。事实证明，你们确实很厉害嘛。拍马屁也没用，你把牛斗击中法还给我们，不给你了。你当时在小孩子过家家，这个还能拿回去的？云东，这事儿就是你不对了。牛斗接种法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公之于众，能够救多少人你知道吗？这是善举，是功德，是救人于水火的大事，这怎么能拿回去？再说了，邵清远都跟我说了，我记在脑子里，你怎么拿？顾云东恨得牙痒痒的，
他倒也不是不乐意不给秦文征这个东西，他生气的是秦文征早就知道了，居然不告诉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提心吊胆了多久？这混蛋！再过1个多月就要过年了，这个时候去京城，冷冷清清的，连过个年都无法团圆，他不乐意。小子，牛斗皆重法，事关重大，关乎天下苍生。京城一行，你是非来不可的。就算你现在拒绝了我，过几日肯定会有人亲自上门请你来。我就在这儿静候你的到来。放心，房子都给准备好了，你一来就有落脚之地。两人都知道邵清远去京城已经避免不了了。那您什么时候出发？那就等人上门请了再走。顾云东点点头，两人原本以为这事儿最起码还要好几天才会发生，没想到次日下午，秦文征便带着2位客人来了邵家。我会尽快回来的。等你从京城回来，咱们就成亲。邵清远豁然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你刚才说什么？等你回来，我们成亲。好。邵清远眼睛里仿佛散发着光，他伸手紧紧地将人搂进了怀里。这是你说的，不许反悔，我尽快回来。注意安全。不是石小，也不是于洪才，是顾大江。下暗手是顾大江，是顾大江。顾大江是谁？怎么听都没听说过。我也没听说过，这人从哪里冒出来的？哎，总之不是咱们东艺术院的学子啊。顾大江在哪儿呢？快出来，顾大江！谢暗手是我，这怎么可能呢？真的是第一，爹，你真的是第一，谢暗手，看到没有？顾大江，你的名字。旁边的人听到这边的动静，唰的一下扭过头，眸光齐刷刷的集中在他们的身上。现暗手，所以这个人就是顾大江。你叫顾大江？对，是我。你真是顾大江？可你考试的时候考棚就在茅厕旁边，还早早的写完考题放下纸笔，就这样你还能考中个现暗手？考棚在茅厕旁边又如何？只要认真答题，做到旁若无闻，自然能够下笔如有神。顾云都想到他考第2场时带着的5、6个香囊，嘴角抽了抽。算了，大喜之日就不拆穿了。顾叔，还有我的名字。顾云东听到他的声儿，忙扭头去看榜单。第1名是顾大江，第2名是个陌生的名字，反正他不知道。第3名便是秦文征口中提到过的有望成为现暗手的东艺书院的那位于洪才，另外一位提到过的石晓在第6名，而易俊坤则在第4名。顾云东一喜，当即扭头说：“你也中了，第4呢。”我也中了。爹，咱们先出去吧，云叔他们还等着呢。好，咱们先回去。顾大江赶紧跟在场还在和他说话的考生告辞。这些人也知道这样的喜讯是应该早早的跟家人说的，倒也没多阻拦。于是一伙人又哼哧的从人群里面挤出来，便赶紧上了酒楼。爹，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是现暗手，对不对？对。爹，你真棒！你一定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府士暗手、院士暗手，等到乡试后再得个解元，会试拿下个会员，殿试就能考状元了。爹，你要连中6元，你知道吗？不，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儿子，你真是看得起我，还连中6元呢。你爹我连得个现暗手都感觉是运气逆天了，怎么从你口中说出来的，好像我已经是状元了似的。你别给爹这么大的压力，回头爹要哭了。好吧，那还是对爹的要求小一点吧。夫子，学生没有辜负您的期望，上榜了，第4名。好样的！时间不早了，既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名字，我看还是先走吧，不然一会儿怕是走不了了。这时大伙儿都知道现暗手在这里，怕是很快就要冲上来了。可他们一下去，立刻发现大门口被人堵住了。现暗手在哪里？现暗手在哪里？爹，你们先躲一躲，我问问后门在哪。顾大江刚点头，旁边突然有人对着他们招了招手。这边来。顾云东看过去，见到来人，瞳孔猛地一缩，陡然朝着他冲了过去。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为了和你成亲。说完，便很快抬起头，对着随后走过来的顾大江等人道：“这边是后门，马车就在后面等着，先回去再说。”好。顾大江虽然也诧异他的突然出现，但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便脚步不停地带着众人先往后门走去。顾大江今儿个心情好，看到邵清远也顺眼许多，忍不住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进城，路上就听到许多人说，今日是县试发榜的时间。我想着顾叔今年会去参加县试，你们肯定得过来看榜单的，便直接往这边来找你们了。不错，考虑的还挺周到的。这趟去京城还顺利吗？一切顺利。恭喜顾叔高中按手。顾大江轻咳了一声，嘴角忍不住就往上翘，但他是长辈，要稳重，不能让这臭小子看到自己很开心，所以了一声，将帘子放下了。我恭喜错了。我爹害羞了。顾家人好不容易回到家，顾大江大大的呼出一口气来。不过虽然顾家没打算请客，但自家还是要好好庆祝一番的。今日不只是顾大江得了县按手，连邵清远也回来了，这是双喜临门，必须亲自下厨。都瘦了，是不是没听我的话，好好吃饭？有，只是京城的饭菜不好吃。京城的饭菜不好吃，这话说的怎么这么让人不相信？我想吃你做的蛋炒饭。我一会儿就给你做。你上回说过了，等我回来就成亲。等我爹过了府试之后。好。京城的事情都办好了吗？有没有遇着什么困难？没有，我也只是提了个建议，还是要靠太医院的那帮太医来实施。事情进展的挺顺利的，所以我才能在这个时候回来。那牛痘接种法算是通过了？是通过了，我还见过了当今皇上。你见到了皇上？他长什么样？性子如何？皇帝，国家最高领导者，想想还有些莫名的小激动了。皇上倒是个十分果断的人。果断？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邵清远如今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微微压低了声音。牛痘接种法确认能预防天花之后，皇上便下令普及，可惜没人愿意尝试。就算太医说没问题，就算是皇帝的圣旨，就算太医说这在死囚身上试验过绝对万无一失的法子，也没人愿意试一试。毕竟这可是要命的，万一呢？万一失败了，他们可是连命都没有了。就在邵清远不耐烦的打算跟宋德江告辞回去的时候，宫里的那位皇上却突然做了一个十分大胆让他震惊的决定。皇帝让自己11岁的儿子试了牛痘接种法。让皇子亲自上阵？是。这事传出去后，整个京城一片哗然。这位皇子还是皇后所出，中宫嫡子，身份何等尊贵。更何况当今圣上至今膝下只有3个孩子，其中1个还是公主。皇上这是疯了吗？所有人都觉得皇上这是对中宫不满，对那位皇子不满。后来邵清远才知道，这件事情是皇子自己要求的。他不清楚宫中那些弯弯绕绕的阴谋诡计，但多少还是能猜出来，这一出可能不单单只是想要告诉天下人牛痘接种法的效果，还有一些其他的目的。后来呢？后来自然是成功了，皇上奖励了我就回来了。回来就好。以后这些事情咱们离远点，下次让秦文征自己去，顶多你就把法子写下来，让他自己琢磨。其实这次回来，我也是带着皇上的旨意，有事要办的。我去，这还没完了？什么旨意？牛痘接种法已经得到证实，确实能够预防天花，自然是要大力推广宣传的。不只是京城，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咱们宣和府自然不例外。因此皇帝下了圣旨，让宣和府的代知府配合邵清远，给宣和府府城及其下属的县城村镇的百姓们接种。不仅如此，皇帝为了将这牛痘接种法遍布全国，给了各个府城莫大的压力，让府衙将接过种的人进行登记统计。半年后，若是哪个府城登记的人数最少，那可是要汇报上来留下案底。当然，若是登记人数最多，超过1/3，那得记一功，到时候朝廷也会有所封赏。他这决定，难道就不担心有些地方和知府大人走极端，为了得这么个功劳，强迫那些不愿意的百姓接种，甚至一门心思扑在这上面，其他事情都不管了吗？所以皇上会派一些禁卫军前往各个府衙协助办事，
说是协助，其实也是为了监管。不止禁卫军，还会有一名了解牛斗接种法的太医到各个府城来。那宣和府来的是哪位太医？宋德江来吗？我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时候成太医了？不是太医，但我比太医更加熟悉牛斗接种的法子。皇上说太医院的太医不多，王宫需要，京城里也需要，所以宣和府这边不会来其他太医，由我来配合代知府行事，而且也不会来禁卫军，因为有秦文征在这里。这当今皇上可真是会物尽其用啊！用完秦文征，现在开始打上邵清远的主意了，不是好东西。李家老二那边竟然有你的东西。当初李老头把我抱回家的时候，是和陶家三公子交换了衣服的，那帕子说不定是陶家三公子的，可也有可能就是你的。不管怎么说，现在也只是猜测而已。既然李家老二想让咱们参加婚宴，那1个月后我们去一趟就是了。等拿到了那张帕子，再调查看看，就能知道结果。好。你说，李家老二手里有你的东西，那李老大是不是也有？应该没有，就算有，只怕也被他们给卖了。当初李老头死了之后，我为了查找身世，在李老大家里寻找过，没什么发现。看来只能等1个月后见到李老二再说了。这事儿不急，倒是牛斗接种，刻不容缓。明日我们先去大夫，将皇上的旨意转达给戴大人。皇上也太能给人出难题了，这事儿不太好办。牛斗接种毕竟从未有人试过，人都怕死，只怕没人愿意当第一个试验者。就算皇上金口玉言，王子亲身验证，可到底距离太远，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亲眼所见，总是少了点说服力。果然，他们第2天去了大夫。等顾云东去找戴夫人后，邵清远见到了戴知府。戴知府在听了邵清远带来的旨意后，眉头就狠狠地拧了起来。这事不好办呐，你心里可有主意？倒是有一个。有一个？说到底，这事儿利国利民，但我们这么想，百姓内心却不相信。我们要是主动说要帮人预防接种牛斗，只怕人家心里还存疑，觉得天上掉馅饼准没好事。既然如此，还不如反其道而行，让人求而不得，百姓主动要求接种。如何主动？给他们讲个故事。讲故事？什么故事？邵清远便低低地将故事的内容说了出来。戴知府边听边点头，片刻后眸子也紧跟着亮了，听完后更是猛地一拍手。好，果然是个引人上钩的好方法，就这么办。这样，你先将内容写下来，回头我就让人找说书先生在府城最大的茶楼说去。这就是当初你身上带着的帕子，这料子应该是好料子，就是我没见过也不认识，你们见多识广的，指不定能够查出来出处，找到你家人。邵清远接过摸了摸，确实是舒服的好料子，比起他们身上穿着的还要好。顾云东帮着沈思田在府城的布庄里面卖过几次刺绣，也见过不少料子，但这个还真没见过。难道这料子连府城都没有？顾云东伸手一翻，然后发现了帕子一角绣着一个字邵。果然，这帕子还是属于陶家的。杜氏看了不由多说了2句。当初你被抱回来的时候，身上穿的衣服很精细，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孩子，脸色也好。你原来的家应该是不愁吃不愁穿的。那邵大哥身上还有其他别的东西吗？他当时衣服穿的是不是整齐？也不是很乱，但是你也知道，我公公他一个男人抱着孩子匆匆回来，肯定不会太齐整的。至于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应该是没了。看来并没有太多线索。好，我们知道了，多谢你把帕子给我们。时候不早了，我们就先回了。兄弟，你现在可是大有出息了，我为有你这样的兄弟骄傲，特别骄傲，骄傲极了。你真是跟我邵大哥有深仇大恨吧？这么大力，肩膀都要被你拍下一块肉来了。胡说八道！我这是表达我自己对邵大哥敬仰犹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再说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这是怕我邵大哥不敢相信，这宛如梦中，所以才下手重点拍醒他，告诉他这不是在做梦，这是真实的，是值得高兴的，激动的。你别想挑拨我跟邵大哥的关系。你说这话的时候，要是收住脸上那极度愤恨幽怨的表情，可能更有说服力一点。刘西江，你这是演技退步了。少乔子、顾丫头，你们来了，这回你们可是闹出不小的动静啊！不错，我就知道你们将来必有大出息，不像我们家这个败家子没用的东西，
就知道吃喝玩乐，没个正形。做生意不会，不能继承衣钵也就算了，偏偏还不听话，真是个糟心玩意儿。顾云东看了柳维一眼，他算是明白为什么柳维对邵大哥怨气这么重了。刘老爷，你教育儿子就教育儿子，别狗拉踩啊！开始吧。啊，你们刚来，还是先休息会儿吧。不用了，就现在吧，我们还得早点回去。哦，那行，你们跟我来，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刘老爷带着几人往后面厅房走去。邵清远给柳毅接众，其他人倒是不用在房间里，便都在外边等。刘老爷趁机问顾云东：啊，上回你爹得了些暗手，原本还想去你家贺喜的，结果你们直接去了府城，这马上就要府试了，可有把握再得个暗手？这个我也不知道，得不得暗手的不重要。我爹当年和科考失之交臂，如今就当是圆个梦了。我们也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他开心最重要。能得暗手自然开心，若是没考上，就当历练了。刘老爷愣了愣，不过转念想想也对，顾家虽然至今还是白身，但顾云东提炼出了白糖，给了朝廷那么大的好处，更何况如今邵清远还给出了牛斗接种法的医方，又是立国利民的大事。就单单这2项，邵家和顾家就在皇上面前长了眼。他日若是顾大江考到了京城，不管名次前后，那都会入了京城达官显贵的眼的。刘老爷想到这儿，便也不问这事儿了，转念说起他和邵清远的婚事来。你们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吧？等我爹考完府试后。那也快了。这么说来，我现在就该准备大礼了呀。挺好挺好，至少比我们家柳维快。顾云东刚想点头，紧跟着一愣，这话的意思是……他豁然看向一旁竖着耳朵偷听他们说话的柳维。你定亲了？是啊，总算定下来了。顾云东刚想问哪家的，就见到有下人过来找刘老爷。刘老爷只能交代柳维招待顾云东，自个儿便匆匆离开了。好了，我说就是了，确实定亲了，就1个月前的事情，我爹给我定下的。哪家姑娘？就张家姑娘。我爹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非得给我找个凶悍的媳妇儿。你是不知道，那张家姑娘特别凶，我怕她。这个我也无济于事。我爹根本就不听我的，非说我性子跳脱，要找个媳妇儿才能治得住我。那我以后还怎么活呀？算了，她都这么惨了，不好笑话她。那你见过那张姑娘没有？你对她有没有什么感觉？我见过，长得倒是还可以，就是凶悍，说一不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样的。这年头男女成亲就是这样，父母之命。既然都定亲了，那说明刘老爷是下定了决心的。不过能让刘老爷看中的，那姑娘定然也有让他欣赏的过人之处。但柳维现如今很排斥这位张姑娘。那顾云东蹙了蹙眉，才想着刘老爷便匆匆的回来了。谁知道他回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对柳维道：张家来了下人，说他们得了一头野鹿，张家少爷设了宴，请你过去一块热闹热闹。一头野鹿有什么好设宴的？我都吃得不想再吃了，不去。哎呦，谁让你去吃鹿了？我是让你去见张家小姐。那我就更不去了，我不喜欢她。刘老爷左右看了看，一副要找棍子的样子。柳维见状，赶紧跳起来躲到顾云东身后去。爹，你别冲动！你真是蠢货！你不喜欢，才更应该去见见。多说说话，不就喜欢了吗？我告诉你，我已经对你够宽容了。婚前还让你们培养感情，你别不知好歹。好，我去还不行吗？让云东陪我去。不，我不在，你看不见我。爹，你不是说他眼光好吗？那让他跟着我去张家，看看那位张家小姐是不是好的。他要说好，我就娶她，以后再也不作妖了，行不行？关我什么事情啊？我眼光好，我还错了不成？我就是个吃瓜群众而已。柳维，你个大傻子，你爹在演戏，你还看不出来啊？可行？可行个屁！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当我不存在吗？我觉得不合适。我一个未婚女子，跟着柳维去张家找张家小姐，别人还以为我和柳维有什么关系呢。若是那张姑娘误会了我是故意上门去挑衅的，岂不是好心办了坏事？没事，我让嫣儿陪你们一块去就成。到时候就说你是嫣儿的朋友，嫣儿带过去的就可以了。柳嫣就是柳维的姐姐，顾云东也见过的，人不错，大概是因为柳家最大的孩子性子果断，跟柳维完全不一样。
一路上，顾云东都不想跟柳维说话，后者也不在意。只是经过锦绣酒楼时，柳维突然咦了一声：“咦，哎，他们怎么走到一块了？”顾云东撩开车帘子往外看，正好看到了正要走进锦绣酒楼的2个人，一个他不认识，另外一个不是彭仲飞吗？彭仲飞身边的那人你认识？哎，认识呀，就是去年年底陶家找回来的那个三公子啊。你说谁？陶家三公子陶燕啊。停车！你干什么呀？这一惊一乍的。你自己去张家吧，我有事，先不去了。说完，也不管柳维什么反应，直接从马车上跳了下去。柳维一愣，也着急忙慌地下了马车，随即快步追上了顾云东。2人一前一后的进了锦绣酒楼。刚才进来的彭少爷和陶少爷在哪间厢房？哎，赶紧说，在哪间厢房？就在竹子厢房啊。多谢。顾云东丢下一句，便快步地往楼上走去。上了2台台阶，见柳维也跟过来了，当即皱着眉头说：“你跟着我做什么？我有急事要忙，你先去张家吧。至于看张姑娘，等下回有机会吧。”嗨，张家的事情不急，你要忙什么呀？哎，是不是跟彭仲飞还有陶燕有关啊？哎，我帮你啊，想揍人想坑人我都可以。没有的事，我就是有事情要问问，你赶紧走。我可是答应了爹的，要出门一起出，要回去一起回去，哪有把你独自丢在这里的道理啊？要不是你脸上闪烁着八卦的光芒，我还真是相信了你的正气凛然。顾云东没办法，懒得跟他纠缠，干脆由着他了。哎，原来是柳少爷，你这也是过来吃饭的？难得碰见，要不一块儿？哎，好啊好啊，不过事先说好了啊，虽然呢是在我家的酒楼，但是这顿饭得你来请啊。啊，这是顾云东，是我妹子。哦，这就是顾家那位丫头，久仰大名，一直无缘得见，没想到今日倒是碰巧了。没想到陶三公子竟然知道我，是我的荣幸。啊，顾姑娘谦虚了。之前我被陶家认回去之后，家里有过设宴，我大哥还说请少公子和顾姑娘过来，没想到你们2人却都不在县城，这才遗憾错过的。那我只能现在在这里恭喜陶三公子认祖归宗，阖家团圆了。啊，多谢。说起来，三公子如今也是苦尽甘来了，好日子都在以后呢。对了，那当初带走三公子的拍花子可是抓到了。陶家对外宣称陶燕是小时候被人拐带走的，虽然许多人知道不是，顾云东也知道这其中内情，但面上还是要装一装的。哪里抓得到？那拍花子卖了我之后，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三公子当初是怎么知道自己身世的？我听说你被带走的时候才不过1岁左右。说来也巧，我10多岁的时候，无意间听到我养父母在争吵，这才知道自己并非是他们的亲生儿子。怪不得他们对我并不友善，动辄打骂，仿若仇人。但我也知道，我要是直接问他们，他们肯定不会说的，便自己暗中查探了。怎么查探的？难不成当初还有什么线索？哦，当初他们争吵的时候，我听着他们说，好像我穿着的那身衣裳料子好，价格不便宜，便直接拿到当铺给当了。线索虽然少，但总算是有的。我顺着这条线找了很长时间，总算是找到了那家当铺。也亏得那衣服是小孩子穿的，一直没人买。最后当铺老板就当做了善事，直接捐到了慈善堂。我就是在慈善堂找到了这身衣裳。顾云东听得心里暗暗吃惊。按照陶燕的说法，当初他被抱走的时候，身上穿着的就是陶府的衣服，根本就不存在跟邵清远换衣服的说法了。顾云东觉得可能从一开始自己跟邵清远就想得太复杂了，可能李老头根本就跟陶家三公子被带走的事情没关系，他或许只是知道陶三公子被抛弃的内情，然后直接将这事儿给按在了邵清远的头上。对，一定是这样。他在临死之前摆了邵清远一道，故意说这些来混淆视听，让他没办法找到真正的亲人。顾云东越想，脑子里面的线索就越清晰。事情若是回到原点，抛开所有跟陶家有关的线索，那么唯一能证明邵清远身世的，或许就是那张被李墩子夫妻2个藏起来的帕子。那帕子就是属于邵清远的，就是他家人给他的。可李老头为什么这么做，只能说明他和邵清远有仇，或者是跟邵清远的家人有仇。顾云东眸子越来越亮，他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此时此刻，他心情突然变得明亮了起来。这俩人不是第一次见面吗？咋就能有这么多话好说呢？他忍了忍，紧跟着瞥了刘维一眼，桌子下的脚抬起，狠狠地踹了他一脚。你干什么踢我呀？啊，这个，我这不是听他们俩聊天，他一激动我就撞到你了吗？是我的错，这不是对三公子离奇的身世太好奇了吗？就多问了2句。对了，难得碰到彭公子，我刚好有事情找你帮忙。
你有啥事需要找我帮忙啊？他紧张的不得了，紧张的都结巴了。为什么要找他帮忙？前2回找他都出事了，这回能不能不找他了？我很可怕吗？又不是让你上刀山下火海。他摇摇头，从袖子里面拿出了那块绣着字的帕子。顾云东一向都将重要的东西放在空间里的，帕子便是借着袖子从空间里拿出来的。他直接递给了彭仲飞。彭少爷家里是经营布庄的，想必对布料十分熟悉。正好，我前不久刚得了一块布料，觉得这料子十分好，而且摸上去很是舒服。想问问彭少爷，你们布庄这料子有得卖吗？哎呀，就这事儿啊，幸好不是让我帮大忙。他虽然是个纨绔子弟，但自家生意还是要管的。这熟悉了解布料是最基本的常识，所以彭仲飞这会儿倒是非常有自信的接过帕子。来，我瞧瞧。一触手，果然感觉这料子很不错的样子。但是彭仲飞皱着眉头仔细的看了看，再看了看，脸色微红。彭少爷，你认识吗？你别急啊，我还没看仔细呢。可随后彭仲飞又用指甲用力的刮了2下，这顾云东可就忍不了了，猛地站起身，一把扯开他的手，将帕子给收了回来。你到底认不认得？不认得你也别给我扯话了，行吗？我认得，我当然认得。这个料子我见过的，不过我们布庄没有，不只是我们布庄啊，估摸着连府城都没有。这料子呀，那是邱国那边的布料，用来进献给我朝的，所以吧，这料子呢肯定是不多，基本上都是皇上得礼后赏赐给后宫嫔妃或者是达官显贵的。皇宫里的料子？不是吧？所以你的意思是，只有皇宫或者京城那些勋贵人家才有？邵大哥的身份这么牛逼的吗？啊，那倒也不是，民间倒是也有，但是确实非常少，铺子里面那肯定是没得卖的。你肯定？彭仲飞用力的点点头，非常肯定。他见过一次，还是以前跟着他爹去京城的时候见过的，这布料少啊，根本没法卖。顾云东有些懵逼，所以这范围还是很广啊。京城的达官贵人手里有，妃嫔有，民间也有，这要从何找起？还有李老头也不太可能去京城吧。但有一点他算是确定了，这帕子肯定跟陶家没关系了。就陶老爷和陶老夫人对陶燕的厌恶，肯定不会把这么稀少又珍贵的布料给他用的。至少陶燕被抱走之前，这帕子绝对落不到他的身上去。这就是邵清远的，而帕子上绣了邵字，那就从姓邵的人家找吧。邵大哥的爹可能就姓邵。刘姐姐，你来啦！这就是柳为说的凶悍。这位是，瞧我差点忘了介绍，这是顾云东，顾姑娘，这就是张姑娘张娇了。顾姑娘，是城北顾家的姑娘吗？不是，我同城北顾家没什么关系，只是个乡下丫头而已。恰好认识刘姐姐，跟着她出来见见世面。顾姑娘哪里是乡下丫头了？就这模样，这气度，说是官家小姐，我都相信的。你这丫头呀，会说话。我说的是实话。顾姑娘是第一次来我家吧？走，我带你到处看看。顾云东点点头，3人便朝着后院走去。张娇很开朗，很活泼，又是作为主人家，这一路上倒是都听着她叽叽喳喳的声音了。一直到了花厅，她才领着2人坐下。来，快坐，来尝尝今天我哥新得来的鹿肉。桌子上已经摆了不少菜，琳琅满目的，很是丰盛。张娇对顾云东很是照顾，怕他太客气似的，一个劲的催促着他先吃。一顿饭用完，顾云东硬生生的出了一脑门的汗。他对张娇的印象倒是说不上别的，就觉得太热情。至于凶悍什么的，大概只有柳维这么觉得的吧。饭后，张娇又带着他们逛了逛张府。等逛到一半，那边张豪张公子便让人传了话来，说请大伙儿一块过去投湖玩。于是一行人兴致勃勃地到了张府一处庭院里，见着了正在那儿说笑着的张豪和柳维2人。哎，你们可算是来了！娇娇，你快过来帮帮大哥，你投湖素来厉害，快让柳维见识见识，免得他以为自己个儿无人能及。快，帮大哥打倒他！啊，你跟我妹妹比比看，要是你输了他，方才赢我的银子都得给我还过来。大哥，你们居然还赌银子？玩玩而已嘛，也就是10几20两，反正都是自家人，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快帮我把那些银子赢回来啊！不行，我是男子，她是女子，我跟她比试，若是赢了，那是胜之不武；要是输了，我不是连面子都没了。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会赢？反正就是不行，我跟女人比试，那不是在欺负她吗？绝对不行。
不远处的柳烟简直要被他给气死。在场的谁看不出来这是张豪故意提议给两人制造相处的机会的，可他倒好，竟然还躲得远远的。哎，算了，看来我还是只能亲自上阵了。说完，撸着袖子上前来，往湖里面直接投了一支箭。有个糟心弟弟，柳烟也只能多费心，跟着活跃气氛。第二个上前来，说起来我也许久没有玩过了，手都生了，一会儿要是投的不准啊，可别笑话我。哎，我说，顾姑娘怎么光顾着喝茶？你也一块来吧，3位姑娘正好比比看，到底是谁厉害点。不行的，顾姑娘以前没玩过这个，这是第一次。咱们别听大哥的，我先教你怎么玩，比试什么的没意思的。啊，你自己玩不错，教人那就免了吧。我来教，顾姑娘学会了这个，肯定能会喜欢上的。下次啊，那就不用一个人坐在那儿无聊喽。这俩人凑什么热闹啊？顾丫头跟他们又不熟，教什么教？我在这儿，大姐在这儿，轮得着他们吗？柳维3两步的跃到了凉亭里。不用理他们，你就坐在这里吃点心喝茶。哎，说起来，他们家点心还不错。我记得你来时在马车里跟我说过，你曾经跟张姑娘说过我的名字，对吗？是啊，怎么了？没什么。他站起身来，往亭子外边走去。顾云东走到张豪面前，从旁边的篓子里抽出一支箭来。不用教的，刚才看你们玩了2圈了，大致会了。这个不是看看就能会的。你是不知道，这投壶啊，虽然确实看着简单，但是也讲究一个巧劲儿，角度要选得好，而且手腕要使劲儿，眼神砰的一声，顾云东手里的箭便往前飞去，直接进了湖里。好，顾姑娘，你太厉害了，这肯定是运气好着着。顾云东又拿起另外一支箭，又是砰的一声投了进去。柳维继续喝彩，兴奋的不行。柳烟不想看着糟心弟弟，幸好家里还有个柳毅，将来能够继承家业，不至于让柳家就这么败落了去。张豪眉头微微拧起，很快又松开了。砰砰砰砰砰，紧跟着又是几声轻响。声音落下后，那几支箭全部都在投壶里，无一例外。不错。顾姑娘，你真的是第一次玩？真的，我从不骗人。这话说的你不亏心吗？你们也知道，我就是个乡下村工，家里农活做多了，力气大，手腕有劲，所以才会百发百中的。还能这样？肯定是这样。原来做农活还能有这等好处啊！看来我也应该下田去锻炼锻炼。张少爷这想法好。你刚才注意到没有？少爷对那位顾姑娘好像很不一般呢。对，我也看出来了。哎，你说少爷是不是对顾姑娘有意思呀？哎，有意思又怎么了？有少夫人在，少爷也不可能娶了她啊。谁说不可能了？哎，我跟你说啊，我昨天刚听到一个了不得的消息。啥消息啊？昨个少夫人不是吐血了吗？刘大夫过府来诊治了。当时宽慰少夫人说啊，她没事儿，只要按时吃药就行。可是，一出门就对着少爷唉声叹气的，说少夫人啊，怕是没几个月好活了。什么？你是说真的？真的。当时啊，我就在旁边给刘大夫领路，正好被我听个正着。少爷当时当场下令，不让知道的人说出去。也就因为你跟我好，我这才跟你说的。我不说，我保证不说。不过这么一来，少爷也有可能娶了顾姑娘了。我觉得有可能。不对啊，如果少夫人真的没了，那少爷最起码也得过个1-2年再娶吧。这你就不懂了吧？只要咱们少爷在少夫人没了之前，先将顾姑娘抬进门来，回头再将她扶正当少夫人，那就没什么打紧的了。哎呀，不和你说了，我还得给换茶水呢，这茶水冷了。这是真把我当成不懂事的乡下丫头是吧？顾姑娘，原来你在这儿，实在对不住。方才我看到王婆子提着东西有些重，就帮着她提过去了。回来的时候没见着姑娘，还以为姑娘没出来，我就一直在外边等着。过了好半晌才发现不对劲儿，赶紧寻来了。这解释，没事儿，咱们走吧，耽搁了挺长时间了。如何，玩得开心吗？顾云东坐下喝了口茶后，才开始说起自己进入张府开始说的话做的事情，
一直说到他离开庭院去茅房前。刘老爷听得点点头。哈哈哈，这么说来，这张姑娘也不错，热情周到。哼，听到没有？连顾丫头都对张姑娘评价不错，你赶紧的收拾收拾，准备成亲。爹，你耳朵聋了？他哪里说张姑娘不错了？好像是没下定论来着。他顿了顿，又扭头看向顾云东，后者却问柳维：“你没听出哪里有问题吗？”柳维眨了眨眼，一脸的茫然。就在顾云东叹了一口气，放弃治疗他的时候，这家伙突然一蹦3尺高。我知道了，以前我见到张姑娘的时候，就和她说过顾云东的名字，她明明知道，还故意问你是不是城北顾家的人。他是故意的，故意给云东难堪。这些其实无所谓，他或许误会了我和柳维的关系，有点虚荣心，想敲打敲打我。人嘛，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一点点的小心思也没什么大不了。直至见到了张豪。哎，见着张豪怎么了？张娇想撮合我和张豪。你说什么？啊？他为何要撮合你和张少爷？说他真看不起你的身份，为何又……大概是为了白糖吧。而且他也不是为了让张豪娶我当正式夫人，只是个妾而已。一个妾室身份换白糖买卖，他们家也不亏啊。刘老爷听得眉头紧拧。张老爷那人经商能力一般，也有些小毛病，但作为亲家也没什么大问题。可他一双儿女，尤其是张娇，张娇既然知道顾云东家里是做白糖生意的，那肯定也会知道他已经定了亲。他去撮合一个定了亲的姑娘给自己的亲哥哥当妾，还用自家嫂子当法子，简直不知所谓。更何况顾云东跟柳家的关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偏偏还去得罪人。这种人不但不能给柳维帮助，还会拖后腿。顾云东见刘老爷心里有数了，还是加了一句：“柳伯父不如再花点时间，多打听打听张娇的性子和张家的打算。”刘老爷点点头，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柳维听了很高兴，看他爹的意思，他跟张娇的婚事算是没后续了。但是在刘老爷打听出结果之前，这亲事还是要继续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过了1个多月之后，刘老爷调查出来的结果竟然如此让人震惊。张娇不但不靠谱，她的性子也不是凶悍，而是恶毒。张家的少夫人为何会缠绵病榻？因为张娇给她下了药，而原因就是因为张娇和张豪有了首尾，乱了纲常。这信息量巨大，刘老爷知道的时候，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手指都哆嗦了起来。张家竟然想要拿这样一个破烂货嫁到他们柳家，成为他宝贝儿子的妻子。你们知道李老头跟谁有仇吗？有仇？没听说过我爹跟谁有仇。这么多年来，他甚至都没跟村里人红过脸。那你们知道他以前离开过丰开县，去过府城，或者更远，像是京城那边吗？京城？不会吧，干啥跑那么远去？我公公就一农家汉子，哪可能去京城呢？那可是京城呀，没点银子谁敢去？倒是李墩子微微的皱了皱眉，似乎在思索的样子。他不出声，反倒让顾云东和邵清远都往他看去。他爹，你咋想那么久呀？难不成公公真的去过京城？我不知道。我虽然不知道我爹有没有去过那么远，但府城确实是去过的。我娘跟我们说过，我爹在没成亲之前做过货郎，去过府城。成亲之后，他倒是没做货郎了，但是等到农闲的时候，也会出去找活计。但他不跟村里人一样在县城找，他几乎都是去的府城，所以会有2-3个月不在家。至于去没去过京城，这个连我娘都不知道。2-3个月不在家，说是起码快一点，去一趟京城再回来，也不是不可能。那在他抱邵大哥回来之前，他是不是也不在家？确实不在，他去了府城。那会儿我们都大了，也都有了孩子。当初我们哥3个还说让我爹带我们去府城发财，可爹不同意，一个人走的。这么说来，邵清远还真有可能是被李老头从别处抱来的。至于是不是京城，这个还待查证。李老头看起来跟3个儿子都不亲，去府城就从未带任何一个儿子去过，这人实在古怪得很。顾云东和邵清远从李老二家里走了出来，两人一路都没有说话。人海茫茫，而他们唯一的目标似乎只有京城了。
至少得先知道拥有这种布料又是姓邵的人家到底有哪些。这布料少，总是有迹可循的。邵清远拉着他的手：“不急，慢慢来。都过去20年了，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不管怎么说，有个方向就好。走走走，赶紧走！叫你走，听到没有？老子刚中了符，是心里高兴，你倒好，立马就过来给我泼冷水是吧？成亲？什么成亲？你也不看看云东才几岁，就这么等不及要拱白菜了是吧？我告诉你，没门！你再给老子等2年，不对，3年。顾大江，你闭嘴！顾大凤撸着袖子就大步的过来了。清远呀，你先去歇会儿啊，我和他说说话，你别担心啊。他一把将顾大江往房间里面推进去后，砰的一声便把门给关上了。紧跟着就传来顾大凤那愤恨的声音：“我说你够了啊！有你这么当爹的吗？云东和清远早就定亲，你不是也同意了吗？现在成亲你还为难人家，怎么怕你女儿以后的日子太好过了是吧？”不是，姐，云东还小呢。小什么小？都77了，是个大姑娘了。你还想留她2-3年？你干脆留她到7老8十算了。我知道你疼云东，你舍不得他，可你不可能留他一辈子。云东和清远2个人感情好，多难得啊！而且你要想想，清远现在和以前不同了。以前他无父无母，住的房子也破，一个人连饭都吃不上，再加上在村里的名声不好，这才迟迟没有成亲。可是现在呢，他去过京城，见过皇上，还给皇子治过病，有一身的好本事，长得又高大俊朗的，还有好几间铺子。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都在盯着他？上回呀，我在市集上的时候，我就听到好些人在议论他，连城里的大户人家都有不少看中他，想让他当女婿的。难得他不为所动呀，一心只想着和云东在一起。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拦，说不定就被人给截胡了。哼，截胡就截胡，我们家云东这般优秀，难不成还怕找不到好夫婿？可云东就喜欢清远啊，那再好的夫婿又怎么样呢？你还想做那棒打鸳鸯的糊涂虫，成就2对怨偶吗？顾大江顿时不说话了，门外的人渐渐的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只能彼此面面相觑。我是说过等我爹考完府成后就说成亲的事儿，但没说这么着急啊，这才刚放完榜，还没过夜呢，怪不得爹气得很呢。明日大姑就要去看房子了，若是合适的话，恐怕当天就要搬过去。你厉害，知道全家也就只有我大姑有那个胆量和我爹还会帮着你，所以就趁着大姑还在小2进的时候先提了。别说出去，我又不傻。这是今天邵清远送来的，聘礼，2间铺子还有永福村的房子都给了你。之前城外庄子的契书，他说已经先交给你了是吧？顾云东点点头，看着面前的盒子，只觉得无比沉手发烫。他也算是有心的了，爹其实也没想阻止你嫁过去。你说这世上的夫妻两情相悦的感情何其少，你们也算从无到有一路走来，确实十分难得了。爹就是舍不得你。你是爹的第1个孩子，当初你娘生你的时候难产，大夫说她以后都无法再生孩子了。那会儿我和你娘都以为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女儿了，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我还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小小的一团，没想到一眨眼你就要嫁人了，我就觉得跟做梦似的，不真实。你爹我没本事，以前在老顾家的时候也没给你多好的生活，如今在永福村也是你让顾家过上好日子。如今我已经是童生了，到了8月我再得个秀才，多少能护住你一二。爹就是想等我得了功名，你这身份也能不一样，爹还是能给你遮风挡雨1-2年的。没想到那小子这么迫不及待。爹，就算我和邵大哥成亲了，你也可以继续给我遮风挡雨啊，我还是你的女儿，要是外人欺负我了，我就告诉他们，我爹是顾大江，现在是秀才，3年后是举人，将来是进士。你倒是对我有信心。那是当然。你们成亲的日子，我明日找人算一算，肯定要选个好日子才行。至于你的嫁妆，爹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这些原本就是你挣来的，几间铺子，还有村子里的作坊，都是你的嫁妆。
至于永福村的房子和现在这间小日进，以及那几百亩的果园，你当初是直接记在我的名下，也就当从你这里买了，等将来爹有银子了再给你。爹，你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去？你呀，小孩子家的不懂，女子有嫁妆傍身才有底气。就这么说定了，我一个当爹的将女儿的东西占为己有，我还没那么大的脸。婶子，我听苏晴说你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对，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我觉得要尽快跟你说才行。婶子，你说。小青跟我说，你们一家都是从永宁府逃荒过来的。是，怎么了？当初第一次听到你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耳熟，好像有人在我耳边说起过这个名字。哎，那会儿啊，没想起来，毕竟同名同姓的人不少。一直到听说你也是从永宁府那边逃荒过来的，我才回过神儿来。顾东家，那你认不认得一个叫顾小西的男人？顾小西，这是小叔的名字啊！婶子，你认识顾小西？我小叔就叫顾小西，也是从永宁府来的。当初逃荒的时候跟我们失散了，我们一直在找他。顾云东说着说着，陡然想到什么似的，忙借着袖子从空间里拿出顾小西的画像。婶子，你看看，你见到的是不是这个人？哎，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当初见到的顾小西，鼻青脸肿的，人也很瘦，就跟风一吹就会倒了似的，跟这画像不太像。是了，我画的画像是小叔以前在老顾家的模样。逃荒这一路，人肯定是要消瘦许多的，只是他不知道他还鼻青脸肿的，肯定是逃荒的路上不平静，也是受了不少苦。顾云东将画像放在一旁。那婶子，你什么时候见过他？他现在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是在城门刚开没几天的时候见着的。当时啊，是我一个表外甥女儿找上门来，顾小西就是跟我那外甥女小妮一块儿来的。外甥女？我小叔和你外甥女在一起？是，我有个远房表姐，虽然是隔了好几层，但小时候经常一块儿做事儿，关系倒还不错。只是她后来从我们这边嫁到了永宁府那边去了，嫁过去后就没走动过。这次永宁府灾荒，我表姐在路上就没了，只留下了表姐夫和女儿小妮。后来表姐夫也没了，听说啊，就是为了救你小叔没的。临终前就将小妮托付给了你小叔，还叮嘱他们到宣和府来找到我表姐的娘家人。他们呀，这一路上怕是受了不少的苦，到了宣和府已经身无分文了，饿了好几天了。幸好当时城门口有人施粥，这才挺过来的。等到了新皇登基，府城的门开了之后，小妮和你小叔就进了城门，找到了我家。啊，应该是我表姐给小妮的住址。我看到他们时，你小叔脸上已经是鼻青脸肿的，我都看不清楚他的模样。后来他们在我家歇了半天，说了逃荒一路上发生的事情。啊，我就是那个时候知道你的名字的。你小叔说呀，他在找你们，他大哥将你们托付给他，结果他把你们给弄丢了。这一路上都在打听，也没个下落。要是我听到过你的名字，就托人去信告诉他。唉，后来他们在我家吃了晌午饭，问我老家的人还在不在，知道他两个亲舅舅都在老家，便走了。那位小妮姑娘的舅家在哪儿？离这里远不远？小妮的舅家在河远县下的大石头村。河远县，那可是距离宣和府最远的一个县城。你是要去找他吗？你确定他是吗？确定，肯定是我小叔。世上总没那么多巧合，都是从永宁府逃荒来的，名字也符合。他说代替我爹照顾我们的事情也符合，那就没错了。啊，那就好，那就好。婶子，真的谢谢你。你都不知道，我们当初逃荒的时候大家都失散了，可这2年来也陆陆续续都找了回来，就剩下我小叔一点下落都没有。唉，顾东家，千万别这么说，也怪我记性不好，要是早想起来，你们也早找到了。不，你告诉我，已经是让我非常感激的事情了。要是没有婶子，我们还不定找到什么时候去呢。你刚才说我小叔被小妮的爹救了，然后托付他照顾小妮，那他们俩
就算没被他爹托付，他们两个孤男寡女的一路走过来，也指定要在一起的。我知道，这般说来，我是有小傻了。不管怎么说，今日多谢婶子了，我得赶紧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和大姑，改日再登门道谢。大姐，你回来了！大姐，你终于回来了！爹和大姑等你们都要等哭了。我为了让他们不要太伤心，就把二哥和表哥都拉到巷子里玩，这样你们一回家我就能见到。我是不是很机智？对，可可最聪明。来，见小叔。这是可可。你就是小叔吗？对，我就是你小叔。小可都长高了，也更漂亮了。顾小西伸出手将小姑娘抱了过来，小姑娘顿时羞涩地捂了捂脸，然后顿了顿，低下头，从自己身上挂着的小包包里面拿出一颗枣子，塞进了顾小西的嘴里。想了想，又从里面拿出了果干果脯，放到了他手里，然后抬起头，仔仔细细地看了他两眼，小声地嘀咕：还是太瘦了。于是他继续在包包里面掏啊掏，掏了一把瓜子出来，塞进自己的衣服兜兜里后，就将整个小包包都从脖子上取了下来，摸了摸，才忍痛的全部塞到了顾小西的怀里。你怎么把自己的宝贝零食都塞给小叔了？大姑说小叔受了大苦，遭了大罪了，这2年肯定是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说不定还缺胳膊少腿的。哎，那真的是太可怜了。我刚才看了，大姑说的竟然是真的，小叔瘦的都没肉了，我给他补点。顾小西摆摆手，笑着将那小包包重新挂回他脖子上。小叔挺好的，没有很惨。有的，太惨了。真没有？太惨了。大姐，先回家吧，爹和大姑都在家里等着呢。是啊，我娘和大舅肯定心急了。云叔，云志，小舅，欢迎回家。真的，他们都在，正好，大伙儿都在。小叔，咱们回去了。是小弟，长大了也瘦了。大姐，是不是吃了不少苦啊？没事，回家了，有大姐二哥在，以后啥也不用怕啊。长大了，2年不见，脸上却多了一丝风霜。二哥，对不起，我当初把嫂子跟侄女他们都给弄丢了，明明你都有好好的托付给我们，我还……好了，不说这个，都过去了。云东他们都好好的，你也不要耿耿于怀，给自己增添负担。顾大江说着，看到了一旁站着的常丫丫。这就是你媳妇儿？是，这就是我媳妇儿。大姐，二哥，我这成亲也没和你们说，你们别生我气。哎呀，生啥气呢？高兴都来不及呢。顾大凤摆摆手，将常丫丫拉到身边来，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阵。你就是小妮吧？长得真是标致，一看就是个好姑娘。大姑，这是小沈，她叫常丫丫。顾大凤愣住了，其他人也都诧异不已。不是说叫洪小妮的吗？顾大凤这几日还特地去苏家问过苏母的，确定人家就是叫那名字啊。大姐，她叫常丫丫，至于洪小妮，我跟她已经没关系了。总之，这个事情有些复杂，我慢慢再跟你们说。是大姐错了，该罚。你是叫丫丫是吧？你别紧张啊，你以后就跟着小西好好过日子，大姐也疼你。顾小西率先解释了常丫丫和洪小妮的事情，将自己和洪小妮如何抵达大石头村，后来在大石头村里的生活，以及前段时间他想进邱府做妾，所以伙同周进贵周组长设计他和常丫丫被捉奸在床，最后碰到了顾云东2人的事情，都简单的说了一遍。这女人咋这么恶毒呢？她想要攀着高枝就攀高枝，我们家小西还能拉着她不让她去不成？她非要害了2个无辜的人才肯罢休，这样的女人就该被休，一辈子待在村里被大家伙的唾沫给淹死，真的是太恶心了。好了，事情过去了，如今因祸得福，总算皆大欢喜。你和丫丫虽然签订了婚书，但摆酒还是要摆的，毕竟丫丫舍弃了所有，千里迢迢跟你到这里来，咱不能委屈了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想摆酒，让大姐二哥看着我们成亲。 8月底有个好日子，我找人算过了，
是今年最好、最适宜成亲的日子。这个日子摆酒，新人一辈子都会和和美美的。我原本想着让云东这日成亲的，不过你是他小叔，又已经领了婚书，不如你们先成亲，让他们到明年再挑一个。明年再挑，坚决不行。我看不如一起成亲吧，一块热闹热闹。小叔刚来宣和府没多久，人认识的也不太多，单独摆酒未免冷清了些，不如办个大的。再说小叔辈分虽然大，但年纪却同我差不多，2对新人一块拜堂，不也是一桩美谈吗？难得见你一口气说这么多话。顾大江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倒是没再反驳了，似乎是同意的样子。事情就这么给定下来了。邵清远微微松了一口气，随即忍不住笑了笑。没想到他和云东去了一趟大石头村，顾叔已经将日子都挑好算好了。你们从府城回来大半个月了，也不说一声，要不是我正好到你们铺子里买东西，听掌柜的说起，我还不知道呢。对了，听说你小叔也找回来了，在哪儿呢？找我小叔做什么？又不认识。我这不就是好奇吗？顾云东不理会他，抬眸往他身后看去。啊，邵公子，顾姑娘，叨扰了。陶三公子怎么有空来永福村了？我是来找顾姑娘的，正巧柳公子也要过来，便结伴同行了。找我？哦，我记得上回在锦绣酒楼的时候，顾姑娘拿了一张帕子给彭少爷看，还问了那帕子的来历，是吗？是，怎么突然问起帕子的事来了？当初看那帕子确实挺不一般的，我便也跟着多看了2眼，尤其听彭少爷说帕子的料子稀少难得，再见到时就下意识的多留意了留意。再见到？你又见过那种料子？是，我见过。前些日子我跟着大哥去景州府谈了个买卖，对方身边有个朋友，腰间垂挂着的荷包就是这种布料。我当时多看了2眼，想着顾姑娘似乎对这种料子很感兴趣，便多问了几句。那人是个健谈的，还真的跟我说了不少关于料子的事情。上次彭少爷说布料难得，也确实如此。不过他有一点确实说错了，这料子普通百姓手里还真没有，就算有也不敢拿出来用，所以能拿出来用的都是一些达官显贵。这还是近几年才如此，若是放在10年前，那用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顾云东眸光闪闪，10年前用的人很少，邵大哥那帕子可是20年前的，那用的人肯定更少，他们的范围可以缩小再缩小了。10年前的事，那人知道的还挺清楚的。是，那人在京城的身份就不一般。据说20年前，他们邵家在京城也是数得上号的，曾经立过大功，得到过先皇的赏赐，赏赐里就有这种布料。邵家和邵大哥一个姓呢？是啊，他们家是淮阴侯府，当年的老侯爷，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淮阴侯姓邵，20年前就得到过这样的布料，难道邵大哥的身世马上就要揭开了吗？他看向邵清远，眼神里透露出来的意思，即使不开口，他也能一眼看穿。顾云东以为他也会跟自己一样迫不及待，没想到邵清远却异常坚定地开口道：先成亲。可婚期在8月底呢。先成亲。行吧，成亲完了，看来是要去京城走一趟的，就是不知道这淮阴侯到底和邵大哥有没有关系。等等，我刚才听到什么了？我是不是听到什么了？你们刚才吐出了什么虎狼之词啊？把方才的话再重复一遍。你冷静，我们说什么了？你们刚才说成亲你们说8月底成亲是不是？是不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居然没有告诉我。你之前定亲不也没说？这不是马上就要退了吗？你何时定的亲？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现在又要退亲了？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八卦呀？出去，不该听的别听。陶燕就这么直接被推出了门。邵清远将柳维往后面扯，对陶燕说：去我家喝杯茶吧。陶燕也知道柳维的事情不好打听，他也不是真的想知道什么，就是有些好奇而已。这会儿邵清远给个台阶，他自然也下了。两人转身离开，顾云东才挑着眉看向柳维：上回你爹说要调查张家，已经调查好了。你可不知道啊，那张家太不是东西了，我说出来都怕污了你的耳朵。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吧嗒吧嗒的将张家那点破事给一五一十的说清楚了。
我的耳朵。但听柳维说完，他是真的震惊了，简直是大开眼界呀！没想到张家兄妹还能这么玩。我爹被气死了，还病了好几天。要不是我姐拦着我，我都跑到张家打死他们一家了。幸好你姐拦着你了。不过事情都已经查清楚了，那这婚事怎么还没退？我爹当然想退，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呀？这个事情虽然是张家理亏，但我爹调查出来的那些事儿压根儿就没证据，就算捅到张家面前，张家也不会承认的，反倒还会倒打一耙。你爹既然调查出来了，怎么会没有证据？这些事儿都是张豪的妻子告诉我爹的，那他妻子总不可能给我们作证吧？所以事情就搅着了。其实我爹也曾经拐弯抹角的暗示过张老爷我们想要退婚的意思，可是张老爷简直可恨，那明里暗里的居然威胁我们，还怎么此事还和我有关？唉，都怪我，要不是我在张娇面前说你样样都比他好，想要气死他，他也不会记恨你。我爹说张老爷话里的意思，如果我们主动退婚，那他就有必要怀疑我和你有染了。所以柳伯父也是不想让这件事情牵扯上我，才一直没能把婚约退掉。不过你放心，我爹正在想办法搞证据，肯定不会让你惹一身骚的。柳维过来其实也就是为了和顾云东说张家的事情。吃了晚饭，柳维见到了顾小西，总算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这边刚走，顾小西正想说盖房子的进度，没想到才张开嘴，顾云东便神色严肃的拉着邵清远进了屋子。我这么大个人，你是看不到吗？他有些幽怨的找自家媳妇去了。而此刻房内的顾云东则低声问邵清远：你和陶燕说了什么？他有没有说为何要特地跑过来告诉我们关于布料的事情？他说他很敬佩我们的本事，想同我们处好关系，交朋友。交朋友？他明知道咱们和陶家不对付，我在县城的那家铺子还是从陶家赢来的呢。他这是交朋友，这是想让我们欠人情吧？是，从他话里透露出来的意思，我猜陶家现在的情况有些紧张了。陶燕被陶峰找回来有一段时间了，以陶老爷和陶夫人对他的厌恶，怕是在陶家的日子会很不好过。尤其听说陶家最近的几桩生意都不太好，利润也在走下坡路。如此，陶老爷就更加相信陶燕是陶家的克星，没能压住陶燕，让他抬不起头来，陶家迟早都要完，连带着陶家也会对陶峰非常不满。前段时间陶峰还掌管了陶家大半生意，如今又都回到了陶行手里了。如今的陶家算是彻底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陶峰陶燕兄弟俩，还有一派则是陶老爷等人。陶峰兄弟想要过好日子，就得自己当家做主才行。陶燕为何要交好顾云东，不一定是真的看中顾云东的本事，而是看中了顾云东他们和秦文征的关系。陶峰当初找到陶燕时，秦文征有在暗中帮手，陶峰应该是知道秦文征的身份了的。所以他们想要夺权，想要搞垮陶老爷，其实是想借秦文征的手。陶燕话里透露出来的意思十有八九确实如此，但陶家如今涉及到其他事件当中，秦文征明知道他们有问题却迟迟不动，恐怕还没到动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不但不能成为陶燕的帮手，还得让陶燕两人也不准动陶老爷。怎么想想这么的不自在呢？但或许可以问问秦文征的意见。邵清远觉得秦文征一直不动作，可能是陶家那边也没动静，说不准可以打草惊蛇呢。云东，不好，出事了！发生什么事了？丫丫她突然吐了，紧跟着脸色惨白，人就晕过去了。怎么会晕倒？不知道，我在一开始还以为她吃坏东西了，可是怎么会晕呢？他一边说一边转身，带着两人飞快地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怎么样了？是不是她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丫丫在以前就受了很多苦，身体一直很不好，现在是不是？应该是有身孕了。顾小西愣住了，整个人都定住了一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直到顾云东反应过来，猛地推了他一下。小叔你傻了，邵大哥刚才说小婶儿有喜了。所以我刚才没听错，我要当爹了，我媳妇儿有身孕了。是，恭喜恭喜啊！可是丫丫怎么昏过去了？
她怀了孩子还昏过去，会不会有事？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没事，她很快就会醒过来的。她会晕过去是因为本来身子底子就不好，之前也受过寒，没得到好的照顾，这几日因着盖房子的事情太过劳累，这才晕倒的。不过她月份尚浅，你还是带她去县城的医馆，找经验丰富的大夫看看，确认一下比较好。小叔，你先照顾好小婶，回头给她好好补补。新房子那边就暂时不要让她去了。顾小西还是一个劲的点头。顾云东想着还是等常丫丫醒过来再说吧，三人便只留下他在这儿照顾人，转身离开了房间。刚走出门，就看到童水桃抱着个孩子走过来。这孩子正是前不久江氏生的儿子，如今已经快要2个月了，特别乖巧，平日里也不哭不闹的。正好，你娘刚生完孩子，有些地方需要注意的，让小婶问问她便是。顾云东还真不知道孕妇该注意哪些事情，但江氏有过2个孩子，经验丰富。只是常丫丫身体确实不太好，如今不但不能过度劳累，还需要吃点好东西才行。想着，他便往书房走去，拿纸笔记录下来，打算改日去县城买。刚写完，便听到常丫丫醒过来的声音。顾云东过去看，就见到常丫丫和顾小西抱在一起，喜极而泣的模样。怀了身孕，情绪起伏最好不要太大，哭一下就够了。对，不哭了，这是好事。你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回头给你煮安胎药，你要乖乖的喝。新房子那边就不要去了，有我在肯定没问题的。对了，还得去个信儿告诉我大姐跟二哥，他们肯定很高兴，说不定还会回永福村呢。顾云东想，顾大姑应该会回来，他爹倒是会晚些时日。不过看着傻兮兮的顾小西，顾云东只能提醒他：小叔，你是不是还忘记另外一件事儿了？忘记事了。他抬起头，特别茫然地看向顾云东。呵呵，所以媳妇儿怀孕了，你也少了是吧？唉，你们白酒的问题。白酒啊，对，白酒。既然常丫丫有了身孕，那就等不及到8月底才摆酒了。虽然他们已经签了婚书，算是正式夫妻了，可在别人眼里，婚书根本就不作数，得摆完喜酒了才算是成亲了。若是等到8月底，常丫丫的肚子都大了起来，到时候承受的流言蜚语不知道会有多厉害。要是现在就摆酒请客，回头孩子出生就说提前发动了就成，这问题倒是不大。那就先摆酒。对，就这个月，我去选一个好日子。接下来便是决定2人成亲的日子，也不远，半个月后，顾云东写了信，让陈静宝他们带去了府城给大姑和爹娘。果然，第2天，顾大凤便背着行李跟着运货队伍风风火火的回来了。正好常丫丫的身体也好了一些，便打算和顾云东一块儿去县城置办东西。毕竟是他成亲，有些东西也需要他自己去看看。逛了小半圈下来，顾云东担心常丫丫累着，便想找个茶馆休息一下。没想到刚让顾大凤和常丫丫上了马车，他的眼角余光便瞥到一抹眼熟的身影。顾云东眸子微眯，对着旁边的童水桃说：你先带我大姑和小婶儿去茶馆休息，叫点吃的，我马上就回来。说着，他便不动声色地跟上了那道身影。顾姑娘，您过来可是有事啊？刚才那位姑娘去哪里了？哟，是在2号厢房呢。2号啊，可惜了，不是上回那间能偷听到说话声的厢房。那厢房原本有人吗？有，张少爷啊，也在里面呢。生蚝也在，好啊，这是偷情偷到未婚夫的酒楼里来了，是不是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简直可恶！顾姑娘，敢问可是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上去看看。怎么办呢？也不知道里面在做什么。说是这会儿抱在一起做些非礼勿视的事情就好了，这样一推门，直接捉奸在场。顾云东在楼梯口走了2步，看到店小二将饭菜端上来，差点就要伸手去拦了。可转念一想，张豪兄妹2个都见过他，就算自己装扮成小二的模样，也一下便会被认出来。他不能进去，就不能放录音笔，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店小二推开厢房门，将饭菜端了进去后，又直接出来将门关上，下楼去了。顾云东心里暗暗可惜，
眉头紧拧，一筹莫展。然而就在他快要控制不住，即将爬上屋顶偷听偷看的时候，2号厢房的门竟然开了。大哥，你别以为请我吃顿饭就当做是赔罪了，可不够的。哎呀，行，好，再等回去以后，大哥再送你一份礼啊，这行了吧？这才差不多。两人说着，便一前一后的下了楼，眼睁睁地看着兄妹2个离开了酒楼，顾云东才犹豫片刻，进了2号厢房。一进去，入眼的就是那一桌没怎么动过的菜。顾云东在桌子上的那些菜上面扫了2眼，没看出什么来。他又环视整个厢房，也感觉没什么异常。顾云东正观察着，外边突然传来了脚步声，他下意识的就要藏起来，可环视了一圈也没发现能藏身的地方，最后直接弯身进了桌底下，将桌布给翻了下来。刚放下来，他就懊恼地唾弃了自己一下，藏起来做什么？又不可能是张家兄妹回来了，有什么好怕的？果然，脚步声很快进了门，紧跟着传来店小二那狐疑的声音：“哎呦，这一桌子菜都没怎么吃啊，真是太浪费了。”“哎呀，有什么关系？他们不吃更好，给咱们吃。”“那倒也是。”顾云东藏在桌底下，他是出去呢，还是不出去呢？出去好像很尴尬，人家2个小二哥刚商量着将剩菜带回家，就没想到会被他给听到了。想到这儿，顾云东淡定地蹲在桌下，打算等2人收拾完离开后自己再出来。2人的速度很快，一人一个托盘就把菜都给端出去了。顾云东松了一口气，等他们走出门后，刚打算出来，没想到门口却再度传来一道声音：“你给我上壶茶来。”“哎，好嘞，客人稍后，小的一会儿给您换了桌布就上茶。”“我操，你还要换桌布？那我岂不是暴露了？”“不用换了，我口渴，赶紧给我上壶茶便是。”“很好，这个主意深得我心，就是邋遢了点。不过，怎么感觉这个声音有点耳熟呢？”顾云东很想撩开桌布往外看，可惜那人已经进门来了。他径自坐在凳子上，顾云东低垂着头，只能看到他的脚。门外的店小二匆匆离开，没多久便端着一壶茶进门来。“哎，客官，您的茶水，请问您需要点些什么菜吗？”“我在等人，等我朋友来了再点菜也不迟。”“啊，好的，客官您慢用，有什么需要招呼小的一声就是。”“你出去吧。”店小二便走了。厢房的门关上，偌大的房间内便只剩下顾云东和那位客人了。顾云东蹲的脚有些麻，想动一动又不敢，脑子里却在飞快地运转着这人到底是谁。声音是真的耳熟，肯定是他听到过的。还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人却突然放下茶杯，站起身往旁边走了走。顾云东立刻屏住呼吸，那人似乎走到了门边，便在那儿听了听外边的动静，随即将门栓轻轻地给落下。这人想做什么？很快，那双脚走到了墙边，看鞋子的方向是背对着自己的。他不知道在做什么，对着墙面窸窸窣窣的动作了起来。顾云东忍了忍，终于还是轻轻地撩开桌布，看向那人。他竟然将墙面上挂着的一幅字画给翻了过来，然后用匕首轻轻地在那上面刮了刮。那张字画有什么问题吗？然而紧跟着他就看到一张细长的纸条轻飘飘地落了地。那人弯下腰，很快捡起地上的纸条，走到桌边看了起来。顾云东动也不敢动，只是竖着耳朵听动静。可惜什么动静都没有。那人喝下最后一杯茶，便直接站了起来，将厢房的门打了开来。店小二很快便过来了。客官可是要点菜了？不用了，看来我朋友不来了，这是茶水钱。那人抛给店小二一块小碎银子，便急匆匆地走掉了。店小二抓了抓脑袋，只能进来收拾桌子。谁知桌子底下却骤然滚出一道人影。啊，顾中，你怎么在这里？你什么时候藏在桌子底下的？你刚才什么都没看见，听到没有？要是敢说看到我就让柳薇炒了，让你回家吃自己的。然后他便匆匆忙忙地走了。出了酒楼的门，连掌柜的和他打招呼都没有看到。那人果然还没走远，顾云东微微地松了一口气。那人脚步稳健，一点都没有拿到纸条后想要做什么的匆忙感，非常淡定。顾云东在对方转过弯的时候，终于看清楚了他的模样。
是他，那个当初跟在陶行身边的中年人。这个人是陶家的人，陶家、张家、陶行、陶老爷、张豪、张娇。顾云东紧紧地抿着唇，他骤然想起柳维和他说的话。刘老爷的调查当中，当初张娇是想要和陶燕结亲的，后来却黄了。顾云东想不通，只能跟在那中年人身后。然而经过茶楼时，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声音，他仰头一看，就见2楼正和顾大凤、常丫丫一块喝茶的童水桃在和自己打招呼。顾云东当即压了压手，童水桃立刻会意，转身从楼上下来。顾云东没停下脚步，还跟在那中年人的身后。童水桃跑了几步才追上他。小姐，你这是做什么呢？我查点事情，你一会儿先送我大姑和萧少回去，我会自己回家的，不用管我。查点事？小姐，要不要我帮忙啊？你送大姑和萧少回去就是帮我的忙了。行了，赶紧走吧。哦。童水桃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乖乖的听话，转身回茶楼去了。不过临走前还是看了一眼那个被自家小姐跟踪的中年人。那中年人此刻却进了一家铺子，中年男人只是买了个纸包，又提了壶酒就出来了，没耽搁时间，很快又往前走去。顾云东跟着他走了没多远，便进了一处巷子。他看着中年人敲了敲其中一处院落，院门打开，出来一个妇人。那妇人看到中年人时愣了一下，也不知道中年人说了什么，妇人脸上的神色便是微微一换，当即笑盈盈地拉着他进去了。顾云东抬眸看了看院墙，有些可惜，这个样子他大概是不能翻进去的。好在没多久，那中年人和妇人都出来了。顾云东忙闪到了一边，低垂着头，静待着他们2个离开。这2人一走，顾云东便眸光灼灼地盯着那处院门，犹豫片刻，还是脚步匆匆地往那院落走去。门上上了锁，顾云东瞥了一眼，看来还是得翻墙。东西都在这儿，你看看。东西少了点儿。最近因为牛痘接种的事情，县城管得特别严，能弄到这些已经不错了。你放心，后面我们会继续筹备的。啊，那你什么时候运走？现在就运，先运一部分。行，那我先走，这边交给你。让人把车子赶到后门。是。后面的话顾云东听得不是很清楚了，也不知道外边的2人离开了没有，他只能待在箱子里面，先安安静静的等着。外边很快传来了大的动静，似乎来了好几个人的样子。有人在搬东西，看来真的准备将这些东西运出去。紧跟着有人提起了他所处的这个大箱子，顾云东简直想哭，今日真是诸事不宜，去哪里都要提心吊胆的。身下的感觉陡然一轻，他知道自己所在的这个箱子被人往外搬了。他感受到了上楼梯的动静，应该是出了地窖，紧跟着又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最后2人猛地一抬，将箱子抬到了车子上。这里应该到了外边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人守着。顾云东忍了忍，实在没忍住，还是悄悄地往上顶了顶箱子，露出一条缝来看向外边。让他松一口气的是，这箱子是被放在马车里面的。随即便听到马车外边传来说话声。还有多少？这声音就是方才和中年男人说话的声音。他算是明白了，要是想不暴露自己，就不能在这个时候出去。可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运到哪里去的，万一……顾云东内心挣扎了片刻，最终还是决定先不打草惊蛇了。他从空间里拿出一包药粉，这药粉是邵清远研制的，有安神增香的作用，香味不重，很温和，但这个足够家里的大黑闻到了。顾云东将盖子推开一点，侧耳听了听，说话的声音在左侧，他便将药包打开，将药粉从右侧窗口撒了出去。撒了一包之后，又在车厢角落里撒了一些。刚将手收回来，就听到外边的人说：“哎，怎么有股香味儿？”我操，你为什么不是鼻炎？这么淡你也能闻到？哦，这一包是药材，应该是从这里面散发出来的。那人点点头，便没再说什么了。顾云东松了一口气，将箱子关上。很快，他便感觉到马车动了起来，似乎已经开始上路了。今晚上宁良守夜，多注意点儿。
别睡着了。是。有2道身影应下，然后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没多久，外边就彻底的静下来了。顾云东微微呼出一口气，又细细的听了一阵，这才将箱子的盖子彻底打开，看向外面。顾云东看着不远处的一个火堆，这帮人都是大男人，倒也不讲究，直接在火堆旁边铺了点干草，便躺在上面睡下了。不远处还有2个人，应该是今晚上守夜的。我要出去，好歹也得把这2人放倒才行了。就算2个不能，1个总要的。但是怎么能在不引起他们怀疑的情况下办成这件事儿呢？顾云东待在马车里面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就在他差点睡过去的时候，外边突然传来声音：哎呀，肚子有点饿了，车上有点肉干，我拿下来，咱俩一块吃啊。那肉干新鲜的，我不爱吃，你自己拿去。顾云东瞬间精神了，眸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最后落在马车里面的那堆吃食上。他很快看到羊肉干了，当即从空间里翻出泻药，直接撒了点在上面，然后飞快地缩起身子，将盖子盖好。刚盖上，马车帘子就被打开了，一个男人拿了2大块羊肉干又出去了。哎，你真不吃啊？这玩意儿还不好弄呢，都成肉干了，也没啥味儿。吃你的，我在附近看看。顾云东安静地等待着，果然没过多久，那人突然闷哼了一声：哎呦，我肚子疼，我去那边解决一下，这边你先看着。那人飞快地跑了，另外一人摇摇头，继续值夜。顾云东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悄悄地从箱子里面爬了出来。他的视线落在那个值夜的男人身上，等到他走到前面，背对着自己，便灵活地从马车上下来了。终于出来了，也不知道家里边怎么样了。大姑小叔肯定会很担心的，但是有邵大哥在，应该会安抚他们的。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邵清远正骑着马匆匆忙忙地往这边赶过来。顾云东很快听到了马蹄声，虽然轻，但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的明显。他立刻从石头上站起来，跑到后面的草丛里面躲着了。听声音好像是2匹马，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前面那伙人有什么关系。才这么想着，马蹄声更近了，然后距离他不远的地方突然停下。顾云东手微微拽紧，手里的弩箭也已经准备好了。马背上的邵清远却只看得到草丛微动，他立刻取过背后的弓箭，拉弓搭箭，对准了那乌黑的一块地方。出来！邵大哥。云东，你有没有事啊？我没事，好着呢。怎么又单独涉险？就不能先回来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去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你一个人若是遇到危险，我后悔都来不及。我没想涉险，是不是情况比较复杂，我没找到机会逃出来。对不起，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找你商量，不会让你担心了。哎呀，再有下次，禁足半年。禁足？太残忍了。顾云东撇了撇嘴，刚想反驳，头顶上便投下一道阴影。邵清远咬了他的嘴角一下。哼，看你表情好像还不服气。一副你不服气你可以说，但你看我会不会让你张嘴说的模样。顾云东立刻摇头。没有不服气。邵清远顿时有些遗憾，又有些不甘心地低头亲了他一下。我都说服气了，你还嘟嘴是几个意思啊？邵清远意犹未尽，偏偏衣服下摆被扯了一下，耳边传来呜呜的声音。他和顾云东同时低头。你是带着大黑来找我的？童水桃回去后便来找我，说你在跟踪一个中年男人，对方可能是个坏人。我便带着大黑去了县城，在童水桃说的位置附近找了找，找到了你留下的粉末，然后带着追风狂风一路跟了过来。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啊？你怎么会出了城的？顾云东拉着他到一旁的石头上坐下，知道他从听到自己消息开始就火急火燎的过来了，这一路上肯定没休息过，也没吃饭喝水，因此他假装从草丛里拿出了一个布袋子，把里面的包子、糕点和水囊递了过去。先吃点东西，我慢慢跟你说。这是我逃出来的时候顺手从他们那帮人的马车里面拿的，你赶紧吃，大黑也吃。他又拿了肉干放在大黑面前，大家伙用下巴蹭了蹭他的手心，一脸心满意足的吃了起来。邵清远却看着手里的食物，眸子微微的眯起。
邵清远知道顾云东身上是有秘密的，从上回在押镖路上陶家的那4坛酒突然消失又出现后，他就知道，但云东不想说，他就当不知道吧。邵清远笑笑，拿出还暖和的包子塞进了嘴里。顾云东微微低垂着头，嘴角紧抿着，继续喂大黑吃东西。等大黑吃完了，他才抬头将自己今日遇到张娇，然后又碰到中年男人的事情说了一遍。你说陶家最近一直没什么动静，会不会是因为张甲在帮他们做事？有可能，秦文征派人盯着陶家，可没想到最应该注意的是张甲，这2人是一伙的。而且柳伯父的调查当中，张家一开始是想和陶家联姻，想让张娇嫁给陶燕的，如今想来也说得通了。张娇和张豪不清不楚的，如果她嫁给陶燕，那陶燕又得被妻子背叛一次了，被人戴了绿帽子出去都没脸，陶老爷可不就又压制了他一次，顺心如意了吗？可惜陶燕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这门婚事没成，所以张家就打上了柳家的主意。柳家在京城里有背景，那背景还是皇帝的心腹，如果这一切都是陶家在背后指使的，那就说得通了，所有的事情也都顺了。你说那地窖里有很多粮食和药材，还有银子。对。有没有看到兵器？那倒没有。你怀疑他们这是准备造反？顾云东实在是不得不这么想，只有私自养的军队才需要这样偷偷摸摸地运送大量的粮草，看来他们是必须走这一趟的，搞清楚他们到底要把东西运到哪儿去。当今皇帝是个明君，他好歹和秦文征牵扯甚深，谁知道换个皇帝，他会不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有些事情他不掺和都不行。你们回来了。他怎么会在这里？秦树，这人居然是秦树。他不是应该在秦南村那个世外桃源的地方好好的生活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还和这帮人搅和在一起？先看看情况。顾云东点头，抿着唇看着那个少年。孙哥，你们这次又买了这么多的粮食回来啊？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已经很够吃了。让你搬你就搬，哪来那么多的话？哦。少年笑容一脸，缩了一下脖子，然后乖乖地搬粮食去了。顾云东和邵清远对视了一眼，眼睁睁地看着秦树哼哧哼哧地扛着2袋子往里面走。没多会儿，又脚步匆匆地出来，继续扛起下一个布袋，直至那个孙哥不见了，秦树身边的另外一个人才撞了一下他。你明知道孙哥脾气不好，还非上赶着找他说话干什么呀？我就是想问问孙哥，我啥时候能回一趟家？我都来了3个月了，咋还不能下山呢？我想让孙哥下回下山的时候把我也带上。这山上虽然能吃饱穿暖，可连个买东西的地方都没有。你还想回家？难道你不想吗？哎，那人又是一声笑，摇摇头，也没再理会他，转身走了。咋话还没说完就走了？才想着前面就有人喊自己，他赶紧扛着布袋子跟上。听秦树话里的意思，他刚来3个月，还不知道这些人是做什么的。一会儿把他偷偷引过来，问问缘由。2人便安静地等着，车上的东西都搬进去了，那个孙哥便交代了2个人拉马车下山，自己进了里面去了。秦树最后出来的，他似乎是在这边林子里看守的，和另外一个人站在一起，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秦树老实，还真的站在那儿兢兢业业地守着。倒是另外一个人在石头上坐了一会儿，便眼珠子一转，借口肚子疼要去方便，然后便一去不回头了。可这正好方便了顾云东2人。邵清远蹲下身，找了一块小石头掂了掂，随即咻的一声往他后背丢了过去。谁？嘘！秦树一怔，见顾云东对他招了招手，这才笑着跑了过去。顾姐姐，你们怎么来了？我还想问问你，你不在秦南村好好待着，怎么跑到山里来了？我想出来见见世面，看看外边都什么样。上回顾姐姐跟我说了好多，我都想亲眼看看，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想着找份工自己赚钱，等以后赚了很多银子，我再回去把秦南村那条路给修出来，这样村长他们出来就方便了。你们村长知道你出来了吗？秦树缩了缩脖子，
顾云东立刻便明白了，果然，要是秦村长知道，肯定不放心他单独一人出远门的。这会儿指不定秦村长在心里怎么骂他呢。那你又怎么出现在这里的？我就是在隔壁的县城里遇到了孙哥，看他挺忙的，在搬货，我就去帮忙了，还问他需不需要人手。我想找份工，1个月也不要多，包我吃包我住，给点银钱就够了。孙哥看我手脚勤快，就答应我了。顾云东和邵清远同时抽了抽嘴角，在搬货，看你手脚勤快，怕是孙哥见你撞破他们的事情，担心你出去乱说，干脆带走，打算杀人灭口吧。结果发现这小子单纯好骗得很，干脆让他在山上当苦力了。可惜孙哥把我带到山上来了，他们说这边缺人手，这山上放着东家的货物，我们要帮东家管理东西，担心有人过来偷盗，所以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很需要。不过山里的人都挺好的，干活特别勤快，还说我们是一家人，以后互帮互助，等我有出息了，还能回去村子里把叔婶也带过来。这里的工钱高，我第1个月就拿到了3两银子的工钱，不过上个月的工钱还没给，要等半年后一块给了。这不就是传销洗脑吗？这是看准了秦树没在外边混过，知道他不了解行情好骗是吧？这个傻小子哟！我说你什么才好，被人骗了上当了还不知道，还觉得人家都是好人啊？被骗了？怎么可能？他们给我工钱了的。就3两工钱，你白白给人家干了3个月。这些人不是好人，他们给你发了1个月的工钱，只是想着拖住你。顾云东是把秦树当弟弟的，所以格外耐心地解释了这伙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邵清远在盯着远处，好在另外一个看守的人一直都没回来。等到顾云东简单地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秦树整个人都懵掉了。顾姐姐，你是说这些人他们……外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你不该一个人跑到这里来的。人心叵测，指不定前一刻对你千好万好的人，下一刻就会背后捅你一刀。是我的错，当初不该跟你说那么多外边的美好事情的。不是顾姐姐的错，是我太渴望出来看看了。他爹早死，娘改嫁离开了秦南村，他就是想知道外面到底有多好，才会让他娘丢下自己跑出去，嫁给了别人。好了，趁着他们还没发现，我先带你走。村长应该很担心你的安危才是。我不能走。为什么？顾姐姐，要真像你说的那样，孙哥他们都不是好东西，那我走了，他们就知道我识破了他们的真面目了，到时候找到秦南村去，害了村长他们怎么办？顾云东一愣，有些诧异地看向他，没想到他居然能想到这一点。顾姐姐，我想继续留下来，你和邵大哥来了这里，知道他们的真面目，就可以去报官了，让官府把他们给抓起来，这样我再离开，秦南村就不会有事了，对吧？对是对，可我既然知道他们不是好人了，我就会自己小心的。放心吧，说不定我还能帮上忙呢。我还真的不太放心。顾云东内心纠结，一旁的邵清远倒是多看了秦树2眼。好，你继续留下。顾云东诧异地看向他。秦树知道事情轻重，就算为了秦南村，他也不会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下的，对吧？秦树用力的点头，顿时觉得责任重大。好，你留下来，但千万注意安全。等这边的事情了了之后，我带你去见识外面真正的世界，到时候你就能多赚钱，给秦南村修路了。好，那说定了。说定了。顾云东点点头，顿了顿，他又交代了秦树一番话，还给了他一些东西，当然也问了秦树山里面的一些情况，还真的得到了不少有用的消息。顾云东和邵清远下了山之后，一刻也没耽搁，很快跃上了马背，两人飞快地赶回了凤开县，到了县城，已经是第2日下午了。两人直奔秦文征的学堂。顾云东很快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秦文征听了大喜。所以是张家在帮陶家做事？对。这事我知道了。你把那个小院的住址写给我，再回头我让人去看一下那个地窖。至于深山那帮人，您放心，我也会派人再去调查一下。你把秦叔的画像给我，我呢会让人暗中再保护他。顾云东听完这才松了一口气，很快将秦树的模样画了出来，顺便将那位孙哥的样子也画了出来，剩下的就全部交给秦文征了。秦文征转身去吩咐人办事去了，
顾云东看下雪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便干脆等了等，回头和云舒、元志一起回去。云舒得知大姐在这儿，当下高兴地跑过来：“大姐，你可算回来了！明日就是小叔成亲的日子，你再不回来都赶不上了。”顾云东一惊，数了数日子，猛地一拍额角：“是了，明日就是大喜之日，他差点没赶回来。”顾云东和邵清远赶紧带着2个小萝卜头离开学堂，回到了永福村。哎呀，云东、清远，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大姑，让您担心了。可不担心嘛，要不是清远说你去忙正事了，你小叔都没心思成亲了。对了，你爹儿、左儿哥也回来了，在里面呢。一边说，两人一边往里面走。顾大江果然站在堂屋里，虽然手里拿着一个单子在看，可眉头却紧紧地拧着。听到动静，他才猛地抬头，见到顾云东，眼里的担忧之色稍缓。顿了顿，他便对顾云东和邵清远说：“你们跟我进来。”顾云东两人对视了一眼，跟着顾大江进了书房。说说怎么回事？我问过水头，他说你跟踪了一个中年人，一直没回来。我后来去找了秦夫子，他说你是在帮他办事，没什么要紧的。到底什么事？顾云东一愣，顾大江昨天下午才到家，一回来便又是询问童水桃，又是去找了秦文征，想必心里十分的着急了。爹，你真好。赶紧说。顾云东轻咳了一声，他将陶家、张家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顾大江听完有些错愕，竟是这般严重的事情。你做得很好，这种大逆不道、倒行逆施、企图破坏我朝安定的贼人，就该尽快铲除。不过清远说的没错，下次再遇到这种事，不能独自涉险。顾云东当即应下，连连保证再有这种事情，绝对不会一个人赶着上了。顾大江看着他，原本还想说什么的，可想到女儿如今越发的能干，有些事情比他懂得还多，一瞬间竟有种失落的感觉，终究一句话没说，出去了。我爹怎么了？知道你没事，他就能放心去帮小叔准备成亲的事情了。有道理，我们也去帮忙吧。当天晚上，顾家人都忙得很晚，生怕明日的婚宴有哪些地方疏漏了。顾小西更是激动的一夜没睡，独自一个人在自己的新房子里面转来转去。常丫丫是在顾家这边出嫁的，因此一大早，常丫丫就在顾家这边装扮了起来。这边才刚换好衣服、化好妆呢，外边就传来迎亲的声音了。顾小西虽然才来永福村短短1个多月，但她性子好又活泼，年纪轻，倒是和村民们关系都不错。这回迎亲不但拉来了邵清远，还带了爱凑热闹的柳维以及村子里其他2个年轻小伙子，如此倒是热热闹闹的。堵门的就有云舒几个孩子带着童水桃、薛荣等人，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站在哪边的，堵得特别兴奋，手里抓满了红包才肯开门。回头再找你算账。嘿嘿，我是不会告诉你，这一切都是有人指使的。你小子给我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果然，顾小西听了这句话后，瞬间将视线挪到他身上。顾云东抬眸望天，今天天气真不错，是个适合成亲的日子。小叔你今后肯定会和小婶儿和和美美的。你可别忘了，8月份是你成亲的日子。小叔要为难我，堵我的门吗？对啊，迎亲的人是他，不是我家那糟心侄女。身后的柳维哈哈大笑，赶紧推着顾小西往前走。先迎新娘去，迎新娘去喽！顾小西瞬间将所有的事情都抛到脑后，兴冲冲地跑到常丫丫的房间去。常丫丫穿着一身红色的喜服，头上盖着红盖头，也看不清楚她这会儿是什么样。顾小西都站在房门口了，瞬间又停下了脚步，抓了抓脑袋，嘿嘿干笑。新郎这是害羞了呀。我瞧着也是。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还是顾大凤推了一下他，他才陡然回过神来，上前蹲下身，将常丫丫给背了起来。顾家门外停着一顶大红花轿，4个人抬起花轿，跟在骑着马的顾小西身后，绕着永福村走了一圈，最终停在了他家新房门口。顾小西认识的人不多，请的客人自然也少，除了顾家、扁家、邵家之外，还有隔壁的董秀兰一家子、村长一家子，以及村里德高望重的6太爷。
最后便是这些日子帮着他们家盖房子的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了。对于顾小西和常丫丫来说，已经是非常满足的状态了。新人引进门，顾大江作为长兄，也是这次的主婚人。看着两人踏入门内，顾大江心里还是很安慰的。小六也终于长大成人，成亲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了。两人在堂屋站定，男宾倡导，新人开始拜堂。一拜天地，高堂不在，顾小西和常丫丫便对着门外的方向拜了拜，也就完成了仪式，最终被送入了洞房。没多久，顾小西又被拉出来陪酒了。顾云东偷偷端了碗面进去了新房，常丫丫头上的盖头已经掀开了，如今正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带着一丝红晕。见到顾云东进来，他忙站起身。云东，小婶儿，你先坐着。你怀着身孕，1天没吃东西了吧？小叔让我端了面条过来，先吃着。这是你自己端来的吧？你小叔那人我了解，虽然也知道心疼我，但他粗心的很。今儿个又吵吵闹闹的，他整个人都是晕乎的，哪里想得到给我送面条过来？谁说的？小叔今天虽然是晕乎，但他昨天就反复叮嘱过我了，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多看着你点儿，好好照顾你。我给你送面，可不就是得了我小叔的吩咐吗？常丫丫被他逗笑了，心里却甜滋滋的。顾云东陪着他说话，一直等到他吃完面后，才扶着他去床上。小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先睡一觉吧，我让水桃在外边守着。你放心，今日他们肯定不敢闹洞房的。给他盖上被子，顾云东这才出了房门。他端着碗筷去了厨房，厨房里正在帮工的一个妇人立刻拉住了他。哎，云东，先别走，我问你点事儿。什么事啊？之前不是听说你们和你小叔他们要同一天成亲吗？你小叔怎么突然提前这么多呀？这妇人也没什么恶意，就是为人八卦，好奇了点。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正个名，免得外面诸多猜测。今日站在顾家门口，就有不少人在议论纷纷的。原本是想着一起成亲的，可后来我爹的一位夫子说这不合理说，哪有叔叔和侄女儿一块成亲的道理的？怎么着也得让小叔先成亲才行，这不就只能错开了。可不是吗？我也早说了，这叔侄啊是不好同一个日子成亲的。就是，今日辛苦婶子了，你先忙着，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到堂屋来拿回礼。哎，好。顾云东这才走出了厨房，当即呼出了一口气。顾云东和邵清远是最后走出的新家，外边夜色已深，邵清远牵着他的手。还有2个多月，2个多月就到了他们成亲的日子了，算起来也不长，可邵清远却觉得仿佛要2年那么久。顾云东抬眸看向夜空，笑了起来。你还是想想迎亲那时该准备多少红包吧。幸灾乐祸。8月对于顾家来说，注定是忙碌又充实的一月。月初便是顾大江参加院试的时候了，只要过了院试，他便是正式的秀才。哎，运动啊，你爹考完院试了吧？哎，成绩咋样啊？那中了吗？陈伯，这昨儿个才刚出考场，成绩至少要5、6天才能出来，哪有那么快的？啊，还得5、6天啊！我看你陈伯比你爹还要紧张，他这2日啊都没好好睡觉，夜里总是翻来覆去的，好像他去考秀才似的。哎呀，你懂什么呀？如今永福村在他的任职下已经是蒸蒸日上，大伙儿的日子越过越好了，谁也不再缺那几口肉吃的了。如今钱有了，可不得再追求点别的吗？永福村现在可是一个秀才都没有的。哼，我怎么不懂？你也不想想人家顾大江县市和府市第几名，他那已经是铁板钉钉的秀才了，也不知道你慌个什么劲儿。那不一样。哪里不一样？陈良和他说不通，一甩袖走掉了。切，不要理他，他这村长啊当的都魔怔了。尤其是现在日子好过了，家里2个儿子都有活计，2个孙子又在学堂上学，地里的活儿也少了，事情都轮不到他操心，他就整日里琢磨村里的事情。对了，云东，你啥时候去买月饼呀？眼看着就要中秋了，我想着今年好好置办置办，到时候跟你一块儿去。你眼光好，
买的月饼也肯定好。我家的月饼倒是不打算在外边买，我想着自己做的。不过我们作坊是要发月饼的，那个要在县城里买，之前就和一家铺子给订好了。你和哪家铺子订好了？张家吗？张家？不是张家，是一家新开的铺子，没什么名气，不过做的糕点倒是好吃。之前童安特地去看过，他们做月饼的地方也干净，我也尝了一个，比张家的味道要好。将来这县城里怕是会有一席之地了。行，我也订这家的月饼。作坊到时候发月饼，陈进财、陈进宝都有，怎么还要买？嗨，这不是亲戚朋友多吗？咱们如今日子过得好了，来的客人也多，总要拿点好的招待招待，不是？好吧，那我回头让童安多买点，给你带一份。好嘞，那谢谢你了，我先回去了啊。周氏看他刚回来也累得很，说了2句话就回去了。中了！哎呀，中了！哎呀，中了！你爹中了，中秀才了！真的，榜单出来了！哎呀，出来了！刚刚我在村口就遇到差老爷过来报喜呀，他们跟我说的呀，我就赶紧跑回来先告诉你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呀！哎呀，对了，你赶紧准备上银啊，这一会儿官差就到了。是顾老爷中秀才了吗？哎呦，这可真的是天大的好事啊！恭喜顾东家，贺喜顾东家！对了，陈村长，顾老爷中了第几名啊？第几名？我这一时太激动啊！听说大江兄弟中了，就高兴的往回跑了。你说我也忘了问差爷了，这没事，一会儿差爷来了，咱们就知道了。顾云东赶紧让童安坐在桌前登记发月饼，自己飞快地跑进屋子拿银子去了。恭喜永福村顾大江顾老爷因本科院士高中第5名秀才。第5名，顾云东脸上带上了喜色，这么靠前的名字，那就是领生了。多谢官差大哥跑这一趟了，辛苦。顾云东高兴完，忙不迭地将手里的荷包递了出去。这个给2位官差大哥吃酒的钱。哎呀，顾姑娘客气，您实在是太客气了。2位先进来喝杯茶歇歇脚吧，远道而来也挺辛苦的，这么热的天呢。不了，咱还得趁着城门没关之前先回县城，先告辞了。这时邵清远也已经拎了2桶月饼和2个罐头过来了，顾云东接了过去，又递给了2位官差。那我就不留你们了，正好今日是咱们顾家给大伙儿发中秋节礼的时候，这月饼和罐头2位差爷也带回去，一块儿沾沾喜气。哎呀，顾东家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哎呀，顾老爷有大才，顾东家又会做生意，将来顾家可了不得了。我们在这里就先恭喜顾姑娘了。多谢。那咱们就先告辞了，顾东家，您继续忙不用送啊。等到2位官差走了，在场的果农村民纷纷扭头恭喜顾云东。我就说大江兄弟肯定不会差的，第5名那太厉害了。咱们村也有秀才了。顾东家，这天大的喜事呀，是不是应该请客吃席庆祝庆祝？对啊，之前得了县案手也没白酒，这次可是中了秀才，不能就这么过去了。确实应该喜庆让大伙都知道咱们永福村出了个林生啊。白酒的事情等明日我爹回来了，我会同我爹商量的，到时候再通知大家。云东，不好了，出事了！你咋呼呼的做什么呀？什么不好了呀？大江兄弟的媳妇刚送到家，你就来触霉头是吧？哎呦，我和云东说话呢。云东我刚从县城回来，你知道县城出什么事情了吗？县城出什么事了？就那个张家，县城张家，你知道吧？张家？是不是那个卖糕点的张家？他家怎么了？张家确实是卖糕点的那个张家，要说起来，他们家在咱们县城也算是大户人家，那糕点是县城里出了名的。可你们知道他们家那些新奇的糕点都打哪里来的吗？不是说张家出手大方，那新奇好吃的糕点方子都是从别家买来的吗？啥呀？哪里是买来的哦，根本就是抢来的。你们是不知道，最近县城新开了一家糕点铺，那糕点铺做出来的糕点好吃又便宜，还特别新奇。对了，
顾东家现在在发的月饼就是这家糕点铺买来的。顾东家有眼光，当初就是看中这家铺子的月饼比张家的好吃，这才定了他们家的。没想到啊，张家看着这铺子生意买的人多，他们就打起了主意了，想要这家铺子的糕点秘方。人家买秘方最起码也要价格合适，双方都同意才行的吧。可张家不这么想，张家可以给你们在县城开铺子，但是开的糕点铺子那生意绝对不能比他们好，否则就是和他们作对。他们想要这家铺子的秘方，却一点诚心都没有，就丢下10两银子就要买人家日进斗金的秘方。哎，你们说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10两银子，众人哗然。就单单顾家订的这么多月饼，就不足10两了吧？更何况还有其他人。这张家倒是想得挺美的。那铺子的东家也不同意啊，张家就生气了，就找了混混打手去找麻烦。可惜呀，他们这回踢到了铁板了。啥铁板啊？你们别看这家铺子没什么名气，也不打眼，可绝对想不到这家铺子背后的东家是谁。谁？这家铺子的东家呀，那可是京城里来的，家里是这个。他竖了竖大拇指，众人瞬间恍然大悟，家里是当大官的呀，怪不得呢。这点顾云东比周氏清楚，这家铺子是前不久新开的，而东家是秦文征请过来的。哎，你们说张家要对付这铺子的东家，那可能吗？张家一威胁人家，那铺子的东家就知道了，立刻就反过来把张家给拿下了。不仅如此呀，人家还报了官，2天时间就查出来张家不少龌龊事情。原来啊，以前张家的那些秘方都是这么从别人手里给抢过来的，有些人不乐意给，张家就直接伤人。我听街上有人说，有2户人家家里穷，就在路上摆个摊子卖自家做的糕点，哎，结果被张家给看中了。张家不但砸了他们的摊子，还抢了人家的秘方啊！最后啊，杀人灭口啊！哇，真的假的呀？哎，我就街上听来的，哪里知道真的假的呀？不过我看80%是真的，不然官府怎么会去查封张家呢？啊，张家被查封了？何止啊！我听说那些官差跑到张家做糕点的作坊，哎，那作坊脏得不像话。那后来呢？后来呀，我就回来了。那张家人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张家人咋样，我哪知道啊？我就听街上的人说的。我打听了打听。嘿，顾姐姐，原来这里就是你的家，好大，好壮观啊！秦树，你怎么在这儿？啊，是秦大人带我过来的。他说你住在这里，还说你和邵大哥明天就成亲了。我就想来看看。先进来，进来再说。哎，秦树高高兴兴地往里面走。陶家易主了。陶风讨厌，把陶老爷给挤下去了。我原本的意思是想利用陶老爷出事之后引出他背后的人，事情也确实进展得很顺利。陶老爷快要被他2个儿子给夺权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帮了一把。只可惜有我在，陶风讨厌自然有所准备。陶老爷就算有人帮，也只是稍微挣扎了2下而已。那人见到陶老爷大势已去，直接将人当成了弃子，杀人灭口。陶老爷死了？是，中毒而死。那人大概也是气恼陶风陶燕坏的好事，想将气死陶老爷的罪名落实到他们2人的身上，所以陶老爷是在跟陶风争吵的时候被气得吐了血，当场一命呜呼。好在陶风2人有了准备，立刻找了大夫诊治，确定陶老爷是被人下毒而死的。但到底谁是凶手，现在还是悬案，在官府档案里面存着而已。至于陶行，那原本就没什么大出息的，不过就是仗着陶老爷疼他，才如此胡作非为。如今陶老爷已死，陶老夫人被气病在床，陶夫人更是因着多年前害死先夫人的事情败露，被送进了牢里。面对团结一心、来势汹汹的陶风2兄弟，陶行连为自己爹娘声讨的勇气都没有。陶风直接将他送到了别庄，让他守着一个小破庄子度过后半生。陶家的事情落幕，而那个害死陶老爷的幕后黑手也落入了秦文征的眼里。秦文征一路追逐，然后便进了那处山里。然而那人进了山里，便不见了踪影。若不是有秦树帮忙，只怕这回我们就要无功而返了。秦树对山里非常的熟悉，
他也是亲眼看到那人进山，在山里有一个寨子，秦树带我们的人悄悄潜进了寨子，找到了一处密道。通过那处密道，我们找到了一处矿山。矿山？不是很大的矿山，但那些是铁矿。那些人抓了不少人给他们挖矿，那些铁矿是用来打造武器的。秦树所在的那处寨子还只是最外围，矿山里的粮食都是经过那处寨子运过去的。若是没有那处密道，我们是怎么也找不到那处小矿山的。当初秦文征从顾云东这边知道有这么个小寨子也没行动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就算当初端了这个小寨子也没什么用处，寨子里也就10来户人家，顶多也就安插一个山贼的罪名，但如此一来，那处小矿山便永远都别想找到了。说到这里，秦文征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我和你说过，我在凤开县就是为了查某件事，其实便是为了这矿山。在当初，有人冒死从小矿山之中逃了出来，刚巧被我遇到，只可惜那人没能说出具体的位置，便死了。他将这件事情禀告给当时还是太子的当今圣上，皇上让他务必查出矿山的位置，他才会待在凤开县当个教书先生的。顾云东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怪不得秦文征问过几次邵清远关于九虎山里面的事情，怪不得戴文霍借着打猎的名义让邵清远带着他们深入九虎山。可惜九虎山太大，里面猛兽危险林立，想找到这样一处隐蔽的矿山实在太难了。好在事情有了大突破。只可惜啊，矿山找到了，背后之人却还是没能揪出来，只知道那人在京城。顾云东陡然意识到了什么，眸子微微闪了闪。你要回京城了？是，不过你放心，就算我走了，你家的作坊如今也没人敢动，就不说其他的，县城里几家大户跟你都是交情不浅。什么时候走？待等你成亲之后就该离开了，皇上已经下旨催我回京城。至于我那些学生，暂时还在学堂之中读书，范夫子还在，但到了年底学堂便不开了，我会安排其他学子去东艺书院，我跟那边的院长打过了招呼。至于云舒和云志，还要问一下你们的意见。是啊，这也是个麻烦，这件事情还不急，回头我和爹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也行。秦文征点点头，突然看了秦树一眼。还有个事。我打算把秦树带在身边，带去京城。啊，秦大人，你说啥？你要带我去京城？天哪，那可是京城啊！村长伯伯说了，那是天子脚下，是大晋朝最繁华、最让人向往的地方。我以前连县城都没去过，现在能去京城了。啊，不行的，我答应过顾姐姐，以后跟在她身后见世面的。秦文征看向顾云东，顾云东在思索，顿了半晌，他看向秦树。那你想不想去京城？想不想跟在秦大人身边？啊，这个想不想呢？我该说想还是不想啊？行了，顾云东不用他回答了，光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毕竟这人实在不会掩饰自己。好吧，那你跟着秦大人吧，今后多看多学，少说话，知道吗？秦树用力的点了点头，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成亲前一晚，顾云东是被柯表姑早早的赶上床睡觉的。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又被柯表姑给挖了出来，迷迷糊糊的坐在凳子上，让人上妆。他是被妆娘搅面的动作给刺激的彻底清醒的。东东，娘是想救你的，但他们人多，娘打不过，他们还不准娘去叫你爹，太坏了。没事，有娘帮我吹吹，不疼。我家东东真好看，比谁都好看。因为娘好看，所以才生得出我这么好看的女儿嘛。杨氏笑得眼睛都眯起来，扭头看顾大姑，特别嘚瑟地说：东东说我好看。是，你当然好看了。顾大凤说着话，可看着杨氏时，她心里却有些发酸。她原本好好的弟妹，就因为老顾家那几个混蛋变成了这样。如今云东出嫁，作为亲娘，却还懵懵懂懂没意识到什么。她甚至不能清醒的送女儿出嫁，不能像其他母亲一样，在云东出嫁前一夜和她好好说说话。以后她的病治好了，这事儿怕是会成为她最大的遗憾了。顾大姑想着，有些不忍待下去，干脆出了房门。只是没一会儿，
他又进来了，脸上重新挂上了笑意。客人来了，刘老爷一家都到了。顾云东抬眸，就见柳烟欢欢喜喜的进来了，一进门眼睛便亮了。云东今日可是倾国倾城貌，让我眼睛都挪不动了。柔姐姐，你太夸张了。我可没夸张，大伙儿的眼睛都雪亮的。来，这是送给你的天妆礼，好好收着。他陪着顾云东说了会儿话，出去了。没一会儿，顾云东又听到陶家来人的声音，紧跟着是秦文征夫妻俩过来了。葛氏也来看过他，给他送了天妆礼。谁想他刚出门，童水桃过来说彭家少爷和少夫人到了。顾云东一愣，他成亲倒也确实给彭仲飞送了请帖的，好歹也算有些交情，该给的还是得给。但他觉得以彭仲飞对自己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应该是不会来的，多半是会找个借口给推辞掉。没想到竟然真的来了，不但来了，还把姚氏给带来了。哟，怎么看着好像来者不善的样子？恭喜云东妹妹新婚大喜，这是我的天妆礼啊，希望你喜欢。谢谢。姚氏却没走，她坐在了顾云东的对面，抬眸看向他身后的庄娘。你能先出去一下吗？我有些私房话想跟云东妹妹说。庄娘一愣，她也是从县城被顾家请过来的，自然也知道姚氏。听他如此要求，庄娘不由得低头看向顾云东。你先出去吃点东西吧，今日辛苦了。哎，好嘞。那顾姑娘有什么事儿，再叫我便是了。姚氏的丫鬟站在门口守着，倒像是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似的。顾云东看得好笑，在面对姚氏时，眸光冷了下来。彭少夫人有什么话要和我说的？顾姑娘今日大喜，本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就是有些好奇啊，顾姑娘怎么没请你那位堂妹过来吃喜酒呢？顾仙儿，人都不在了，我去哪里请她？原来你还知道她已经没了啊！当初可是你亲自送她去给我们家爷当妾的，她的日子可是非常的不好过。你这个当姐姐的自己日子过好了，倒是从来没想过去看看她，连她没了你也不曾送她一程啊！哎，你到底要说什么？要是不快一点的话，一会儿该有人进来了。倒也没什么要说的，就是有些好奇，你爹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他知不知道自己的亲侄女被自己亲女儿送到别的男人床上去？知不知道他的亲侄女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连命都丢了？又知不知道他的亲侄女死了都没人收尸？对了，听说你爹刚考中了秀才，你说若是这些事传了出去，对你爹的仕途会不会有所影响？你打算做什么？你说呢？你想让我爹觉得我是个心狠手辣不顾姐妹情谊的女儿，还是想败坏我爹的名声？姚氏，你可以试试看的，但是我保证，今天你这么做了，明日你一定会被彭家扫地出门，成为弃妇，下半辈子凄苦度日。这话说的好像彭家会听你的似的，你也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吧？就算我们家爷和你有交情，可彭家老爷老夫人也不会允许他做出休妻并且同我娘家交恶的事情来。姚氏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童水桃的声音：“小姐，知府夫人、知府少爷还有聂姑娘他们都来了。”姚氏一僵，他刚才听到了什么？知府夫人、知府少爷？他愕然地看向顾云东：“听到了？你现在还觉得彭家不会做出休妻的事情来？或者你觉得你被休了，你娘家敢将你接回去？”“不可能！你认识知府夫人？凭什么？她就一个逃荒过来的小丫头而已，就算有些手段，就算是能赚点银子，她怎么可能会认识这些权贵？而且知府夫人还亲自来参加她的婚礼。”“你待在府里太久了，整日里就忙着和夏姨娘斗，外边的世界早就换天了都不知道，真是可悲。”姚氏不相信，他想亲自去看看，可不等他回头，童水桃已经领着戴夫人和聂霜进来了。“来晚了，来晚了，都怪文混那小子。昨儿个住在县城里，早上起来的时候，他非要去城东的馄饨铺吃馄饨，说上回吃过一次，还要拉着我们一块儿去。”“不晚，还没到及时呢。早就和您说了，让你们昨儿个就住到我家里来，你们偏偏要住在县城，多不方便啊！”“别了啊，我们这拉拉杂杂的一堆人住在你家里太麻烦了，住在客栈也没什么。上回来你家呀，倒是逛过永福村，县城还没怎么看过，正好趁着这个时间好好逛逛。”早就退到角落里的姚氏只觉得浑身冰凉，他见过戴夫人的，是他，
没错，还有那位聂姑娘，在府城的聂府也是彭家根本就不敢高攀的对象。他们居然和顾云东的关系这般好，这怎么可能呢？如果顾云东的靠山是他们，那彭家真的有可能会休弃了他。新郎来接新娘了，快开门呢！想娶我姐姐，得先过我这关。对，先过关。放心，我早就让我们家柳毅去打听过云输出的问题了。也就是些诗词歌赋、刀枪剑戟的，你身边有我和戴兄弟，一文一武都能给你挡得住。行，那你出题吧。好，门外的人听着。请问一个伙计的儿子从来不叫伙计爹，这是为什么？众人无语了。哈！邵清远缓缓地扭过头，看向旁边正跃跃欲试准备回答，却因为题目出乎意外而僵硬着的柳维。诗词歌赋，刀枪剑戟。我被柳毅那臭小子给骗了，这个奸细。戴文霍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还是先想答案吧。对，先想答案。随后对着后面同样跟出来的邵文、邵武、邵双、邵全，还有陶家两兄弟和彭仲飞，以及一大片来看热闹的村民叫道：大伙儿一块帮着想想。不只是他们，就连门里面的众人也在低头想答案。这是啥问题？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不叫自己爹？我知道了，因为那个伙计对他儿子不好，他儿子讨厌他，所以不肯叫爹。不对，加一个。难道是因为这孩子是伙计收养的，还没来得及改口？也不对。我知道了，肯定就是因为这伙计被他婆娘戴了绿帽子，这儿子是隔壁老王的。众人无语。你是不是傻？他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出这种题目呢？你们敢说你们刚才心里没这个念头啊？彭仲飞不服，反正他听到题目后，脑子里第一个浮现出的就是这个答案。不对，都不对。众人只能低垂着头开始冥思苦想起来。邵清远手指微微的动了动，突然笑了起来。柳维眼尖，立马问道：你是不是想到了？因为那是位女伙计，他儿子自然不能叫他爹。众人一愣，随即猛地一拍手。对呀，他们怎么没想到，顾云东的那个奶茶铺子里面不就有好几个女伙计吗？第一题答对了。好。大门外的人瞬间兴奋起来，很好，首战告捷，后面肯定也能一帆风顺的。所有人都信心满满，等待着第二道题。第二题是袁志出的。请问，大牛看起来平平常常，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他却可以连续数个时辰不眨眼睛，他是怎么做到的？众人沉默了。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找到这些奇葩的问题的？这要怎么回答？柳维绞尽脑汁想了片刻。我知道了，大牛有眼疾。不对。大牛用小木棍撑着眼皮。也不对。大牛死不瞑目啊！众人，你说什么？你敢不敢再说一遍？柳维直接转身拖着彭仲飞就走了。沈家大喜之日，你不是绿帽子就是死，怕是和新人有仇吧你？胡说！你们一个个道貌岸然的，难不成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才不信呢。柳维解决了彭仲飞，很快又回来了。他看了看邵清远。你想到没有啊？柳维觉得这种稀奇古怪的题目肯定是顾云东出的，也就只有他脑子永远转个弯不太正常的样子。而邵清远好歹和顾云东相处这么久，总能了解他吧。果然，邵清远眯了眯眸子后，神色放松下来。因为大牛是闭着眼睛的。对了，太好了，就剩下最后一题了。最后一个自然是可可出的。请问为什么木鱼不能吃？这是什么问题啊？木鱼不是本来就不能吃吗？先别急，他们的问题都是稀奇古怪的，肯定有其他含义。咱们一个字一个字的找答案。柳维摆摆手，其他人点点头，开始冥思苦想起来。大门内的云舒和袁志也呆了一下，两人对视了一眼。可怎么把答案也说出来了？他好像出错题目了，应该是问他们什么鱼不能吃。两人着急了，这下怎么办？他们看向可可，小姑娘胸有成竹，很开心的样子。
哥，我好高兴啊！我也能当一次女夫子了。我刚才提问的是不是特别棒？对，可可特别棒。刚才那个题目说的非常好。你看外边都没动静了，大家都被你给难住了呢。那是，你们的问题都太简单了，果然还是要靠我。哎呀，怎么办呀？表姐夫要是答不出来，表姐就要嫁不出去了。这个，没事儿，我姐夫肯定会想到办法的。话是这么说，可外边一直没传来说话声，他们也是很着急的。门口的柳维也着急，小声的问邵清远：“你想到了吗？”我觉得这题目不太对。嗨，他们出的3个题目哪个都不太对，好吧？邵清远还是觉得有问题，眼看着时间不早了，他确实找不到方向，顿了顿，只能实行第2计划了。他对着戴文霍使了个眼色，后者当即走到旁边，看了看面前的高墙，他一跃而起，踩着墙面陡然攀上墙头。而大门这边，柳维也撅着屁股对着门缝里面说道：“可可呀，咱们实在是想不出来。这样吧，我们给红包怎么样？”你题目太难了，咱们就让他们用红包补偿吧。要是太晚了，就要错过及时了。那好吧。云东，今日我来娶你，是我心悦于你，将来我必待你一心一意，绝无二心，此生都只有你一人。无论以后遇到了什么，都与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离不弃。今后家里由你来做主，家产由你支配，有了孩子我们一同教育，如此你可愿意嫁我？所有人都愕然地看着他，在这种事情都已经是铁板钉钉的时候，邵清远竟然还许下这样一番誓言，让在场的人都觉得震惊不已。顾云东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番话，眼眶微微发热，半晌后缓缓地点了一下头。邵清远一直紧张的心情瞬间得到安抚，嘴角的弧度拉大，这才站了起来。顾云东被喜娘和童水桃搀扶着起身，离开了屋子。一行人来到堂屋。云东，从今往后你就是邵家的媳妇了，是清远的妻子。你要是受了委屈，你就回来，爹给你做主。你说啥呢啊？清远人不错，挺好，文武双全，做事果决。爹呢，希望你们2个以后和和美美，你爱我敬，相互包容，遇到事情都要有商有量的，一辈子白头偕老，知道吗？爹，我知道。顾大江又看向邵清远：“我把我女儿交给你了。”爹放心，我会照顾好云东，不让他受委屈，疼他爱他的。顾大江呼出一口气，随即看向杨氏。杨氏紧紧地抓着顾云东的手，仿佛终于意识到云东要出嫁的意思了。他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东东，不要走！顾大江强忍住不舍，微微地将杨氏往后扶了扶，随即摆摆手：“行了，别误了吉时。1拜天地，2拜高堂。”邵家的高堂也没有，所以依旧对着外边拜。夫妻对拜，送入洞房。最后一个字落下，邵清远嘴角的笑意止都止不住，抓着红绸的手心里全是汗。我和村长他们交代完后就要去京城了，今后跟着秦大人做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们。应该很快就能见到了。啊？我们过些日子也要去京城了。真的？顾云东点头，但其他人却神色不舍。要去京城的决定之前就和大家说过的，大伙儿也都知道，去京城是为了找到邵清远的亲生父母，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谁也没有阻拦。只是不知道这一去何时才会回来。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说？就是那个彭仲飞他媳妇儿，被送到城外寺庙修身养性半年了。你是说姚氏？为什么？你再跟我装，还不是因为你？顾云东蹙眉，因为他和姚氏最后的交集，也就是成婚那天的事情了。果然，柳维迫不及待地说开了。你成亲那天啊，那个姚氏是不是去找你了，还威胁你了？姚氏去威胁你了？这事我怎么不知道？没事，他就逞逞嘴皮子，
一句话就堵得他不敢应声了。他威胁我的事儿，谁说出去的？你娘啊！顾云东沉默了。是了，当时房间内除了他和姚氏之外，还有他娘杨氏。原本这事儿我们都不知道的，谁知道彭家那个夏姨娘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将这件事给爆了出来。现在好了，我们这一帮人都清楚了。顾云东嘴角抽搐了一下，他还什么都没做呢，这可完全是姚氏自己作死啊！这件事他娘完全没和他说起过，他娘真的是太可爱了。前往京城得先经过万庆府，正好自打去年回来之后，顾云东便没去过万庆府，也不知道于大爷他们的杂货铺开得怎么样了。之前虽然有信件过来，到底没法说太多。4人1辆马车2匹马，马车坐得不舒坦了，还能骑马，倒也舒坦。小姐，那边有条河，咱们在这休息会儿，吃点东西吧。外边传来洪水淘的声音，顾云东微微坐直，身子有些僵硬的样子。邵清远大掌托住他后腰，使了点劲，揉了揉。好点没有？人真的不能懈怠，这一饭来，在马车里面坐几天就不行了，全身的骨头都跟僵硬了似的。顾云东下了马车，深深地吸了口气，瞬间觉得清爽不已。咱们现在都到哪里了？还有多久到万庆府？按照这个速度，大概还有3天，我们就能到万庆府。那就好，坐马车坐得我浑身不舒服。小姐，咱们的辣酱还有吗？之前那罐好像是吃完了。有，我去拿。顾云东赶紧转身进了车厢，翻看了一下，其实带来的几罐路上都吃完了，这会儿最后1瓶也没了，他只能从空间里翻出2瓶，正打算拿下去，耳边突然传来吵嚷声，然后便发现一队车队正往这边走来，距离他们不远后便停了下来，看样子也是打算就地歇息的。他们也看到邵清远一伙了，领头的男人过来和邵清远打招呼。哎呀，这位小兄弟，咱们是运货去清安府的商队，路过此地休息片刻，难得有缘。小兄弟这是去哪里？去万庆府走亲。哎呦，巧了，咱们就是从万庆府出来的，这里距离万庆府也不远了。小兄弟打哪里来呀？问这么多做什么？大家彼此间隔一段距离，谁也不打扰谁，吃完各走各的不行。我们要用午饭了。那领头的男人见状，倒也明白过来，不再多问，回了自己的车队。老大，什么来头？说是去万庆府走亲的，其他的不乐意多说。哼，罢了，人家不说就算了，咱们不多接触就是。警惕点，吃完就走。东西不见了！喂，什么东西不见了？就是昨天晚上我买的一大袋馒头少了一半，还有我那2件衣服也没了，皮囊里的水也没了。就这些？哎，会不会是你放在哪里自己忘记了？馒头你自己吃了吧？我没有，真的少了。我原本打算今天晚上吃的，我饼子还有呢，怎么会去吃馒头？这次出来我带了2身衣服换，现在身上穿着一套，剩下的一套不见了，还有一件晚上睡觉盖的袄子也没了。应该不会无缘无故的没掉的，大伙儿找找，看看会不会混在其他地方了。领头男人挥了挥手，其他人立刻行动起来。然而他们才刚动手，从第1辆马车开始找起，最后1辆马车后面突然跳起一个人来，头也不回地往前面的林子里跑。我的衣服，他身上披着的就是我的袄子。话音落下，男人便飞快地追了上去，其他人纷纷往前跑。领头男人皱了皱眉，大喝道：去2个人追就成，其他人原地守着。是不是哪里来的乞丐，好几天没吃饭了，这才跑到咱们车队来偷了点吃的？哎呦，都看看货物有没有问题，其他的看他们追到人回来再说。是。其他人开始查看起来。不远处的顾云东和邵清远对视了一眼，默默地继续在河边走动消食。车队那边似乎其他东西都没少，没一会儿那2个追人的也回来了，可回来的只有他们。领头人问：没追上？追到林子另一面的河边，沿岸上停着一只竹筏，那人撑着竹竿跑远，追不上。老大，咱们有没有少东西？没有，就没了你2件衣服。少了衣服的男人愁眉苦脸地叹了一口气，但货物没少，总算是好事。领头男却觉得不宜节外生枝，所以招呼大伙儿都别歇息了，赶紧走了要紧。他们也没同邵清远几人再说话，匆匆收拾好，车队很快便离开了。小姐，你说刚才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反正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待会儿咱们也走。顾云东刚刚吃的有点撑，走了走，总算好多了。
刚打算上马车离开，林子里却陡然冲出一个人来。这不是刚才那个逃走的人吗？不是说做主法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姑娘，这人认识我，听声音还是个女子。那人飞快地跑到几人跟前，顾云东蹙眉，看着他有些凌乱的头发和脏兮兮的脸，确实有些眼熟来着。你，段姑娘，是我。你先别哭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在万庆府好好待着，跑到这里来做什么？你大哥呢？你怎么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姑娘，我现在……段婉刚想说话，林子那边却再度传来了声响。都仔细点，那丫头肯定藏在这附近，别看漏了。他娘的，这臭丫头真能逃，别让她给老子抓到，要不然要她好看。有人往这边走过来，声音越来越近。姑娘，帮我！顾云东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看在段谦的份上，他也确实不会丢下段婉不管。顾云东一把拉住段婉的手，将她往马车上面推。你先上去躲着，别出声。好。段婉咽了咽口水，急忙缩进了马车。顾云东刚放下车帘子，林子里的5个人也出来了。这几个人一看就是练家子。你们是什么人？有没有看到一个15、16岁的姑娘？没见到。没见到？我刚才就看到那个丫头往这边跑，该不会是被你们藏在马车里了吧？我告诉你们啊，那丫头是朝廷钦犯，我劝你们别多管闲事。我不知道什么朝廷侵犯，我们也没有见到什么姑娘，你们可以走了。走？那不行，我明明看到那丫头往这边跑了，这片呢是空空荡荡，只有你们这马车能藏人。这样，你们让我们搜一下，要是没人，我们马上就走，如何？哼，不如何，不愿意。我说兄弟，你这不是敬酒不吃罚酒吗？你得掂量掂量，咱5个人，你们就2个大男人，还要保护俩娘们儿，跟我们作对，这个不是好主意啊！说话间，那5个人便朝着他们逼近了过来。邵清远就知道，好好说话，这些人肯定听不进去，所以他开始撸袖子了。不过动手之前，还是扭头对身后的顾云东说道：“你先歇着，刚才吃太多，肚子不舒服，最好不要剧烈动作。”你才吃太多，你全家都吃太多。哎呸，他全家好像只有一个。可惜了，这几个人也太不中用了。他遗憾地摇摇头，克制住自己的冲动，站在小姐的身边。顾云东斜睨了他一眼，嘴角抽了抽，这么暴力的性格也不知道随了谁。童平和江氏明明都是温柔的性子啊。现在还要搜我们的马车吗？就是现在还要搜马车吗？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是在找什么人，分明就是看我们人少好欺负，想占便宜吧。没有，这我们真的在找人，我们是亲眼看着他往这边跑，所以才……呸！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只看到你们几个往这边跑，一来就要找我们麻烦。我们好好的在这吃东西、郊游、踏青的心情都被你们给破坏了。没，还否认？我错了，大哥，我错了，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不识好歹胡乱说话，放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公子怎么处置啊？邵清远看向顾云东，顾云东瞥了他们一眼。他们既然是抓朝廷侵犯的，咱们也不好太为难他们。既然认错了，那就算了。总之下不为例。时间不早了，咱们还要赶路去清安府，再晚一点赶不上住的地方了。庆安府？我们去的地方明明是万庆府啊！洪水桃有些不解，不过看到小姐的眼神，立刻就明白过来了。邵清远和邵文也点点头。下次把眼睛睁大一点，便宜你们了。你怎么会弄得这么狼狈？几天没吃饭了？2天没吃了。离开万庆府之后，我就东躲西藏的。后来就跟上了一支去庆安府的商队，躲在他们的马车的箱子里。我怕他们发现，一直都没敢出声。可是太饿了，又闻到了好香的味道，实在忍不住，就拿了他们车队的馒头吃。结果刚吃了一口就被发现了，丢下馒头就跑了。你为什么离开万庆府？你哥哥呢？
他失踪了。你说什么？失踪？段谦怎么好好的失踪了？哥哥2个月前去了庆安府，说是有桩生意要谈，可是这一去就没回来。直至半个月前，跟在哥哥身边的小厮回来说，哥哥突然失踪了。他找遍了庆安府都没有找到人，不知道去了哪里。庆安府，所以你才会跟上去庆安府的车队，离开家想去寻找你哥哥？不对呀，如果这样，没道理段婉的身后有人追查他的下落的。我确实想要找到我哥哥，可我也知道自己没有那个本事，所以想找人帮忙。可没有等到我找到帮手，就遭了难。有人要害你？是我二叔，他一看哥哥失踪，就对外说我哥哥已经死了。原本跟着我哥哥的那些管事都不相信，坚持要等着哥哥回来。可二叔突然发难，管事们和二叔对峙的也很艰难。谁知道这个时候，二婶却对我下手。顾云东暗暗叹了一口气，家大业大就容易出问题。果然，这段谦小小年纪便将整个段家掌握在手里，自然有人不服。他在段家镇着也就罢了，一旦出事，这些人便都跳出来兴风作浪了。二婶趁我不注意，给我下了药，想让我和城内郑家老爷成其好事。那郑家老爷都30好几了，家里早就已经妻妾成群。我若是嫁到郑家去，那就是掉进了火坑。幸好二婶身边的一个丫头曾经得到过我哥哥的帮助，对我哥哥感恩在心，所以悄悄地告诉了我的丫鬟。可惜信息还是传递得太晚，等段婉的丫鬟知道这事的时候，段婉已经被下了药。他的2个大丫鬟倒是忠心，一人拖延时间，一人背着浑身酸软的他逃出了段家。那你那丫鬟呢？我不知道，有人追我们，我也不知道是二叔的人还是郑家的人。芷兰为了让我逃走，自己当成诱饵去把他们引开。现在，所以你看到去庆安府的车队，就干脆跟上他们去试试，能不能找到段谦？顾云东垂眸想了片刻，他也不可能现在调转方向往庆安府去的。不说那些追查段婉的人多半往庆安府寻人去了，就说段谦的失踪便很奇怪，他贸贸然过去并不明智。所以他对段婉说：我们现在要去万庆府，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就先跟着我们回去。你大哥是个有本事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失踪不见的。你去庆安府不一定找得到他，甚至还把自己陷入危险当中。当然，你要是坚持的话，我也不会阻止。等到了下个城镇，我会帮你找个靠谱合适的镖局，护送你去庆安府。我回万庆府，等大哥的消息。好，我们带你回去。歇息一晚上，第2日，顾云东便先去了茶楼，打听这万庆府最近有什么消息。还别说，除了段谦失踪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消息也被讨论得热火朝天的。万庆府新来了一位参将，据说是个雷厉风行的主，一来就办成了几件大事，抄了好几户人家，就连官职仅次于参将一级的游击都被抓了，闹得整个府城都人心惶惶，战战兢兢的。你听说过这位窦参将吗？我只知道1个多月前来了位新的参将，其他的就不知道了。1个多月前来的，这么短的时间？是，怎么了？没事儿，就是觉得这位参将实在厉害。听说没有？段府的段二爷昨个就去了参将府，拜访了这位参将大人。你们说，段二爷是不是以前就认识窦大人，两人有交情？真的假的？段二爷和窦大人还是朋友不成？是我兄弟说的，他昨个亲眼看到段二爷从参将府出来，还是被窦少爷亲自送出门的。两人好像相谈甚欢的样子。我居然让窦少爷亲自送人出来，那多半是关系好的了。云东，怎么办？二叔要是认识窦参将，有参将给他当靠山，我们还斗得过他吗？我哥哥还能找回来吗？稍安勿躁，事情还不清楚呢，总不能全都道听途说就下判断的。段婉心里很慌张，但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死死地咬着下唇，点点头。尚文已经将你的信带去给你那位林叔了，要是顺利的话，你林叔收到信之后，肯定会先去打探你那2位丫鬟的下落。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你身边的丫鬟平安带出来，其他的事情都不急，总要一步一步来的。你想太多也没用啊。你说的对，外边还只是道听途说。就算我二叔认识窦参将，
只要我大哥回来，也一定有办法对付他的。怎么样，信交给林叔了吗？没有。你没见着林叔？哎，我见着了，但是你说的那位林叔可能并不忠于你大哥，他应该已经投靠了段二爷。怎么会？怎么会呢？这个又是一个坏消息，情况对段婉很不利呀。你确定林叔投靠了我二叔？确定吗？我故意装作客人去他的铺子里买东西，原本想趁机将信悄悄给他，没想到却见到了一位女子从他的铺子后院走出来，临走之前还和他说了说话。我当时离他近，隐约听到女人说到二字，心里有了疑心，便暂时没有把信交给林叔。等女子走了后，我便跟在她身后，后来见她进了一家酒楼，就站在了段家二夫人的身后。邵文以前是叫花子，这方面敏感得很，尤其会看人脸色。他当时就觉得那位林叔和那女子关系不同寻常，尽管没有什么肢体接触，但两人站在一起却给人一种很暧昧的感觉。段婉听完全部，脸色变了变，只是仍然有些不相信地问：那女子长什么样？邵文描述了一番，段婉的脸色更差了。那是我二婶身边的管事娘子，前几年丈夫去世，便一直孤身一人，是我二婶身边得用的人。这么一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位林叔怕是已经被段二婶用美人计给策反了。这事我们也分析过，你二叔敢在这个时候发难，肯定有所依仗，之前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既然林叔不可信，那便换一个，总不会所有的管事都被策反了。对，不是所有人都像林叔那样忘恩负义的。段婉深呼吸，又在脑子里面筛选了一番，这回他谨慎许多，也不再自己下判断了，只是将各个管事平日里的行为举止和哥哥的评价说出来，让顾云东几人帮忙参考，到底谁更可信。最终，顾云东和邵清远同时挑了一个在段婉看来并没有特别突出，也好像不怎么忠心的人出来，让段婉重新写了一封信送过去。邵文又跑了一趟，再回来时已经是1个时辰以后的事情了。这回他没再将信带回来。接下来咱们先等消息便是了。段婉呼出一口气，点点头。然而消息来的比他想的还要快。第二天一早，邵文就带回了那位罗掌柜的消息。罗掌柜约他们在安怀酒楼见面，就距离这边不远的一条街上。大小姐，罗叔，他们是我的朋友，多亏了他们救了我。罗掌柜立刻对邵清远、顾云东2人表示了感谢。不用谢我们，你们俩吧，我们先出去。段婉有些紧张地看向他们，但顾云东却还是出去了。有些事情段婉必须自己亲自面对，他不可能事事都替他梳理明白的。大小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抱歉，是我们考虑不周，我也没想到二爷竟然会对你下手。好在大小姐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大小姐放心，大少爷肯定会没事的，我们等他回来。我也相信我哥哥会回来的。哦，至于大小姐心里面说的芷兰慧兰的事情，昨晚上我已经找人打听过了，他们现在都在段府里，只不过什么？只不过2人都受了伤。听府里的丫鬟说，二夫人以他们弄丢大小姐为由，将2人打了一顿，却不让大夫给他们医治。如今发着高烧，情况不太好。你个老钱婆！大小姐冷静，二夫人不直接把人打死，也不发卖掉，多半就是等着大小姐自投罗网的。这时我们得从长计议，免得着了二夫人的道。门外的顾云东和邵清远此时却已经下了楼，刚打算点菜，便看到于大伯从门外进来了。原本想抬手打招呼的，谁知于阳红身后还跟了一个人。于阳红没看见顾云东，很快在他们隔壁的位置找了个桌子坐下。这是什么情况？于大不要发展第二春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铺子里还有很多事，忙得很。哎呀，我知道于大哥忙，但再忙也要多休息不是？不然身体哪里吃得消啊？再说了，铺子里不是有张老大在干活吗？哪里用得着你这个东家亲自动手？我都说了，我可不是东家，那杂货铺的东家另有其人，我们一家都是给人干活的。于大哥，你又来了，不是东家，那铺子里所有的事情你咋都能做主呢？
不是东家能一家3口都在铺子里干活？于洋红头疼不已，他解释了许多遍，奈何这人就是不相信。但他也不可能随便将顾云东的事情说给外人听，实在不耐烦了，他干脆不在这件事情上面纠缠了。你之前说有人打我们铺子的厨艺，我才跟着你出来。你还是先跟我说下到底怎么回事吧。你那么急做什么？这菜还没点，饭还没吃的，咱们也没说2句话。那就先点菜。现在可以说了吧？你还说你不是东家，这地方吃一顿可不便宜。你要是半个掌柜，哪里舍得花这个银子？是你说你想尝下这家酒楼的招牌鱼，我才过来的。原来你这么在乎我的话呀！我说想来，你就带我来了。于大哥，其实我也觉得你这人挺好的。你看啊，你婆娘也没了好几年了，我也一个人孤零零的。要不，咱们凑合凑合算了。这样你的铺子就是我的铺子，那谁打铺子的主意啊，就是跟我过不去。我肯定告诉你那人是谁的。不可能，我还得给我娘守孝3年呢。这不是还不到1年就满了吗？咱们可以先定下来，我不急的。我都说了，那铺子不是我的。你还骗我做什么呀？你放心，我又不会贪你那铺子。你那铺子将来留给你儿子的，我都知道的。我呀，就是看你辛苦，想要好好的照顾你。你家就3个大男人，家里没个女人操持，多不方便啊！你放心，等我过了门之后啊，一定把整个家都打理得妥妥帖帖的。咱们都是2婚头了，那些彩礼嫁妆什么的也不需要多少，意思意思一下就够了。我呢，于洋红听得脑门上都冒出汗来了，他感觉自己要是再不阻止，这女人怕是连生孩子都计划好了。他想出声，理由却一直想不到很合适的。眼见着他越说越夸张，情急之下脱口而出：我看不上你。整个世界都安静了，顾云东差点呛到：冷静点儿。于大伯是这个。他完蛋了。果然，那妇人在安静了片刻之后猛地站了起来。好啊，你行，你真行。看不上是吧？那你就等着你铺子被人拆了吧。你个老不死的，真以为自己多英俊帅气了？哼，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是吧？我呸！他说完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不甘心的回来了，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菜，坐下来愤恨的吃了起来。顾云东3人已经无语了。妇人吃的差不多了，才狠狠的站了起来，将桌上的茶水直接泼到于洋红的脸上，大步的离开了。顾云东看了看黑着脸有些狼狈的于洋红，叹了一口气。张家老大就是这个时候跑进来酒楼的。杨红，不好了，那段家的段二爷带着窦少爷找上咱们铺子来了。于洋红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豁然站了起来，脚步匆匆的跟着张家老大跑了。顾云东和邵清远也站了起来，2人眉头同时紧拧。走，去铺子。然而2人才刚要走出酒楼，顾云东突然又停了下来。你先去，我把段婉送回客栈了再过去。好，你小心点。放心吧，有我在，谁也别想打杂货铺的主意。怎么段二爷来了？不但他来了，偏偏还带着窦少爷也一同来了。看来传言没错，段二爷和窦府还真的是关系匪浅。不过这么一来，你想打这杂货铺的主意怕是不行了。还不是怪你，连个老男人都搞不定。邵清远挑眉，看起来妇人说的打杂货铺主意的人不是段二爷了。我早就说过了，这家杂货铺就是个黑店，仗着自己是这儿唯一一片东西齐全的杂货铺，东西卖的特别贵啊。这附近啊，街坊邻居早就已经苦不堪言了。哼，段二爷可别睁着眼说瞎话，我们杂货铺的东西向来都是明码标价的，哪里贵了？更何况若是我们铺子是黑店，那官府早就派人来查封了，怎么会容许我们开这么久？谁不知道你们和朝廷亲犯吴同风有来往啊？在之前，吴同风可是游击大人，有他撑腰，谁敢来查封你们的铺子啊？现在吴同风倒了，我倒要看看你们作威作福的日子也是结束了。这位乌同风就是之前窦参将亲自拉下马的游击大人，如今就被关在大牢里等候朝廷发落，
这个节骨眼上，谁跟他扯上关系，那都要完。胡说八道，胡说八道！窦少爷，你可得明察秋毫，我们和那吴桐风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也不过就是来铺子里买了2次东西而已。什么？来你们铺子买过2次东西？那吴桐风家里有下人有丫鬟，还需要他亲自来杂货铺里买东西？这话说出去谁信啊？于大伯和张老大也是一脸气愤，可他们哪里知道吴桐风什么心思，哪里猜得到他为何要亲自过来买东西？窦少爷啊，你都听到了啊？他们根本找不出证据证明自己跟那朝天亲犯没关系啊！邵清远却在看到那位窦少爷的脸时怔了一下，这位窦少爷他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有些眼熟，但邵清远又很确定自己并不认识什么姓窦的人。白糖，你们这里也有白糖可卖？哎呀，可不是，要说这白糖多珍贵的东西啊，整个万庆府也就我们段儿府能从这京城里进一点货还特别少，他们一个小小的杂货铺也有这种本事，若不是有那吴桐风给他们撑腰，谁敢卖啊？窦少爷，你可一定要好好审问他们3个，说不定他们还有同党。这白糖是我们东家给的，也就一点点而已，平日里都是限量购买的。这事段家大少爷很清楚，你别在这胡言乱语，非要给我们盖上一个和罪犯同伙的罪名。整个府城谁不知道我们段家大少爷失踪了？你们仗着死无对证，还想把罪名丢到我们段家不成？段二爷是知道段谦和这杂货铺有来往的，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趁他不在，借着窦家的事来找茬，贪了这家铺子的。可惜段二爷知道的有限，他不清楚这铺子当初是如何落入于家3口的手里的，只知道段谦晚了一步，没买下这间铺子，然后就放弃了。你们说这些白糖是你们东家给的，那你们东家是谁？现在在哪里？于禁3人对视了一眼，有些犹豫。万一他们说了郭云东的身份，这窦参将会不会去找他的麻烦？段二爷见他们沉默，更加高兴了。窦少爷您看到了，他们什么都说不出来，分明就是心虚。这些白糖指不定就是从什么不正当的地方得来的。我们东家给的。那你倒是说一说，你东家是谁？现在在哪儿啊？在这儿，我就是他们东家，我就是这铺子的东家。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问我。窦少爷愣了愣，他仔细地打量了邵清远一阵，眉眼间闪过一丝疑惑，怎么觉得面前的人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怎么可能？你是他们的东家？窦少爷猛地反应过来，他定了定神，看了邵清远一眼，又看了于家3口一眼。他真的是你们东家？于禁目光落在邵清远身上，后者说：我是顾云东的丈夫。你知道顾丫头她来了吗？她来了，不过暂时有点事儿，应该一会儿就过来了，让我先来这边处理。太好了，太好了，顾丫头来了就好。你说你是顾妹子的丈夫，请问你贵姓啊？邵。那没错了，之前顾妹子派人来运白糖过来的时候，有写过信告知她即将成亲的事情，丈夫就叫邵清远，看来是没错了。什么东家？我看啊，他们好像根本就不认识这人的样子。窦少爷，这人一定是同党，一定是。你真的是这家铺子的东家？我是。这么说来，这白糖是你让人带来的？哪里带来的？多吗？这窦少爷的问题有些怪异。白糖是从宣和府那边运过来的，窦少爷想买，哼，若是价格合适的话，倒是可以给你匀一些。当真？宣和府，凤开县，可否借一步说话？自然可以，里边请。不是，这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呀。窦少爷，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像和这人很投契的样子啊？等一下，这里的事情还没解决呢。窦少爷，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啊！你跟着他们走，小心他们对你不利啊！他们就是一家黑店啊！你说我们铺子是黑店，证据呢？贵？你说我们铺子里的东西贵？哼，哪贵啊？你看这锅碗瓢盆，
一个你们就要比别家贵上2-3文钱。还有那个茶叶酒水，更是贵了1两多银子。对了，那个箩筐也比别的杂货铺要贵上几十文。你所谓的黑店，只是价格比别人贵上那么一点。你对黑店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我们铺子里的东西贵，我们强迫人家买了吗？逼着人家掏银子，还是客人进了店不让走了？那你们和吴同风也有来往？什么来往？就因为吴同风踏进我们的铺子，那今日参将府的少爷也进来了，是不是也可以说参将府是我们铺子的靠山了？我没这么说，我就是……你就是什么？我看你就是来找茬的，赶紧滚！段二爷急忙看向窦少爷，后者却沉思了片刻，点点头，拍了拍段二爷的肩膀。这些理由确实站不住脚。我看这杂货铺也没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应该不是黑店，也没什么问题。好了，我还有事，你先回去吧。说着看向邵清远，走。邵清远点头，窦少爷便大步地朝后院走去了。段二爷心一急，又想拦，邵清远却眸子一眯，猛地伸脚，一脚将人踹出了大门。也不知道窦少爷是不是没听见，反正脚步没有停，人已经走到后院了。于爷爷、于大伯、邵大哥呢？顾丫头，真的是你，你果然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听说你已经成亲了，恭喜你了！我刚看到你那夫君了，人长得不错。是吗？好久没见于爷爷你们了，看起来倒是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年轻了。这还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有心照顾，把这铺子交给我们管，我们的日子也不会越过越好。我呀，每天都有事情做，可不就更加精神了吗？对了，你什么时候来万庆府的？爷爷，顾妹子匆匆跑过来，肯定是担心她夫君了。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头再慢慢聊，先让她去找人吧。哎呦，对，瞧我都糊涂了。少兄弟就在后院，正在和窦少爷说话呢。和窦少爷说话？顾云东诧异，抬脚就往里面走，经过段二爷身边时怔了一下。这是段府二爷。原来就是你来找我们杂货铺的麻烦啊！他转头就吩咐邵文，这种人站在这里简直污染了咱们铺子的环境，把人给丢出去。你敢？段二爷愕然地瞪大了眼睛，他才刚被人踢出去爬回来，这哪里来的野丫头片子，居然敢叫人把他丢出去。你觉得我敢不敢？动手。是。邵文二话不说就上手了，于禁兴匆匆地过来帮忙，于是抬起挣扎不休的段二爷直接丢出了门外。原来是你。这声音怎么这么激动？怎么回事啊？这是我娘子顾云东，8月底刚成的亲。原来是弟妹，失敬啊！这位便是万庆府窦参将家的公子窦富康。你们认识？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我8岁那年被李老大卖给了人贩子，后来遇到一个同样被拐卖的孩子，我们2个合伙一起逃出来的。窦富康就是。不会吧，这么巧？没错，当年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觉得十分的惊险啊！要不是邵兄弟在，我只怕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受苦受难，指不定是连命都没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我们还能够再见面，怪不得方才见到你觉得十分的眼熟啊，却是死活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若不是刚才你说了名字，咱们怕是又要错过了。我倒是不知道原来你真名叫窦富康。当时我们家仇敌多，流浪在外，不好以真名示众这才没能告诉你实话。见谅。理解。当年邵清远8岁，窦富康其实比他还要大1岁，两人也算是长开了，所以方才见面才会觉得仿佛有股熟悉感在。可邵清远确实不记得自己认识姓窦的人，反倒是窦富康听到邵清远的名字，很快就记起来了。双方一核对，才发现原来是旧相识。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渊源。可不是。窦富康很高兴，窦家算得上是武将出身，偏偏到了窦富康这一辈，出现了他这样一个另类，喜欢学文，不喜练武。好在他上头有个武艺出众的哥哥在，窦家便也不勉强他，想着家里出个读书人也好，免得出门在外总要被人说成粗人。
结果没料到在窦富康9岁那年突然遭了难，被人给绑架了。他空有一身才华，也有脑子，偏偏武力值跟不上。后来便遇到了邵清远，两人取长补短，相互合作，就这么成功逃离了那些人贩子的手掌心。而且他们运气好，一逃出去就得到了贵人帮忙，那帮人贩子被一网打尽。最近我才知道，也并不是我们运气好到得到贵人帮助，的确是有人暗中帮助我们，才能够逃得如此顺利的。这话什么意思？当初我就是在这万庆府被抓走，然后一路送到了安庆府，这才遇到你。其实当时在万庆府的时候，我被关着的房子里就有个缝隙，我清醒过来的时候，从缝隙里看到外边有个小姑娘，那时我就向她求救，想请她帮忙找人来救人，到时候会有重金酬谢。可惜那小姑娘太小了，看起来都不到5岁，一脸茫然，仿佛根本就没有听明白她说了什么。而且人贩子很快就进了房间，窦富康怕人贩子知道外边还有个小姑娘，到时候连累了他，因此他当即就不再开口说话，闭着眼睛装晕。等他再次往外看时，那小姑娘已经不见了。窦富康当时就绝望了，根本就没把希望寄托在这小姑娘的身上。后来一路都在找逃走的办法，但一直没能找到。等到了庆安府，遇到了邵清远，两人合作之后，才总算是瞅准了一个机会，一击即中。这么些年，窦富康一直都以为是他们的运气好，直至前段时间他爹才告诉他，其实当年他们能那么正好的遇到官府出手，是因为有人暗中帮忙，帮助他们的人就是那小姑娘的爹。小姑娘对窦富康说的事情确实没懂，因为窦富康说的太复杂了，他当时担心小姑娘也遭遇不测，所以多说了2句，让她离开的时候悄悄的找信任的家人帮忙，又告诉小姑娘这人贩子凶残，最好暗地里行动。所以原本很好懂的事情这么一交代，小姑娘就茫然了。但她回去后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窦富康说的话给复制出来。她爹娘当场就明白了，只是等到他们跑到关着窦富康所在的房子时，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不过现场还是留了些痕迹的，小姑娘的爹娘立刻悄悄报了官，官府顺着这条线一路追踪到了庆安府，恰好又遇到了邵清远两人逃跑，当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人贩子给抓住了。这件事情窦参将是知道的，但小姑娘的爹娘知道那人贩子凶残，担心祸及自己，所以并不乐意公开。若不是最近窦参将要调到万庆府当参将，窦富康也要跟着过来历练。两人聊天时说起万庆府，窦富康提起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可能还不会知道这些往事。窦参将是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事情也没那么严重。既然重新来到万庆府，又是以参将的身份，那么拜访恩人，看看恩人有什么需要，也是应该的。等等，恩人？你说的恩人，该不会是段二爷吧？是，当初那小姑娘就是段二爷的女儿。顾云东和邵清远愣住了。这么说来，窦参将是肯定要保住段二爷的了，毕竟是恩人，总不至于恩将仇报吧？窦富康见两人面色有异，想了想，低声说：我听说你们和段家那位大少爷关系挺好的，段家大少爷一直照顾这家杂货铺，对吧？所以，你们不希望段二爷做段家的主？的确如此，而且窦少爷应该知道，段谦是当初心腹落败后上面选出来的。果然，说到这个，窦富康沉默了下来，许久才抬眸看了一眼对面的夫妻俩，片刻后又抬起头，定定地看向顾云东。我想起来了，顾云东，当初心腹被抄家，你。窦富康失笑地摇摇头，再看这夫妻两个的眼神就变得不一样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便和你们说实话吧。段二爷虽然是我的恩人，但此人经商确实没多大本事，小家小业守着倒也罢了，像段家这样的，他若接手，怕是没多久就要败落了。窦少爷看得很明白，我和庆远是兄弟，当年好歹也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弟妹若是不嫌弃，叫我一声窦大哥就行，也免得太过身份了。叫窦少爷挺好。罢了，窦少爷便窦少爷吧。这段二爷虽然不适合接手段家，但现在的段谦却下落不明，段家没有人镇着，也的确不太适合。你给段二爷撑腰，是为了让段家不至于大乱，让那些打段家主意的人都掂量掂量。没错，段家一乱，整个万庆府的商户都会乱，万庆府的经济有所动荡，那对谁都没好处。所以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先镇住段家，就算是扶段二爷上位也好，有我们参将府给他撑腰，也没有人能够搅乱段家这趟浑水。不过段家也有人去了清安府寻找段谦，我爹也暗中派人去查探他的下落，希望他还活着。若是……后面的话他没说，但顾云东也猜得到，若是段谦没了，那窦参将他们就得实行别的方案了。只是窦家要当段二爷的靠山，那段婉那边这事情就麻烦了。看来一切源头都在段谦那边，但愿早日找到他的下落。不过你们放心，我回去会同段二爷说明白，让他不要打你们杂货铺的主意，你们照常做生意便是，我保证没有人找你们的茬。多谢。难得和邵清远见面，正好有空，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喝酒叙旧啊？不用了，我没空，我要陪媳妇，我不喝酒会熏着我媳妇。显白你有媳妇是吧？想当年我也是有的。你这样是要没有朋友的。你不喝酒就行，和窦少爷叙叙旧也不打紧，重逢原本就该庆祝一下的。窦福康见他一脸不情愿，摆摆手。算了，以后再叙旧吧。段二爷还在外边等着我，我还是先走了。你拿着这个玉佩，若是有事就来窦府找我，我若要找你就来这间杂货铺就行了，是吧？那我先走了，改日等你有时间了记得来找我。再见。窦福康走了，只是走出杂货铺的时候却已经不见了段二爷。问了围观的人才知道前因后果，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邵清远踹段二爷他是知道的，但没想到顾云东也是狠的，一来就让人把他扔出去，还扔出伤来，直接被人抬到医馆去了。窦福康觉得脑壳疼，沉默了片刻，这才往医馆走去。等他到了医馆，才陡然想起来，他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情了？当时跟邵清远去后院是为了说什么来着？窦福康一时没想起来，邵清远更是望到天边去了。等人走了，他和顾云东才走出后院，来到了前面的杂货铺。余家三口见着他们都很高兴。我去买菜，好好的烧顿饭。云东啊，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要不要在这铺子的后院住？不了，饭就先不吃了，水桃还在客栈里等着。要是这么久不见我们回去，指不定会着急起来。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改日再来吃饭。端晚的事情不和窦福康说吗？窦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今都是站在段二爷那边的。段晚的下落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更何况我小时候虽然和窦福康有过合作，可多年未见，我们也并不了解他的为人。你说当年给窦福康报信的小姑娘真的是段二爷的女儿吗？会不会是段婉？你想啊，之前我们就奇怪，为什么段二婶要选择这个节骨眼上对付段婉，还是把她嫁给老头子这样的手段？要是联系到和窦府联姻，不就能说得通了吗？如果段婉才是救人的那个，段二爷故意让他女儿冒名顶替骗人呢？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有一点说不通，窦参将这样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不太可能会弄错报恩的对象。况且按照窦福康所说，他爹当年是亲自感谢过恩人的，也就是说他是亲自见过段二爷的。这个好像也有道理。唉，别多想了，要不回去问问段婉，也许他还记得。先回去找段婉吧。方在我出来之前，他还说那2个丫鬟也出了事儿，也不知道他和罗掌柜有没有商量出救神的方法来。你们回来了，怎么样了？铺子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顾云东也没瞒着他，将段二爷打杂货铺主意的事情给他说了。你是说我二叔不但想要接手段家，还带着窦少爷跑到你的杂货铺去，想给杂货铺安个通贼的罪名？大致是这样，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你二叔被我们给扔出去了，窦少爷也没有说什么。扔出去？只是你二叔那人的性子，他是个记仇的。经过今天这么一遭，指不定他已经暗搓搓的想要报复我们了。所以你现在同我们住在一起，反而容易暴露。我和邵大哥商量了一下，我们找另外的客栈住，你和水桃就继续住在这里。要是让你二叔知道我们之间有所联系，事情可能更加复杂。分开住，对大家都好。好吧。段婉，我听说你堂妹就是你二叔的女儿，在小时候曾经遇到过一帮人贩子，有个小孩还向他求救了，然后你二叔他们帮着把那些孩子都救出来了，有这回事吗？我不太记得了。那你呢？你有遇到过一个小孩向你求救吗？
没印象了。顾云东叹了一口气，好吧，他心里存着的那一点希望也散了。他不再纠缠这事，转念开始问起他和罗掌柜谈的怎么样了。罗叔叫我暂时不要露面，他会想办法将芷兰、慧兰给救出来的。他要怎么救？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芷兰、慧兰都受了伤。我也不知道，罗叔只是让我在客栈里等消息。你不用担心，罗叔既然这么说了，肯定是有了办法的。他在府里的人脉不小的，放心。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顾云东也就没多提什么意见。罗掌柜若是有什么计划，他贸然插入反而会坏了事。小姐，本姑娘不见了。你说什么？到底怎么一回事？你把话说清楚。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吃饭的时候，段小姐突然说胃口不好，想吃客栈外边那家摊子卖的馄饨，让我帮忙买一下，我就下楼去了。等我买了馄饨回来，段小姐就不见了。客栈你都找过了？我找过了，我问了店小二，小二说她出去了。小姐，你说她会去哪儿啊？应该是去了段府。走，去段府。邵清远猜得没错，此刻的段婉就在段府里面。他知道段二叔去找顾云东杂货铺的麻烦之后，心里就一直很不安。顾云东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他也不能全指望人家帮助自己。段婉知道，虽然罗掌柜说这事儿交给他便成，但他也明白罗掌柜的人脉非常有限。窦少爷，你去哪里了？我爹说府上有贼人进入，小心那贼人对你不利，还是先去前厅吧。段婉刚拧了一下眉，假山外边突然钻进来了一个人。钻进来的那人也愣了一下，没料到这里居然有位眼眶红红正在哭泣的丫鬟。窦少爷，窦富康顾不上许多，忙钻了进去。哎，麻烦往里挪一下。段婉有些发愣，但下意识地往里面挪去了。怎么回事？这人怎么也进来了？他会不会告发我？等等，刚才段文在外面叫窦少爷，难不成眼前这人就是众人嘴里提到的那位窦参将家的公子？嘘，你别出声，我也不会告诉别人你在这里偷懒的。段婉身上穿着府上丫鬟的衣服，一个人藏在这里，窦富康自然以为她是段府的丫鬟了，可能是受了什么委屈。段婉闻言暗暗地松了一口气。